邱若尘进了婚房，他望了一眼端坐在床上披着盖头的新娘，看着身材很是哇塞，该高的地方高，该低的地方低，该翘的地方翘。可惜啊，心中叹气的邱若尘直接吹灭了蜡烛。四长老说的对，人在丑关了灯都是一样的。他今天尽量多喝了一些喜酒来麻痹自己，这时候晕晕乎乎的，希望可以把新婚之夜糊弄过去。1年前邱若尘穿越了，不过却给穿越大军丢了脸，他穿越成了一个废材。这里是婆娑大世界，玄黄大陆，他成了大周国朝5大世家之一，邱家的第3个儿子邱若尘。这是一个崇尚武力，可以修仙问鼎长生的世界。可原主的根骨实在不行，是最低级的凡品根骨，肉身也是最低级的凡人之躯。为了能够让儿子有点出息，也能够为家族出力，作为邱家家主的父亲逼着原主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苦练。奈何原主的根骨不行，苦练到了17岁一无所成，还是个废材，修仙意图对他来说遥不可及。就在这1年，邱若尘穿越了过来，觉醒了记忆。原主和他同名同姓，邱若尘搜索了原主的记忆，知道这种可怜的凡品根骨，他就算练一辈子也没用，就算普通武者的水准都很难达到。于是穿越过来之后，邱若尘决定放弃了。反正是5大家族之一的3公子，妥妥的富二代，吃喝不愁，就这么过一辈子也挺好。他选择彻底躺平，啥也不练了，成了5大世家之中有名的废材公子。但是邱若尘也只躺平了1年。他18岁的这1年，家中突然生出变故。噩耗传来，邱家的家主，他的父亲邱天鹏带领族中强者前去探索昆吾山中的未知之地，寻求长生飞升的秘密之时，发生意外，整个家族中的强者全部失踪，其中还包括他的母亲和2个拥有玄级上品根骨的哥哥。这一下整个邱家乱了套，不仅群龙无首，而且直接导致了整个家族的实力大减，在5大世家之中沦落到了垫底的地位，声望一落千丈。而邱若尘作为嫡系3公子，只能临危受命接任家主之位，他的躺平计划彻底告吹。但是他根本就没有保护整个家族的能力，家族中因为留守而没有失踪。硕果仅存的4大长老一起来找邱若尘商量。大长老身材最高，他面容最为凄苦。若尘啊，你也知道如今家族的现状，如果我们不做出努力，邱家很快就完了，不仅会在5大世家中除名，恐怕整个族人都会被人从大周王朝抹去。邱若尘一脸无奈，大长老，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我练了这么多年的本事，连我爹的一个手指头都打不过，我怎么能保邱家不倒啊？要不咱们集体跑路吧。4位长老先是一愣，然后脑袋摇得好像拨浪鼓。我邱家在大周国朝的千年基业，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啊？我邱家圣地清虚山，那也是修行的无上宝地啊。邱若尘撇了撇嘴，家没了可以再建，怎么也比被人团灭都杀了强吧。4个长老对视了一眼，2长老体格健壮，说话有些犹豫。家主，我们4人倒是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就得委屈家主了。邱若尘无所谓的耸了耸肩，是什么办法？几位长老尽管说，委屈就委屈点吧，我当邱家废材已经习惯了，又不是没委屈过。4个长老立刻喜形于色。3长老身材最胖，他双眼闪亮。5大世家之中，秦家一向与我邱家交好，如今我们邱家的现状，要是没有秦家的助力，我邱家早就被人灭了，但总是求人家也不是个办法。如今有一个手段可以把邱家和秦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若尘啊，你可知道是什么手段吗？邱若尘翻着眼睛想了想，这种情况之下不会是联姻结亲吧？4位长老互相看了看，一起咧着嘴大笑。4长老身材最矮，他捋着长胡子，家主虽然根骨不行，但是脑子还不笨，正是这个手段。邱若尘挠了挠脑袋，说吧，4位长老要我娶的是秦家的何人，我得知道委屈到什么程度。大长老眼神闪烁，家主听说过秦家圣女秦慕清吗？邱若尘搜索记忆，听说过。秦家继300年后的又一位天才圣女，秦家调动所有资源助这位圣女冲击成仙之路，可惜功亏一篑，功力尽失。秦慕清就是刚刚渡劫失败的那个。大长老微笑点头，秦家圣女秦慕清天赋异禀，曾经是秦家引以为傲的天骄，家主若娶了她，也算门当户对了。邱若尘眼珠转了转，既然门当户对，那有什么委屈的？大长老微微沉吟，家主要有心理准备，圣女渡劫之时会遭雷击，可能会变得有点丑。在穿越前的那个世界，邱若尘还没有过女朋友，穿越过来终于能娶个老婆，竟然还是这种情况。邱若尘心中念叨糟老头子们坏得很，这就是把他卖了，可形势比人强，为了邱家他也只能忍了。为了家族的安危，丑就丑点吧，是个女的就行，什么时候娶她过门你们定吧。4位长老躬身行礼，然后相视一笑。家主以大局为重，实在令人佩服，此事自然是越快越好。3天后，邱家张灯结彩喜迎新娘。婚宴结束之后，邱若尘进了婚房，吹灭了蜡烛，坐在黑暗中发呆。突然叮的一声，心中一个声音响起，恭喜宿主娶了第1位妻子，激活多子多福治愈系统。什么？
邱若尘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系统，传说中的系统来了，终于有金手指了。穿越前，他看了很多小说都讲到系统，他自打穿越之后就一直在等，却原来是娶了老婆系统才能够出现。邱若尘简直是心花怒放，眼前出现了一个蓝色面板，他立即开始查看。治愈系统很是奇葩，不仅是宿主可以通过多娶妻妾、多生孩子得到奖励，还可以获得一次治愈妻妾任何伤痛的能力，让他们变美得到更高的奖励。生的孩子根骨越高，宿主得到的奖励就越多，奖品丰富，五花八门，只有宿主想不到，没有系统做不到。治愈妻妾的功能很是强大，只要娶了妻妾，互相同意，不论是否洞房都能拥有一次这样的能力，让妻妾恢复健康，变得更美，可化腐朽为神奇。每改变一次，宿主的根骨就会提升，身躯也会变强。但是遇到根骨级别高、修为强大的女子，能不能让她康复变美，就得看当时邱若尘是什么修为状态了。看到蓝色面板上的介绍，邱若尘很是兴奋，只要找个女人生个孩子就有奖励，还可以治病救人，很快自己不就能成为神骨了吗？不仅能够长生不老，还可以天下无敌，甚至宇宙无敌。这时候脑海中又响起了系统的声音：你想得美，我怎么想得美了？邱若尘心中问道。不是娶任何女人生的孩子都能够获得奖励，也不是娶任何女人生了孩子都可以得到根骨提升，那我得怎么办？女子的评定需要达到5星以上才行。系统面板出现，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女子的资质评定由低到高，从1星到9星，共9个级别。评定标准为颜值、身材、天赋、根骨以及血脉气运等综合的标准。看过系统的解释之后，邱若尘有些疑惑，我怎么知道谁能达到5星以上呢？说到这儿，他向坐在床上的秦慕清看去，蜡烛已经熄灭，屋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突然一个识别界面在脑海中弹了出来，名字秦慕清，根骨天级，肉身境界化境之躯，级别6星。看到秦慕清的星级，邱若尘不禁一愣，不是说圣女很丑吗？评定不是要看颜值的吗？系统回答得很迅速，相信系统没错的。不过现在你的根骨修为还都不行，达不到要求的水准，还需要努力啊！那怎么办？邱若尘急了。宿主第一次娶妻，无偿赠送，这个系统还挺有人情味。邱若尘松了口气，随意的扭了一下头。邱若尘的脑海中突然又弹出了一个识别面板，名字月儿，根骨玄级，肉身境界银骨之躯，星级5星。这倒把邱若尘吓了一跳，原来屋里还有一个人。而这时候他就听到了玉儿小心翼翼的讲话：家主，您熄了灯还能看见吗？邱若尘这才想起来，玉儿是秦家圣女秦慕清的陪嫁丫鬟，迎娶新人之前就说过这件事，他几乎完全忘记了。这时候蒙着盖头的秦慕清说道：玉儿，家主是觉得我很丑，怕看见我扫了他的兴。听秦慕清这么说，邱若尘有些尴尬。秦姑娘，既然你成了我的妻子，其实我也没那么太在意长相。秦慕清微微一怔，如果你要在意，今夜可以让玉儿陪你。邱若尘心中一震，还有这种事，秦慕清还真是大度啊，看到这正妻圣女倒是很善解人意的。邱若尘咳嗽了一声：玉儿，你可以回去休息了。玉儿一惊：奴婢不走，奴婢来这就是为了服侍家主和夫人的。邱若尘心头一紧，这是要看着我和他家小姐洞房吗？这个社会的规矩真变态啊！不过要强行把玉儿赶走好像也不合适，算了，看着就看着吧。邱若尘向床前摸索过去，结果撞到了一把椅子，险些跌倒。他听到了2个女子的惊呼声。邱若尘轻咳：玉儿，你把蜡烛再点燃吧。当烛火亮起的一瞬间，邱若尘吓了一跳，因为他看到了玉儿的长相。玉儿穿着青色云衫，7双赛雪的肌肤吹弹可破，一双杏眼清澈若泉，琼鼻皓齿，唇若点珠，娇艳的脸颊上透出淡淡的红晕，简直就是个绝色美人。只是因为年龄不大，身材还不够玲珑，这样的容颜才是5星，那6星的俊俏到什么程度？不敢想象啊！邱若尘心中一荡，走到床前，掀开了秦慕清的红盖头。他再次吓了一大跳，实在是太丑了。但是系统已经告诉他要相信系统，邱若尘决定忍了。玉儿啊，你还是把灯熄了吧，有人在旁边看，我会发挥不好的。玉儿粉面微红，掩嘴轻笑，在烛火熄灭的一瞬间，他看见秦慕清的脸色也涨得通红，愈发的丑陋了。在黑暗之中，他听见玉儿说：家主还得饮喝欢酒呢。玉儿的话还没有说完，邱若尘就迫不及待地走进秦慕清，酒喝不喝都无所谓，他希望赶紧治病救人，再也不想看到那副丑陋的面容了。黑暗之中，邱若尘的双手绽放出了光芒，系统赋予的能力迸发而出，秦慕清身躯被辉光笼罩。邱若尘在黑暗之中喊了声：玉儿，点灯吧。在烛火的映照下，一张绝美的容颜映入眼帘。秦慕清再不是刚刚的丑女了，
如今仿若坠入凡间的仙女，也似九天玄女凌晨，把邱洛尘看得呆若木鸡。系统的提示，邱洛尘只是扫了一眼，却来不及细看，因为玉儿惊叫地跑到了床边。她瞪着杏眼：“姑娘，哦，夫人，您的容貌变了，变得比当初还要好看。”秦慕青伸手摸了摸脸，顾不得其他：“玉儿，快把镜子拿来。”玉儿点头，飞快地跑到桌前，把一面菱花镜取来。秦慕青在镜中看了又看，不可置信地看向邱洛尘：“夫君，这是真的吗？是因为……”邱洛尘用力点了点头：“不错，就是因为我之故。”秦慕青突然神色一变：“我的修为好像也在恢复，虽然没恢复到渡劫之前，可也恢复了大半，这也是你的缘故。”邱洛尘挺了挺身躯：“那是当然。慕青，以后你我夫妻感情越深，有些事情你就知道了。”秦慕青满脸娇羞，眼眸中带着感激：“夫君，你不嫌弃与我成了夫妻，还治好了我的伤病，不仅让我恢复了昔日的容颜，也让我在逐渐恢复渡劫之前的修为功力。为妻该怎么报答你才好？”邱洛尘邪邪的一笑：“想要报答，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秦慕青脸上一红：“玉儿，你先退下吧，有你在家主，可能还不习惯。”玉儿的脸早就是一块红布了。“遵命。”转身退去了旁边的婢女房间。恭喜宿主根骨提升为凡骨上品，晋升为一级铜骨之躯。恭喜宿主获得至尊功法，极品龙虎丹10瓶，无上神兵太虚式神枪。极品龙虎丹，辅助修行的丹药，服用后能够大幅度提升修行的速度，并且有提升根骨品级的效果。太虚式神枪，无上神兵，此枪现在与宿主的根骨不匹配，但是它可以陪伴宿主成长，只要掌握了此枪的用法，可保宿主性命无忧。这个世界的根骨品级由低到高分为凡、灵、真、玄、圣、天、仙、神8个级别，每个级别又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4个等级。武器级别与根骨是相对应的。肉身境界从低到高分别是小成、大成、顶成3个境界，其中小成境界分为凡人之躯、铜人之躯、铁人之躯、钢筋铁骨、银骨之躯、金身之躯、化境之躯、渡劫之躯。大成境界和上成境界在大周王朝都是传说中的境界，还没有人能够达到过。邱洛尘娶了秦慕青，如今已经是凡骨上品，一级铜人之躯了。他知道要想提高自己的根骨修为，还得多子多福，再接再厉。第二天快到中午了，邱洛尘才走出房间：“春宵一刻值千金啊，我这一晚上得值1万两金子，这谁受得了？”他回头看了看，想到妻子的容貌身材，心中再次涌起冲动，但是赶紧又把这种念头压了下去。这样可不行啊，还没修炼就累死了。如今他得赶紧去修习系统给的功法。方才秦慕青也与他商量，他的修为虽然恢复了大半，可还需要进行巩固，才能在体内融合吸收，想要静心修炼3天。邱洛尘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也想修习系统给的功法，可秦慕青却还很是愧疚，说修炼之后必然加倍补偿这3天对夫君的亏欠。邱家大宅之后的清虚山是邱家族人专门修炼之所，里面有数百个可以用于修炼的山洞，不仅自成空间，安静明异，而且可阻止修炼攻城之时产生的异象惊扰和波及周围的人畜。秦慕青去了缥缈洞修炼，邱洛尘则去了邱家家主专门修炼的洞府清虚洞。首先他取出那瓶系统给的极品龙虎丹，里面共有100粒，他服下一颗之后，瞬间感觉一股热流在周身游走，昨晚消耗的马上就完全补充回来了。他又服了一颗，刹那间全身骨骼咔咔作响，精力充盈。邱洛尘想要再服一颗的时候，系统声音响起：“不能服用过多，你的身躯如今还无法承受。”系统还是挺贴心的，全程跟随服务。看来不能贪多啊。邱洛尘取出至尊功法开始修炼，进行身体内部的改造。3天转眼而过，邱洛尘把至尊功法练到了第4重，距离满级9重还差5重。太虚式神枪的用法也基本掌握，他觉得如今已经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他只是凡骨，但是已经不再是废材，即使面对比自己修为高的对手，也有了自保之力。在邱洛尘修炼的时候，秦慕青也在修炼之中，只是3天时间，他就恢复到了渡劫之前的大半修为。他没有想到嫁人以后竟然能出现这种奇迹，心中感到无比欣慰。夫妻2人见面，一番温存之后，邱洛尘和秦慕青带着玉儿去往秦家府邸，该是他回娘家的时候了。邱洛尘也要去拜见岳父秦振海。秦家家主秦振海身高过丈，健壮魁梧，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他如今已经是神藏境的高手了，是崩溃山峰、斩断江河的境界。见到秦振海以后，邱洛尘躬身行礼：“洛尘拜见岳父老泰山。”秦慕青跟以前一样戴着面纱，也给父亲行礼。秦振海上下打量眼前这个女婿，面带无奈：“贤婿啊，魏父知道你没什么本事，不过你能娶了慕青也算难为你了。如今邱家高手尽失，其他家族必然蠢蠢欲动，魑魅魍魉很快就会登场。我秦家会派出高手到邱家坐镇，帮你稳定大局。”邱洛尘再次躬身行礼：“多谢岳父。”说完这些话，
秦振海看向秦慕清，面带忧虑之色。青儿啊，为父知道你心中苦闷，可渡劫失败都会遭受如此结局。为父正在派人寻找绝世灵丹、天才地宝，虽然不能让你恢复功力，起码也能恢复几分容貌，也好能见人。这时候，秦慕清抬手揭去了面纱，爹爹，您看看我。秦振海猛地瞪大了双眼，青儿，你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容貌竟然恢复了，这是怎么做到的？秦慕清面带微笑，爹爹，女儿不仅容貌恢复了，功力修为也恢复了大半。秦振海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儿，莫非是他邱家有什么旷世灵药不成吗？秦慕清面带娇羞，并非用了什么灵丹妙药，是洛尘妙手回春。洛尘他有这种独到的本事。秦振海大为震惊，他站起身来，绕着邱洛尘转了好几圈。行啊，看不出来贤婿还有如此特异的本事。邱洛尘微微有些尴尬，不瞒岳父，小婿也是成亲那天才知道的。秦振海眼中金光一闪，突然伸手按在了邱洛尘的头上，一股强烈的气流涌入邱洛尘的体内，让他浑身不由自主的一震。他知道岳父这是在探查他的根骨和修为。片刻之后，秦振海收回了手，面带疑惑。传说只有神级根骨、神帝之躯才能具有这种医治渡劫失败之人的能力，想不到你这凡级上品根骨、同人之躯竟然就有此本事。莫非贤婿会是传说之中万年也难出的可以问鼎神域的奇才吗？但是这位父就探查不出来了。邱洛尘装出一副疑惑的模样，小婿也不知为何会是如此。秦振海哈哈大笑，哈哈哈，没想到我秦家竟然捡到了一个宝贝女婿，也不枉我和你父亲交好一场，为你邱家出头了。说到这里，秦振海看着邱洛尘，突然诡异的一笑，贤婿啊，你想不想在那个妾呢？邱洛尘心中一惊，不知道老丈人是逗他玩还是当真呢？自己刚刚娶完他女儿，怎么就提那妾的事了？秦慕清也是一惊，爹爹，你是想……秦振海目光变得深邃，青儿，可是忘了那位老人家了吗？秦慕清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邱洛尘有些发懵，脸上惊疑不定。秦慕清嫣然一笑，洛尘，爹爹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秦家还有位绝世美女待字闺中，慕清希望夫君能娶她过门，不是玩笑吗？当然不是，还望夫君成全此事。邱洛尘看着妻子带着祈求的目光，微微沉吟之后点了点头，为夫可以答应你，但是不知是哪一位呢？秦慕清脸上一喜，多谢夫君。不过这一位美女年岁有点大。看着妻子犹犹豫豫的表情，说话还吞吞吐吐，邱洛尘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慕清，你直说吧，相差20岁以内我还可以勉强接受。穿越来的那个世界有2个男女歌星年龄相差11、12岁在一起过得也挺好。邱洛尘又咬牙自行往上加了几岁，觉得应该差不多了。秦慕清有些尴尬，不止差这么多，估计得差300多岁吧。什么？邱洛尘差点没吐血，他连忙一个劲的摇头，让他娶300多岁的老奶奶，他又没有什么特殊癖好，怎么能同意？秦慕清靠近邱洛尘，温声软语，这位姑奶奶按辈分来论，爹爹也得叫她一声姑姑，不过她还没嫁过人，要不是渡劫失败，可是我秦家1000年以来的第一美人啊！又是渡劫失败的，你们秦家有多少渡劫失败的剩女啊？修仙的人寿命长，这要是一路娶上去，那还得了？男人更懂男人，秦振海赶紧解释，贤婿莫要惊慌，我秦家1000年以来就出过2位想要渡劫的剩女，慕清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位姑姑。不过都渡劫失败了。我们修行之人哪有什么年龄约束啊？姑姑在300年前渡劫失败，如今在我秦家灵鹫山碧霞洞里隐居。邱洛尘皱起了眉头，岳丈，秦家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啊？怎会老是渡劫失败？秦慕清嗔怪道，哪里总是了，我秦家1000年以来就出了2个天级根骨、化境之躯，然后倾尽家族所有资源，提升躯体接近渡劫之躯，才成就我和这位姑奶奶，可却没能成功。邱洛尘挠头，那以后得怎么论这关系和辈分？不乱套了吗？秦慕清嫣然轻笑，姑奶奶嫁入你邱家的门，自然就是你的妻子，她当然换你夫君，其他你就不用管了，各论各的。虽然我已经是你的正妻了，但是不能与姑奶奶争主次，若是她老人家过门，就都是你的妻子啊。姑奶奶听到这个称呼，邱洛尘觉得心里被一阵暴击。看着邱洛尘为难的表情，秦振海语重心长，贤婿啊，你有那种特殊的本事，不妨就娶了这位姑姑，若是如慕清这样，邱家可就多了一位绝顶高手，就是我秦家不派人过去坐镇，有他和慕清在，也可保邱家高枕无忧了。邱洛尘眼睛一亮，还有这等好事，随即想明白了，这位姑奶奶渡劫失败了，现在一定很丑，功力也必然不高，老丈人让他娶这位姑奶奶，明着是为邱家，其实是为了秦家再多出一位强者，甚至是可以再次渡劫之人。突然邱洛尘心中一动，记得系统提示过，把强者变美需要自身修为和状态达到一定程度，虽然他如今的修为提高了，可再娶一个圣女
也不知道行不行。他得问问系统，要是自己目前没有这种本事，岂不是要一直面对一个奇丑无比的自己还不喜欢的老女人了吗？想想就很惨，而且也辜负了老丈人和妻子的期望。他心中呼唤系统，丁，我在呢。系统回答得很及时。邱洛尘心中问道，我若是又娶一个渡劫失败的女子，能让她恢复容貌吗？系统回答得很痛快，现在不能，等宿主的至尊功法达到7重，或者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就可以了。这个孩子必须是玄级根骨以上才行。邱洛尘明白了，当即朝着秦振海躬身施礼。岳父，小婿与穆青刚刚成婚，情投意合，还没有娶其他女人的想法，此事以后再说吧。秦振海面色一沉，说了心里话，此事至关重要，不能以后再说。如果这位姑姑能恢复修为功力，不只是你邱家可以高枕无忧，就连我秦家也可睥睨四海，此事由不得你，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邱洛尘心里发了一阵牢骚，哪有老丈人逼自己女婿纳妾娶妻的，但是他又不好拒绝。他再次问系统，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娶了这个女子，然后还能助她恢复容貌和修为？系统沉默了几秒钟，也不是没有，宿主需要先娶一个5星以上银骨之躯的女子才行，这样就可以提升到需要的水准。邱洛尘搓了搓手，他这种名声在外的废材，想要立刻找一个符合条件的女子，得上哪去找呢？突然他一转头看到了玉儿，玉儿的眼波流转，正偷瞄着他。当他的眼睛看见玉儿的时候，脑海中那块面板上再次显示出了玉儿5星银骨之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邱洛尘当即有了主意，岳父，我不是不可以娶，但是娶这位圣女是为了让她恢复功力，并非出自本意。但是我邱家目前为止还没有娶年岁如此之大、辈分如此之高的女人入门的先例，族中几个长老恐怕不会同意的。秦振海皱了皱眉，那该如何？邱洛尘眼珠转了转，小婿可以名义上再娶一个年纪小的妾室，这个年龄大的就当买一送一了，如此族中长老也不会有什么异议，此事可成。秦振海紧锁双眉，这年岁小的妾室也必须在我族中寻找，不然怎么能达到买一送一的效果？邱洛尘挠了挠脑袋，这小婿就没法说了，我是迫于无奈才想到的法子，若是没有就算了，这也不是着急的事，本来我与穆青情投意合，不想再有别人。秦振海一拍桌子，那怎么行？此事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2个家族的大事。说到这里，秦振海的目光落在了玉儿的身上。不如这样吧，我认玉儿为义女，就把她嫁给你做妾室，同时再娶我们家的这个姑姑，贤婿以为如何？邱洛尘一脸无奈，既然这是涉及2个家族的大事，就全凭岳父做主吧。秦振海哈哈大笑，好，就这么定了。3天以后，你就同时娶这2个新娘入门。秦穆青微微皱眉，爹爹，你还没与那位老祖商量，若是他不同意呢？秦振海胸有成竹，你那位姑奶奶渡劫失败，已经苦修了300年，仅仅只是小成，若是能这样恢复功力，他必然会同意的，就是将来这辈分有些乱，只能各论各的，此事就这么定了。爹爹，据说这位姑奶奶脾气挺大，女儿以为还是带洛尘去见见吧。秦振海想了想，点头同意。在秦振海的引领下，一家人来到了秦家禁地灵鹫山碧霞洞，让邱洛尘和秦穆青等着。秦振海进了碧霞洞，过了很长时间，秦振海才走了出来，脸上有一个清晰的手掌印记。不过秦振海不以为意，他面带微笑。姑姑开始虽然不太高兴，可终于还是同意了。他已经看到了洛尘，说为了秦家就勉为其难了。不过迎娶之日，还请贤婿来迎接姑奶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毕竟辈分还在。下山的时候，邱洛尘听到了从碧霞洞里传出的一声叹息，让人心底都为之一沉。邱洛尘皱眉，你那么大岁数嫁给我还不高兴吗？应该我更难过好不好？邱洛尘和秦穆青就此告辞回了邱家。当天晚上，2人又是一夜温存，玉儿就陪在屋中，这是秦穆青的主意。本来邱洛尘是想让玉儿离开的，可秦穆青说这样是提前有个准备。第2天，邱洛尘没有腰酸背痛，而是精力充沛，意气风发，看来系统给的功法和丹药都很管用，还得继续休息。3天以后，秦家声势隆重的嫁人，盛况空前，超过了秦穆青大婚的时候。不仅秦家10位长老一起出面，而且还有3位秦家老祖宗级别的人物也出了山。在这些人的陪同下，邱洛尘来到灵鹫山碧霞洞前，来迎接这位姑奶奶。洞门自动打开，从洞里走出来一位身材高挑、体态窈窕的女子，身着大红色嫁衣，头上戴着盖头。系统出现，邱洛尘吓了一跳，面板上显示的信息：名字秦胜雪，根骨天级，肉身境界化境之躯，级别7星。卧槽，7星！秦穆青才6星，就美得如同仙女，那7星得俊俏到什么程度？邱洛尘心中狂跳不已。秦胜雪隔着盖头扫视众人，最后目光看向邱洛尘身上。今日要娶老身的就是你这个小鬼吗？
邱若尘挺了挺身躯，无论你是何身份，既然今日嫁给了我，以后就要以夫君相称，不许称呼小鬼，这有点太无礼了。秦胜雪冷笑，哼，家主说老身嫁给了你，自然有那些好处，如果你做不到，今日就是你的死期。邱若尘神色一变，然后转身就走。这个亲我不结了，邱家就剩我一根独苗，若是我死了，邱家该怎么办？眼看着邱若尘大踏步往山下走，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赶紧过来相劝。蒙着盖头的秦胜雪冷哼一声，哼，不娶便不娶，我还不嫁呢。说着转身就要进入碧霞洞中。就在这时候，陪在一旁的秦慕清喊了一声且慢，然后他跑过去拉住邱若尘的手，夫君就当是为了我，你就委屈一下，姑奶奶是不会杀你的，我敢保证。邱若尘眼珠转了转，这位圣女的级别竟然是7星，其实还是值得冒险一试的。秦振海来到圣女眼前，躬身行礼，姑姑，您苦修300年依然进展缓慢，这个机会千载难逢，若是能成，就可以扭转乾坤，您就试一试吧。慕清已经嫁给了他，如今就是最好的例证。秦胜雪叹了口气，哎，好吧，姑且一试，若是不成，我就算是灭了邱家，也绝不会受这种屈辱。不过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小，邱若尘就当没有听到。在邱若尘和邱家4位长老的迎接下，把这位圣女娶回了邱家。今日要娶的新娘还有一位，就是玉儿。玉儿其实也是大周王朝一个世家的女子，只不过家族被灭，她被秦家收留，甘愿为奴。如今秦慕清带她一起嫁给了邱若尘，也是为了让她有个好归宿。玉儿知道秦慕清的心思，对这段姻缘也很是珍惜，毕竟她身负着血海深仇，没有实力的家族不敢娶她，也不会娶她。当天邱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同时迎娶2位新娘。邱若尘今日没少喝酒，总算送走了所有宾客。他先回到了秦慕清的屋里，抱着老婆一顿温存。秦慕清把他推开，今夜你不应该在我这里，若是冷落了玉儿还好说，要是冷落了姑奶奶，我们都不好过。邱若尘点点头，也罢，我这就去应付他。出了屋门，邱若尘呼唤系统，系统马上出现。主人有什么事？系统知道。邱若尘看了看系统给的东西，不禁询问，这是什么？系统就回答了3个字，你懂的。玉儿沉沉睡去之后，系统面板出现，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0级下品，同人之躯3级。邱若尘精神抖擞地走出了房间，当真是你懂得。今晚最难过的一关终于要到了，邱若尘先做了好一番心理建设，然后才推开了秦胜雪的屋门。屋中烛火摇曳，有阵阵暗香扑鼻，这香气是从屋中端坐的新娘身上传来的，沁人心脾，让人迷醉。邱若尘不禁心中荡漾，他慢慢走到新娘眼前，深吸一口气，掀开了红盖头。哎呀，我去，太丑了，实在是太丑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丑陋。没法想象这么窈窕婀娜的身材，竟然有这么丑陋的面孔。要不是系统显示7星，杀了邱若尘，他也不会娶眼前这个女子的。圣女秦胜雪用绿豆一样的眼睛盯着邱若尘，露出了比鬼怪还要阴森恐怖的笑容。小鬼，快点动手吧。邱若尘看到这种笑容，差点没背过气去。他转身把蜡烛吹灭，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久久不动。秦胜雪的声音虽然阴冷，却很是动听。如果不看容貌，听着声音就是种享受。你若是不成就算了吧，我不会杀你的。你把我送回灵鹫山，从此以后我再不出碧霞洞。今日就算是一场闹剧吧。不过300多年来，你是我第一个嫁的男人。说罢，秦胜雪轻轻一叹，站起身来，麻烦你送我回去吧，让我保留最后一丝颜面。没有想象中的蛮横无理，只有语音温柔，言辞悲切。原来秦胜雪所有的言行举止，不过是为了掩盖她的脆弱。邱若尘只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男人的豪情和保护欲望瞬间充斥全身。他既然已经明媒正娶了秦胜雪，就要对人家负责，自己为什么犹犹豫豫呢？这可不是大丈夫所为。邱若尘猛然起身，走到秦胜雪面前，他不再犹豫，他的双手发出的光辉，光芒笼罩住秦胜雪的全身。烛光之下，一个绝色美女满脸娇羞，玉嫩秀颜，肌肤7霜赛雪，艳比花娇，眸含春水，清波流盼，一颦一笑动人心魄，万种风情尽生，把邱若尘都看呆了。7星确实就和6星不一样啊！眼前这位300多岁的秦胜雪，看起来分明比玉儿还要年轻，比秦慕清更加风情万种。秦胜雪看着邱若尘，她面带惊喜：我修炼了300年止，恢复了1成的修为，方才竟然恢复了6成。夫君，你真的有这种本事？看着倾城绝色的秦胜雪，邱若尘二话不说，转身把灵花镜拿了过来。你恢复的应该不仅仅是修为。秦胜雪看着镜中的自己，瞪大了双眸，她双手有些颤抖地接过灵花镜，仔细端详，颈背滑落，露出了傲人的身材。夫君，我的容貌竟然完全恢复了。夫君，我得怎么感谢你？说罢竟然喜极而泣，
一副小女儿情态，哪还有秦家天骄姑奶奶的半点专横样子？看着秦胜雪激动不能自控的神情，邱洛尘坏坏的一笑，贤妻不用与为夫客套，我们该要孩子了。秦胜雪的肉身境界确实不一样，已经达到了化境之躯的9重，距离渡劫之躯只差1步，远超秦慕清的第2重级别，他的战斗力实在是非同凡响的。可邱洛尘不想败下阵来，他决定再休息几天，苦练本领，否则真的要丢脸了。在清虚山的山洞中，邱洛尘苦练功法，时光荏苒，邱洛尘感觉丹田之中传来阵阵轰鸣，他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力量，这种感觉不论是他在穿越之前还是在原主的记忆之中都没有出现过。那杆太虚式神枪已经和他心生感应，10成的契合度达到了3成以上，一股凌厉的枪意穿天刺地，在清虚洞中激荡久久不歇。清虚洞是邱家的修炼圣地，自从与秦胜雪成亲之后，邱洛尘就到了这里修炼，已经7天了。邱洛尘的根骨提升至0级极品，达到同人之躯9重，获得玄级修炼功法1本，御风千里飞行技法。本来他只是想来这里修炼2天，否则新婚燕尔，他可不想抛下如花似玉的娇妻这么久的。就算他的心里不想，身体也无可抑制的有所反应。但是秦慕清和秦胜雪都要趁着刚刚恢复功力的时候加以融合稳固，是他们在山中修炼不肯出来，把他这个老公暂时给抛弃了。玉儿要陪着秦慕清，他也不肯出山。邱洛尘没有办法，只好也研习功法，提升修为，增加体能，让他在见到3位夫人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大大的震撼。系统给的功法只能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不过御风千里的功法他已经完全掌握，邱洛尘准备出动试一试，他还从来没在天上飞行过。就在这时候，突然钟声响起，这是有外敌入侵邱家才会敲响的警钟。邱洛尘飞身而起，冲出了清虚洞。在邱家的上空有声音传来，清虚山果然是个洞天福地，邱家在这里已经有近1000年了，也该换换主人了。邱家大长老的声音传来，何方神圣，擅自闯我邱家禁地，还如此大言不惭，速速报上名来，老夫的刀下可不杀无名之鬼。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我乃北海夜魔宗大护法姬行业，想要在这路上寻一块休养之地，我看此地不错，就把这里让给我吧。二长老的声音传来，清虚山自然不错，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天地间猛然一亮，一个身穿黑袍的胖子出现在空中，他应该就是夜魔宗护法姬行业了。姬行业的手中出现了一柄3股托天叉，从空中一步就跨到了清虚洞前。他看着刚刚出动的邱洛尘，小辈，你是何人？邱洛尘并不惊慌，我是邱家家主邱洛尘。姬行业哈哈大笑，本护法斗的就是你。这时候大长老和二长老闪身出现，挡在了邱洛尘的身前。区夜魔宗护法也敢我邱家挑衅？说罢，大长老手中长刀化成漫天刀影，铺天盖地。二长老手中巨斧如同山岳，一起向姬行业席卷而来。邱洛尘刚想叫好，姬行业手中托天叉挥出，大长老刀断，人被震得翻滚而飞。二长老手中的大斧脱手，一口血喷出，坐在地上起不来了。邱洛尘这个泄气啊，这2个长老的本事也太差了，这不全是用嘴吓唬人吗？大长老高喊：家主快走！二长老也喊道：快去找3、4两位长老，他们才能护住家主。邱洛尘没有跑，他要走了，眼前的2位长老很可能会命丧当场。他要试一试手中的式神到底能不能自保，就算不行也要用千里御风术带着2个长老一起逃。身为家主要有担当。随着心意，太虚式神枪掌出现在邱洛尘手中。太虚式神枪长有6尺，却可以随着心意和修为功力无限增长。相距10几丈，邱洛尘一枪刺出，枪身暴涨，疏忽间就到了姬夜行的眼前。姬夜行大惊，托天叉迎了上去。邱洛尘心意所致，枪身又恢复正常，托天叉一击落空。姬行业双眼一瞪，准备使用杀招。就在这时，一股强烈的气势压迫而来，人影一闪，玉儿出现在邱洛尘身前。玉儿手中一把3尺清风剑，吞吐着磅礴的剑意，与托天叉相碰。姬行业身形飘然后退。美人，敢挡着本护法出手，待我把你擒回北海，作为儿郎们的炉鼎，让你生不如死。玉儿柳眉竖立，如此恶人，罪无可赦。姬行业平地而起，升上天空，他举起3股托天叉，浓烈的黑气在四周旋转凝聚。美人，你可有降罪本宗主的本事吗？突然一股凛冽的刀气破空而来，托天叉竟然被刀气砍得粉碎。姬行业胸前一蓬鲜血飞洒，黑气陡然消散。秦慕清在空中出现，容颜清丽，士气如虹。姬行业满脸惊恐，情报有误，邱家竟然还有这么恐怖的高手存在。他转身就逃，突然眼前人影一闪，秦胜雪凌空而至，挡住他的去路。敢欺我夫君，那就别走了。姬行业化成一缕黑烟，继续逃窜。秦胜雪冷哼一声，抬脚踏出，就把黑烟踩在脚下，然后人踏黑烟如炮弹般直坠地面。轰然巨响中，姬行业现出真身，
他狂喷鲜血，秦胜雪在一脚落下，姬行业变成了一滩血水。经过这些天的修炼，秦慕清和秦胜雪已经完全恢复到了渡劫之前的修为和功力。大长老跑了过来，没想到夫人的本事如此高强啊，恐怕老家主也不过如此吧。二长老激动不已，想要去抓秦胜雪的手，秦胜雪双眉一立，二长老转身抓住邱洛尘的手，家主啊，这几位夫人好啊。就在他们唏嘘不已的时候，邱洛尘眼珠转了转，如今都知道我邱家软弱可欺，有第一个人来找事，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这件事情如果不来了彻底了断，麻烦将永无止境。两位长老意下如何？大长老想了想，依我之见，既然家主的几位夫人有这等实力，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二长老皱了皱眉，话虽如此，可是一个接一个而来，会让我们邱家不得安静，永无宁日，如此不是长远之计啊。邱洛尘看了一眼聚到身边的三位夫人，我倒是有个主意，今天诛杀姬行业一事可以暂时保住秘密，不让外人知道，不论是谁都不要透露出半点消息，此事越神秘越好，这样或许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以后的麻烦。大长老和二长老想了想之后恍然大悟，家主您是想重振我邱家声威吗？大周王朝除了邱家和秦家，还有魏家、商家、崔家共5大世家。这一天，魏家的家主魏无忌、商家的家主商京城、崔家的家主崔天谷3个人聚在一起。崔天谷看着商京城，你的那个朋友夜魔宗的护法至今还没有消息，他到底去了邱家没有？商京城皱了皱眉，按理说他应该是去了，但是不可能毫无消息，实在很是有些奇怪。魏无忌捋着胡子，难道说姬行业已经被邱家干掉了？商京城摇了摇头，不可能，姬行业是先天境的高手，陆家如今已经没有大能了，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干掉夜魔宗护法呢？崔天谷认真思索，这也难说，邱家的新任家主邱洛尘已经娶了秦家的当代圣女秦慕清和上代圣女秦胜雪为妻，难不成是这两位秦家圣女出的手吗？商京城冷笑，那两位圣女渡劫失败，不仅功力全失，据说还变成了丑八怪。邱家这位新家主是5大世家之中有名的废材公子邱洛尘，他娶丑女入门不过是为了与秦家联姻，拉大旗扯虎皮而已。魏无忌翻着眼睛想了想，难道是秦家的大能暗中出手吗？商京城继续摇头，不可能，我一直派人暗中监视秦家的一切，若是有大能离开秦家，我必然能够得到消息。3个人说完之后互相对视，这就奇怪了，姬行业怎么凭空消失了呢？魏无忌搓了搓手，要不要我们再派一个人去试探一下？崔天谷冷哼，我看就不要是来是去了，如此很可能耽误了灭掉邱家的大好时机，若是引起秦家注意，我们便没有了下手的机会。邱家如今只剩4个长老，实力不堪一击，若是一再拖延，等其壮大起来，便没了抢夺邱家地盘的机会了。商京城微微点头，崔家主说的也有道理，据说邱家的清虚山下藏着难得的矿脉，是炼制上品仙器的好材料，我以为当以雷霆手段果断出击，灭了邱家，如此矿脉与邱家收集的天材地宝，我们3家平分，若是谁不想动手，那邱家的矿脉和宝贝他就别要了。魏无忌认真想了想，罢了，既然我们3家同气连枝，那就一起出手吧，不过找个理由还是应该的，万一不成，以后也好相见。商京城和崔天谷对视一眼，如此也好，凡事总有万一，留个退路也是应该的。邱洛尘每天夜里和3位夫人缠绵，希望早点能要上孩子，白天便到清虚洞里修炼。太虚式神枪与身体的契合度也已经达到了5成以上，虽然以他的修为还不能随心所欲，但是心意所至，出枪已经可达数百丈。9月的天气秋高气爽，邱洛尘正在清虚洞里打坐练功，突然他感到了一丝焦躁。邱家的上空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震得整座清虚山嗡嗡作响。邱家家主好大的架子啊，我们3大家都来了，也不出来相迎吗？邱洛尘心中一惊，他站起身来走出了清虚洞，只见天空中黑压压的一片，到处都是人影。邱洛尘朝着天空抱拳拱手，自从我这个邱家新任家主上任以来，崔、商3位世家还没来到过贺呢，今日不仅来了，还来了这么多人，当真令我邱家蓬荜生辉啊。天空中人影一闪，魏无忌、商京城、崔天谷3人落在清虚洞前。崔天谷上下打量邱洛尘，几年前我来过邱家，那时你还是邱家的废材，没想到如今却成了邱家的新任家主，哎，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邱洛尘冷哼，我邱家遭逢变故，崔家主这是来说风凉话的吗？所谓10年河东10年河西，崔家就能保一直长盛不衰吗？崔天谷面色一变，能在5大世家之中有一席之地，除了传承之外，还得有本事有家族底蕴才行。新家主上位以来，听说不思进取，只是接连娶妻，也不知道如今你邱家的实力如何了。邱洛尘神色自若，崔家主言下是何意呢？崔天谷神情阴冷，今天我3大家来到邱家，便是来验证切磋的，
若是你邱家还担得起5大世家的名头便罢了，若是本事不成就干脆除名吧，免得坏了我5大世家的名头。邱家的4位长老飘身而来，一起落在清虚洞前，四面八方邱家的人手也都聚集而来。大长老捋着胡须，你们想切磋本事，还用不着家主出手，有我们几个就行了。说罢身躯一挺，一派大家风范。邱若尘知道大长老就是讲话行，其他都不行，估计一身本事比如今的自己也强不到哪去。不过3长老和4长老应该还是有些本事的，他倒想看看。崔天谷冷笑，不需要别人，我一人足矣。说罢跨前一步，一种极致的威压笼罩住了大长老。大长老的嘴角一缕血丝冒了出来，身材如同侏儒的4长老身形一晃，挡在大长老身前。崔天谷一掌拍出，与4长老对了一掌，两个人各自退后。不过4长老显得有些狼狈。3长老一声怒吼，霎时间4位长老灵气汇聚在一起，结成了一个阵法。崔天谷点了点头，这才有点意思，看来邱家还是有些手段的。3长老身躯猛然暴涨到5丈多高，然后一掌拍出，掌影迎风而长，把崔天谷震得倒退数十丈远。崔天谷拔出身后的震天锤，四周群山轰鸣，大锤携带着风雷之声迎头而下。3长老手中用灵气幻化出一口长刀，迎锤而上，锤刀相碰，轰然爆响，肉眼可见的声波扩散开来。4位长老几乎同时一口血喷出，被这一锤之力震得倒飞出数十丈，摔倒在地。崔天谷哈哈大笑，不过如此而已，你们邱家完了。在崔天谷的一大笑的时候，邱若尘心意所致，手中太虚式神枪突然间暴涨达100丈，疏忽间刺到崔天谷眼前。崔天谷大惊失色，挥锤格挡，可是神枪却蓦然间又恢复正常，静静地握在邱若尘手中。震天锤一击落空，崔天谷用力过猛，险些大锤脱手，伤筋成面色一变，聚气于枪，疏忽千里。崔家主，这个废材深藏不露，你可要小心了。邱若尘心中好笑，看来是把他们吓唬住了，是神枪这种无上神兵的厉害，这几个家主还看不透。崔天谷神色郑重，他咬破中指，在震天锤上轻轻一抹，一丝血色在锤头闪过，震天锤发出了射人的轰鸣声，整个地面开始颤抖，清虚山前邱家大宅的房屋院落也开始震颤。崔天谷面色阴沉，邱若尘，如今给你邱家2个选择，一是离开大周王朝，永远不许回来；二是从此投入我崔家门下，敬我为主，否则就算你有聚气成枪的本事，可你功力尚浅，我今日也可废了你。是谁如此大言不惭的与我夫君说话？一道倩影凌空而至，面罩轻纱的秦慕清突然出现在崔天谷身前，他2根如同青葱般的手指刹那间点在震天锤上，磅礴的气势锁定了崔天谷，锤上的声音瞬间消失，所有的震动都停止了。在场的人都大惊失色，秦慕清一身白衣，宛如一朵寒梅傲立，凛然的气势震慑全场。崔天谷大惊，你是何人？秦慕清掀开面纱，崔叔叔不认识我了吗？我是秦慕清，如今邱家家主的夫人。崔天谷大惊失色，你的修为竟然恢复了吗？秦慕清冷笑，修为恢不恢复，3位叔叔试一试就知道了。天空中一个黑袍老者踩着虚空而来，恢复了又能怎样？不过就是个渡劫失败的秦家圣女，也不是灭不得。家主让我来会会她，是崔家的半步大能吗？是拥有化境之躯、神藏境9重的高手啊！崔家确实有底蕴呐。3大世家的人在暗中窃窃私语。突然一个身影如炮弹般冲来，一脚就把黑袍老者踏到了地上，青石地面碎裂，砸出了一个数十几丈深的大坑。渡劫失败也容不得你来此邱家放肆。一身红衣的秦胜雪出现在空中。过了好久，黑袍老者才从深坑里爬出来，可再也不敢口出狂言了，悄悄地躲到一边，生怕被秦胜雪再看到。秦胜雪一脚踹飞了黑袍老者，也脚踏虚空向崔天谷一步步走来。是化境之躯的紫府境高手啊，好像已经达到9重境界了，与元神境只差一步之遥了。四周窃窃私语的声音再起，虽然只是比神藏境高出一个级别，却是天地之差。商金城和魏无忌脸色巨变，悄悄退后，把崔天谷自己扔在了原地。崔天谷不是不想退，秦慕清的2指还点在震天锤上，让他寸步无法移动。邱若尘知道该见好就收了，整个邱家就自己的这几个老婆最能打，可人家人多，需要适可而止。邱若尘心念一动，太虚式神枪激射而出，一股凌厉的枪意刺在震天锤上。秦慕清2指尽力同时吞吐，震天锤被这一枪之力刺飞了出去。秦胜雪瞬间而至，伸手抓住了震天锤。崔天谷，虽然你当了家主，可还是这般无用吗？崔天谷一惊，你是秦家圣女姑姑？秦胜雪如9天仙女傲然而立，100年前你和崔家老家主去碧霞洞见过我，探求长生之术，亏你还记得我老人家。邱若尘面带微笑，胜雪，把锤还给崔家主吧，相信我邱家的实力如何已经不用再试了。
秦胜雪恭顺的答应：“是，夫君。”然后抬手把震天锤抛了过去。崔天谷接住大锤，满面惊愕：“秦家圣女姑姑，您的修为竟然完全恢复了！”哎呀，邱家主也不早说，那还比什么啊？商金城和魏无忌互相对视一眼，一起都过来给秦胜雪见礼。九重子府境的高手，他们都惹不起。我们不知秦家圣女姑姑已经嫁入了邱家，实在得罪了，就此别过。邱若尘知道这几个家主是在找台阶下，也不点破。无妨，所谓不知者不怪嘛，以后没事常来玩啊。三个家主唯唯诺诺的带着众多手下，灰溜溜的退出了清虚山。离开清虚山之后，三位家主停了下来。崔天谷神色凝重，近500年来，我5大世家只有秦家倾尽资源，培养2个天级根骨有化境之躯的圣女，渡劫飞升。不过他们却都渡劫失败，功力尽失，如今是怎么恢复的？商金城和魏无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商金城翻着眼睛，此事毫无预兆消息，如今看来，那夜魔宗的护法姬行业应该已经出事了。魏无忌皱眉思索，秦家2位圣女修为恢复，应该是嫁入邱家之后发生的事情，莫非邱家有什么天才地宝、绝世灵药吗？崔天谷想了想，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邱若尘以前是出了名的废材，可今天出手，绝对令人刮目相看。商金城抿着嘴唇，我怎么觉得这位邱家的新家主身上隐藏着什么秘密呢？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要想查清底细，就必须派人进入邱家，而且是接近到邱家家主的身边，才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派谁去才到邱若尘身边探查秘密呢？魏无忌捋着胡子，此事就交给我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家小女待字闺中，没有嫁人，我决定把她嫁入邱家，给邱若尘做妾室。虽然委屈了点，但是要能找出邱家隐秘也是值得的。崔天谷和商金城对视一眼，这个魏无忌真是条老狐狸。邱若尘明显已经不是以前的废材了，魏无忌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如果发现问题，找到弱点，就可以知己知彼打败邱家。要是找不到，他的女儿嫁到邱家也算是联手强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此事既然定了，就宜早不宜迟。崔天谷面带一虑，如今我们刚刚同邱家大战了一场，邱若尘能同意娶魏家主的女儿吗？魏无忌胸有成竹，此事能不能成，就得看找谁去说和了。崔天谷眼睛一亮，看来魏家主之意是要求助我大周第一媒婆出面了。这一天，邱若尘刚刚心满意足的从月儿的房间里出来，就有人来报，媒婆金喜娘求见。金喜娘的名头邱若尘是听说过的，她是大周最有名的顶级媒婆，有大周朝第一媒婆之称。据说金喜娘在大周朝撮合成了无数对的男男女女，但她30几岁了却依然没有嫁人，就是这种反差才让她如此出名。听说金喜娘来访，邱若尘不禁一愣，他才娶了3个老婆不久，怎会又有媒婆登门了呢？不过第一媒婆的名头很是响亮，邱若尘有些好奇，他决定去见上一见。会客厅中，一个身材窈窕的女子端然稳坐，女子肤如凝脂，琼鼻皓齿，可很为遗憾的是，用一个玫瑰色眼罩遮着一只眼睛。邱若尘刚见到这个女子，脑海里就有声音响起，系统面板出现，名字金喜娘，根骨真级，肉身境界银骨之躯，级别5星。没想到一个媒婆就有这么好的根骨和肉身境界，完全超过他这个世家家主，这让他情何以堪啊！就在邱若尘有些唏嘘的时候，金喜娘上下打量邱若尘。邱家主，我是来给您保媒的，5大世家之一的魏家有一女，年方17，容貌俏丽，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魏家，邱若尘有些懵，刚刚跟他们打完架，这时候要把女儿嫁过来，肯定没安好心，醉翁之意不在嫁女。邱若尘摇头，我不想娶。金喜娘一愣，为何不娶啊？魏家还答应给丰厚的嫁妆，不要1文钱彩礼。据我所知，那嫁妆里有黄金万两，响魔刀1把，夜明珠10颗，玄机功法10本，还有10个绝色婢女。邱若尘继续摇头，我不娶。金喜娘再次一愣，这等好事，邱家主为何不娶？邱若尘坏坏的一笑，因为本家主想娶你。金喜娘神色一变，家主想娶我？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邱若尘目光灼灼，如邱家主所见，我一只眼睛不能视物，是有残疾之人，家主为何初见便想娶我？没有为什么啊，只是喜欢，看到你就喜欢。邱若尘眼眸中含着真诚。金喜娘微微皱眉，我虽然一只眼睛不好，但是也想做人的正妻，或者就不嫁人。你邱家虽然家大业大，可想娶我也不是那么容易。邱若尘双眼闪烁神采，盯着金喜娘。其实我可以治好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恢复正常，重见光明，让你重新美丽。金喜娘面色微红，轻啐一口，呸，不要脸，这是你荒淫好色的借口，都娶了3个妻妾，还这般色心不死，当真是个废材。邱若尘神情严肃，我并非是有色心，
确实是想治好你的眼睛。我知道你这只眼睛是因为救人而伤的，你应该被善良回报，真诚以待。金喜娘抿着嘴唇，沉默不语。是否嫁给我，你需要斟酌。如果你不同意，我当然不能强求，但是我必须实情相告。邱若尘神情严肃端正。你应该听说秦家圣女秦慕卿渡劫失败的事吧？她如今不仅恢复功力，而且容貌更胜往昔。我知道，你这样年纪还不嫁人，就是因为这只眼睛。本家主也是真心付出，并不是要占你便宜。说着，邱若尘站起身来，该说的我都说的，这本是隐秘之事，我也没有隐瞒。如何抉择，你自己考虑吧。说罢，邱若尘转身离去，只留下金喜娘独自在风中凌乱。邱若尘已经一脚迈出屋门了，突然他听到身后有人在喊，正是金喜娘的声音。邱家主，请等一等。邱若尘转过身来，只见金喜娘面颊泛起了红晕。家主可知，若是不能如你说的那般能够治好我的眼睛，你可就要娶一个独眼的女人了，你可愿意？邱若尘毫不犹豫，我愿意。若是如此，你可会对我好，不会休妻？金喜娘问得小心翼翼。既然娶你为妻，必然要对你好，不论你的眼睛是否复原，只要你不离，我便不弃。邱若尘的目光中透着诚恳。金喜娘的面颊更红了。那好吧，我就相信邱家主这一次就随了你。不过虽然我是妾室，但也需要三媒六证娶我过门才行。邱若尘举起手做了个 OK 的表示。金喜娘面带疑惑，家主，这是何意？邱若尘这才想起来，这个世界不懂这个手势的意思。他微微一笑，我的这个手势就是表示完全没有问题，3天之后就可娶你过门。3天，是不是有些急了？金喜娘有些吃惊，一想到我的妻子还在失明的痛苦之中，我的心就在煎熬，让我心中不忍。3天已经很长了。邱若尘满脸真诚。金喜娘眼眸中微微有些泛红，她用力点了点头，赶紧起身离去，害怕泪水洒落，这世上终于有个男人担心她了。金喜娘离开之后，邱若尘把要娶金喜娘做妾室的事情跟秦慕卿讲了。毕竟秦慕卿是正妻，他要想多子多福，就得多娶老婆，需要得到他的首肯，这样免得老婆之间为了得宠争来斗去的。秦慕卿嫣然一笑，我的夫君有这种本事，魏妻不但不反对，还要鼎力支持你，恐怕以后还要多给夫君娶些妾室，不过夫君可要加紧修炼，免得因为妻妾太多伤了身体。如此善解人意的大老婆，把邱若尘几乎感动得要痛哭流涕。娶妾这事，只要秦慕卿没意见，那以后就不用有什么顾虑了。月儿的态度早就很明确了，一切都听夫君的，夫君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夫君想娶几房就娶几房，他都会和睦相处。秦慕卿善解人意，可邱若尘还是与秦胜雪说了娶妾的事情。这位姑奶奶虽然对他温顺体贴，可难保不会与再娶的妾室出现争端。秦胜雪美目流转，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有种凛然之气。魏妻除了尽心服侍夫君，只想专心增强修为，提升根骨。夫君多娶些妾室，倒是可以为邱家多生子嗣，也可让我专心修炼，这是好事。邱若尘一把抱住他，你专心修炼倒没有问题，不过可不能冷落了为夫。今晚我们……秦胜雪一脸娇羞，邱若尘的头低了下去，一阵凌乱，他在他的怀中娇媚的不成样子。邱家3媒6证8抬大轿，把金喜娘娶过了门。纳妾当天，邱家上下热闹非凡，参加婚宴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盛况空前，都是因为第一媒婆金喜娘的原因而来的。谁也没有想到，第一媒婆做媒的时候，竟然把自己嫁了出去。金喜娘的一只眼睛总是遮着的，也不知是好是坏。她已经对外宣称过今生不想嫁人，如今的选择却是让人大吃一惊。她竟然改变了初衷，娶她的人还是刚刚娶了3房妻妾的邱家新人家主，这就更让人大吃一惊。邱若尘在众人面前亮相，身材挺拔，气度不凡，虽然不是非常英俊，却很有男子气概，整个人神采奕奕，如同和煦的春风，让人接触之后感觉非常舒服。怪不得这位新任邱家家主如此年轻，就能把大周第一媒婆娶到手。参加婚宴的人都议论纷纷。迎接金喜娘进门的时候，邱家家主的3房妻妾都陪在一旁，各顶各的姿容不凡，让在场来宾纷纷侧目。大周朝3大世家的家主崔天谷、魏无忌、商京城这次也都来参加了婚礼。商京城看了眼魏无忌，魏兄，你请金喜娘做媒嫁你的女儿，没想到她却把自己嫁了出去。她不是告诉你邱若尘不想娶你的女儿吗？为何会娶了她这个遮着一只眼睛的媒婆呢？崔天谷在旁边煽风点火，邱若尘明显是没把你崔家放在眼里，放着28年华的娇娃不娶，却娶个独眼的老媒婆，这简直就是在羞辱魏家啊！魏无忌面色铁青，他咬了咬牙，谁让我们几家技不如人呢？不过我家小女的师门可并不好惹。说罢起身拂袖而去，连喜酒都不喝了。结婚的程序走了一遍，邱若尘已经驾轻就熟了。他这次让4大长老替他挡酒，自己喝了很少，早早的就回了洞房。进了洞房，
只见蒙着盖头的金喜娘端坐在床头，她虽然没有那三房老婆高挑，却更加丰满。邱若尘拉起金喜娘的手，柔弱无骨的小手微微有些发凉，令人心猿意马。掀起了红盖头，是一张妩媚动人的美艳容颜，只是在左眼上戴了一个画有梅花图案的眼罩。邱若尘盯着金喜娘，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金喜娘面色绯红，夫君莫要忘了娶我之前的承诺，若是我的眼睛治不好，你也不能不要我。邱若尘眼神坚定，夫君说话算话，你不理我不气，不过今夜我是一定会把你的眼睛治好的。说罢启动了系统给他的治病能力，双手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辉。片刻之后，金喜娘传来了一声惊呼：洛尘，我的眼睛能看到了。邱若尘哈哈一笑，夫人，我没有骗你吧？金喜娘满面娇羞，夫君谢谢你。两夫妻说什么谢啊？夫君，让我再介绍几个姑娘给你吧。啊，对啊，这是你的专业。娶了金喜娘，邱若尘除了每夜忙着传宗接代之外，就是练功修行。很快有好消息传来，秦慕卿和玉儿都有了身孕。接下来邱若尘继续播种大计，不断挥汗如雨，终于也有了效果，金喜娘也有了身孕。不过秦胜雪的肚子依然没有动静，看来要让这个300多岁的女人有身孕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邱若尘没有放弃，继续再接再厉。随着功力的提升，他总算让秦胜雪也怀上了。只要这4个孩子出生，邱若尘还会得到更多的奖励。要是这4个孩子的灵根级别更高，他的奖励就会更多。4个老婆都有了身孕，邱若尘终于可以闲下来，一心用在修炼功法之上了。太虚式神枪与他的契合度已经达到了60%，至尊功法已经练到了第7重，配合如今的根骨和肉身境界，意味着就算再遇到像秦胜雪这样的根骨修为的女人，他也可以完全战而胜之了。邱若尘又增加了一项技能，丹木灵眸开启，可看破一切虚妄。御风千里飞行技法他已经完全掌握，终于知道了飞天的感觉。就在邱若尘以为一切安好的时候，麻烦又找上门了。这一天，清虚山前邱家的大宅门口来了3个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个戴着古怪面具的女子，还有一个容颜娇艳的小姑娘。3个人来势汹汹，小姑娘一脚就踢开了邱家的大门，抬手间将邱家的2个家仆打飞了出去，然后大声喊道：邱若尘，你给我出来！邱若尘正在清虚洞中修炼，现在随着功力的提升，清虚山上下4周的声音动静都瞒不过他的耳朵。听到女子声音，他走出山洞向山下望去，目光落在那个小姑娘身上。新系统面板出现，名字魏青青，根骨圣级，肉身境界金身之躯，级别5星。邱若尘扭头，目光落在那个戴着面具的女子身上。叮，系统面板再次弹出，名字上官朗月，根骨天级，肉身境界化境之躯，级别6星。邱若尘又把目光落在了白发苍苍的老妪身上，结果系统却没有反应。系统在呢，为何看不到老妪的信息？宿主，能够嫁给你的女人才会显示，要是你想娶这老妪，我也可以帮你。邱若尘在心中只说了一个字：滚。系统回答很痛快，好嘞。远远的注意到了清虚洞前出现的邱若尘，3个女人飞身而起，邱家的家丁想要拦截，却被3人甩手之间打飞了出去。邱若尘心中叹息，家里人的实力太弱，有必要进行训练了。3人落在邱若尘面前，魏青青指着邱若尘：你就是邱家家主邱若尘吗？邱若尘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家主。你找我有事吗？魏青青走到邱若尘身前，指着自己的脸：邱若尘，你好好看看我，我长得哪一点比不上金喜娘？为何你娶她不娶我？邱若尘明白了，魏青青原来是魏家的女儿，被他拒绝的那个。邱若尘微笑：你这个小姑娘讲话好没道理，不想娶就是不想娶，还需要什么理由吗？你爹魏无忌都没有说什么，你却找上门来，这么大的姑娘羞也不羞。魏青青粉面通红：本姑娘不是非要嫁你不可，只是为了争这口气，让你看看我的容貌，好让你后悔。邱若尘点点头：好吧，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我不后悔，你可以走了。戴着面具的上官朗月跨前一步：师妹，这种自以为是的男子就不该留在世上，杀了他算了。说着挥手如刀，一道磅礴的刀气向邱若尘劈来。邱若尘闪念之间是神枪出手，与刀气相碰，胸中激荡一口血险些喷了出来。这个女子怎么这样厉害？修为本事应该不在秦慕卿之下。上官朗月的理不饶人，第2掌紧接着劈了过来，凛冽的刀气如同刀山一般，把邱若尘笼罩其中。轰的一声，4长老及时出现，与上官朗月对了一掌，虽然挡住了他的攻势，可人也被震飞了出去。一旁的白发老妪点了点头：上官师妹的本事不错，敬的师傅真传，未来我魔女洞一门就靠师妹能传承衣钵了。4长老声音有些颤抖：你们是大雪山魔女洞的人吗？老妪冷声说道：不错，
我们就是来自魔女洞的，听说邱家仗势欺人，特意来打这个抱不平的。四长老低声告诉邱洛尘，家主，魔女洞一门都是女人，他们修炼的魔功歹毒阴狠，只要得罪他们宗门一人，就会纠缠到底，不死不休。邱洛尘皱眉，我不娶魏青青为妻，就是仗势欺人了吗？这魔女洞的人挺不讲理啊，那我就偏不娶她。邱洛尘涌起了一股倔劲，这和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一样。上官朗月手中出现一把血红色的长刀，此刀名为斩仙，今日就便宜了你，用此刀取你性命。说罢，刀出如龙指天滑地。邱洛尘打定主意，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突然有声音从清虚山上传来，谁敢欺我夫君？声到人到，秦慕清赶到眼前，他手持秦家神兵山河剑，剑势如虹，迎住了斩神刀。毕竟已经有孕在身，不能施展全力。山河剑与斩神刀相碰之后，秦慕清身形后退。白发老妪看向清虚山方向，玉儿和金喜娘双双赶到。不是有个紫府境高手吗？老身前来就是要对付他的。邱洛尘知道老妪说的是秦胜雪，可如今秦胜雪正在闭关之中，他想要在生产之前突破到化神境，然后好专心生宝宝。金喜娘双眼闪亮，明眸善睐，她看着魏青青，青青姑娘，男婚女嫁，讲求你情我愿，我家夫君不想娶你，何必苦苦相逼，待我再给你寻一个如意郎君也就是了。魏青青清脆，呸！金喜娘，你明着为我保媒，实则却把自己嫁了出去，你这是挖人墙角，要不要脸？哎呀，不是说你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吗？怎么变好了？上官朗月举起斩仙刀，轻轻师妹，不用和他们废话，让我杀了这个男人就可一了百了。叮！邱洛尘的脑海中出现了系统面板，丹木灵眸启动，可看穿一切虚妄，了解本质。上官朗月因为练功急于求成，面部溃烂肿胀，他若嫁你就能恢复如初，这是娶了金喜娘治好他的眼睛后系统给的奖励。邱洛尘的左眼只要灵眸功能开启，就有了透视眼功能，能看到现象的本质，并且明白本质背后的原因。不过他平时几乎不用，因为这个功能不仅能看穿表面，是能看得更为深入。他不想看到到处都是行走的骷髅，过于恐怖惊心。系统这又是让我施展美男计吗？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还可帮助了一个女孩，何乐而不为？系统总是能把这种事说得理所应当，让我不能拒绝。有些事你懂的。邱洛尘眼睛一亮，挥手阻止了准备应战的秦慕清，然后上下打量上官朗月，你想嫁人吗？我可以娶你。邱洛尘的话一出口，上官朗月为之一惊，他想要挥出的一刀又收了回来。你说什么？我说可以娶你为妻，如果你愿意的话。上官朗月先是一愣，然后一阵冷笑，你想娶我？你知道我的容貌如何吗？邱洛尘点了点头，没错，我就是要娶你，不论你的容貌如何。上官朗月抬手摘下了脸上的面具，丑，太丑了，整张脸如同一个烂了的西瓜，分不清眼睛、鼻子和嘴的位置，尤其说话的时候更是阴森恐怖。邱洛尘倒吸了口凉气，在心中问系统，你不会错吧？系统没有回答。邱洛尘再次呐喊，系统在吗？在呢，在呢，确实太丑了，把系统也吓到了。我再问你，不会错吧？系统怎么会错？你确定？宿主，我确定。邱洛尘这才放了心，盯着上官朗月，目光灼灼，说了要娶你就不会反悔。白发老妪眼中射出寒芒，她打量着金喜娘，你是嫁给邱洛尘之后眼睛变好的吗？金喜娘点头，是啊。白发老妪看向邱洛尘，原来邱家有助人恢复容貌的宝物或者灵药，怪不得你想娶我师妹。邱洛尘一笑，我就是灵药。白发老妪神色变幻，若邱家家主真心娶我的师妹，我魔女洞上下800魔种以后就是邱家的助力，但是有个条件，娶了以后你不许休她，若为此事天打雷劈，死无葬身之地。你可敢与老身一起发这个毒誓吗？邱洛尘神色郑重，这个誓我敢发，但是我也有个条件，我可以保证不是因为容貌的问题而休了上官朗月，但若是他不守妇道，对夫君不好，或者毛病太多，那也只能休了他。上官朗月跺了跺脚，师姐我不需要你这样，不要因为我一个人影响了整个师门，万一他为了得到魔女洞的力量娶了我，岂不是耽误了众姐妹？魏青青神色一变，两位师姐今天是来为我讨个公道的，怎么要把朗月师姐嫁出去了？白发老妪面容严肃，你的朗月师姐要是能够嫁人，功力必将翻上10倍，如此就会成为我魔女洞1500年以来最杰出的人物，可震动8荒4海，令我魔女洞名扬天下。此事就算师父在此也会答应的，你就不要计较了。魏青青睁大双眼，还能这样吗？我要是嫁了人也能吗？白发老妪摇头，你不能。邱洛尘负手而立，既然知道有这么好的结果，如果我的条件能答应的话，明日就可以娶她过门。白发老妪眼中金光闪烁，我可以替朗月师妹答应你，不过还需要禀明师尊，邱家可3日以后迎娶。
邱若尘做了个 OK 的手势，一言为定。魏青青撅起了嘴，欲哭无泪。师姐，怎么又不是我嫁呢？白发老妪拉起魏青青和上官朗月转身就走。师门事大，你的事以后再议。金喜娘面带微笑，青青姑娘，还是让我再给你介绍个好婆家吧。等到三人远去，秦慕清来到邱若尘面前。夫君，魔女洞的人本事虽高，可也并不是不可一战，只不过如今为妻有孕在身，不敢全力施为，否则也不用让夫君为难娶这么个魔女回来。邱若尘洒然一笑，请几位夫人放心，为夫我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只要上了我的床，她一定就会变成美貌女子，成为你们的好姐妹。3天以后，邱家再次张灯结彩，大排筵宴。这一次，整个清虚山都人满为患，不仅仅大雪山魔女洞的很多弟子前来贺喜，所有与魔女洞有交情的修习魔功的宗门也都派人从天南地北赶来邱家道贺。不过魏青青没有来，各大世家的人也没有来。邱家家主举办婚礼的次数比较多，出席过以前婚礼的人已经不再来了。来的这些宾客都想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人能够真心娶上官朗月这么丑的女子为妻。这位大周朝5大世家的邱家家主到底是何许人也？到场的人私下里议论纷纷。听说大周朝世家之中有一种邪门功法，比咱们修魔的还要邪门，是专门抓长相奇丑的女子作为炉鼎练习的特殊功法。你别瞎说，哪有炉鼎用丑女的？那还能下得去手吗？你知道什么？这才叫邪门功法，与咱们魔宗不同。邱若尘现在耳聪目明，这些话他都隐隐约约听到了，可并不在乎，大大方方的出来面见亲朋来宾。邱若尘没有家长，上官朗月的娘家也没来人，叩拜双亲这个环节也就免了。按照程序拜堂成亲，金喜娘忙前忙后的帮着张罗，一切顺利进行，按部就班。邱若尘忙完之后进入洞房，刚一进屋却把他吓了一跳，在屋中坐着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妇人，那位白发老妪就站在他的身旁。秦慕清和玉儿手握长剑站在两人的对面，剑拔弩张。邱若尘看向老妇人，你是何人？怎么擅闯洞房？白发老妪声音严厉，这位就是我魔女洞的洞主家师上官青云。上官青云盯着邱若尘，声音阴冷，上官朗月是我的徒儿，也是我的爱女，今夜她要嫁人，可我担心她受你的欺负，你只是把她娶过门来当个摆设或者作为炉鼎，今夜我就要见证你们2个人真正的入洞房。邱若尘大惊，什么意思？岳母，你要看着我入洞房吗？这我可受不了，我也没法洞房啊。上官青云面色阴沉的想了想，好吧，我去外面等着，就让我魔女洞大弟子在洞房中看着，如果你不是真的和朗月洞房，本洞主立刻就进屋杀了你。说罢，朝着那位白发老妪使了一个眼色，起身走出屋门。秦慕清传音给邱若尘，夫君，这位魔女洞的洞主很失了德，如果有必要，我就去把圣雪姐姐找来，我们2个拼了腹中的孩儿，不要可与她一决高下。邱若尘连连摇头，千万不要这样，好好保住我们的孩子要紧，你们也都出去吧，有你们在我，发挥不好。秦慕清和玉儿刚刚出了屋，就听见魔女洞洞主上官青云的喊声，你们俩快点洞房，我等不及了。邱若尘叹了口气，哎，这丈母娘比我这做女婿的还着急。他转头吹灭了蜡烛，然后才掀开了上官朗月的盖头，黑暗中白发老妪的双眼好像2个绿油油的灯泡，邱若尘就当没有看见。黑暗之中，上官朗月的声音温柔而有些颤抖，邱若尘，不，夫君，你轻一点，我怕。邱若尘如今经验丰富，他轻声安慰，不用怕，忍一忍很快就好，然后你就会忘不掉，还想要了。白发老妪的声音响起，师妹，不用怕，师姐在这呢。邱若尘叹气，白发师姐，你能不出声吗？很快，春色在刻意的压制中慢慢的展开。没用多久，白发老妪面带狂喜的冲出了洞房。师尊，您这位女婿他能？身后，邱若尘和一个姿容清冷艳丽、花容月貌的女子携手走出洞房，上官青云愣在当场。与邱若尘携手而出的正是他的女儿上官朗月。上官朗月神色激动，叫了声娘。上官青云两眼有泪光泛起，朗月，你真的变好了，容貌恢复了，为师当娘的好高兴啊！自从让你修炼9转魔功之后，你的容貌尽毁，已经很久不称呼为娘了。上官朗月跪拜在地，娘，让您担心了，女儿不仅容貌恢复了，9转魔功也突破到了第2重。邱若尘躬身行礼，丈母娘，今晚您就不要打扰我们俩了，您可以放心的回去休息了。上官青云点了点头，女婿啊，那就有劳你了。邱若尘拉起羞涩的上官朗月，重新回到洞房，接下来自然是妙不可言。夫君，我腿软了。叮，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真级极品，肉身境界达到铁人之躯9重。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圣级修炼功法1本，入地万里潜行技法。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开启幻化易容术第1重，可以易容成不同的男人。这都是娶了上官朗月以后系统给的奖励。
面板出现的时候，邱洛尘正在忙，没有心思查看。现在一旁的新婚妻子像个小猫一样紧贴着他熟睡，终于有空也有心情仔细研究了。系统的奖励很有章法，上次给的是飞天技法，这次就是入地的技法了。邱洛尘还是有些小激动的，飞天的感觉知道了，入地的滋味也可以体验了。娶了金喜娘以后，治好了他的眼睛，邱洛尘获得了灵眸功能。这一次娶了上官朗月，又获得了幻化易容术的本事，虽然只是第一重，但是也能够瞬间易容成不同的男人容貌。随着修为的增加，还可以有更强大的功能。上官朗月修习的九转魔功是魔女洞的顶级修炼功法，全名是阴阳九转无上魔门功法。修炼到9重境界之后，不论之前是什么根骨、什么肉身境界，都能够直达极品天级根骨和渡劫之躯，小成境界圆满，可以渡劫飞升。不过，修炼九转魔功有限制条件，必须是女性修炼。修炼之后还有副作用，容貌尽毁。修炼九转魔功是个漫长的过程，魔女洞一门500年来都没有人能够修成。但是据功法上记载，要是有男人真心实意的愿意同修，就可以事半功倍，在有生之年修炼到功法第9重，然后一举功成，渡劫飞升，可以问道长生，逍遥天地。可功法要求，要是与男人一同修炼，就得需要坦诚相见，不能着寸缕，不能戴面具，两人四目相对，身心相合。但是女人修炼九转魔功之后，会容貌尽毁，变得不仅丑陋而且恐怖，与其同修的男人没有任何好处，只是陪练。如此一来，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共修此道。邱洛尘的出现，让魔女洞这个修炼九转魔功的魔咒终于被打破了。上官朗月不仅容貌恢复了往日的娇艳，九转魔功也在洞房后突破了第2重。他欣喜莫名，虽然是刚破花蕾的身子，可还是曲意逢迎，极尽所能，终于还是受不住邱洛尘的强悍，昏睡了过去。如今邱洛尘的另外4个夫人都有孕在身，不方便同房，上官朗月的过门正好填补了邱洛尘的这断空床期。从这天起，2个人几乎每晚都在一起。为了修炼九转魔功，加上新婚燕尔，上官朗月完全放开身体，与邱洛尘如胶似漆，抵死缠绵。这天到了上官朗月该回娘家的日子，邱洛尘和上官朗月带着4位长老和其他4位夫人帮助准备的礼物去往大雪山。大雪山在大周王朝的最北边，与邱家相隔万里，不过还难不住能够御风飞行的小夫妻。有上官朗月的帮助，邱洛尘的飞行速度增加了许多，2个人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到了大雪山的上空。大雪山高有8800米，终年白雪皑皑，魔女洞就在大雪山的山顶。夫妻2人刚一接近，就有守卫的人升空拦截，见到是上官朗月回来了，赶紧回洞中禀报。没用多久，魔女洞门大开，上官青云为首，身后有数百魔女出来迎接。邱洛尘和上官朗月赶紧上前行礼。见到邱洛尘，上官青云本来很是狰狞的容貌变得很是慈祥。女儿和贤婿归来，为娘的实在高兴，特意带洞中弟子出来相迎。洛尘啊，你看看我魔女洞中弟子如何？邱洛尘闪目观看，只见数百名女子站在上官青云身后，全都身穿白衣，身材高矮胖瘦都有，容貌也是各异，丑的俊的普通的都有。不过每一个人都盯着邱洛尘，面带微笑。魔女洞全是女人，没有男人。邱洛尘朝着上官青云躬身行礼，岳母大人，小婿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神采不凡的女子列对眼前，实在是大开眼界，心生崇敬。上官青云眉开眼笑，得贤婿认可就好。来啊，给邱家主问好。邱家主好，邱家主好。数百女子一起发声，虽然没有施展修为，却也声震雪山。邱洛尘听得有些心跳加速，从来没有数百个女子这么给他问过好，实在有些受宠若惊。他赶紧满脸陪笑，转圈抱拳致谢。各位好，各位好，大家辛苦辛苦。上官朗月拉了拉邱洛尘的手，这可是我魔女洞的最高礼节，娘亲很是高看你哟。上官青云微笑，洛尘贤婿，洞中请吧。进了魔女洞，邱洛尘才知道这里别有洞天。洞里面与外面截然不同，不仅仅春意盎然，鸟语花香，而且广袤无垠，仿佛又是一方世界，可以说是别有一番天地。这时候上官朗月的大师姐，那位白发老妪出现在几人面前。邱洛尘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位白发师姐还真的姓白，名叫白寒晴。白寒晴与邱洛尘和上官朗月先打过招呼，然后说道：启禀师尊，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姑爷驾临了。魔女洞主上官青云微微点头，贤婿今天来的正是时候，我魔女洞首届洞中之花的评选活动已经进入了决赛阶段，洞里没有男人，贤婿来了，正好可以作为嘉宾评委进行品评。邱洛尘一头雾水，魔女洞的洞中之花是什么鬼？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魔女洞，洞中有洞，这场大赛的举办地点在名为春常在的洞中举行。在洞中有一个表演台，前面是观众席位，观众席的最前面有一排桌案和5把雕花大椅，已经有3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这里了。上官青云介绍说，这是魔女洞的3位长老。
做过介绍之后，上官青云居中而坐，让邱洛尘坐在他的左侧。这里没有上官朗月的位置，临时搬了把椅子放在邱洛尘身后，上官朗月可以给出意见。白寒晴走上台来，他清了清嗓子：“今天是我魔女洞第1届洞中之花的评选活动，让我们为魔女洞的姑爷邱家家主邱洛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观众席上坐满了魔女洞的众多洞众，一时间掌声雷动。经过海选，共有150名选手进入预选赛，又经过复赛、半决赛激烈的角逐，如今共有15名选手进入了决赛。现在开始第一个竞赛环节，形体比拼，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紧接着音乐声响起，选手们开始逐个上场展示。邱洛尘大吃一惊，卧槽，这不是选美吗？不过穿的是不是有点太少了？登台展示的15名选手依次上场，每名选手都是身披轻纱，里面穿的很少，若隐若现。邱洛尘虽然是有老婆的人，可看了以后依然觉得有些脸红。白寒晴依次介绍每一个上台的魔女。如今走上场的是第1名选手柳诗诗，183岁，盛极根骨，精深之躯。她的参赛宣言是永远争第一。这是第2位选手王软软，147岁，旋极根骨，银骨之躯。参赛宣言是只要努力了，我就不会后悔。第3位选手，第10位选手丁程程，71岁，旋极根骨，银骨之躯。参赛宣言是我不叹息走过的路，只要向前看，始终坚信，无论成败，路一直都在。第15名选手魏青青，17岁，盛极根骨，精深之躯。参赛宣言是我自信，我与众不同，因为梦想所以参与，因为有梦所以追梦。没想到魏青青竟然也来参赛，这小姑娘峰峦雄伟，双腿修长笔直，竟然很是有料。随着每一位选手的登场，叮叮之声不断，系统面板不断的在邱洛尘的脑海里出现，包括魏青青在内15个选手里面，系统的显示一共有7个5星。邱洛尘知道这个婆娑世界的修仙人寿命都很长，平均在500岁左右，只有到了450岁之后才会衰老，100多岁看上去依然还是年轻姑娘。这一场需要评选印象分，满分4分，邱洛尘给出了6个满分。魏青青的评分在身后上官朗月的一再提议下，邱洛尘也给出了4分。当初上官朗月抢了魏青青的先，嫁给了邱洛尘，她这个当师姐的似乎心中有些不好意思。邱洛尘觉得没什么，你情我愿的事，没有谁对不起谁。这15选手无一例外都是肤白貌美，大长腿，身材都是前凸后翘。每一个选手上台之后，眼神都瞄着邱洛尘，而且还要走下台来在评委席前转几圈。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选手转圈之后都是在邱洛尘面前站定10几秒钟，一双美目瞄着他，似乎都含情脉脉，看得他这位邱家家主不敢直视。魏青青更是大胆，她挺胸抬头，走到距离邱洛尘近在咫尺的地方，身材火辣，眼神热烈。上官青云和3位长老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们并不说什么。身后的上官朗月也毫不在意，还不住的品评：夫君，柳诗诗比我身材还要高挑啊！夫君，王软软的皮肤比我还细腻啊！夫君，丁程程的腰比我的还细。哎呀，夫君，青青师妹的腿比我的还直呢。形体展示之后是即兴问答环节，需要每个评委提问题。3位长老和上官青云问的都是有关每个选手日常修为功法的事情。邱洛尘不懂魔女们修炼的事情，他只好模仿穿越前的那个世界，问一些无聊的问题。1号选手，你最崇拜的人是谁？你认为你的优势是什么？你最难忘的事？到了15号选手魏青青，邱洛尘犹豫问什么的时候，身后的上官朗月替他问了：15号选手，你的初心变了吗？魏青青幽怨地看了一眼邱洛尘，我的初心始终未变。邱洛尘不禁心里一慌，魏青青这还是在怨恨我没有娶她吗？她这是还有想嫁给我的意思吗？魏青青这身材，这容貌，还是5星级别，也不是不行。即兴问答环节满分3分。最后一个环节是才艺展示。邱洛尘没想到这些魔女表演的才艺不是飞天遁地、舞刀弄枪，而是舞蹈、歌曲还有乐器。1号选手柳诗诗的才艺是演唱，她说话的声音绵软酥腻，但是演唱起来却完全不一样。高亢之时如同银瓶炸裂，低沉的时候沉郁顿挫。邱洛尘没想到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好听的歌曲，柳诗诗演唱水准在她来的那个世界绝对称得上是国家级别。邱洛尘给出了这个环节的满分4分。2号选手王软软表演的是舞蹈，当真是舞如其名软，所有的动作都既舒展又柔软，整个表演赏心悦目又极尽魅惑。邱洛尘还是给出4分。10号选手丁程程表演的是乐器，琵琶，邱洛尘给出的也是满分。15号选手魏青青表演的也是乐器，不过有些特殊，竟然是战鼓。一面比人还高的战鼓凌空，一面比桌面还大的战鼓伏地，
魏青青站在两面大鼓中间，穿一身红色战衣，英姿飒飒。鼓槌挥动，咚咚之声铿锵有力，响彻云霄，仿佛万马奔腾，金戈利刃，有万夫莫当的气势，听得人激情澎湃。上官朗月靠近邱洛尘的耳边：“夫君，你觉得青青师妹怎么样？”“啊，挺好啊。”经过几场比赛过后，有4名选手难分高下，经过5名评委商议，将这4个人并列第1名，成为第1届的魔女洞之花。他们分别是柳诗诗、王软软、丁程程、魏青青。评选结束之后，中场休息，然后就是发放奖励环节。上官青云把邱洛尘和上官朗月夫妇2人叫到了一个没有外人的房间之中。上官青云微笑着看着邱洛尘：“贤婿，对我魔女洞这4位洞中之花可还满意？”邱洛尘躬身行礼：“这4位选手才色俱佳，实至名归。贤婿，今日参赛的选手都是我亲自选出来的，他们都是未婚之人，根骨修为也都是上乘之选。”岳母眼光独到，选出之人都是非常之人。贤婿啊，我想把阴阳九转无上魔门功法作为这次大赛的奖励，你可有何意见？邱洛尘一愣，魔女洞发奖励跟自己有毛线关系啊？自己不过是恰逢其会而已。岳母给出任何奖励，小婿都没有意见。上官青云喜上眉梢，贤婿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娶她4人过门了吗？邱洛尘一惊，让我娶这4位洞中之花。上官青云认真的点头，是啊，这场评选就是为了贤婿准备的呀。邱洛尘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操作？还有这种好事吗？邱洛尘心中波澜起伏的时候，上官朗月拉起了他的手：“夫君，修炼9转魔功之法必然会损毁容貌，若是你不同意娶他们，他们也不会修炼啊。”邱洛尘盯着上官朗月：“这事你早就知道了。”上官朗月轻轻点头：“我魔女洞一门这几百年来都没出过可以渡劫飞升问道长生的人了，如此下去，我这宗门势必会逐渐凋零，因此娘亲才让我修习9转魔功，让我魔女洞再现辉煌。可是修炼此功法不仅容貌被毁，无人一起双修9转魔功也很难有突破境界。要不是夫君出现，这一功法必然成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修炼成了尴尬的事情。”上官青云目光中带着恳切之色：“要是有了贤婿的帮助，我魔女洞一门修炼9转魔功的人就可以增多，修为高深的人就会增加，早晚会出现渡劫成功之人，我魔女洞以后就能名震大周朝了。”上官朗月微笑：“这一次洞中之花的评选，选手都是没有嫁人的，资质上乘，容貌出众，有心修炼9转魔功的人，选拔他们就是为了可以嫁给夫君的。”上官青云盯着邱洛尘：“贤婿啊，洞中之花选美就是为你举办的，我魔女洞选出的洞中之花，你可以全部选走，只是以后他们不论是否攻城，洞中有事都要回来帮忙就好了。”邱洛尘知道自己的多子多福系统，只有多娶老婆才能多生孩子，然后才能得到的奖励更多，他才有可能问到长生逍遥天地。这种事情对他肯定是好事。邱洛尘认真想了想，既然此事关乎魔女洞的前途和未来，小婿就勉为其难，娶柳诗诗、王软软、丁程程3人为妾是吧？上官朗月温声细语：“青青师妹不好吗？身材、样貌、修为都是我魔女洞里的上乘之选。再说，若是没有青青师妹，你我2人也无缘成为夫妻啊。”邱洛尘皱了皱眉：“魏青青并不是不好，只是他爹是魏家家主魏无忌，他非要把女儿嫁给他，怀疑可能是别有居心。我这次娶了3个洞中之花了，魏青青不娶也罢。”上官朗月面带娇嗔：“我不管，夫君一定要娶了青青师妹。据我所知，青青并没有把你这个奇异的本事告诉魏无忌，魏青青只是希望能修习9转魔功，同时嫁给你以后，魏家与邱家联姻，壮大实力。夫君，你就娶了青青师妹吧。”邱洛尘想起了魏青青的那双美腿：“好吧，夫君我就勉为其难吧。”上官朗月一笑：“有劳夫君了，这洞里还有夫君看得上的，只要没嫁人，可以告诉我，让夫君一并娶了。”邱洛尘一个劲摇头：“娶了一堆魔女回去会很头疼，他邱家岂不成第2个魔女洞了？魔女虽好，应该适当而止。老婆虽然多娶是好的，但是百花齐放才更有趣。”接下来，邱洛尘与上官朗月在洞里住了2天，然后才回转邱家。这2天，他知道了很多魔女洞的隐秘。魔女洞是当年第1代女魔尊创造的一方修炼魔功的圣地，9转魔功就是女魔尊创的，她已经飞升仙界了。魔女洞的女弟子可以嫁人离开魔女洞，如果不想嫁人，只想生孩子，也可以喝下洞中一眼魔泉中的水，就可以生出后代。上官朗月就是这么来的。留在魔女洞的这2天，柳诗诗、王软软、丁程程每天都来看望上官朗月，除了带来洞中的水果，还有一些女人用的首饰之类送给上官师妹。他们眉眼间不住地偷瞄着邱洛尘，这个他们未来的夫婿。邱洛尘知道这3个女子是希望与上官朗月搞好关系，免得他改了主意不娶他们，那样修炼9转魔功的结果就惨了。
在上官朗月和3个未来的准老婆家长里短的时候，邱洛尘自己出门闲逛，突然手臂一紧，被人抓住，拉进了一个洞穴之中。原来是魏青青，邱洛尘还以为这2天他不会出现呢。怎么，还没过门就着急了？邱洛尘面带微笑，魏青青扬起小脸盯着邱洛尘，2个人贴得很近，鼻息可闻。魏青青的脸颊酡红，邱洛尘，谢谢你能答应娶我，不然我就没脸在魏家，也没脸在魔女洞里待下去了。说罢，他像鸡啄米一样在他的唇上轻轻一点，转身就跑了。15天后，邱家再次大摆宴席，邱家家主同时迎娶4个新娘进门。魏无忌带着魏家人都来了，他拉着邱洛尘的手，贤婿啊，你能娶青青过门我很高兴啊，以后邱家与魏家就是一家人了。邱洛尘态度恭敬，以后邱家、魏家、秦家我3大家族同气连枝，5大世家再无人可撼动我们3大家了。魏无忌笑得合不拢嘴，贤婿所言正是我的心意。婚礼程序走完，邱洛尘准备洞房花烛了。秦穆青很是关切，夫君，今夜你要4个洞房，可不会累坏了吧？金喜娘拉着邱洛尘的手，夫君都娶到家了，早晚是你的人，我看你还是每晚1人轮着来吧。上官朗月也是点头，是啊，夫君，还是身体要紧。邱洛尘用力一拍胸脯，几位夫人放心，夫君我行。邱洛尘也并非急色，主要是这4位新人都已经修习了9转魔功，容貌已经被毁，急需要他来帮助他们恢复，这种心情他是理解的，所以今晚准备一展男人雄风。邱洛尘的4个洞房是从魏青青开始的，这个小妮子很是火辣，容貌恢复之后拉着邱洛尘，2条如同白瓷般的长腿纠缠，不舍得他走，让邱洛尘险些忘了还有其他3位夫人在苦苦等待。丁，娶了魏青青之后的系统奖励出现，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玄级下品，肉身境界达到银骨之躯2重。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圣级修炼功法1本，遨游碧海5举技法。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开启幻化易容术第2重，可以易容成不同的女人。接下来洞房的是柳诗诗，这位夫人的声音充满蛊惑，听着声音，邱洛尘就心荡神摇。丁，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玄级中品，肉身境界达到银骨之躯4重。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圣级修炼功法1本，天魔之音技法。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开启幻化易容术第3重，可以易容成不同的非男人或者非女人。第3位洞房的是王软软，人如其名是真的软，恢复容貌，打开身体以后可以使用各种姿势，让邱洛尘有些欲罢不能。丁，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玄级上品，肉身境界达到银骨之躯7重。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圣级修炼功法1本，五谷魔宗拳法。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开启幻化易容术第4重，可以易容成不同人类形体。最后一位洞房的是丁程程，这位夫人极尽魅惑，在她容貌恢复之后，只有邱洛尘想不到，没有她做不到。激情之余，让他不禁想起了穿越之前看到视频里的动作女星。丁，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玄级极品，肉身境界达到银骨之躯9重。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圣级修炼功法1本，迷魂之术。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开启幻化易容术第5重，可以易容成任何人。这一晚上，邱洛尘收获颇丰，从内到外妙不可言，无法用言语形容。自从魔女洞的4个洞中之花嫁入邱家之后，他们与上官朗月一样，每天晚上都和邱洛尘耳鬓厮磨的腻在一起。除了新婚燕尔的缠绵之外，主要还是希望邱洛尘帮助们修炼阴阳9转无上魔门功法。所谓的魔门功法与正统功法的区别，就是另辟蹊径，无所谓谁正谁邪，殊途同归，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就修仙大道，逍遥天地。如今秦穆青、玉儿、秦胜雪、金喜娘这4位夫人都有了身孕，晚上不能陪着邱洛尘做不可描述的事情，这正好给了5位新夫人机会。每天晚上，邱洛尘都会在5位夫人的房中轮流一遍，极尽欢愉的同时陪着他们进行9转魔功的修炼，这是5位夫人最希望的事情。在陪练的同时，邱洛尘可以完全体会到这种9转魔功的精髓所在，确实只有夫妻之间才可以修习这种功法，因为真的是一丝没有的坦诚相见，不仅仅身体相合没有缝隙，而且心意也要相呼应。邱洛尘能感受到磅礴的气浪在2人的体内流转，以此身到彼身，循环往复，连绵不绝，不分不休。邱洛尘作为陪练，这种功法对他却毫无益处，他只是充当一个容器的作用。要不是他的阴阳合欢至尊功法已经达到了7重境界，还有系统给的你懂得的药丸，邱洛尘觉得他就要被这5位夫人榨干了，弄废了。男人不能说不行，可这么被动下去也不行。邱洛尘展开灵眸，查看5位夫人所修这种9转魔功的炼气走向，终于让他看出了气脉流转的规律。邱洛尘决定反客为主，在5位夫人分别与他修炼9转魔功的时候，他也开始修炼系统给的功法。本来他的阴阳合欢至尊功法已经练到了第7重，距离满级10重还差3重，但是这3重的进展就变得缓慢了，每突破1重，
所需要耗费的努力还要超越前期中的总和。太虚式神枪与他的契合度已经达到了6成，距离完美契合还差4成。如今他已经完全可以掌握式神枪的力道强弱，既能碎石裂碑，也能击水而不穿。邱若尘心念一动，这是神枪练到6成就可以与身体融合，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身体上的任何一部分都行，有些事情可以不言而喻了。系统给的极品龙虎丹多数都让他分发给邱家的4位长老了，这有助于他们提升修行速度，不过他自己还留了一些。接下来与5位夫人缠绵的日子，邱若尘服用龙虎丹，同时修炼至尊合欢功法，并且让式神枪可以成为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没用多久，情况就有了天翻地覆的不同。每次气脉流转的时候，不管如何波动，他都可以完全自控了。而且是神枪与身体相合，让他打开了新天地，情况终于逆转。他可以完全占据主动，控制每个局势的发展，心之所想，意之所及，几乎可以随心所欲。秦慕清是大夫人，又是过来人，他知道有些事情发乎于心，不能压制，但是也需要节制。于是对几位夫人婉言相劝，让他们要注意家主的身体。情况有些改变，但是对于整体并不造成影响。几个月后，上官朗月的9转魔功突破到了第3重，这已经是魔女洞近100年来最大的突破了。柳诗诗、王软软、丁程程的9转魔功达到了1重的顶峰，随时都有突破进入2重的可能。魏青青更是一举进入9转魔功的2重境界，这与邱若尘对他的关照更多有关。邱若尘的阴阳至尊功法暂时未取得突破，还是7重境界，虽然只差3重就能圆满，但也意味着他可以任意而为，不会疲倦，而且遇到更高修为的夫人也不会败下阵来。太虚式神枪与身体的契合度已达到7成，虽然不是圆满之境，但却可以人即是枪，枪即是人，人的任何一处都可成枪，枪力、枪意都能心随意走。不仅功法的领悟喜人，更令人欣喜的是上官朗月的有了身孕，接着是魏青青，不久后是柳诗诗、王软软、丁程程几乎同时也有了身孕。这也让这5位夫人惊诧不已，因为据他们所知，修炼9转魔功的魔女是不能怀孕的，可他们的夫君邱若尘却让他们都先后有了身孕，可谓创造了先河。眼看着所有夫人都有了身孕，只等开花结果了，邱若尘最期待的后代子嗣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如今邱若尘的根骨提升到了玄级极品，肉身境界达到银骨之躯第9重，但是他的修为还属于后天境界1重，这还是因为是神枪与身体相合的缘故，否则他的修为就是可怜的那7级。邱若尘知道这个婆娑世界的修仙境界共分为13级，分别是纳气境、后天境、先天境、筑基境、神藏境、子府境、元神境、洞虚境、渡劫境、飞仙境、至尊境、混元境、无上神通境。每一级境界又分为9重级别。至于再高的境界有没有，传说中有，可是什么境界就没人知道了。如今邱若尘的根骨和肉身境界与修仙境界不匹配，这就相当于他有了足够的体能，但是没有实际的本事，就像一个体格异常健壮的普通人遇到散打高手，还是只能被人蹂躏。到目前为止，系统给的奖励之中始终没有修仙境界这方面的奖励。邱若尘问过系统，系统告诉他，只要有了后代子嗣，这种奖励就会出现，没有后代他就只能慢慢修炼，修为年限到了，或者天赋够高，修仙境界自然能够突破。邱若尘非常期待这种奖励，他在这个世界的寿命只有500年，只有达到一定的修仙境界，他才有机会问到长生，这种娇妻美妾的日子，长生才是最好的搭配。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邱若尘最紧张的时刻，秦慕清和玉儿都要生产了。邱若尘在清虚山上来回踱步，叮，恭喜宿主，第1个后代诞生成功，子嗣资质检测中。系统告诉邱若尘，这是玉儿生了。恭喜宿主，第1个后代子嗣，男孩，真极根骨，银骨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1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邱若尘知道灵石是这个婆娑世界的好东西，在大周王朝很是难得。灵石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4个级别，每个级别的兑换比例是1:100，一块中品灵石可以兑换100块下品灵石，以此类推。灵石本身蕴藏有灵气，可以进行修炼，是提升修仙境界的灵物。邱若尘第一次见灵石，当即取出1块。突然系统提示音响起，灵石可在仙界作为货币，还可提升宿主修为和延长寿命，请选择。仙界货币，这里又不是仙界，能提升修为还能延长寿命，那可太好了，这还用选择吗？当然是选择后面这项了。随着邱若尘心念一动，手中灵石碎裂，转眼化作烟尘消失不见。系统提示，宿主修为1年，寿命1年。灵石还有这种功能，邱若尘立刻把剩余的9块灵石都取了出来。很快他的修为增加到了10年，寿命也延长了10年。邱若尘心中大喜，生个孩子就能增加修为，
还能延长寿命，简直太妙了。这样只要孩子够多，一直生下去，就算他不能飞升成仙，一样能够长生不死，娇妻美妾。而孙满堂的生活可以一直持续，想想就让他兴奋。突然邱洛尘想起来了，仙级种子和仙域一寸方圆是什么鬼？有什么妙用？他刚想问系统，叮，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恭喜宿主喜得第2个后代，这次是秦牧亲生了。恭喜宿主第2个后代子嗣，男孩，天级根骨，化境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10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域1寸方圆。一连诞生2个后代，邱洛尘兴奋不已。他没有心思吸收灵石，身形一晃，冲到了产房门口，想要看看2个儿子。突然叮一声在响，系统提示金喜娘也生了。恭喜宿主第3个后代子嗣，女孩，真级根骨，银骨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1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域1寸方圆。金喜娘生了个女儿，邱洛尘喜出望外，有男有女，这个家庭才够圆满。不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邱洛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孩子，面对可爱的小宝宝，他心情无比激动。在他抱起这几个宝宝的时候，手都有些颤抖。邱洛尘给育儿生的孩子起名秋玉，秦牧亲生的孩子起名秋木，金喜娘生的孩子起名秋喜儿。这么起名，等到孩子多了，邱洛尘可以记住都是谁的孩子。看过3个孩子，又安抚了3个妻子，邱洛尘有时间继续吸收系统给的灵石，全都吸收完毕。他共提升了120年的修为，延长了120年的寿命。邱洛尘心意一动，体内丹田气息澎湃，周身气脉流转，120年的修为被他眨眼间化入身体，让他直接从后天境界突破到了先天境一重。原来这些修为可以随他心意随意转化，是否破境都在他的一念之间。这时候有时间了研究系统给的奖励了。邱洛尘取出了系统给的仙级种子，是一个的椭圆形小球，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如今共有3个。又取出了仙域1寸方圆，是一块1寸见方，厚度也有1寸的闪亮石头，还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不过在3块仙域1寸方圆都取出来的时候，啪啪2声，3块石头却贴在了一起，无论邱洛尘怎么努力也分不开了。系统快出来，这是什么东东？给解释一下。在呢，这是只属于宿主所有的仙域土地和种子，当足够多的时候，可自成一方世界，妙用无穷。我还是不懂，宿主不懂不要紧，到了时候我会提醒宿主，你只管收着就行。好吧，只要有系统在，邱洛尘也就不必担心。时间转眼而过，3个孩子满月了，邱家大排宴席，在秦家家主秦振海的邀请下，大周朝5大世家都赶来庆贺。秦振海逢人便说，我的亲外孙儿出生就是天级根骨，化境之躯，只需动用些资源好生培养，等他长大成人之日，就是渡劫之生之时。我邱家和秦家用不了多久就能有飞升仙界之人了，到时这大周朝还有谁能与我秦家争锋啊？魏无忌撇了撇嘴，老秦啊，我家闺女也有了身孕，生的孩子一定也差不到哪去，用不了多久就见分晓，拭目以待吧。邱洛尘朝着2位岳父行礼，不论是什么根骨，都是我邱家的子嗣，小婿必然会让他们飞升成仙，逍遥天地的。对于邱洛尘的话，秦振海和魏无忌就当是客套话，没往心里去，毕竟邱洛尘的修为摆在那呢，他哪有本事给自己的儿女打包票啊？不过商京城和崔天谷只有羡慕的分，他们的女儿都嫁了人，就是想和邱洛尘结亲家都不行了。崔天谷叹了口气，哎，谁让咱们没有好闺女呢？只有眼馋的份了。商京城捋着胡子，老崔啊，我们要不想点办法，早早晚晚，你我2家得被那3家吞并了，5大世家就变成3大世家了。崔天谷摇头，哪有办法啊？我们族中没有能渡劫的大能，也生不出来这种根骨的孩子。商京城眼珠转了转，或许就得另辟蹊径了。邱若尘正在招呼客人，突然叮，系统提示秦胜雪生了。恭喜宿主第4个后代子嗣，男孩，仙级根骨，渡劫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中品灵石2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2枚，仙域2寸方圆。恭喜宿主获得上清炼丹功法。还没等邱若尘对系统给的奖励仔细查看，大长老就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家主，生了，秦胜雪夫人生了，这个孩子竟然天生就是仙级根骨，渡劫之躯啊！阿在场一片哗然，这是直接生出了一个仙人。大长老几乎是语无伦次地报告着4公子出生的消息，听到消息的在场的宾客几乎都难以置信。什么？出生就是仙级根骨，渡劫之躯？怎么可能？我大周朝1000年了，也没生出个这样的孩子，会不会是搞错了？秦振海拉住大长老的手，声音有些发颤。当真吗？姑姑她竟然生个仙人出来，没有弄错吗？大长老有些发懵。姑姑随即明白过来，啊，盛雪夫人的却生了个仙级根骨的孩子，七彩之辉萦绕不散，就是明证啊。邱若尘拉起秦振海，
绝对错不了。我们一起去看看吧。邱洛尘和秦振海当先，参加庆贺的宾客们全都随后跟随，众人全都赶到了秦胜雪的产房之外，果然看见产房之中发出了七彩的光辉。得到消息，最先赶到的2、3、4三位长老正搓着手在门口来回转圈，见到邱洛尘到了，立刻一起围上来。恭喜家主，贺喜家主，四公子出生就是仙极根骨，渡劫之躯，胜雪夫人生了一个仙人出来啊！这在我大周朝可是千年不遇啊！邱洛尘知道仙极根骨、渡劫之躯就可以直接进入玄黄大陆中的仙宗门派，在宗门大能的庇护下渡劫飞升，从而步入仙界，长生不死，这是大周朝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包括邱洛尘在内，在场的几乎还没有人见过仙人，都想一睹这个仙骨孩子的风采。秦穆青、玉儿、金喜娘都抱着孩子赶了过来。秦穆青扫了一眼众人，女人生孩子，你们这些男人都围在这吵吵闹闹的干什么？都散了吧，一会儿我抱老四出来，见见诸位宾朋也就是了。秦振海靠近女儿，穆青啊，秦姑姑生个仙人出来，不仅是邱家的喜事，也是我们秦家的大喜事啊，快些抱出来让我们见见吧。秦穆青微笑点头，经过接生婆的允许，邱洛尘与3位夫人一起进了产房。只见秦胜雪正倚躺在床头，面色有些憔悴，因为初为人母的关系，带着一种母性的光辉。婴孩用锦布包裹，抱在秦胜雪的怀里，孩子身体四周散发着七彩的光晕，不过已经开始减弱消退了。接生的婆子和婢女们都躲在一旁，因为四公子是个仙人，他们都吓得战战兢兢，谁都不敢接近，害怕有所亵渎。秦胜雪看着邱洛尘，面带骄傲，夫君为妻生了一个仙骨出来，只需进入仙宗渡劫就能进入仙界了，以后我邱家和秦家就是有仙人的世家了。邱洛尘握住妻子的手，胜雪辛苦你了，如今需要好好休息，其他的事就先不用操心了。邱洛尘抱过孩子，仔细端详，老四以后就叫邱胜了。因为这个仙极根骨孩子的出生，邱家继续大排宴筵，庆贺了3天才结束，把满月酒提前喝了。秦振海最是高兴，逢人就说我邱家和秦家可是有仙人的世家了。这几天趁着空闲的时候，邱洛尘查看了系统给的奖励，他又吸收了2块中品灵石，提升了200年的修为，延长了200年的寿命。邱洛尘没有把这些修为立即转化，而是先存了起来，等到需要的时候再用，因为他发现炼丹也需要消耗修为，这是那本《上清炼丹功法》里写的。这本功法教授了可以炼制各种丹药的方法。炼丹境界分为10重，每重境界炼出的丹药品级是不同的，第4重炼出来的就是仙品丹药了。1重炼丹境界需要100年修为，2重需要1000年，3重需要2000年，4重需要4000年，以此类推，想要修到满级10重，竟然需要10万年以上的修为，真的很是惊人。如今得到的仙级种子有5粒，仙玉大小合在一起也有5寸方圆了，但是有什么功用？系统还是不肯讲。邱洛尘常常为此事吐槽系统。现在4位夫人都刚刚生产，另外5位夫人也都有了身孕，邱洛尘有了闲暇时间继续修炼。到了目前为止，系统给的御风千里飞行技法和入地万里潜行技法他都已经练熟了，不仅能在天空飞行，还可以在地下穿行无阻碍。遨游碧海无举技法邱洛尘也已经基本掌握，他曾经飞到东海，下潜1000米，任意遨游，可以自由呼吸，毫无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想继续下潜还得提升修为。幻化易容术第5重境界让邱洛尘可以易容成任何人，只要是他起心动念，马上可以幻化成他任何见过的人，只不过时间不长，也就半个时辰，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会恢复原貌。这种幻化术的克星就是灵谋术，邱洛尘的左眼灵谋术能看破虚妄，就是有人易容改形，他都可以一眼看穿。圣级功法天魔之音是一种可用音波杀人于无形的本事，邱洛尘觉得这相当于前世的听说过的狮子吼之类的武功。迷魂之术是让人产生幻觉，听命行事的功法。五谷拳法是魔宗的拳术，很是诡异，明明是向前的拳头，却能打到身后，打向右侧的一拳，落点却是左侧，飘忽不定，很难琢磨。邱洛尘还在继续修炼阴阳合欢至尊功法，不过暂时停滞在第7重的阶段。因为修为的提升，以及与多位夫人不知疲倦的双修，太虚式神枪与他的身体契合度已经达到了70%，尤其是特殊部位的融合应用，完全驾轻就熟，可上下左右，还可轻重缓急，运用起来只能用1个字形容，爽。邱洛尘修炼的时候，秦穆青和秦胜雪把孩子交给玉儿和金喜娘照顾，2个人再次闭关，孩子的出生也让2个人得到回馈，都达到了破境的状态，不得不暂时与孩子分开，进入清虚山中闭关突破。喝满月酒的时候，魏无忌看着秦振海的外孙子很是眼热，他嘴上不说，可魏青青能看出来老爹的心思。在魏青青的建议下，来自魔女洞的5个夫人都选择回大雪山魔女洞安胎，因为那里的灵气更加适合他们的吸收。秦胜雪生出来的仙级根骨的孩子让他们看到了希望，都尽力想要自己生出的孩子也能有不一样的根骨。这些夫人闭关的闭关，安胎的安胎，
就在邱洛尘心无旁骛专心练功的时候，却出了大事。这一天，大长老突然闯进了邱洛尘修行的山洞，他上气不接下气：“家主，大事不好，孩子丢了！”啊，孩子丢了！邱洛尘吓了一跳。大长老有些语无伦次：“是四公子邱胜突然不见了，是被一团黑气裹入了地下，应该是被人抢走了。其他3位长老已经去追了。”啊，这还得了？谁这么大胆，竟然敢抢我的仙人儿子？邱洛尘眉毛竖立，他身形一晃就冲到了山下秦胜雪的房中。孩子就是在这里丢的。秦胜雪闭关之后，儿子邱胜白天由乳娘带着，晚上跟着金喜娘或者月儿。大长老负责守护邱胜的安全，毕竟是个天生的仙级根骨，已经很重视了。但是今天中午，就在乳娘回个身的功夫，黑气从地下冲出，转眼间邱胜就不见了。大长老冲进来的时候，那团黑色雾气已经看不到了。金喜娘、月儿和其他3位长老听到动静都赶了过来。慌乱之中，金喜娘还算镇静，吩咐3位长老立刻去追。她和月儿看住邱木、邱玉、邱喜儿3个孩子，让大长老速报家主，因为邱洛尘在清虚洞中修炼，是隔绝外界一切动静的。见到邱洛尘冲进来，月儿指着地下，胜儿就是在这被人抓入地下的。3位长老不能入地，只能循着胜儿的七彩祥光去追了。邱家的地下是由以前邱家大能布下的结界防护，但是却没有挡住这团黑气，可见来者不善。邱洛尘让月儿和金喜娘守在家里，他施展入地万里潜行技法，冲入了地下。秦慕清和秦胜雪正在闭关破境的关键时候，不能被打扰，只能靠他来救儿子了。4儿子邱胜的仙级根骨在黑暗之中自带七彩辉光，可邱洛尘在地下却不能望到。他启动左眼灵眸，能在地下看到淡淡的黑气痕迹一路向北而去。邱洛尘循着这若有若无的痕迹一路追踪，很快就追上了在地上飞奔的3位长老。打了声招呼之后，邱洛尘就超了过去。邱洛尘深入地下400-500米，一路上不管不顾，也不知道追出了多远。突然感觉到泥土中有了腥咸的湿气，下一秒他就冲进了水里。仔细感觉不是淡水，这他妈是海水。他竟然追进了大海之中。这里大概在水下500-600米的深处，通过灵眸的观察，那丝淡淡的黑气在水中还隐约可见。来不及等3位长老了，邱洛尘施展遨游碧海无举技法，全力追赶。又不知追出了多远，邱洛尘感觉前面的黑气越来越重。片刻之后，他从海里露出了头，面前黑雾重重，伸手不见五指。好在他有一只能看破虚妄的灵眸，可以看到重重的黑雾包裹之中，却是一个方圆不知几百里的海岛。那缕一路追踪的黑气被邱洛尘的左眼灵眸敏锐地捕捉到，已经进入了海岛之中，但是岛的四周都有守卫看守。邱洛尘潜入黑雾，慢慢靠近，只见守岛的都是些身穿黑色衣服、面目狰狞的壮汉，手中都是提着3股托天叉。这种兵器让邱洛尘想起了被秦胜雪踏成肉泥的北海夜魔宗大护法畸形夜。这个方位就是北海，难道这里是夜魔宗的老巢？趁着守卫们不注意，邱洛尘溜上了海岛，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守卫，追着那一缕黑气走了很远。突然眼前一亮，黑雾散去，阳光明媚，海风轻拂，眼前竟然是一派美丽的海岛景象。远处有一座城池，城门上有3个大字夜魔城。那一缕黑气已经进入了夜魔城中，城门口有同样穿着黑衣、手拿3股托天叉的守卫。夜魔城的上空也有守卫巡逻。邱洛尘闪身潜入地下，可地下布了坚固的透明结界，邱洛尘进不去，只好重回地面。怎么进城呢？冲进去肯定不行，自己修为不高，惹来了高手分分钟就得被灭，而且也容易打草惊蛇。邱洛尘灵机一动，他施展幻化易容术，立刻变成了一个身穿黑衣、面目狰狞的守岛护卫的模样，大摇大摆地走向城门。守门的人只是朝他点了点头，他很容易的就进了城。夜魔城里面人来人往，商铺林立，很是热闹，同寻常的城市没有什么差别，人们的衣着打扮、形象容貌也都很正常，并不特意。邱洛尘展开灵眸，追着那缕黑气来到了一座宫殿门口。这里倒是守卫森严，3步一岗，5步一哨，宫殿高处也有人在把守。守卫全都是些身穿黑衣的女子，不过每个女子的脸上似乎都笼罩着一层黑气，朦朦胧胧的看不清容貌。邱洛尘可以通过他的灵眸看清黑气中的脸，除了有些发黑之外，并不如何特异。躲在一旁，邱洛尘寻找进入宫殿的机会。这时候一个女子走了出来，大声吩咐着：城主有令，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违抗者杀无赦。守卫们齐声答应。那个女子说罢，转身进了宫中。邱洛尘观察了一会儿，等不到宫门有人进出，不能再等了，孩子出事就悔之晚矣了。他施展幻化易容术，立刻换成了刚才那个传达命令女子的模样，走到了宫殿门口。门口的几名守卫都是一愣：统领，您不是刚刚进宫了吗？怎么又从外面回来？邱洛尘冷哼，用那个女子的声音和语气：不该知道的，你们少打听。几名守卫赶紧躬身，一起应答：是，遵命。邱洛尘迈步进了宫门，
只见里面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有很多穿着黑衣、脸上笼罩黑气的女子来来往往。不过见到他之后，都是态度恭敬。这样看来，他幻化易容的这个女子的身份不低。邱若尘追踪那缕黑气前行，弯弯绕绕，曲曲折折，就走进了宫殿的深处。前方有一个房间门是关着的，门口有2名女守卫，那缕黑气就消失在这房间之中。邱若尘隐身暗处，突然门一开，那个传达命令的女子走了出来：“你们2人好门户，不许任何人入内。”2个女人躬身回答：“是。”女子下完命令，转身向远处走去。邱若尘等了一会儿，走到门前，2个守卫躬身：“统领您回来了。”邱若尘点了点头，推门进了房间。房间里面有好几个门，邱若尘听到一个门里传来了水声，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前，门是虚掩的，他只往里看了一眼就惊到了。屋里是一个水池，池水清澈，池中一个女子正背对着他站着，身上不着寸缕，只看背影就知道这一定是个美女，如同黑瀑一样的青丝披散在肩头，白玉一样的肌肤闪着晶莹的光泽，那腿、那腰、那臀，只能用2个字形容：绝美。这时候女子慢慢转过身来，身材玲珑有致，前凸后翘，脸上同样笼罩着朦胧的黑气。不过邱若尘已经来不及注意这些了，因为在女子的怀里正抱着他的儿子邱胜，女子胸前的高耸太大，儿子的头埋在其中，邱若尘忍不住就要冲过去，别把孩子憋死了。突然叮的一声，系统面板出现了，名字沈凝烟，根骨天级，肉身境界化境之躯，级别7星。这是系统面板上给出的显示。屋里水池中赤诚相见的美女竟然与秦胜雪一样的级别，这让邱若尘不禁有些吃惊。系统能给出显示，就表示这个美女是可以嫁给霍洛尘的。叮，丹木灵眸启动，可看穿一切虚妄，了解本质。邱若尘的左眼灵眸功能看穿了沈凝烟脸上的黑雾，可刹那间就把他惊到了，如同白玉般腻滑的身躯上竟然会有这样的脸。这张脸简直太黑了，黑得令人发指，比邱若尘穿越前见过的非洲黑人还要黑出10倍不止，几乎就是一块焦炭，连牙齿都是黑色的系统的声音。沈凝烟是夜魔宗的宗主，也是夜魔城的城主，为了快速增进修为，服用了夜魔城的暗夜魔草，因此面部变成这么黑。他若嫁你，就能恢复如初，否则他功法越深，脸上的颜色越深，最后会变成无尽的深渊。原来沈凝烟是夜魔宗的宗主，还是有这种遭遇的美女，又是要我舍身救美吗？系统其实全黑也不难看，就是长成这样，身上和头部一个颜色，看着就不舒服了。宿主沈凝烟可是7星美女，值得努力。系统，你诱惑我，我就是告诉宿主真相，怎么做由宿主自行决定。也有道理。系统与邱若尘的对话都是闪念之间，连1/1000秒都不到。转念间，邱若尘觉得应该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儿子邱胜还在这位夜魔宗宗主手里，他想先救人再说。这时候，邱胜的小脑袋正从那双令人惊叹的峰峦中探出头来，邱若尘暂时放了心。沈凝烟身为宗主，天级根骨，化境之躯，只要与秦胜雪当初的功力修为相当，他就一定打不过，儿子就抢不回来。冯强需要智取，邱若尘觉得需要开动脑筋了。可就在邱若尘闪心动念的时候，沈凝烟却转头看向门口：“希儿，你怎么回来了？这么快就把暗夜魔草取回来了吗？”声音细腻软糯如酥糖般甜美，听得邱若尘心神一荡。沈凝烟在叫谁呢？邱若尘先是一愣，随即醒悟过来，他在门口偷看，被屋里的沈凝烟察觉了。现在他的模样是刚才的那个统领，这个统领应该就是希儿。知道躲不了，邱若尘只好硬着头皮推门进了屋。还没等他说话，沈凝烟就招了招手：“算了，先不去取也行，这水里还有一些魔草，希儿，过来帮忙吧。”说着，沈凝烟把邱胜放在了水池中的一块露出水面的青石上。“希儿，我来挤出暗夜魔草中的魔汁，你用魔汁把孩子的身上涂抹一遍，不然这个仙骨孩子身上的七彩辉光很可能会把邱家的强手招来。虽然不怕，但是毕竟麻烦。”邱若尘走到水池边，这次离的沈凝烟更近了，看得实在是太清楚了。已经娶了9个老婆的邱若尘都有些血脉奋张之感。他赶紧收拢心神，看向儿子邱胜。邱胜2只圆溜溜的眼睛也在看着他，小家伙应该一切都好。“希儿，你还等什么呢？快下来啊！”听着沈凝烟的意思是让他下到水池里面去。邱若尘有点懵了，他的幻化易容术第5重还只是易容，并不是变身，就是容貌一样，身上可不一样，他要是脱了衣服就露馅了。见邱若尘傻傻的站着，沈凝烟急了：“希儿，你怎么了？快点下来啊！”邱若尘暗自咬了咬牙，只把脚上的鞋一脱就跳进了水池。沈凝烟以为希儿着急，所以他没脱衣服下水，并没有怀疑。邱若尘心里想着赶紧找机会把儿子弄到手，不然一会儿真的希儿回来就没机会了。他向沈凝烟走了过去，这时候的沈凝烟整个人要是不看脸就像个水蜜桃似的，
那么的诱人。因为没穿，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带着魅惑。邱若尘强行压制心中的火苗，救儿子要紧，先把儿子邱胜抢到手，再提取沈凝烟的事，到时候就算翻脸，他带着儿子逃跑就行了。沈凝烟没有留意其他，眼神看向水面。邱若尘刚才的注意力都在儿子和沈凝烟如同美玉的身上，这时候才注意到有10几根黑如墨汁的水草在水池里漂浮。沈凝烟抬手间就把水池里的所有黑草都攥在2只手里，黑色的草汁从他的手里滴出来，落在了邱胜的身上。希儿，把草汁涂抹这孩子的身上，不要落下任何一处，只要半个时辰之后抹草汁入体，从此以后这孩子就注定是我夜魔宗的人了。怎么能让儿子受这种魔草之害呢？邱若尘看着草汁落在儿子身上，迟迟没有动手。沈凝烟催促：希儿，快些动手啊！说话间，沈凝烟突然注意到了邱若尘的身体，因为进入了水池里，衣服都贴到了身上，身材看得清清楚楚，这根本就不是希儿的体型，分明是个男人。沈凝烟大惊：你是谁？邱若尘知道坏了，被发现了，他立刻撩起水池里的水，泼在儿子身上，黑色的草汁一下就被冲掉了。啊！沈凝烟大叫，身形一晃，冲向了石桌上的邱胜，同时一掌拍向了邱若尘。沈凝烟一出手，邱若尘就看出来了，是紫府境的高手，他就算把那存在身体里的200年修为全都转化了，也打不过他。近在咫尺，心急之下，沈凝烟刚一抬手，邱若尘就直接扑了上去，双臂紧紧搂住了沈凝烟，两个人一起扑到进了水中。邱若尘感觉到沈凝烟体内的气息波动，不好，只要劲力一出，他用身体一样可以伤人。已经来不及多想，瞬息之间是神枪自行出现，指在了沈凝烟的喉咙。邱若尘声音低沉：不要动，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给你2个选择，一是被我一枪毙命，二是同意嫁给我，我帮你除去身上所中的毒。关键时候，平时的苦练派上了用场。邱若尘询问之后，知道一切只能看天意了。沈凝烟被是神枪指着，脸上神色变幻，终于放下了身上的戒备，面现潮红，红唇娇艳欲滴。她微微点头：我答应你了。怎么是红唇？明明刚才透过灵眸看到的是黑唇，如今灵眸功能没开，怎么能看穿黑雾的？邱若尘惊诧的瞬间，脑海里的声音响起：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圣级中品，肉身境界达到金身之躯3重。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破镜开天弓1把，灭日剑7支。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开启幻化易容术第6种，可以易容成不同形体生物。沈凝烟刹那间恢复了容貌，这时候遮挡在她头上的迷蒙黑雾完全散开，露出了黑雾后的容颜，黑色完全褪去，显出了明丽动人、娇俏可人的脸，肌肤如雪，两颊酡红，红唇娇艳。不仅如此，池水本来是黑色的，可现在2人四周的黑色却一下消失了，水池里变得清澈透明。邱若尘心中大喜，看来今天能够把儿子邱胜救走了。水中的沈凝烟紧咬着红唇，弯眉下一双乌黑澄澈的杏眼，秋水盈盈，美帝无法用言语形容。邱若尘一时间都有些呆住了。这时候邱若尘已经恢复了容貌，衣服也都恢复成本来的样子，只是衣上破损的地方很多，可这时候也来不及顾虑这些了。2个人来到水池边，沈凝烟望向了水池旁的铜镜，镜中的2个人全都恢复了本来样貌。沈凝烟来不及害羞，注意到的是她自己的容貌竟然完全恢复了。沈凝烟一时间愣在当场，我的脸，我竟然，这是真的吗？邱若尘无比自信的点头，当然是真的，我有能力治好你的病，让你的容貌恢复，而且会愈发的俊俏。眼前男人的声音暗哑中带着磁性，沈凝烟这时候才意识到询问：你是谁？邱若尘瞥了一眼还躺在石桌上的儿子邱胜：我就是你抢的这个孩子的爹，邱家家主邱若尘。啊，原来是你。沈凝烟有些吃惊。邱若尘把脸靠近：你抢我儿子做什么？我们生一个就行了，你也能生出仙骨孩子的。沈凝烟一愣：可以吗？当然可以。邱若尘胸有成竹。这时候屋门响动，是被称为统领的仙儿回来了。沈凝烟眼眸中带着恳求：不要让别人看到你，不然会被人误会的，就羞死了。声音酥软，让邱若尘无法拒绝，他头一缩就钻进了水中，不过担心沈凝烟翻脸，他在水中还是全神戒备。仙儿的惊叫声传来：城主，您的脸，您的容貌怎么恢复了？啊，不用大惊小怪的。沈凝烟的声音很是冷静。是，仙儿的声音传来：城主，这是您要的暗夜魔草，这么多应该足够掩盖住这孩子身上的七彩辉光了。把草放这，你可以出去了。沈凝烟命令道。还要给这孩子身上涂抹草汁，不需要我来助城主吗？仙儿询问。不必了。沈凝烟很坚定地回答，这让邱若尘松了口气，这位夜魔城的城主应该没有翻脸的意思了。城主，南宗的那些人今晚可能还会来夜魔城骚扰，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们您有了仙骨之子，
让他们死心吧。希儿继续询问。此事在意，你先退下吧。宗主，您病了吗？您的脸这么红呢？啊，可能是容貌刚刚恢复之故，没事的，你退下吧。听着希儿离去，邱洛尘重新钻出了水面，他一躬倒水。城主，我做的事一定会负责，等我带着儿子回去，就会过来正式提亲，娶城主过门。沈凝烟抿着红唇，盯着邱洛尘，我夜魔城娶男不嫁女，只招上门的女婿。邱洛尘一惊，感情夜魔城招的是赘婿，他得上门才行。一声嬉笑传来，邱洛尘看向石桌，是儿子邱胜发出的笑声。这孩子正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笑。邱洛尘吓了一跳，先跟的孩子能不能懂事早，这些都看得明白啊。今天发生的可不是好事，回去需要好好教育他。趁着邱洛尘愣神，沈凝烟已经跳出了水池，穿好了衣服，站在水池旁，宛如出水芙蓉。邱洛尘这时候对沈凝烟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这就是一个身材火辣的萝莉型美女。邱洛尘身形一晃，在水中把儿子抱在怀里，然后也跳出了水池。沈凝烟并没有阻拦，儿子已经抢到了手，邱洛尘心里有了底。沈城主，我是邱家的家主，不能做夜魔城的赘婿，不过我可以三媒六证八抬大轿娶城主过门。我邱洛尘保证以后都会对你真心实意，待你如初恋一般。沈凝烟脸色变幻不定，体内气机翻涌，邱洛尘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全身戒备，担心这位沈城主为了把他留下，突然翻脸出手。他体内还有200年的修为没有转化，必要的时候应该还可以拼一拼。不过沈凝烟并没有出手，他只是瞪着秋水双眸，面颊泛着红霞。你刚才在水里说也能让我生个有仙骨的孩子，是真的吗？能成吗？邱洛尘一怔，随即认真点头，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一定能成。我儿子的娘就与你一样，是天极根骨，化境之躯，子府境的修为。沈凝烟轻咬贝齿，盯着邱洛尘犹豫了片刻。洛尘，这个赘婿你非做不可了啊，一定要做赘婿吗？邱洛尘心中一慌。沈凝烟的态度毋庸置疑，不过语气却很是温柔，声音软软糯糯，如同蜜糖。沈凝烟用了亲切的称呼洛尘，这让邱洛尘心中不由得有些激动。这种称呼表示沈凝烟已经接受他了，而且还原谅了刚才他不得不做的事情。沈凝烟容颜明艳动人，身材纤细，可却有着异常饱满的 C 部，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成比例。强烈的视觉差让邱洛尘想起了刚才水中的一幕，不觉身体有些发热，身体某些部位还要自动的去与式神枪融合，让他不觉有些尴尬。沈凝烟察觉到了他的身体变化，不觉得也是粉面羞红。若是你做了赘婿，你我成了夫妻，还不是都任你而为？这位看起来大 C 萝莉美女的一脸至诚和恳切，让邱洛尘心中不由得一荡。可看了一眼怀中还盯着他傻笑的儿子邱胜，想到了家中的那9位如花似玉的妻子，邱洛尘暗暗咬牙，虽然直接拒绝有点不好，可也只能如此。邱洛尘迅速的整理思路，城主，能得到你的垂青，我求之不得。可我们邱家是大周朝5大世家之一，我是邱家家主，得在邱家坐镇，不能当赘婿，承蒙城主瞧得起我。沈凝烟有些急了，眼中涌出泪水。你我刚才都那样了，还城主的叫我，你不想负责了吗？邱洛尘想起了刚才在水下他那里流出的一抹血色，不禁有些愧疚。哎，城主啊，不对，您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娶你去我邱家。沈凝烟神色有些黯然，可是我是夜魔城的城主，不能离开夜魔城，这是我的责任。就一定要做这个城主吗？每天费心费力的，不做不行吗？我可以养你啊。邱洛尘觉得自己说的这话很男人，可是沈凝烟却皱了皱眉，我一定得做这个城主，否则夜魔宗的女宗门就会被男宗门灭掉，他们都会沦为奴隶。邱洛尘一愣，哦，还有这事？男宗门、女宗门，夜魔宗是分2个宗门吗？沈凝烟点头，是的，我夜魔宗是由玄黄大陆4大神魔之一的暗夜神魔所创，从创立宗门那天起就分为男女2大宗门，顾名思义，男宗门全是男人，女宗门全是女人。后来弟子越来越多，宗主魔君就在北海之中创建了夜魔城，让弟子们能休养生息。在魔君成仙升天的时候定下规矩，夜魔城的城主由女宗门主担任，但是女宗门主要招男宗门主入赘为婿，若是有任何一方不同意，想要与其他人成亲，就必须生出有仙骨的孩子，否则这个宗门的人就要给另外一个宗门做奴隶。还有个办法也可以不成亲，就是一方修成仙极根骨，渡劫之躯，可以成仙，就不用受这个规矩束缚了。邱洛尘有些糊涂，那你应该招男宗门主入赘才对，可现在是怎么回事？是我不同意，机缘已经求亲，可我不同意招男宗门主入赘的。沈凝烟咬了咬红唇，说话斩钉截铁，一定有原因吧？你说说。邱洛尘好奇地询问。男宗门主名叫机缘，他不仅喜欢女人，
他还喜欢男人，他若是入赘，还需要把他的男宠一起嫁过来。啊，还有这是邱洛尘觉得大跌眼镜，我不同意这门亲事，按照规矩，我就得有一个仙级根骨的孩子，可是找谁入赘呢？万一生不出来仙级根骨的孩子呢？我女宗的人就得全都成为男宗的奴隶，因此我才急于求成，服用了魔君留下的灵药暗夜魔草，想要尽快达到仙级根骨渡劫之躯，可还是太慢了。到如今，我的修为和根骨还达不到要求的程度。当初魔君定下的期限是3年，若是都不成，就得两宗门主比武对决。我的修为不如机缘，如今3年之期马上就到了。我，沈凝烟眼眸中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邱洛尘恍然大悟，所以你才偷我的儿子？沈凝烟脸一红，我也是迫不得已。如今只听说你邱家才有仙级根骨的孩子出生。邱洛尘点了点头，那只要我们成了亲，你有了仙级根骨的孩子，南宗门主姬远就不能难为你了。是的，按照魔君的规矩是这样的，可是期限就要到了，如今就是成亲还需要怀胎10月，也不能马上就生出有仙骨的孩子啊。要不，沈凝烟的眼睛瞄向邱洛尘怀中的邱胜，要不这个孩子就先给我吧。啊！邱洛尘摇头，凝烟啊，为了应付姬远，用邱胜暂时应对可以，可这是盛雪的孩子，不能真的给你啊。沈凝烟有些迟疑，魔君当初定下女宗主必须有仙级根骨的孩子才能聚婚，可是没说明必须是自己生的。但是不论是不是自己亲生的，都需要这孩子成为夜魔城的人，如果不是亲生的，就要当众给他服下暗夜魔草。邱洛尘一愣，那岂不是整个头颅都要变成黑色？沈凝烟抿着红唇点了点头。邱洛尘立即连连摇头，这可不行，邱胜的娘一定不能同意，非得找你拼命不可。凝烟啊，我们还是生一个吧。可你不同意入赘啊？沈凝烟扬起小脸盯着邱洛尘。邱洛尘的脑袋高速运转，突然灵机一动，我有一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洛尘，你快说嘛。沈凝烟的双眸闪亮，我可以入赘，但是不能一直住在夜魔城。啊！沈凝烟恍然大悟，是啊，洛尘，你虽然入赘了夜魔城，可也不是必须每天都住在这里，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就来这里住，住多久都行，1天2天，1年2年，都随你如何。美女同意了，邱洛尘总算松了口气，他一直担心沈凝烟突然出手与他抢夺孩子。好，就这么定了，不过我得先把儿子送回邱家，免得家里人担心。沈凝烟上前一步，一双小手放在邱洛尘的手上。好，不过洛尘的快去快回，只有我们举办了婚礼，才有借口拖延到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这什么都有，只要人回来就行。邱洛尘神情郑重，凝烟，你放心，我一定回来。姬行业你认识吗？那是南宗的4大护法之一，听说失踪了。你认识他？他去邱家挑衅，已经把他杀了。哦，杀得好，南宗门主与4大护法没有一个好东西，不过这事别让南宗的人知道就行。离开之前，沈凝烟给了邱洛尘一个大大的拥抱，绵软馨香。邱洛尘险些没有把持住。离开夜魔城，邱洛尘抱着邱胜加速赶路，没用多久就遇到了正四处寻找的邱家3位长老。见到孩子平安，几位长老都放了心，大家一起返回了邱家，把孩子交给了金喜娘手里以后，邱洛尘这才返回夜魔城。男人说话的算数，他不能让沈凝烟苦等。邱洛尘一路急行到了夜魔城，这一去一回，1天1夜就过去了。进了城，邱洛尘发现到处张灯结彩，一打听说是城主要结婚了。邱洛尘心中高兴，沈凝烟想得挺周到啊，提前安排他进门就可以做新郎了。可很快邱洛尘的心就凉了，城里的人都知道新郎是南宗门主姬远。邱洛尘双眼一瞪，什么？姬远竟然敢抢我的女人！邱洛尘一路加速冲到了那座与沈凝烟初见的宫殿门前，如今他已经知道了这座宫殿叫做夜魔宫。邱洛尘想要见到沈凝烟问个清楚明白，他为什么不等他，只是1天1夜的功夫就改了主意，要嫁给南宗门主姬远了。可到了门前，邱洛尘不禁一惊，因为门口的守卫都换了，不再是面部有黑雾笼罩的女子，而都是面部狰狞的男人了。邱洛尘已经打听清楚了，面部的黑雾是夜魔宗女宗门人的标志，在没有嫁人之前，每个女宗门人都有，嫁了人这种黑气自然就会散去。有人守卫肯定不能硬闯，这不是邱洛尘的风格。他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没有进出宫门的人想要用易容变身功能乔装混进宫中是不可能了。不过邱洛尘突然想到，如今他的幻化易容术已经达到了第6重，可以易容成不同形体生物，而且可以保持2个小时不变。邱洛尘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飞虫从眼前飞过，他当即灵机一动，幻化易容术启动，瞬息之间就变成了一只一模一样的飞虫，忽闪翅膀飞入了夜魔宫。邱洛尘很快就找到了沈凝烟，一座宽大的宫殿里，这位童颜巨二的美女正神情紧张地盯着面前的2名男子，一名身材高大，
体格魁梧的男子手中掐着希儿的脖子，冷笑着盯着沈凝烟。在他身旁是一个瘦高的男子，这个男子油头粉面，描眉画眼。魁梧男子声音阴冷：“沈凝烟，明日你就要嫁给我了，也不差这一天了。你就从了我，让我看看又能如何？若是不从，可见你说的就是谎言。若你从了我，本宗主也可饶了希儿统领一命，否则他冲撞了我的宝贝，可是重罪。”说着，转头看向一旁的男子，神情暧昧：“是不是啊，宝贝？”那名描眉画眼的男子点了点头：“可不是嘛。这个女统领还骂我不男不女，宗主，你可不能轻饶了她。”飞在空中的邱洛尘差点没吐出来，看来这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就是夜魔宗的南宗宗主姬远了，身旁这个男子应该就是他的男宠。沈凝烟的胸膛剧烈起伏：“比武输给了你，我也应允嫁给你了，你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姬远冷声：“有人看见你送一个怀抱婴孩的男子从夜魔宫里出来，脸上的护面黑气散了，容貌也恢复了。本宗主便来问你，是不是坏了我宗门的规矩，与其他男人有了私情？你说是修为精进的缘故，可是你我一场比试，你却不是我的敌手。按照规矩，你得让我入赘，否则女宗弟子将成为南宗的奴仆。如今既然你已经答应与我成亲，也就不差这一天，你就脱了，让我验看你还是不是处就行，是不是与其他男人已经？今日验看了，要不是处也没关系，本宗主还是会与你成亲，也不用所有夜魔宗的女宗弟子都为奴，只要这夜魔宫里的女宗门人成为我南宗的奴隶了就行了。”沈凝烟面色微红：“姬远，你何必苦苦相逼呢？”姬远冷哼：“哼，非是我逼你，就是不想做了王八还不知道而已。”沈凝烟咬了咬红唇：“我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那我就先杀了希儿，再打到你同意为止。手下败将，还要本宗主再动手吗？”那个描眉画眼的男人尖声帮腔：“快点脱啊，让我也看看沈城主的身材有多好啊！”沈凝烟气得浑身颤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邱洛尘扇动翅膀飞到了沈凝烟的耳边，轻声说道：“不要表现出惊讶，是我邱洛尘回来了。你答应他，然后说进屋里洗个澡，让他们等一下。”沈凝烟瞪着一双美眸，长长的睫毛忽闪着，一动不动地听着。姬远掐着希儿的手加大了力度，希儿的脸涨得通红。“沈城主，再不答应，我就动手了。”沈凝烟美目流转：“好，我答应你。不过我要先去洗个澡才行。”姬远哈哈一笑：“哈哈，好，洗干净了好办事，这我可以等你。要不本宗主与城主一起洗吧，然后也就顺理成章了。”沈凝烟抿着红唇摇了摇头：“不行。”姬远眉毛挑了挑：“好，这次就随你，等成了亲以后还不是早晚的事。”沈凝烟松了口气：“那你把希儿放了吧。”姬远撒开了手：“哼，可莫要耍花招，否则别怪我出手无情，不守宗门规矩了。”希儿眼中含泪：“城主不要啊，希儿死不足惜。”沈凝烟微微摇头：“希儿，你跟我来吧。”几个人又去了那间带有水池的房间。沈凝烟坚持让姬远和他的男宠在门外等着，这才和希儿进了屋。邱洛尘现出原形，沈凝烟一下扑了过去，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然后主动献上了红唇，让邱洛尘差一点就把持不住。好一会儿，两个人才分开。希儿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沈凝烟脸颊绯红，刚要说话，邱洛尘赶紧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说话，然后幻化易容术启动，他转眼就变成了沈凝烟的模样。沈凝烟和希儿都吓了一跳，两个人惊讶地捂住了嘴。邱洛尘用手比划了一下，让沈凝烟躲在屋里不要出来，他带着希儿走出了房间。姬远上下打量走出来的邱洛尘：“沈城主洗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吧？”邱洛尘学着沈凝烟的神态皱了皱眉：“这里人多眼杂的不合适，找个僻静的房间吧。”说罢朝着希儿使了个眼色。希儿会意，在前面引路来到了寝宫，这是一个有着宽大木床的房间。邱洛尘让希儿退了出去。姬远淫邪的一笑：“美人，这回可以脱衣了吧？”邱洛尘假装羞涩的点了点头，然后一转身上了床，躺在床上朝着姬远招了招手：“姬宗主，过来啊！”姬远眼中闪着欲，三步并作两步就扑上了床。“美人。”邱洛尘娇笑一声，伸手搂了过去，只是这瞬息之间，是神枪与手臂融合为一，一枪刺了出去。作为夜魔宗的南宗宗主，姬远要想成亲，需要入赘女宗。当年魔君立下的规矩，没入赘之前是不能碰女人的，所以他才有了男宠。今天终于可以破解了。姬远这时候眼里只有沈凝烟的美貌，眼看着娇艳欲滴的美人主动投怀送抱，马上就能唾手可得，他心里已经痒痒的不行了，是多么的渴望啊！姬远激动的都有些发抖。这位宗主忘记了一切提防，扑了过来，只要得到了手，姬远相信自身的能力，沈凝烟一定会对他服服帖帖，欲罢不能的。突然，床上美人的手臂幻化成了一条通体漆黑的长枪，枪尖闪着光芒，散发着破人的寒气。姬远想躲，已经完全来不及了。邱洛尘与是神枪契合度已经达到了70%，枪随意动，手臂画枪毫无预兆，又准又狠。色迷心窍的姬远只来得及张开嘴表示震惊，
就被是神枪刺了个透心凉。可姬远毕竟是紫府境高手，他惨叫一声的同时化成一团黑气窜了出去。虽然身受重创，但是跑得飞快，转眼间黑烟就飞出了房间。那个男宠惊叫一声，转身也跑向屋外。邱洛尘知道绝对不能让姬远活着离开，否则男宗和女宗成了水火，夜魔城就会生灵涂炭。他毫不犹豫地把存在体内的200年修为融合化成了功力。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天级根骨极品，肉身境界达到渡劫之躯3重，修为暴涨到神藏境4重。邱洛尘取出破镜开天弓，搭上了一支灭日箭，用开天弓射出灭日箭，只要修为足够，就可开天掘地，足以毁灭日月。只需要锁定对手，灭日箭必然会命中目标，不死不休。邱洛尘开启左眼灵眸，穿过眼前的所有阻碍，姬远化成的黑烟即将飞出夜魔宫殿之外，他的男宠也在拼命的狂奔。邱洛尘已经恢复了本身，他大喊了一声：姬远，你的死期到了！以神藏境的修为，灭日剑飞出，如同光影一样穿过所有阻碍，剑比声音先到。邱洛尘的大喊的时候，姬远已经灰飞烟灭了。邱洛尘身形一晃就到了屋外，是神枪刺入了正在狂奔的男宠心脏，将他杀死当场。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门外的南宗守卫们都没有丝毫察觉。希儿被惊到了，呆立在原地。沈凝烟察觉到了异常，冲了出来，不可思议地看着邱洛尘：你竟然能杀了姬远！邱洛尘点头，踢了一脚地上的尸体，还有他的男宠。沈凝烟咬了咬红唇，做得好，一不做二不休，姬远已死，其他人不足为惧。希儿，召集人手，杀上南宗，只要杀了3名护法，以后南宗就能听命调遣。邱洛尘摆了摆手，慢着，不用那么费劲，杀3名护法的事就交给我吧。邱洛尘身形一转，开启幻化易容术，眨眼间就变成了姬远。邱洛尘用姬远的声音说道：凝烟，给我找个能够杀人的房间吧。沈凝烟打量邱洛尘，用手拍了拍波澜壮阔的胸脯，真的太像了，洛尘你竟然有此本事，这可是成仙之后才能做到的幻化之术啊！你好让我意外。邱洛尘眨了眨眼，等我入赘的晚上，你还能知道更多意外。沈凝烟脸一红，别乱说了，希儿在这呢。希儿转头看向远处，我听不到。变成姬远模样的邱洛尘不慌不忙地来到夜魔宫门口，吩咐守卫可以撤回去了，同时请3位护法前来，有要事商量。守卫们不敢违抗，领命而去。没用多久，3名护法来到了夜魔宫，希儿引领他们来到了大殿之中。邱洛尘幻化成的姬远和沈凝烟并排而坐。他看了一眼3位护法，今日本宗主与沈城主要达成一项协议，我想与3位商量，还是私下谈吧。大护法请随本宗主前来。说罢，在希儿的引领下，邱洛尘和大护法去了后殿的一个房间。刚进入屋中，邱洛尘的是神枪刺出，大护法猝不及防，当场丧命。接着如法炮制，2护法、3护法都死在了是神枪下。接着趁热打铁，邱洛尘装成姬远，在沈凝烟的陪同下到了南宗领地，这里也是在夜魔城中占领着另外一半夜魔城。邱洛尘召集南宗的弟子，当众宣布要带着3位护法追随开宗祖师暗夜魔君留下的秘籍，去玄黄大陆之外修炼成仙。他与沈凝烟的婚礼取消，从此以后南宗弟子都归沈城主领导。接着在所有南宗弟子的惊愕之中潇洒远去。邱洛尘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化解了沈凝烟的困境。回到夜魔宫，沈凝烟平退左右，一双美目看着邱洛尘：洛尘，谢谢你，这下我终于可以安心了，从此夜魔城将不会再起盗兵。邱洛尘噙着笑：沈城主想怎么谢？沈凝烟美目流转：邱家主想怎么谢呢？邱洛尘伸手一扯，就把沈凝烟拉进了怀里，温香软玉入怀，不由得心中一荡。就由你自己来谢吧。说着唇便印了下去。沈凝烟抬手挡住：不要，等洞房之时再随你而为。邱洛尘觉得身体都在发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不要让我等了吧。沈凝烟双眸如星星般闪烁，狡黠的一笑：谁让你第一次应来的，这一次得让你等一等了。10天后，夜魔城城主沈凝烟宣布大婚，入赘女婿是大周朝5大世家的家主邱洛尘。当天夜魔城张灯结彩，热闹非常。邱洛尘走过了婚礼程序，终于入了洞房。不过他是入赘的，需要在洞房里等沈凝烟。外边喧闹声渐小，门一开，沈凝烟走了进来。她穿着大红的喜衣，精心打扮的妆容让她多了一份魅惑。洛尘，让你久等了，实在是宾客太多，我也是疲于应酬，让我们先喝合欢酒吧。突然沈凝烟身躯一僵，邱洛尘抱住了她，声音低沉：这酒就不用喝了。啊！沈凝烟的身体被邱洛尘搬转过来，两人四目相对。猛地沈凝烟身躯一抖，脸现潮红：冤家，你又硬来。洞房花烛，沈凝烟完全打开了自己，就如初见时说的那样，任邱洛尘为所欲为，都全力配合。邱洛尘的阴阳合欢至尊功法已经达到7重，一番缠绵过后，
沈凝烟连头发丝都累得不想动了，很快沉沉睡去。邱洛尘一连在夜魔城住了7天，这7天两个人始终腻在一起。邱洛尘这时候发现沈凝烟原来很是粘人，每天的花样也不少，全力以赴的想要尽快怀上孩子。邱洛尘也极尽所能满足夫人的一切想法。在夜魔城的这些天，邱洛尘和沈凝烟如胶似漆，也让他知道了许多夜魔城中的秘密。因为南宗已经归女宗统辖了，很多规矩就可以改变了，比如女宗弟子脸上的黑气，只要不用暗夜魔草的草汁洗脸，也就慢慢不会有了。邱洛尘见到了暗夜魔草，这是生长在一座7层黑塔里面的草，塔分7层，其中生长的暗夜魔草也分7层。第1层的魔草是生长100年的，这就是女宗弟子用来洗脸的魔草。第2层的魔草是生长200年的，以此类推到了第6层，就是生长600年的草，但是第7层的魔草却是生长2000年的，是极品魔草。这也是沈凝烟为了急于提高修为而服用的魔草。据魔君传下来的秘籍中说，这第7层魔草都是暗夜魔君亲手种植的，这种草汁若是能被吸收融合，修为就会大增。一旦修为足够，所用功法就可让这天地变色，让所碰之物成为黑雾。沈凝烟说，暗夜魔君如今已经成仙，不知道将来成了仙之后能不能遇到这位开山宗主。魔宗应该修成魔才对，为何会成仙呢？这事邱洛尘起初也是奇怪的，他问过大雪山魔女洞的洞主上官青云，这位丈母娘说，名为魔的他们所修的其实是仙法，只不过是另辟蹊径，没有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就被传统的修仙者称为魔了。这一次沈凝烟又告诉邱洛尘一个传说，说确实有魔的存在，除了修仙之外还是可以修炼成魔的。魔的世界与仙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没有规矩，是个既能长生又能肆意而为的地方。当年玄黄大陆上共有4大魔君，只有暗夜魔君修的是仙道，后来成了仙，而其他3位魔君修的是魔道，已经都成了魔，所以他们的弟子不被玄黄大陆所容，全都被赶走了。在夜魔城住了7天，邱洛尘带着沈凝烟回转邱家，去见他的其他9位夫人还有孩子。为此，沈凝烟特意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给那些姐妹。秦胜雪和秦慕清还没有出关，魔女洞的5位夫人得到消息有人抢孩子，都赶了回来，正好见到了沈凝烟。听说沈凝烟就是夜魔城城主，就是他抢走了秋盛，7位夫人同仇敌忾，对沈凝烟很是仇视。邱洛尘赶紧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同时沈凝烟也一再的陪着不是，并且拿出了很多礼物分给其他的夫人。这位沈夫人不愧是一城之主，很有手腕，没用几天就与其他7位夫人相处融洽了。这些夫人都催促邱洛尘赶紧让沈凝烟怀上孩子，更快的开枝散叶，看能不能让10夫人再生出一个仙根孩子。住了3天之后，沈凝烟牵挂夜魔城，邱洛尘于是陪着沈凝烟又回了夜魔城。这一次2个人加紧耕耘，1个月之后终于有了好消息，沈凝烟有了身孕。沈凝烟喜出望外，对腹中的孩子小心翼翼，为了安胎，甚至都不让邱洛尘与她过于亲热，免得把持不住。为了免得擦枪走火，邱洛尘与沈凝烟告辞回了邱家。月儿与金喜娘都刚生完孩子，身体还在恢复期，另外5位夫人都在专心养胎，邱洛尘有了时间继续修炼。这一次与姬远对抗，让邱洛尘深深体会到了有了强大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他的夫人越来越多，孩子也越来越多，他的责任也越来越大。经过修炼，他的阴阳至尊功法终于提到了8重，虽然还有2重才能圆满，可邱洛尘知道，就算一晚上大战10位夫人，也是游刃有余，不会疲倦了。邱洛尘还钻研了那本上清炼丹功法，学习炼制各种丹药。炼丹境界分为10重，邱洛尘这时候已经有了320年的修为，他实验了一下，如今可以炼出一品丹药了，但是还缺个好用的炼丹炉。叮，这一天正在修炼的邱洛尘又听到了系统提示的声音，系统提示魏青轻生了，恭喜宿主第5个后代子嗣，女孩，盛极根骨，金身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5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夫人们顺利生产，邱洛尘又多了一个女儿，他很是高兴，不仅有了孩子，还可以获得灵石，自己的修为和寿命又可以增加了，简直是很爽的事情。叮，系统提示柳师师生了，恭喜宿主第6个后代子嗣，男孩，盛极根骨，金身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5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叮，王软软生了，恭喜宿主第7个后代子嗣，男孩，玄极根骨，银骨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2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叮，丁成成生了，恭喜宿主第8个后代子嗣，女孩，玄极根骨，银骨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2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邱洛尘身形一晃，
就出了洞，准备去探望几位夫人。丁，上官朗月生了，恭喜宿主，第9个后代子嗣，男孩，天级根骨，化境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10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恭喜宿主获得顶级炼丹炉紫金烈阳鼎。邱洛尘一愣，系统真是贴心，想要什么就来什么，知道自己缺炼丹炉就奖励了一个。系统很懂事吗？我愿意为宿主服务。邱洛尘没工夫与系统聊天，他赶紧跑去看望孩子，探望几位夫人，一时之间忙得不亦乐乎。有了孩子就得取名字，这5个孩子的名字还是按照惯例，分别是秋青、秋诗、秋软、秋成、秋朗月。邱洛尘想到的起名办法让诸位夫人都很满意，这样一来，不仅邱洛尘不会记错，他们互相之间也不会记错，毕竟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夫人进门再生孩子。但是还有个问题，如果夫人们继续生呢？那孩子的名字怎么取呢？邱洛尘想了一个办法，在名字后面加数，比如秋青1、秋青2，虽然有的不好听，但是既然是家主的主意，这些夫人也不好反驳。远在北海夜魔城的沈凝烟听说邱家又添了儿女，特意带着礼物，挺着大肚子来看望邱洛尘，赶紧去迎接。看过了孩子和几位夫人之后，沈凝烟拉着邱洛尘的手，夫君，那几个姐妹生的孩子真可爱。邱洛尘怜惜地摸着沈凝烟的小手，你生的这孩子一定也会很讨人喜欢的。沈凝烟抬起头，脸带娇嗔，真的吗？邱洛尘拍着胸脯，一定的，我邱洛尘与沈凝烟的孩子，放心就是了。沈凝烟忽闪着长长的睫毛，如今除了邱胜，就是上官姐姐的孩子邱朗月的根骨最高，我们的孩子真的能是仙骨吗？邱洛尘信心十足，夫人放心，一定是的。要是这个不是，下一个孩子也一定是的，这就需要夫人配合了。沈凝烟粉面羞红，我还不够配合吗？哪种姿势美，随你心意。邱洛尘在夫人脸上轻轻一吻，以后再接再厉。沈凝烟嫣然一笑，不过要等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才行，这段时日就得让别的姐妹陪着夫君了。夫君，如今姬元已经身亡，南宗归我统辖，生什么根骨的孩子都没关系，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喜欢。邱洛尘点了点头，你能够想通，不执着于此，这是好事。虽然嘴上这么说，可邱洛尘心中却想到一件事，他的这些孩子出生就根骨不一样。邱胜是仙级根骨，出生就是仙，而邱洛月、邱木出生是天级根骨，其他的孩子根骨更低，他们虽然都是他的子女，可出生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这会让孩子心里多么难受呢？他就曾经是这样的废材，被族中人看不起。邱洛尘暗下决心，如今这种事情不能在自己的子女身上重演，那怎么办呢？邱洛尘想到一个办法，炼丹。按照上清炼丹功法，只要服用仙品丹药就可以迅速提升根骨，但是这可是需要达到那种修为境界才行。邱洛尘决定自己应该继续娶妻，继续让夫人们生孩子才行，这样才能得到灵石，提高到可以炼出仙丹的修为。在邱家住了几天之后，邱洛尘又把沈凝烟送回了夜魔城。沈凝烟粘人，拉着邱洛尘在夜魔城再住些天，都是夫人，邱洛尘也不好拒绝，就留了下来。在夜魔城的这期间，邱洛尘吸收了系统给的灵石，共计240块，增加了240年的修为，又延长了240年寿命，但是他是把修为存了起来，没有选择破境。邱洛尘觉得如今他应该可以修炼成仙了，但是成仙需要经受天劫，然后成仙后会是什么样呢？是要飞升离开玄黄大陆吗？他这么多如花似玉的夫人，可舍不得。如今邱洛尘觉得已经快乐似神仙了。关于修仙的事，邱洛尘准备等秦慕清和秦胜雪出来之后好好打听，成不成仙要看情况再说。在要离开夜魔城的前一天，沈凝烟在宫中休息，邱洛尘心血来潮去了7层黑塔岗，进入黑塔。邱洛尘的身躯一震，仙域1寸方圆突然动了，这种震动是发自心底的。邱洛尘第一次感觉到这种被称为仙域1寸方圆的小石头是与他有牵扯的。到了现在，邱洛尘一共有了10块这种仙域小石头。在邱洛尘惊讶的时候，10块石头出现在眼前，在空中自动组合，底层4块，再上一层3块，再上一层2块，最上一层1块，成了一个塔形，在空中旋转。还没等他查问系统是怎么回事，猛地眼前一暗，黑塔之内这一层中所有的暗叶魔草都开始冒出黑气，这些黑气眨眼间就被石头塔吸收了进去，然后这一层所有的暗叶魔草都瞬间枯萎了。虽然吸收了黑气，但是石头塔没有变黑，而是突然亮了一下，然后恢复了正常，接着自行旋转着飞上黑塔的第2层。10枚仙级种子飞了出来，分别钻进了每一块仙域1寸方圆之中。这时候邱洛尘才反应过来，他也冲上了黑塔的第2层。喂，快停下，这些草可是夜魔城的宝贝，这么做可就不地道了，这不是明抢吗？可是仙域1寸方圆组成的石头塔根本就不听邱洛尘的，黑气在弥漫，转眼间吸收干净了2层的暗夜魔草。小塔闪亮了一下之后，
暗淡下来，随即就飞上了3楼。邱洛尘这下可慌了，要是夫人沈凝烟知道他把这些暗夜魔草都弄死了，非得跟他急不可。她可是孕妇，不能惹她生气。邱洛尘一边冲上3楼去抓石头塔，一边呼喊系统，但是手还没有摸到石头塔，就有一股邱洛尘无法抗衡的力道把他弹了出去，差点摔倒在地上。邱洛尘有些懵了，系统，这仙域1寸方圆是什么鬼东西？怎么明抢还控制不了啊？宿主，仙域方圆可不是鬼东西，将来你有了它，就可以傲视诸天万界。只不过如今它的数量还少，等到它的数量足够，宿主的修为提高，心意相通，就一切都好了。遇到可以吸收的灵气，这仙域方圆石就会自动吸收，直到他们满意为止。邱洛尘皱眉，系统，你能不能说清楚点啊？这时候，仙域石头组合成的石头塔已经冲到第6层，所过之处，所有暗夜魔草全都冒出黑气，然后彻底枯萎。系统解释道：“10块仙域1寸方圆，可自成一个小世界，不过需要吸收灵气和能量。这个过程它可以自行完成，这样婆娑世界的仙级种子才能活下来。”邱洛尘还是不明白，仙级种子活下来有什么用？系统耐心回答：“只要灵气和能量足够，就可以进化成神级种子。”石头塔已经旋转着飞上了黑塔的第7层，邱洛尘跟着追了上去。第7层的暗夜魔草冒出黑气，让这层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很快就被仙域石头吸收了进去。暗夜魔草正在肉眼可见的迅速枯萎，不仅如此，黑塔的颜色也正在慢慢变白。邱洛尘心中叫苦，黑塔变白塔，整个夜魔城的人都得来找他这个赘婿算账，这可怎么办啊？这还不得把沈凝烟气坏了？而且只是这10块仙域石头就吸收了整座黑塔中的暗夜魔草，而且看样子还不能让这些石头满意，那要吸收多少能量才行呢？以后这种仙域石头多了，他们需要的能量和灵气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正在邱洛尘的心中忧虑之间，他的心底竟然莫名地感觉到了那些仙域石头的回应，没有回答，也没有声音。可邱洛尘却知道，那些仙域石头告诉他不用担心。石头塔最上层的那块石头自行脱离飞起，在空中自行旋转，顷刻间从石头中散发出磅礴的黑气，黑气遍布全塔，不仅黑塔的颜色恢复，而且所有的暗夜魔草又都恢复了生机。邱洛尘心中明白，这些草虽然又都活了过来，但是所剩下的灵气能量与原来是天地之别，现在只不过是假象而已，免得被夜魔城的人发现。邱洛尘不想占夜魔城的便宜，毕竟是沈凝烟的地盘，他想把所有能量都还回去，可心中指挥了几次都没成功，10块石头已经消失不见了。邱洛尘轻轻一叹，看来只能去向沈凝烟坦白了。这仙级种子能长成什么？邱洛尘询问系统。树，能长成树。邱洛尘很是迷惑，树，就只是树吗？系统回答道，是啊，是能顶天立地，可以结出果实的树。结什么果？邱洛尘有些好奇。宿主需要什么？想什么？这树上的果就结什么啊？邱洛尘一愣，想什么就有什么。是啊，只要宿主敢想，他就敢结出相应的果实出来。不过这需要足够的灵气和能量，还需要数量组合达到3丈方圆以上的范围才行。啊！邱洛尘心中大惊，1尺10寸，1丈10尺，3丈方圆，邱洛尘最低还得再生900个孩子才能达到。3丈方圆只是最基本的仙域一角，应该越多越好，那就取决于宿主能有多少后代了。宿主还要再接再厉，多生子4后代才行啊。仙域之石达到3丈方圆的数量之后，还会有更多神奇的功能，到时宿主就知道了。什么功能现在不能说吗？系统，你不是有问必答吗？那样就没有神秘感了，我这个系统不一样。邱洛尘一阵头疼，看来自己娶妻生子之路还任重而道远。邱洛尘离开黑塔去找沈凝烟，然后实言相告，只是没有提系统的事，因为说了他也不能理解。邱洛尘只说自己有件防身的宝贝有些不受控制，吸走了暗夜魔草的很多能量，特别过来道歉，看看怎么弥补。沈凝烟的态度倒是让邱洛尘没有想到，他嫣然一笑，夫君，我是夜魔城的城主，这暗夜魔草的传人，这些魔草的修为被你用了和被我用了都是一样的，我们还分彼此吗？听了沈凝烟的话，邱洛尘抱住夫人就亲了一口。凝烟，你这么通情达理，实在让为夫高兴。沈凝烟睨了邱洛尘一眼，既然夫君高兴，我求夫君一件事，可否啊？邱洛尘轻笑，你我夫妻有事直说就是了，还说什么求不求的？沈凝烟一双美目看着邱洛尘，那次被姬远胁迫，希儿为了救我被姬远打伤了，当时并不觉得会如何，可却留下了病根需要医治。邱洛尘点头，记得你与我说过此事，不是说夜魔城的郎中医术很高吗？沈凝烟点头，是很高明，郎中也知道了如何配药治疗此伤，但是却少了一味药材。少了什么药材？奇荣通天菊。邱洛尘挠了挠头，奇荣通天菊听名字是个好东西，可我头一次听说。是啊，这种药材只有巨人岛上才有，
而且巨人岛上的巨人一族只和本族人买卖交易药材，从来不卖给其他族人。夫君，你具有幻化之能，你可不可以去？邱洛尘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宁烟是想我幻化成巨人，把奇荣通天局买回来。沈宁烟一笑，夫君聪明，我就是这个意思。邱洛尘点头，这有何不可，包在夫君身上吧。不过怎么去巨人岛，用什么去买，还得宁烟准备。只要夫君应允，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操心，由我来安排。巨人岛也在北海，距离夜魔岛大概有5000多里，给邱洛尘当向导。陪着邱洛尘同去的就是夜魔城的郎中，这人名叫沈醉，论起来还是沈宁烟的同族兄长，可以算是邱洛尘的大舅哥。因为北海上空多风雷，所以两人没有飞行，可是选择乘坐夜魔城的夜魔船前往的。夜魔船通体漆黑，但是航行速度很快，只用了1天的时间，沈醉就说巨人岛要到了。向前望过去，邱洛尘没有看到巨人岛，只是看到雾蒙蒙的一片，远方有几条巨船游弋在海上，挡住了夜魔船的去路。这几艘巨船就像是海上移动的巨山相仿，船首高高翘起，如同一只巨大无比的海兽欲要冲破波涛。船身上的彩绘和雕刻非常精致，华丽的图案远远看去就像是移动的风景。船上的旗帜迎风飘扬，每一根旗杆都像是直插云端的烟囱。远远的望过去，甲板上隐约能看见巨人高大的身影，每一个估摸都得有5-6米左右。邱洛尘启动左眼灵眸，视线穿过了迷雾，看到了隐藏在其中的巨人岛。巨人岛很大，就像是海中的一块大陆，岛上的山峰高耸入云，直插云霄。沈醉指了指前方游弋的巨船，我们的船只能到此了，再往前走就会遭到巨人船的阻拦，要是强行通过便会船毁人亡。邱洛尘点头，那你就在这里等我，买到奇荣通天局我便回来。沈醉给邱洛尘看了奇荣通天局的画像，让他记住这种药材的样子，然后又取出一个包裹给了邱洛尘，让他带着。包裹里是巨人岛买卖交易用的蓝色宝石，这种宝石在夜魔城也是很少见的，这一次沈宁烟算都给拿来了。邱洛尘带好包裹，跳入海中，施展遨游碧海无举技法，没用多久就从巨船下面游了过去，进入迷雾之中。很快邱洛尘就登上了巨人岛。按照刚才隐约看到了船上巨人形象，邱洛尘马上幻化成一个巨人的形象，背着包裹大踏步走进岛中。没用多久，前方出现了高大的房屋和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邱洛尘昂身阔步的行走，并没有人察觉到他的异常。这里的一切都是高大的，但是其他都和常见的一样，商铺林立，人来人往。邱洛尘仔细观察巨人城里的人，无论男女，只是身材高大，其他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邱洛尘寻找药材铺，沈醉说可以在那里买到需要的巨人岛药材。前方有一个招牌麒麟药铺，邱洛尘迈步走了进去，一个老者迎了上来。客官，我是这药铺的掌柜，您想买什么药啊？邱洛尘想都没想，掌柜你好，请问你这里有奇荣通天局吗？掌柜微微一怔，随即摇了摇头，客官，您要的这味药材我这铺中没有，这可是禁药啊。邱洛尘一愣，禁药？掌柜上下打量邱洛尘，这你都不知道吗？族长的女儿每日都需要奇荣通天局入药，所以此药不允许买卖。邱洛尘心中一惊，拍了一下脑门，哎呀，我这是着急忘记了，我的家人得了病，急需要奇荣通天局。掌柜很是为难的摇了摇头，除了族长家，别的地方恐怕是看不到此药了。看你的装束，应该是航海部的人吧？你不如向你部的首领求助，或许能够通融买来一支半支的。邱洛尘好像是恍然大悟，啊，掌柜的言之有理，确实提醒我了，我这就回去向首领求助。离开了药铺，邱洛尘为难了，看来想要买到奇荣通天局是不可能了，这可怎么办呢？邱洛尘仔细琢磨了一会儿，决定非常情况非常处理，他要去偷一支通天局回来。当即邱洛尘向路人打听，没用多久就到了族长的家门前。族长的家是座像宫殿一样的建筑，门口站着2名守卫。邱洛尘心念一动，幻化成了一只飞虫，飞进了殿中。这里面非常的宽大，邱洛尘没有头绪，只能四处乱飞。突然看见2个婢女捧着一些药材走进一个房间，邱洛尘立刻跟了进去。飞进屋中，邱洛尘猛地惊住了，卧槽，金刚芭比！在这个巨大的房间之中，有一个巨大的木桶，桶里热气升腾，应该也是个用来沐浴的房间。有巨人族婢女正在把不同的药材放进木桶之中的水里。房间之中，一个巨人族的女子正脱去衣裳，准备进入木桶之中沐浴浸泡。这个女子的皮肤是小麦色，光滑而闪着光泽，像是绸缎一般。一头浓密的黑发仿佛黑色的瀑布披洒而下，直到腰际。女子的五官异常的精致，红唇皓齿，宛如一朵娇嫩的花朵，像是掉落凡间的天使，美得让人心跳。不过让邱洛尘惊叹的是，这个女子的身材异常的魁梧，手臂上的肌肉一块块隆起，C 部丰满挺拔，宛如2座玲珑剔透的山峰。腰部纤细，
屁股丰满而紧实，像2个完美的圆弧，双腿修长，肌肉线条分明流畅。就在邱洛尘看得傻眼的时候，叮，系统提示出现，名字米娜，根骨天级，肉身境界化境之躯，级别7星，巨人族的族长姓米，看来米娜就是族长的女儿无疑了。米娜这种天使的容貌，健美壮硕的身材让邱洛尘惊叹不已，但是他也实在看不出米娜哪里像是有病的样子。在米娜进入木桶的时候，有婢女拿来了一朵硕大的菊花，放进了水中。这朵菊花呈现为鲜亮的黄色，菊花的每一片花瓣看上去都毛茸茸的，整朵菊花浑然一体，但是没有任何香味溢出。中央的花蕊高出花瓣，足有5尺有余，花蕊的顶端闪耀着夺目的金色光彩。这就是奇荣通天菊。沈醉给邱洛尘看过这种药材的画像，他绝对看不错。在婢女的手里，奇荣通天菊共有2朵，一朵放入木桶之中的水中，一朵放在了木桶旁边的托盘里，放在一堆药材之中。邱洛尘眼睛一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奇荣通天菊就在眼前了，缺的就是一个机会，只是需要等待就行了。邱洛尘有些奇怪，看起来米娜一切正常，不像是有病的样子，但是既然用放着各种药材的木桶洗浴浸泡，那就应该确实是有病在身的。邱洛尘问系统，米娜哪里有病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呢？系统回答得很迅速，米娜不会说话。哦，邱洛尘恍然大悟。系统继续解释，是一点声音都不能发出来的那种。巨人族长米苍穹只有他这么一个孩子，需要他传承巨人绝学，裂天震海吼，不能发声就不能接替族长之位。我明白了，但这是一个需要慢慢调理的疾病，少了1-2朵奇荣通天菊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吧？可以这么说，不过还有个快速治愈米娜的好办法，就是你娶了她。邱洛尘大吃一惊，啊，系统你开玩笑吧？我身高1.8米，米娜身高的有5米，她腿长就得有25米，我怎么和她洞房？身高还是其次，有些不匹配，你懂的。宿主不是有幻化易容之术吗？你幻化成巨人族的身高不就行了吗？邱洛尘先是一愣，随即皱了皱眉，可我幻化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啊，2个小时还不够洞房吗？就算你能更长时间，米娜也受不了啊。邱洛尘点头，系统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么大的美女，我恐怕不好销售，还是偷走通天菊算了。宿主只有多娶妻才能多生子，米娜可是7星啊。邱洛尘摇了摇头，我先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通天菊偷走再说，娶个巨人做老婆实在有点让人很难接受，要是不幻化成巨人，实在是萝卜和坑有点不匹配。米娜可是7星啊。系统再次提醒，让邱洛尘确实有些纠结，他决定还是先把通天菊弄到手再说吧。突然一阵恶风扑面而来，一个婢女挥动如同桌面一样大的手向邱洛尘拍了过来。哪里来的飞虫，竟然飞到这里来了？邱洛尘拼命地震动翅膀躲开了婢女的一击，可是其他的婢女都挥起巴掌打了过来，门已经关上了，邱洛尘无处躲闪。他灵机一动，飞进了木桶里，一头扎进了水中，幻化成了一条小鱼，躲在了漂浮在水中的各种药材之中。婢女们到处寻找，一直追到木桶前面，却不见了飞虫的踪影。米娜挥了挥手，表示不用找了，让婢女们都退出去，她要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邱洛尘化成的小鱼在水里游动，米娜身体的每一处她都一览无遗，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身体有些发烫。邱洛尘幻化成的小鱼在水桶里绕着沐浴浸泡在其中的巨人美女米娜游动，看得越仔细，他心情越激动，尤其是经过那片隐秘区域的时候，突然觉得身体有些发烫。难道是心理反应影响到了身体的变化吗？随即邱洛尘就发现了不对，他抬头看见了米娜的眼睛，那双巨大的美丽双眸闪出了金色的光芒，灼热的感觉就是从米娜的这双眼睛里发出来的。在邱洛尘感觉不妙的时候，米娜的双眼射出了2道金色的光柱，正打在邱洛尘身上，像是2道重锤砸落，把邱洛尘打向了桶底。好在邱洛尘如今的修为已经可以承受这股力道，要是换成没有娶妻之前的他，就得死在当场。但突如其来的情况之下，头脑还是有些发晕。米娜的手已经在木桶中卷起滔天的巨浪，向邱洛尘幻化的小鱼抓了过来。幻化易容术的第6种，可以幻化成任何不同形体的生物。邱洛尘跳进水桶的时候，起初是想幻化成漂浮在水中的某种药材的，那样才最容易隐藏，可却发现做不到。6种的幻化术还不能幻化成已经离开根茎的植物，所以他才幻化成了一条小鱼。这条鱼已经足够小了，与巨大的米娜比起来还没有他的小手指大，可还是被他发现了。邱洛尘有些后悔，刚才一时忘乎所以，不该贴着他紧要的部位游得太近，引起了他的察觉。可后悔已经晚了，沉入水中的邱洛尘想要幻化成一条水蛇继续逃跑，但是却来不及了，他被米娜拢在了手里，拖出了水面。米娜的双手捧着一些水，邱洛尘身在其中，好像是在一个澡盆中一样。小鱼在水中摆着尾巴，米娜撅起了嘴，微红着俏脸，
嗔怪地看着这条不知道怎么出现在桶中的小鱼，他碰到了它的敏感之处。米娜起身拿来了一个水瓢，舀了一些水，然后把小鱼放了进去，准备自己药浴之后把小鱼带走放生。邱洛尘放心了，他从米娜的笑容中能感觉出善良。这个身材壮硕、天使容颜的巨人美女没想要伤害他这条小鱼。趁着米娜重新进入水桶，邱洛尘打算再次幻化成飞虫，可却发现被米娜的目光打过之后，竟然一时之间不能幻化了，就连变成本来面目都不行。系统，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幻化易容术失效了吗？系统及时回答，宿主的幻化易容术还在，没有消失，只是需要再等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恢复。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被米内眼中发出的光击中过吗？没错，米苍穹能成为巨人族的族长，是因为他有2种本事，一是裂天震海吼，只要修为足够就能翻天覆地，海啸山崩；二是金铜雷霆诀，同样是修为足够就可以用双眼发出雷霆之力，可让天崩地裂。米娜继承了族长的金铜雷霆诀，宿主刚才中了雷霆之力，所以需要时间恢复。邱洛尘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所以米娜只要能发声就可以继承裂天震海吼，有了这2种本事，他就可以成为下一任巨人族的族长了。是的，按照巨人族的规矩，只有族长才能有这2种本事，米娜要是不能成为族长，就得自挖双目，毁去他的金铜雷霆诀。哦，竟然会这样，要是米娜不能恢复说话发声的能力，就只能成为瞎子了吗？是的，宿主。时间1分1秒的过去，1个小时就快到了。邱洛尘琢磨着怎么恢复本身，然后向米娜表白。要是取了米娜技能救他，还能得到奇荣通天局，这是2全其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该怎么开口呢？贸然出现，非得被米娜追着打不可。就在邱洛尘冥思苦想的时候，突然门外有个女人的声音传来：“米娜在里面吗？”婢女的声音响起：“是的，夫人。”“好，我进去看一看她。”“夫人，米娜小姐正在药浴治疗，吩咐不让外人打扰。”“狗奴才，我是她的姨娘，不是外人，还不让开？”“是。”门被推开，一个巨人族的女子走了进来。女子穿着玄色锦衣，头上插着各种发饰，打扮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米娜泡在水中没有起身，只是转头看着进来的女人，然后微微点头，目光中带着询问。女人面带微笑，走到水桶前：“米娜，姨娘知道你在药浴，是特意来看你的。”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盒，打开给米娜看。“认识这是什么吗？”“这是生长在海絮中的破恶灵果，专门治疗先天疾病的，姨娘可是好不容易才弄来的，用这种灵果的姜汁泡浴，很可能让你出声说话。”米娜脸上一喜，长长的睫毛抖动，看着姨娘。米娜的母亲死得早，姨娘是父亲的妾室，她小时候姨娘对她很好，可后来姨娘给她生了一个妹妹以后，对她的态度就变了，非打即骂。好在父亲疼她，训教了姨娘，她才能顺利的长大成人。这时候姨娘笑了笑：“我现在就把破恶灵果的汁液挤到水里，看看效果如何。”米娜点了点头，感激地看着姨娘。姨娘从盒子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黑色的果子，用手攥住，黑色的汁液一滴一滴地落入水中。突然米娜的身躯一震，笑容僵住了，她的双眼瞳孔蓦地放大，眼白和瞳孔一下都变成了黑色，什么都看不见了。米娜大惊，想要起身，却发现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姨娘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轻声说道：“米娜，其实这不是破恶灵果，这是生长在冥海中的深冥毒果，姨娘是费尽心力才弄到手的。接触了这毒果的汁液，你会全身没有一丝力气，再也不能动了，而且你的双眼也会被这毒果侵蚀，再不能视物。从此以后你不能看，不能说，不能动，就是个活死人了。你爹只能把族长之位传给你的妹妹，放心，从此以后姨娘和你的妹妹就会和你爹一样疼你照顾你，经常来陪你，给你讲族里的事。这黑色的汁液很快就会变成无色，你的这些婢女今日之后就会因为拿错了药材都被处死的，你的这一生将在无尽的黑暗和痛苦之中度过了。姨娘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其实你之所以不能说话出声，也是姨娘给你吃了毒药的缘故，不过你知道的有些晚了。”米娜心如死灰，全身颤抖，可也只能颤抖，她现在连抬起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姨娘掩嘴冷笑，然后大声说道：“米娜，你安心治病，姨娘走了。”“哎呀，不用拉着姨娘啊，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哎呀，放心，姨娘懂你，不会让人再打扰你治病疗伤的。”姨娘装腔作势之后走出了房间，随手关上了房门，然后厉声吩咐：“如今正是米娜治疗的关键时候，她不出来，你们谁也不许进去打扰。”“是，夫人。”婢女们恭敬应答。听着姨娘走远，米娜知道自己这一生彻底的毁了，泪水无法控制的流了出来。突然，米娜听到了一个男子的声音：“米娜，不用害怕，我能救你。”巨人米娜虽然不能看见，但是她的感觉还是在的，她能嗅得到
这个说话男子的气息，为什么和刚才他救的那条小鱼如此的接近呢？他现在都已经这样了，说话的人怎么可能就得了他？作为海中的巨人族，米娜知道冥海中的生命毒果是没有解药的，他这一生被毁了。米娜想问，可是他不能说话；米娜想看，可是他已经瞎了，全身都不能动，只有睫毛可以不住的眨动，泪水不住的流下来。说话的人正是邱洛尘，被金铜雷霆诀击中，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恢复。他幻化的小鱼在巨人族的水瓢里，就像是在一个水池中一样，静静的等待。邱洛尘都快睡着了，估计时间就要到了。这时候米娜的姨娘进了屋，邱洛尘听明白了整个过程。这个狠毒的姨娘恨得邱洛尘牙根痒痒，恨不得出去杀了她，可是他变不了身，只能等着。姨娘刚走，邱洛尘就恢复了过来，他立刻变回本身，靠近了木桶。邱洛尘知道现在只有用系统赋予他的特殊能力才能让米娜恢复了，但是对这个可怜的姑娘他不能太粗鲁了，容易吓到她。木桶太高，邱洛尘只好幻化成飞虫，来到了米娜的耳边，在桶沿上站稳。我叫邱洛尘，是大周朝5大世家之一邱家的家主，我来巨人岛是想购买奇荣通天菊的，可是这种药材因为给你治病被你父亲巨人族的族长禁售了，所以我来这里想想办法，我会幻化之术，刚才那条鱼就是我。米娜听邱洛尘讲到这里，突然想到了刚才的情形，脸立即就红了。邱洛尘有些尴尬，呵呵，我也是不得已，实在不是有意冒犯，还请你见谅。米娜的睫毛颤动，并没有表现出生气的样子。邱洛尘心中一宽，我听见了刚才你的姨娘是怎么害你的，不用担心，她给你下的毒，我有办法可以解。米娜的神色变得很是疑虑，眼角淌出泪水。邱洛尘有些心疼，但是这个办法有些特殊，需要你嫁给我。米娜的神情僵住了，她有点没懂邱洛尘话里的意思。邱洛尘知道这事必须得讲清楚才行，这个办法就是你需要和我洞房，然后你身上所中的毒鹫都能好，到时候你不但能重新看见，而且还能说话，你的病就全都可以康复。米娜听明白了邱洛尘的意思，脸变得更红了，可随即显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洞房就能解去生命毒果的毒吗？还能治好他不能出生的病？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邱洛尘的语气真诚，我说的是真的，没有骗你，我已经娶了10位夫人，她们多少都是有些不同的状况，但是洞房之后如今都恢复了正常，而且变得更加俊俏了。现在是非常情况，我要是找你父亲讲明此事，他不一定能信我，所以非常情况需要非常处理，请你相信我。米娜明白邱洛尘的意思了，现在他就要和他洞房，他的神色不断变换，心里做着斗争。邱洛尘靠近米娜的耳边，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能把你治好，要是被别人发现你变成这样，以后就会有人陪在你身边，我就没机会救你了。其实米娜这种情况邱洛尘可以任意而为，但是他觉得这个巨人姑娘这么善良，他不能唐突她。米娜终于长睫毛抖动，露出娇羞的神色，邱洛尘知道她同意了。这个时候再不能耽搁了，邱洛尘立即幻化成和米娜一样的身高，然后把米娜小心翼翼地从水桶里抱出来，轻轻地平放在地上。米娜的脸已经成了红布，邱洛尘能感觉到这个巨人美女的身体在抖。米娜，别害怕，我会轻一点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妻子了，等你好了，我会向你父亲求婚的。邱洛尘俯下身，一切顺其自然，很快就进入佳境，怀中的米娜娇羞得让人心疼。叮，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根骨提升至仙级根骨下品，肉身境界达到渡劫之躯8重。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空间储物戒指1枚，可收藏万物。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幻化易容术第6重的幻化时间延长至8个小时。邱洛尘的闪念之间，看着系统的奖励、储物戒指，幻化时间也能够延长了，系统还真是懂他。不过他正在全情投入在美妙的感受之中，没有时间夸赞系统。突然耳中听到啊的一声，身下的米娜青咬住了红唇，2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正看着他。邱洛尘惊喜不已，你能看到了？米娜微微点头。你能动了？米娜伸出双手把邱洛尘紧紧抱住。突然邱洛尘想起来刚才的惊呼声，你能说话了？米娜贴近了邱洛尘的耳朵，轻声说道，夫君，你没有骗我，我能看见了，我能动了，我真的能说话了，谢谢你。说话间，2行激动的泪水从米娜眼角滑落。疼吗？邱洛尘怜惜地问道。可我喜欢。米娜面带红云，她的吻热烈而大胆，2个人缠绵悱恻，欲罢不能。但是邱洛尘怕米娜控制不住出声，把门外的婢女引进来，只能适可而止。2个人分开，一起挤进了木桶。邱洛尘把米娜拥在怀中。我不是巨人族，只不过能够幻化成和你一样的身高。我知道，你刚才说了，你是大周国5大世家的人，我不介意，只要需要的时候你行就好了。米娜有些害羞。邱洛尘轻笑，我可以幻化成一种形体8个小时，
不过想要再次幻化而成同样的形象，需要间隔1个小时才行，每天顶多能变成4种形象。就像我今天除了能幻化成飞虫、小鱼和现在这么高的巨人，还有一次幻化易容的机会了。好，那够用了，没问题的。什么够用了？米娜脸又是一红。没什么呀。邱洛尘不再逗他，言归正传。你的姨娘这么对你，你想要怎么对付她呢？听了邱洛尘的话，米娜微微摇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夫君，你教我该怎么做？我听你的。邱洛尘知道，米娜虽然年纪不小了，可这么多年应该没经过多少世事，遇到这种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认真想了想，如果不惩罚你的姨娘，以后她还会害你。要是我，你的姨娘就不能留。啊，杀了她吗？米娜有些害怕。你不杀她，她就会杀你。对待恶人必须以恶制恶。可我从来都没杀过人，我不敢。邱洛尘一笑，没想到身材这么魁梧壮硕的米娜竟然这么胆小。米娜嘴一撅，你笑我。邱洛尘赶紧端正神色，杀人不一定非得自己动手。你的姨娘这么对你，要让你的父亲知道，看他怎么处置。要是他手下留情，我们再想办法，随机应变。我的父亲疼我，可他也疼姨娘，更疼我的妹妹。他们经常欺负我，所以我才把身体练成这样。族人之间打架不能用法术，不能拼修为，只能斗拳脚比体力。邱洛尘点头，心中明白了，怪不得米娜成了金刚芭比。虽然米娜的父亲也疼她，可是对姨娘和姨娘生的孩子也是纵容的，否则姨娘也不敢下手毒害米娜，毕竟深入查下去是可以查出来的。姨娘这么做定然是有恃无恐的。邱洛尘暗暗咬牙，一定要替善良的米娜出头，整治她的姨娘和妹妹，必要时就下杀手，以绝后患。米娜，你真的能按照我说的做吗？米娜认真的点头，她胸前的2座小山在水中剧烈摇晃，看得邱洛尘心中一荡，可现在不是心猿意马，想其他事情的时候赶紧收回心神。米娜，我有个主意。米娜贴近邱洛尘的耳朵，什么主意啊？吐气如兰，弄得邱洛尘耳朵痒痒的，心里也痒痒的。你还要装成中了深明毒果之毒的样子，你不能动，不能说，但是眼睛却是可以看见的，只是失去了金铜雷霆诀之力。啊，为什么啊？米娜的大眼睛忽闪，长长的睫毛好像浓密的蒲扇。因为只要你的眼睛是好的，你的姨娘还会害你。哦，米娜恍然大悟，婢女们在房间外等了很久，也不见米娜小姐出来，觉得有些不对，当即不管能不能被责罚，推门进了屋。只见小主人躺在水里一动不动，紧闭着双眼，立刻轻声呼唤：小姐，小姐。米娜还是紧闭双眼，一动不动。一个婢女轻轻推了米娜一下，米娜的身上竟然没有一丝气力，只是这么一推就滑倒向一侧，然后向水下沉去。婢女们这才察觉不对了，惊呼着把4肢软绵绵的米娜抬出来，一边帮她穿上衣服，一边出去向族长禀报。族长米苍穹正在与族中的长老们开会，处理族中事务。最近他身体不好，总是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处理事情有些缓慢。听婢女说小姐米娜晕倒了，米苍穹微微皱眉，已经把全岛最好的药都给这孩子治病了，怎么还不见好呢？带我去看看吧。守在门外的姨娘走了进来，老爷，米娜那孩子一向是有内疾的，这么多年了，总是不好不坏的，估计让族中的灵医开些药调理，就不会有事的。您这忙着，我去看看就行了。米苍穹微微犹豫，随即点头，也好，那就有劳夫人了，把灵医叫去吧，等这会议开完就过去看他。姨娘点头，遵命，老爷。姨娘出了门，来到了米娜的住处，婢女们已经替米娜穿好了衣服，抬回了她居住的房间。这里是宫殿之中的一处单独院落，很是僻静。姨娘进了屋，斥责屋中的婢女：小姐好端端的，怎么说出事就出事了？你们这帮狗奴才，是不是怠慢小姐了？屋中的婢女吓得全都跪地不起。我们哪敢怠慢小主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啊。姨娘冷哼，来到了床前，看向米娜，突然脸色大变，因为米娜正缓慢地睁开了眼睛，她眼中清澈，哪有中毒的迹象？姨娘大惊，飞快地跳到一旁，害怕被米娜的金铜雷霆诀所伤。在婢女们的诧异之中，闪躲到一旁的姨娘观察着米娜，等了一会儿没见米娜转头，也没再有任何动作。姨娘眼珠转了转，靠近查看，只见米娜正圆睁着双目，凶狠地看着她，眼神中带着仇恨。姨娘明白了，米娜现在虽然双眼能看见，但是金铜的能力消失了，而且依然不能动，也发不出声音。姨娘惊惧的心情稍微缓解，吩咐婢女去把灵医找来，就说是我的邀请。没用多久，灵医来了，这是一个身材清瘦的中年巨人。姨娘看着左右吩咐：灵医诊治，不便打扰，有我在就行了，你们都先退下吧。眼看着婢女们退了出去，姨娘突然看着灵医冷声道：你告诉我，深明毒果可以让他目不视物，如今他的眼睛为何还好好的？灵医面色一变：夫人，那毒果之毒可透骨蚀目，不会错的。
是吗？那你去看看吧。林一来到米娜身旁仔细看了看，不禁吓了一跳，和姨娘一样先躲到一旁。姨娘撇了撇嘴，这丫头动不了，而且金童之力应该已失，但是却能看得见。林一长出一口气，夫人，这就是了，可能是米娜眼中有雷霆之力护着，所以只是伤了她的金童，事物之能还在，这样不也挺好吗？米娜的金童之力没有了，又不能动，免得双目尽黑让族长疑虑。姨娘面色阴沉，我在乎米苍穹那个老家伙疑虑吗？他也活不长了，我就是不想看见这死丫头的眼神，深明毒果都被我用了，你快点想其他办法，把她的眼睛给我弄瞎。林一想了想，深明毒果都不能完全伤到米娜的眼睛，估计一般的毒也不好用，我那里还有尘埃草和离经花，带我去调配一种毒物出来给她服下。姨娘皱着眉，那你快去吧，米苍穹那老东西我先敷衍他，就说米娜是救急发作，服了你给的药，暂时不要过来打扰。林一点头，好，我先让米娜睡过去吧。说着掏出一粒丹药硬塞进了米娜的嘴里，没用多久，米娜眼睛一阵迷离，很快就闭上了。姨娘和林一放了心，转身离去。出门的时候吩咐婢女们不要进去打扰。房间里静了下来，突然米娜睁开了眼睛，然后张开了嘴，把林一塞进嘴里的丹药吐了出来。米苍穹开完了会，用手揉了揉头，这些天来他的头越来越疼，同时他的心中也很是忐忑，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金铜雷霆诀已经不能用了。作为巨人族的族长，这件事情很是严重，金铜雷霆诀和裂天震海吼是保护巨人岛的威慑之力，没有了这两样本事，巨人岛就会被北海里其他的种族给灭掉。族中的林一说，可能是他的年岁大了，又操劳过度，给他吃了一些丹药，虽然身体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彻底的康复，就连施展裂天震海吼的功力都消退了很多。米苍穹在考虑要不要把族长之位传下去，他有2个女儿，大女儿米娜坚强果敢，为人善良，最适合族长之位，可是她虽然身具金铜雷霆之力，但是却不能出声说话，无法施展裂天震海吼，一直在想办法医治，但是都不见成效。二女儿米珠虽然身具这2样本事，但是却刁蛮任性，还有些不通情理，并不适合当族长。可刚才听说女儿米娜昏厥，看来她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差，很可能无法治好身体了。姨娘说林一已经给米娜服过药了，暂时不要去打扰，还顺便夸了夸女儿米珠。米苍穹明白这位小妾的意思，可他真的要把族长之位传给并不看好的米珠吗？作为米娜的姨娘，她和米珠曾经欺负过米娜，被她训斥过，后来就收敛了许多，也知道关心照顾米娜了。从今天的事情来看，她这个当后妈的还是能够心疼米娜的。就在米苍穹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眼前一花，一个身材壮硕魁梧却容貌异常美丽的女孩出现在眼前，竟然是米娜。啊，你不是病了吗？米苍穹惊讶地问道。爹，我没病，是姨娘害我的，她趁着我沐浴的时候滴入了深明毒果的毒汁，让我中了毒。米苍穹睁大了眼睛，米娜，你能讲话了吗？之所以不能讲话，也是姨娘害的，是她给我下的毒才不能讲的。米苍穹嘴唇哆嗦，啊，那你如今怎么能讲话的？爹，来不及解释了，姨娘和林一是一伙的，他们还要用尘埃草和离经花害我。爹，你要真的还在乎我这个女儿，就快去救我，晚了就来不及了。米苍穹有些发懵，米娜，你说清楚，怎么回事？你怎么能讲话的？可是在恍惚之间，米娜却突然不见了，只有一只飞虫在空中飞过。米苍穹心中大震，他推门直奔米娜居住的院落冲了过去。门口的婢女和守卫见是族长风风火火地跑来了，不敢阻拦，纷纷避让行礼。米苍穹推门而入，正看见林一要把一粒丹药塞入米娜的口中。米苍穹在姨娘和林一的惊愕之中，伸手把丹药夺了过来，仔细看了看，果然是尘埃草和离经花炼制的药。这2种药组合是剧毒，可让巨人的双目再也不能看见，彻底变成瞎子。米苍穹大怒，你要做什么？竟然下这样的毒手！林一吓得连连后退。族长，我……姨娘皱了皱眉，怕什么？事到如今也就和这老东西挑明了，我们就是要弄瞎米娜，这是我的主意。米苍穹指着姨娘，为何？你为何这么狠毒？姨娘手一挥，整个房间被一层黑色的结界包围。老东西，我也不瞒你，我和林一早就在一起了，等杀了你和米娜，米珠当上族长，我和林一成亲，巨人岛就是我们的天下了。米苍穹怒不可遏，贱人，我杀了你！姨娘冷笑，呵呵，杀我？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的身体已经不行了，金铜雷霆诀早已不能施展，裂天震海吼也是功力有限，而且要是在我布下的结界中使用，最先死的就是已经不能行动的米娜。这时候林一也恢复了镇静，他阴冷地说道，竟然连金铜雷霆诀都不能施展，族长，你完了。说话间，姨娘抬手就是一掌，手掌在空中扩大，变得漆黑无比，把米苍穹笼罩其中。幽冥毒掌！米苍穹大惊失色，贱人，
竟然背着我习练了这种冥海的毒功。姨娘冷哼，练了又能怎样？以你如今的身体，根本接不下我这一掌。老东西，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眼看着姨娘的一掌就要拍下来，米苍穹只好硬着头皮准备应接。他的身体什么样，他自己清楚，确实是挡不住这种毒掌的。突然屋中金光一闪，2道金光穿透了毒掌，重重地打在姨娘身上，姨娘口吐鲜血飞了出去。米娜从床上坐了起来，双眼闪着金光。姨娘吐了口血，啊，你的金瞳还在？怎么可能？灵一突然抖手，一团红雾飞向了米娜的双眼，遮盖住了金色的光芒。只听米娜喊了一声破，声如炸雷，红雾消散。姨娘惊骇欲绝，米娜，你竟然能发声了！灵一再次抬手，可突然他的浑身一颤，一柄黑色的枪尖从他背后刺入，穿透了前心。一个身高还没到他腰部的男子，手中握着一杆长枪，正缓慢地抽出。灵一惨叫了一声，不可置信地倒在了地上。米娜跳下了床，来到姨娘面前，是啊，能够讲话的感觉可真好啊。米苍穹来到近前，上下打量米娜，宝贝女儿，你真的能讲话了吗？米娜点头，父亲，我完全好了，烈天震海吼也可以使用了。米苍穹神情激动，太好了，太好了。说罢，看着趴在地上的姨娘，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不配活在世上，我这就取了你的性命。突然人影一闪，刚刚杀死灵一的邱洛尘出现在姨娘身前，慢着。米苍穹神色一变，你是何人？怎么登上的巨人岛？米娜看向米苍穹，父亲，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哦，救命恩人。米苍穹有些惊诧。邱洛尘躬身行礼，在下邱洛尘，方才去给族长报信的米娜就是我幻化而成的。米苍穹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怪不得有2个米娜，多谢阁下相助。不过你既然身具成仙之后才能有的幻化之能，实在很是了得。邱洛尘态度恭敬，族长不必客套，雕虫小技而已，不足挂齿。米苍穹打量着邱洛尘，只是你身为人族，是如何登上我这巨人岛的？邱洛尘有些尴尬，我略施手段而已，还望族长见谅。米苍穹微微点头，好吧，不管怎样，是你救了米娜，这些事我也就不追究了。你且闪开，让我杀了这个女人。邱洛尘没有动，米娜的姨娘现在还不能杀。邱洛尘的阻拦让米苍穹为之一愣，这么恶毒的女人为何杀不得？留着她就是个后患。邱洛尘说道，她当然该杀，可现在还不能杀。米娜之所以不能讲话，就是这位姨娘下的毒，族长身体出了状况，也应该是这个姨娘所为。问清楚她下的是什么毒，也好对症下药，再杀她不迟。米苍穹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倒是我急躁了。邱洛尘看向姨娘，虽然在地上半趴半坐，却和她一样高。你给族长下了什么毒药，还不如实讲来，否则定然是死路一条。姨娘冷笑，告诉你们也无妨，老东西中了8角冥草之毒，是无药可解的，他的修为根骨会一点点的退化，最后将全身腐烂而死的。听了姨娘的话，米苍穹脸如死灰，真是毒妇，枉我这些年对你的好。说着抬手在姨娘头上一拍，姨娘是当场气绝身亡。姨娘布下的黑色结界也像是冰雪一样融化消失，没有了结界的阻挡，屋外的婢女守卫听到屋里的动静跑进来查看。米苍穹吩咐把尸体都抬出去，并且立即把米珠看管起来，听候发落。米娜抓住了米苍穹的手，父亲，姨娘既然这么狠毒，用了这种毒药，该怎么办啊？米苍穹一叹，事已至此，你的毒是怎么解的？米娜面色一红，看了一眼邱洛尘，女儿的毒是他给解的。米苍穹大吃一惊，阁下是6品药师吗？竟然可解其毒？邱洛尘挠了挠脑袋，是，我确实可以炼些丹药。米苍穹一喜，可能解8角冥草之毒吗？在下可以试一试。邱洛尘答道。米苍穹哈哈一笑，如今在这玄黄大陆上，真正的药师可遇而不可求，没想到天不绝我，竟然让老夫碰到了。邱洛尘看了一眼米娜，朝着米苍穹一躬到地，族长，在下还有一事相求。米苍穹捋着胡子说吧，你偷偷潜入我巨人岛，应该是有所求的，想要什么尽管说，不论是稀世珍宝还是名贵药材，本族长都可送给你，那些都不是在下心中所愿。那你想要什么？在下想向米娜小姐求婚，想要娶她为妻。米苍穹面色一沉，按照规矩，我巨人族是不会与外族通婚的，毕竟身材不合适，差距悬殊，也没法结为夫妻。米娜面色羞红，父亲，我愿意和洛尘在一起。邱洛尘态度诚恳，族长，我虽然不是巨人一族，可我能够幻化成和米娜同样的身高，我不会让米娜难过的。米苍穹看了看米娜，又看了看邱洛尘，好吧，规矩是人定的，又不是不能改。你是名药师，还有幻化之能，这婚事也不是不可以，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吧。邱洛尘如实的回答，
我是大周朝5大世家之一，邱家的家主。听邱洛尘汇报完了情况，米苍穹瞪圆了眼睛。什么？你已经有了10位夫人，让米娜嫁给你是做妾事？不行，绝对不行！米娜面色更红。父亲，我已经与她有了夫妻之实。啊！臭小子，你敢非礼我的女儿！说着，米苍穹举手就要打邱洛尘。米娜赶紧挡在邱洛尘身前。不是这样的，父亲，他是为了救我。邱洛尘有些无奈。是啊，族长，是这么回事。听邱洛尘讲完事情的经过，米苍穹看了一眼脸变成红布的女儿，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不禁再次上下打量邱洛尘。想不到你不仅具有成仙之后才能有的幻化之能，还具有大罗神仙之躯才能有的以夫妻之实改生换命的能力，当真少见。邱洛尘面带疑惑，族长似乎对传说中的仙人和神人都很是了解。算不上多了解，毕竟我巨人一族是最接近神仙的一族。如今不是讲这些的时候，我可以同意您与米娜成亲，但是你必须到我岛上来居住，米娜不能跟你回邱家。我的身体状况你们也都知道，米娜是要接任族长一职的，你做了赘婿，米娜可以安心在岛上做族长。不论你有再多夫人，到我这巨人岛上的时候，你也只有米娜一个夫人。邱洛尘心中苦笑，看来又得做巨人岛的赘婿了。米娜抿着红唇，紧张着地盯着邱洛尘，生怕他不答应。好，一切听族长安排。邱洛尘点头回答。米娜松了口气，米苍穹哈哈大笑，既然答应了，还称呼我为族长吗？邱洛尘赶紧改口，小婿谨遵岳父之命。米苍穹大笑，好，如此我就算死了也无遗憾了。米娜抓住米苍穹的手，父亲，洛尘都说了，他能救你，你不用担心。邱洛尘听米娜这么说，不禁头疼。他虽然想炼药，可还没真正试过，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岳父，小婿还有一事，我想要购买一株奇荣通天菊。米苍穹胡子一翘，买奇荣通天菊？那怎么也？你是我米苍穹的女婿了，还用买吗？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吧。邱洛尘心中高兴，那小婿先要回夜魔岛把这通天菊送回去。米苍穹摇头，那怎么行？你要先与米娜把婚事办了，才可以离开，否则为父可不放心。见米苍穹态度坚决，邱洛尘只得同意。他带着一堆通天菊来见沈醉，让沈醉先回夜魔岛告诉沈凝烟，他在巨人岛有事要做，过些天再回去。族长米苍穹很快就安排邱洛尘和米娜举行了婚礼。为了不让人说东道西，邱洛尘幻化成巨人，身高全程参加了婚礼。等可以洞房花烛的时候，7个小时就要过去了。邱洛尘知道的抓紧时间，不然再过1个小时他就要恢复原貌，以正常的身躯不可能与米娜洞房。掀开盖头，米娜粉面含春，媚眼如丝，邱洛尘再不犹豫，唇迅速的应下。米娜感觉一抹酥麻从唇瓣直达心底，她沦陷了。屋中的烛火摇曳，房间里春色横生，米娜的身体变得发烫，像是要被焚烧了一样，唇齿间已经控制不住的溢出了羞人的声音。邱洛尘极尽所能，在他恢复本来面貌的时候，米娜已经沉沉睡去，他被米娜搂在怀中，那胸前的高耸真的就是2座小山一样，把邱洛尘埋在其中。天色蒙蒙渐亮，邱洛尘醒了，米娜的一双大眼睛像是2汪深邃清澈的清泉，正盯着他看，如同绸缎一样光滑细腻的皮肤在晨光中闪着光泽。洛尘，天都亮了。邱洛尘没法回答，也不用回答。这张床对邱洛尘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可以随意翻转，清晨的阳光洒下，好不惬意。过了好久，2个人才安静下来。米娜把邱洛尘搂在胸前，让身高1.8米的邱洛尘第一次有了小鸟依人的感觉。洛尘，你虽然名义上是赘婿，可只要父亲中的毒解了，他老人家能够恢复功力和本事，就可以继续做族长，那我就能够随同在你的身边了。想到要给老丈人米苍穹解毒的事，邱洛尘很是头疼。虽然他可以解去米娜中的毒，让他康复，但那是因为有系统的缘故。可族长米苍穹是个老头，又不是女人，要想给他治病解毒，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邱洛尘问过系统了，我得怎么给巨人族长解毒呢？建议从赠品之中找一找办法，这就是系统的回答。邱洛尘无奈，好吧，看来只有我自己想办法了。但是系统的回答还是提醒了他。当时邱洛尘突然想到了上清炼丹功法，这功法之中就有如何炼制解毒丹药的方法。炼丹是需要具有火属性和木属性2种修为的人才行，而玄黄大陆上的人都具有金木水火土5种属性，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炼丹。据邱洛尘目前所知，如果炼的丹药能够治病，可以提升功力修为，甚至能够改变根骨，就可以成为药师。但是不论是邱家还是大周朝的其他几大世家，对炼丹和药师的事情都知道的不多，而且一知半解，这让邱洛尘始终处于糊涂的状态。他一直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邱洛尘依靠吸收灵石的灵力，让修为达到320年之久的时候，他试着在心中演示过，估计是可以炼出上清炼丹功法之中一重境界的一品丹药的。
但是得到顶级炼丹炉紫金烈阳鼎以后，邱洛尘还没有真正试炼过，毕竟没有师傅指导，只靠看书自悟，他心中总觉得没底。可老丈人米苍穹说只有6品药师才能解其毒，这让邱洛尘产生了困惑。按照上清炼丹功法中所写的10重炼丹境界，练到第2重境界就得需要1000年，练到第6重需要16000年的修为境界。可在玄黄大陆上，人的寿命只有500年，要是6品丹药对应功法中的6重炼丹境界，那玄黄大陆上的人怎么可能达到？邱洛尘百思不得其解。邱洛尘再次询问系统，这次系统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宿主，我只知道上清炼丹功法是至高无上的炼丹术，是神界用的功法，其他的我不清楚。原来如此，系统的这个回答让邱洛尘突然想通了一点，玄黄大陆上的药师标准一定与上清炼丹功法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想到这里，邱洛尘问米娜：你知道如何才算是6品药师吗？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是不是这个级别，炼出的解毒丹药能不能为你父亲解毒？米娜眨动着眼睛，听我父亲说过，6品药师在玄黄大陆上少之又少，很难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死亡，或者离开玄黄大陆，再或者飞升仙界了。不过我能看出来夫君是神藏境的修为，还会仙界的功法，有神人的本事，我相信你就是6品药师。邱洛尘一笑，你相信我是没错的，可我还是得确切知道药师的标准才行，我邱家没有人懂得这些，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籍。米娜想了想，父亲的藏书阁里就有这方面的书，我们去给父亲请安吧。再不起床，该让别人笑话了。我还不想起床。米娜伸手把他抓住，语带娇羞，不要了，再来就起不了床了。邱洛尘给老丈人请了安，米苍穹让邱洛尘和米娜坐下，这位族长看上去更加憔悴了。米珠逃走了啊！米娜一惊，逃走了。米苍穹点头，是啊，米珠趁着你们婚礼大家忙着庆贺，防范松懈的时候逃走了，应该是已经逃出了岛，我已经派人去追了。其实我也没打算杀她，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只要不是与她母亲沆瀣一气，囚禁她一段时日也就算了，可没想到她却逃了出去。她身具精同雷霆诀和裂天震海吼2种本领，若是出去之后任意胡为，一定会引来海中各族各岛对我巨人岛的怨恨不可。不知父亲派谁去追赶了？米娜问道。为父派了族中的2位长老，他们有防御之力，不会被米珠所伤。米娜点头，那样就好，父亲也不必为此事劳神了，相信不用多久就可以把米珠擒回来的。父亲，洛尘准备炼丹为您解毒，想去藏书阁找些书籍看看，还望您应允。米苍穹很爽快地拿出了一串钥匙，以后这巨人岛都是你们2个人的，你夫妻想去哪里都可以。在米娜的引领下，2个人很快就到了藏书阁，取出钥匙打开门，门后是有结界保护的，不过只要是用钥匙开门而不是强行突破的，结界会随着阁门的打开而露出空隙。2个人走了进去，门在身后自动关闭。藏书阁非常大，共有3层，米娜身处其中都显得有些渺小，对于邱洛尘来说就更加巨大了。阁里每一层的墙壁四周都摆放着高高的书架，书架又分出很多隔断，每个隔断里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书籍。在藏书阁正中有一张巨大的桌子，上面有一本检索目录，详细记录着哪一层哪一隔断都摆放的是些什么书。巨人族看的每本书对于邱洛尘来说都很大，不过这样看起来倒也更为容易。邱洛尘和米娜按照藏书阁的目录检索，翻遍了所有与炼丹相关的书籍，都没找到邱洛尘想要的答案，不禁有些泄气。米娜走过来，轻轻靠近邱洛尘，洛尘，看来藏书阁中没有你需要的书，我们还是去问族中的长老吧，或许他们会知道的。邱洛尘点头，看来也只能如此了。突然邱洛尘眼睛一亮，他看见了一本书，这本书看起来很是破旧，没有名字，应该不知道多少年都没有人碰过了。邱洛尘拿起书仔细观看，上面的字他却不认识，他把书递给米娜，这书上的字你认识吗？米娜接过书仔细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这是我们巨人族用过的一种文字，书中的意思是说这座藏书阁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里面有些隐秘，等待后人来发现。邱洛尘的有些疑惑的四下看了看，这里的书我们几乎都翻过了，好像并没有什么秘密啊，难道是藏书阁本身有什么秘密或者隐藏的地方我们没发现吗？米娜想了想，有这种可能，不过书上说这个隐秘只是给有缘人看的，人多了隐秘会自行躲藏，那就找不到了。邱洛尘认真想了想，这里是禁地，要是还在我们手里，不会有外人来打扰的，让我们在藏书阁里仔细找一找吧。米娜点头，2个人开始仔细寻找，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找来找去，米娜的手不由自主地向桌下摸去，似乎有一种不一样的触感，这里刚才看过是没有任何异常的。米娜的手上用力，只听咔的一声，那张巨大的桌子开始缓慢移动，在桌子下面出现了一个洞口。2个人都闪目查看，只见桌子下面的洞口上有一扇门，邱洛尘伸手推开，
拉着米娜顺着台阶走了下去。台阶很长，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了尽头。这里竟然是个宽大的石屋，石屋里空空荡荡，但是墙上却密密麻麻刻着许多的文字。这些文字就像是活的一样，在墙壁上浮浮沉沉，飘忽不定。邱若尘仔细观看，可这些字他一个都不认识，这不是玄黄大陆上使用的文字，这是我巨人族的远古神文，用金铜雷霆诀就能读出来。米娜的双眼闪现金光，米娜只看了几眼就露出惊喜。洛尘，这上面所刻的字就是你要找的信息。邱若尘一喜，你读给我听。米娜从头开始念了起来，邱若尘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惑。这些文字是巨人族的一位远古先祖所刻的，他已经飞升进入了神界，有一天思念故土，他就以无上法力跨越空间回到了巨人岛重游旧地。这位大神觉得需要留下些什么，就刻下了这些文字，希望告诉后人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有助于族人的成长。在这个婆娑世界中，分为凡界、天仙界、天妖界和天魔界，而在婆娑世界之外还有很多世界，在所有这些世界之上有一个崇高的存在，就是神界。婆娑世界中的凡界有3个大陆，分别是玄黄大陆、玄清大陆、妖兽大陆。玄黄大陆和玄清大陆住的都是能够修仙和修魔的族群，巨人族就是其中之一。玄黄大陆和玄清大陆之间是高达万仞的昆吾山，2个大陆四周被大海包围，而大海的最外围就是冥海，以冥海为界，之外就是妖兽大陆，住的都是妖怪精灵。冥海是个特殊的存在，里面人妖混合，什么稀奇古怪的族群都有。凡界的族群飞升可进入天仙界或者天魔界，主要看飞升者心性和功法。如果修炼的是魔功，心性已经成魔，就会飞升进入天魔界，否则就是天仙界。妖兽大陆的妖兽精怪飞升之后，进入的是天妖界。天仙、天魔和天妖3界是3个平行独立的存在空间。凡界族群的修行者有了天极根骨、渡劫之躯，并且有了足够的修为，就可以经受天劫考验，能够承受天劫的就能飞升入天界。在每个大陆上都有3处可以经受天劫的地方，如果不经受天劫，不论修为多高也不会飞升到上一境界。不论哪个世界，不论哪一界，都有药师的存在，而各界的标准是不同的，神界的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凡界药师的等级分为7品，这由药师公会评定，对应的药师炼出的丹药也分为7个品级。如果不经过药师等级评定，可根据灵力修为自行确定药师品级。具有50年灵力修为的为1品药师，100年灵力修为的为2品药师，150年为3品，200年为4品，250年为5品，300年为6品。但是要想成为7品药师，就需要450年的灵力修为。药师公会从远古就存在，总部位于玄清大陆上，达到品级的药师都会被招去那里，所以在玄黄大陆上，高品阶的6品药师几乎是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听到这里，邱洛尘终于明白了，凡界和神界的药师标准不一样，他修炼的上清炼丹功法是神界功法，竟然超然于婆娑世界之外。功法中的炼丹一重境界就包括了凡界的所有药师品级。邱洛尘算了算他吸收的灵石，如今有320年的灵力修为已经被他用于提升根骨、身躯强度，让他达到了神藏境修为，还有240年的灵石之力储存在身体里，他没有转化，因为他已经是仙级根骨下品，渡劫之躯8重。邱洛尘担心继续提升修为会遭受天劫，不过现在他不担心了，按照巨人神文的记载，只要他不去接受天劫，就可以在凡界一直生存下去，因为他有系统这个特殊的存在。其他的人为了长生，避免死亡，到了这种境界必须得去飞升，不会像他这样存了这种心思。邱洛尘这时候也松了口气，放了心，他如今的灵力修为炼出的解毒丹药可以是凡界的7品丹药了，老丈人米苍穹的毒他可以解了。虽然没有玄清大陆上药师公会的认证，但是邱洛尘体内的修为功力都是灵石所化的灵力，正是炼丹所需要的。现在这些灵力修为加在一起有540年，已经超过了巨人神文中所记录的7品药师需要的450年灵力修为。这就表明邱洛尘炼的丹药是7品丹药，可以给米苍穹解毒了。婆娑世界之中，凡界的药师炼药需要3个条件：药材、丹火、灵力。巨人岛上天然生长有各种药材，炼制解毒丹的药材岛上都有。炼丹炉所用的丹火不是普通的火，它的来源途径是所有凡界药师一直研究的课题。有的丹火取自某种天材地宝，有的是妖兽之火，还有的来自传说中的异火。丹火一旦点燃，就能够封存于丹炉之中，不用的时候可以处于封存状态，只是会缓慢地消耗灵力修为。系统给邱洛尘的紫金烈阳鼎之中本身就封存有丹火，只要邱洛尘用灵力修为催动就可以了。有了这些条件，邱洛尘如今信心十足的可以给米苍穹解毒治病了。米娜认真的给邱洛尘读着这位远古巨人先祖留下的神文，读到最后，米娜突然停住了。邱洛尘看向米娜，只见米娜的神色有些古怪。米娜，
怎么了？可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记录吗？米娜摇头，突然一把将邱洛尘抱了起来，在空中旋转了数十圈。邱洛尘被弄懵了，米娜，你轻点，为夫都被你转晕了。米娜高兴地把邱洛尘捧到眼前，神纹最后是先祖传授的一种功法，可以变化身体大小的功法。啊！邱洛尘一惊，变化身体大小。米娜点头，是啊，先祖说我们在凡界的巨人一族在飞升之前没有幻化之能，行走天下的时候太过显眼，引人注目，所以传下来一种功法，可以改变身躯大小。邱洛尘也是一喜，那就太好了，以后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变成和我一样的大小身高，就不用弄出那么大的动静了。米娜脸一红，坏人，那还不是你太用力了吗？就算不是巨人身躯，也不能太小声。邱洛尘刚想逗米娜几句，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怎么没听你父亲讲过这种功法呢？难道他不知道这里有这位先祖留下的神纹吗？米娜微笑，父亲是一定不知道的，这里是先祖撕裂空间之后用神力建出来的，这些神纹就是先祖留下来的神力，哪个后人有缘先看到，这神力就归谁。说话间，整个房间一阵抖动，墙上的每一个字像是活了一样，跳脱而出飞入了米娜的身体之中。米娜把邱洛尘放了下来，片刻之后，墙上一个字都看不到了，而米娜身体闪着耀眼的光芒，过了很久才恢复正常。米娜口中念念有词，恍惚之间，她的身躯不断缩小下去，变成了只有1.8米的身高。在邱洛尘的惊讶之中，米娜念念有词，又恢复到了5米的本来身高。如此翻来覆去，变大变小了好几次，米娜才停了下来，伸手搂住了邱洛尘。洛尘，以后你想让我变成多高都可以了。邱洛尘坏坏一笑，那以后可就不只有108种姿势了。坏人米娜轻轻地打了邱洛尘一拳。神纹入体还有其他好处吗？邱洛尘搂着娇妻问道。金铜雷霆诀和裂天震海吼，原来我只能修炼到第4层境界，我父亲也只能达到第7层境界，如今我都可以达到满级10层之境了。用一番亲热表达了庆贺之后，两个人走出了地下的这间密室，把桌子推回到原位，准备离开。邱洛尘突然停住了，伸手一招，把那本巨人族双身修行法抓在手里，扔进了储物的空间戒指之中。米娜一愣，洛尘，你这是干嘛？哼，我觉得那些姿势还可以再深入研究一下，等我琢磨透了你再还回去吧。米娜面色微红，哼了一声，不过也没有阻止。两个人离开了藏书阁，去见米苍穹还了钥匙，然后开始准备炼制解毒丹药。上清炼丹功法里面有3种万能解毒丹，分别是需要81种药材的解毒神丹，可解死人之毒，能起死回生；需要49种药材的解毒仙丹，可解濒死之毒，能枯木逢春；需要36种药材的解毒金丹，可解天下奇毒，能丹道毒除。仔细对照之后，能配置齐全的只有需要药材最少的这种解毒金丹，不过也正适合米苍穹的中毒情况。米娜找到米苍穹，下令族人采集药材，没有1天时间，36种药材就齐全了。邱洛尘取出紫金烈阳鼎，按照上清炼丹功法中所写，反复试炼，经过了9次的失败，第10次终于成功，炼制出了他人生中的第1颗丹药。米苍穹接过丹药的时候，仔细看了看，不住点头。上有7彩丹纹，丹香四溢，可凭空引发丹药4周的能量涟漪，却是7品药师才能炼制的7品丹药。没想到我的女婿竟然是7品药师，真的是捡到宝了。米娜，可要好好的对待洛尘啊。米娜娇嗔的睨了邱洛尘一眼，我待你不好吗？邱洛尘陪着笑，好，非常好。岳丈，您快服药吧，若能解去您中的毒才算功成。米苍穹服下丹药之后，盘膝而坐，闭着双眼吸收药力。邱洛尘和米娜都不错眼珠的盯着米苍穹脸上的神情变化，没用太久，米苍穹面无表情的睁开眼睛，站起身。米娜紧张的询问，父亲怎么样了？突然米苍穹的双眸中金光闪现，2道金光从他的眼中随意的射出，打在地上，轰隆一声，地面塌陷出了一个只有1尺见方却可打100丈的深坑。米娜高兴的跳了起来，父亲，您的毒解了。米苍穹大笑，哈哈哈，不仅仅是毒解了，我的一身修为又提升了，这金铜雷霆诀可达到第8层的境界了。邱洛尘松了口气，老丈人的毒解了，他就可以带着米娜离开巨人岛了。米苍穹眼中的金光收敛，突然伸手抓住了邱洛尘。邱洛尘一惊，他现在是正常的身材，被米苍穹轻轻一拽就到了近前。米苍穹的2只环眼盯着邱洛尘，好女婿，为了感谢你给我解了毒，我要给你奖赏。米苍穹的2只眼睛比邱洛尘的脑袋还大，被他这么近距离的盯着，很不自在。邱洛尘陪着笑，呵呵，岳丈不知是何奖赏。米苍穹朝着外面喊了一声，你们进来吧。话音刚落，房间门被推开，依次走进来4个巨人族女子，每一个都花容月貌，身材前凸后翘。米苍穹伸手一指，这4个丫头就是给你的奖赏。
邱洛尘大惊，啊，还有这种好事！看见4个巨人美女的时候，系统的提示音就接连不断的响起。名字：川儿，根骨，圣级，肉身境界，金身之躯，级别5星。接着分别是夏儿、秋儿、冬儿，他们的根骨、肉身境界、系统评定级别都与川儿相同。看着邱洛尘吃惊的表情，米仓琼微微一笑。为父知道女婿的夫人多，心不完全在这座岛上，这4个丫头就算是米娜的陪嫁，这样也能让你这位7品药师把心多往我巨人岛上放一放。另外，米娜有了伴，也免得被你的其他夫人欺负。邱洛尘苦笑，就米娜这种体格，谁敢欺负她？4个巨人女子上前行礼，拜见主人，拜见夫人。邱洛尘看了眼米娜，这不好吧？米娜睨了邱洛尘一眼，有什么不好的？这样以后免得你到了巨人岛上还想着其他的地方。米娜美眸扫过春儿、夏儿、秋儿和墩儿，以后我们就以姐妹相称，互相帮衬，让洛尘心有所想吧。巨人美女自然听米娜的话，连忙一起点头表示听命。邱洛尘知道米仓琼的用意，这是为了拴住他这个7品药师的心，以后可以多为巨人岛出力。米仓琼面带微笑，择日不如撞日，今夜就为你们举办婚礼吧。当天晚上，巨人岛再次张灯结彩，庆贺族长的女婿7品药师邱洛尘纳妾成婚。洞房花烛之前，米娜依依不舍地拉着邱洛尘的手，眼神幽怨。洛尘，今晚有妹妹陪你，我不能在你身边了。邱洛尘这时候已经幻化成了5米的身高，虽然你不能总是陪在我身边，但是你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多教教他们，毕竟有些事情还得靠你指导呢。米娜微微点头，面颊绯红，我知道了。阴阳合欢至尊功法，巨人族双身修行法，这2种功法都名不虚传。邱洛尘在巨人岛上住了1个多月，春儿、夏儿、秋儿、冬儿陆续都有了身孕，但是米娜的肚子还没有任何的动静。邱洛尘开始天天和米娜待在一起。这天晚上，2个人早早的回房休息。米娜变化成了1米8的身高，2个人情之所至的时候，突然一团黑气从储物戒指中飞出，然后砰的一声在邱洛尘眼前炸开，接着黑烟在邱洛尘的眼前漂浮而过，轰然消散。邱洛尘大惊失色，一下坐了起来。米娜关心地搂住他，洛尘，出什么事了？邱洛尘神情变得严肃，这是我带在身上的夜魔岛传信黑烟，沈醉出事了，遇到了大麻烦。沈醉？夜魔岛的那个郎中吗？米娜问道。是的，邱洛尘点了点头。你不是已经把奇荣通天局给了他，让他回夜魔岛了吗？沈醉利用黑烟传来的消息说，他把通天局送回了夜魔岛，配好了药之后，我还没有回去。沈凝烟放心不下，让他再次回到巨人岛附近等我。可他突然遇到了一个身高6米的女巨人，眼中能射出金光杀人，强迫着夜魔船去了一个未知的海域。在一座大山前停下，女巨人把他们带进了峡谷之中的一个山洞之中。女巨人每天不出洞就吃船上的人，如今已经吃了3个人，沈醉才终于找到机会传出了消息，让我快去救她。那个女巨人恐怕很快就要吃到她了。米娜睁大了双眼，6米高的女巨人眼中还能闪现金光，那应该是米珠。没想到她是利用可以隐藏行踪的夜魔船逃走的。邱洛尘起身穿上衣服，我要去救沈醉，不能让他被米珠吃掉。米娜也起身穿衣裳，洛尘，我随你同去，否则你可能斗不过米珠的雷霆诀和烈天吼。邱洛尘想了想，也好，就是辛苦你了。米娜睨了邱洛尘一眼，2夫妻还用客套吗？2个人迅速出了屋门，通知了川儿、夏儿、秋儿、冬儿4个人，这4个妾室也要同行，被邱洛尘阻止了。他们都有孕在身，保胎要紧。巨人一族不会飞行，但是他们有豢养的可以展开双翼飞行的翼马。米娜用变小的18米的身高与邱洛尘同时骑乘1匹一马，按照沈醉提供的方位飞了过去。一马的速度很快，用了半天的时间就看到了前面的一座高山，山高1000丈，上面古木参天，遍布密林。米娜一直都生活在巨人岛上，从来没有远行过，她也不知道这座山是什么山。邱洛尘指了指山中的一处深谷，在峡谷的悬崖之下有一个巨大的洞口，沈醉标明的位置应该就是这里。邱洛尘刚想让一马飞进去，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从那山洞口里窜出了一个巨人，巨人在空中几个翻转落在了地上。这是一个身高足有6米的女巨人，皮肤颜色同米娜一样，都是小麦色，一头卷曲的黑色短发，五官虽然端正，但是面容狰狞，浑身上下透出一股凶悍之气。这就是米珠。米娜一边指挥一马隐藏起来，一边悄悄告诉邱洛尘。米珠这时候神色非常紧张地盯着空中，双眼闪着金光。一道红光划过，停在米珠的上空。邱洛尘凝神观看，只见红光却是一个身穿红衣，只有1尺高的小人。这个小人竟然还是个非常俊俏的美人。空中这个只有1尺高的小美人，穿衣风格很是大胆，
上身穿紧身红色露脐小衫，显得身材异常的饱满玲珑，酥胸半露，有喷薄欲出的感觉。下身穿着红色热辣短裤，露出一双修长的美腿，虽然只有1尺左右的身高，娇躯却依然野性诱人。乌黑的长发随意的从肩头披下，一直垂到纤细的腰部，脸上罩着轻纱，只露出淡蓝色的眼眸，顾盼生辉。眼波流转间，魅惑横生，虽然不能看到全貌，可已经展现了惊心动魄的美貌。叮，系统提示音响起，名字苏雅，根骨仙级，肉身境界散仙之躯，级别8星，散仙之躯。这是传说中的大成肉身境界，竟然会在这里出现，而且还是系统评定的8星级别。邱若尘的双眼当即就睁大了，不错眼珠的盯着苏雅的一举一动。苏雅停在空中，看着比她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米珠，米珠似乎很是惧怕这个小美人，身躯紧绷，全神戒备。一个软糯但是清冷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巨人，你不仅吃人害命，还妄图偷盗我族中宝物，当真罪不可赦。米珠摆出了随时可以应战的姿势。苏雅女王，我并不知道食魂坤无刀是你天行族的宝物，只要女王能放我离去，我保证以后再不打这把凶器的主意。食魂坤无刀这个名字邱若尘倒是听说过，邱家关于兵器的记载有很多，其中记录这有婆娑世界中的10大凶器，食魂坤无刀排名第5。苏雅冷声：巨人族嗜血吃人，那是万年之前的事情，后来有族中杰出人物做了族长，决定痛改这一恶习。这位族长不仅把族人都带到了海中的巨人岛上，远离人族，还封存了所有巨人心中关于以人为食的恶念。没想到今日你这食人巨魔却又出现了，我岂能容你活在这世上？米珠双眼金光闪烁：苏雅女王，我身有金瞳，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你们天行族在万年之前还被称为小人族，若不是受我巨人族保护，早就被妖兽们灭掉了，也不会后来有你的出现。苏雅女王冷笑：万年前巨人族确实庇护过我天行族，可3000年前巨人岛被冥海妖兽攻击，我天行族也是倾尽所有相救的，这个人情早就还了，如今就事论事，我不论你是何身份，都不会放你逃脱的。说话间，苏雅女王在虚空中前行，每一步都仿佛走在平地上一样，一步一步逼近了米珠。米珠开始步步后退，不过她的一步要比苏雅女王的每一步大了很多很多，但是不知为什么苏雅却距离米珠越来越近。米珠察觉到不对，她猛然停身站住：苏雅女王，你不要逼我，我只是不想因为我的意外导致巨人族和你天行族开战，我并不是怕了你。苏雅依然步步前行，开战又能如何？以为本女王会在乎吗？你这种吃人的巨型恶魔，不杀你还会祸害别人，不杀你本女王实在心意难平。米珠双眸的金光猛然一亮，2道金色光柱带着雷霆之声，势如破竹般射向了苏雅。邱若尘心中一阵紧张，8星的美人可别有意外才好。面对射来的金光，苏雅毫不在意，继续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继续前行。金光在射到距离苏雅身体的1丈开外，像是遇到了什么无法突破的透明屏障，突然停住，发出了让整个山谷都为之震颤的轰鸣声，但是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寸进，根本伤不到苏雅分毫。随着苏雅的前行，2道金色光柱也慢慢后退。米珠神情越发的恐怖狰狞，她猛然张开嘴，一声大吼，吼声震天动地，四周的山体都为之颤抖，有要崩塌的趋势。邱若尘的心神也为之打了个哆嗦，好霸道的裂天震海吼。苏雅神色自若，她抬手一挥，因为米珠这一吼而产生的能量波动，刹那间都被化为无形。而且在米珠接连不断攻击的整个过程中，苏雅在虚空中前行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时候已经走到了米珠眼前。在米珠惊诧的目光中，苏雅伸出小手一掌拍了出去。苏雅的手掌应该都没有米珠的手指甲大，但是却让米珠神色大变，她挥拳迎了上去。米珠巨大的拳头与苏雅的手掌相碰，给人的感觉就是螳臂当车，又仿佛是一座大山撞上了鸡蛋一样。可结果却正好相反，只听见啊的一声惨叫，米珠口喷鲜血，翻滚着被震飞了出去，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巨人族是以身体的强悍而著称的，没想到却承受不住苏雅女王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掌眼，看着米珠飞了出去。苏雅如影随形，又是一掌挥出，米珠的一条手臂已经粉碎，只能抡起另外一条手臂抵挡，同时双眼射出2道金光。可再次一声惨叫传来，米珠又是继续大口喷血翻滚了出去，她的另外这一条手臂也被震得粉碎。躲在暗处的米娜手一直被邱若尘紧紧地攥着，她怕善良的米娜忍不住出手去救米珠，可苏雅女王做的没错，吃人的巨人就是恶魔，必须将他除掉。随着米珠被震飞的身躯，苏雅继续紧跟到，在凄厉的惨叫声中，米珠的2只眼珠被他的小手打爆。苏雅准备挥掌拍碎米珠的头颅，可就在这时候，身后惊风响起，苏雅猛地蹙眉，身形一晃，躲到了数百丈之外。2柄金色的大锤砸了下来，2个巨人也随着从天而降，
原来是巨人岛派出来追拿米珠的2位长老赶到了这里。2位长老看了一眼双眼淌血、双臂粉碎的米珠，指着苏雅怒不可遏：“你是小人族的吧？怎么出手如此狠毒？你可知她是我巨人族族长的女儿吗？”苏雅打量着2个高大的巨人，首先，我族已经不叫小人族，而是称为天行族。其次，这位女巨人确实说过她的身份是你族中之长的女儿，可就因为如此，我才要杀了她，免得她以后危害天下，因为她是一个食人的恶魔。2个巨人族长老大吃一惊，食人？不可能，我巨人族这一恶习早就在万年之前就改掉了。苏雅美眸中透出冷意，这女巨人不止吃人，她还要偷走食魂昆吾刀。这把刀只需要具有神藏境以上的修为，就能发挥出她搜破食魂的刀气。遇到者所有心中被封印压制的恶念都会释放出来。若是她把这凶刀带回巨人岛，就会用食人之心解开所有巨人心中的恶念。要是所有巨人都开始食人，这天下就会成为炼狱。2个巨人长老一愣，还有此事？可这时候米珠突然厉声高喊：“长老不要相信他，他是在血口喷人，我只是想偷那凶刀防身，并没有吃人。”2个巨人长老晃动手中金锤：“我们也不相信米珠小姐会吃人，我们要先把她带回巨人岛，交给族长，其他的事以后再说。”苏雅女王淡蓝色的美眸中射出2道寒光，既然如此，那就谁都别想走了。话音刚落，苏雅已经冲了出去，2只小手拍向了2位巨人长老。2位长老不敢怠慢，立即抡锤相迎，锤掌相碰，2柄金锤竟然都被震飞了出去，2个长老也轰然倒地，晕了过去。米娜心中大惊，她害怕苏雅女王对这2位长老痛下杀手，刹那间2道金光从她的双眼里发出，射向了苏雅。邱洛尘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米娜的金铜雷霆诀已经达到了第10层满级境界，自然是非同小可。就连身为散仙的苏雅女王也没有敢直面金光的锋锐，疏忽之间，女王的身影消失不见。可她下一秒就在米珠的头顶上突然出现，一脚踩了下去，米珠的头颅当场碎裂，死于非命。再下一秒，女王就出现在了邱洛尘和米娜眼前。本王早就发现你们2个躲在此处，没想到竟然还有一个可以改变身躯大小的巨人。邱洛尘上前一步：“苏雅女王，这是个误会。”苏雅秀眉上挑：“误会？先是吃人的巨魔，后是这么多巨人都来了我的地界上撒野，然后说是误会吗？”邱洛尘躬身行礼：“请女王听我解释，真的是误会。”苏雅抬手一掌拍下，那小小的手掌竟然在空中幻化成了如同山岳一般大小，把邱洛尘和米娜全都笼罩其中。有什么误会，等留住你们再说吧。2个人当然不能坐以待毙。邱洛尘左眼灵眸启动，瞬间看破一切虚妄，他一眼就看出了如同山岳一般手掌之中隐藏的本体位置。邱洛尘抬手一指：“米娜，射那里。”米娜体内从神纹之中获得的神力迸发而出，眼中射出的2道金光速度和力量都在瞬间增强了2倍以上，与苏雅本体的手掌硬碰硬撞在一起。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苏雅在空中后退了10几步远才勉强站住，而米娜却被震得飞了出去，身不由己地摔倒在地。散仙的水准真不是一般人可比的。眼看着苏雅稳住身形之后，如同离弦之箭一样冲了过来，邱洛尘再不迟疑，取出破镜开天弓，念着苏雅的名字，一弓7箭，7支灭日箭全都射了出去。苏雅的身形飘忽不定，7支箭没有一支能射到她，全都射入虚空之中。转眼间，苏雅就到了米娜近前，挥起手掌的时候，邱洛尘飞身护住米娜，太虚式神枪心随意走，迎上了苏雅的手掌。苏雅手腕翻转，小手轻抖，抓住了是神枪的枪尖。邱洛尘自从得到是神枪以来，还是第一次被人把枪抓住，他无论如何改变心意，是神枪都被苏雅抓得死死的，无法做出任何的改变，既不能刺出，也不能收回。可这时候突然7点寒芒射到，灭日箭只要知道了目标就会锲而不舍地自动追击，不射到目标誓不罢休。这时候终于飞了回来。面对突袭，苏雅却不慌不忙，她的一只小手依然抓住是神枪不放，另外一只小手在空中手指连弹，7支灭日箭全都改变方向射向了米娜。邱洛尘大惊，他立刻松开了是神枪，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挡在了米娜的身前。米娜也大惊失色，在7支灭日箭即将射入邱洛尘身体之前，双眼射出金光，把灭日箭打飞了出去。灭日箭改变方向射入了山体之中。在山体崩塌的时候，苏雅无声无息地到了2个人身前。邱洛尘和米娜同时觉得身体一麻，身体不能动了。邱洛尘这时候还是可以幻化变身逃跑的，他看到了那双近在咫尺的淡蓝色眼眸。女王陛下，我是来找沈醉的。苏雅一愣，哦，你就是邱洛尘，沈醉他正在等你。听了苏雅的话，邱洛尘立刻改变了想要逃跑的主意，他要静观其变。片刻之后，无数个身高1尺左右的小人出现在空中，在苏雅的命令下，把邱洛尘、米娜还有2个长老抬了起来，进入了峡谷之中的那个巨大洞口。进入洞中，邱洛尘发现这里是个非常广大的区域，
即便是巨人进来也会觉得渺小。这些天行族的小人在洞里出没，感觉就像是无数的飞虫。往洞的深处走了很久，空间开始变小。在苏雅的命令下，米娜和2位长老被小人们关进了一个山洞之中。小人们把邱洛尘放下，米娜挥了挥手，邱洛尘觉得身体又能动了。苏雅淡蓝色的眼眸在邱洛尘身上看了看，跟我来吧。说着在空中转身虚空迈步而行，邱洛抬腿跟在后面。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山洞，洞口被红色光幕覆盖。苏雅没有停留，穿光幕而过，邱洛尘试探着也穿了过去，并没有遇到阻碍。光幕后是一个很大的山洞，洞的中央有一棵通体血红的大树，足有近100米粗细，那种红色看得让人心惊。在红色的树干上却镶嵌着一个一身黑衣的人，邱洛尘定睛一看，竟然是沈醉。邱洛尘刚要靠近，苏雅挡在了他的身前。如今他可不是沈醉，他是凶器食魂坤无刀。苏雅女王既然说沈醉就是凶器食魂坤无刀，这让邱洛尘为之一愣。他用力揉了揉眼睛，镶嵌在红色巨树里的人明明就是沈醉啊，怎么会是刀呢？只不过如今沈醉的全身似乎都融入了这棵红色巨树之中，就要成为一体了。苏雅微微蹙眉，邱洛尘，你不是能够看穿虚妄吗？否则怎么会看出我那一掌的本体之位呢？邱洛尘一拍脑袋，自己真是糊涂了。这也怨不得他，这么近的距离跟在苏雅女王身旁，暗香悠悠，搅乱了他的心神，让他的心思多半都放在苏雅身上。不知道是因为苏雅穿的太少的缘故，还是因为女王身上散发而出的强大气势原因，邱洛尘觉得自己的思维都有些迟钝。进入山洞的一路上，邱洛尘发现整个天行族的人不论男女都穿得很是清凉，虽然身高不过都在1尺左右，但是男人都很英俊，女人也都漂亮，看起来赏心悦目，很是养眼。不过苏雅女王的身材和美貌明显是鹤立鸡群的，虽然戴着面纱不能看到全貌，但还是让娶了这么多美女老婆的邱洛尘都心生涟漪。收敛心神，邱洛尘开启左眼灵眸，再次看向红色巨树和树中的沈醉。他差点叫出了声音，这巨树之中有一柄红的刺眼、红的惨厉的长刀正在与沈醉融为一体，但是目前为止大概还有1/3左右没有完全融合。那把红色长刀的刀气正在向四外吞吐，让能够看破虚妄的邱洛尘一阵心悸。要不是有红色巨树的限制，刀气早就喷薄而出了。沈醉已经看见了邱洛尘，他用力挣扎，可却丝毫不能移动。邱洛尘，你终于来了，快些救我啊，我受不住了。邱洛尘点头，沈醉你莫急，我这就救你。邱洛尘身形一晃就要冲过去救人，突然苏雅随手一挥，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住了邱洛尘前行的道路。邱洛尘，不想死你就不要靠近他。苏雅的声音带着寒意。邱洛尘有些不解，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何事？苏雅看向红色的巨树，你看到的红色长刀就是食魂坤无刀，这树叫做蒲心树，它本是绿色的，是我族的生命之树，可如今却因为刀气变成了红色。邱洛尘看向苏雅，能讲清楚些吗？苏雅眸光变得深邃，说来话长，昆吾山本是我天行族的休养生息之地，10万年前却被妖兽所占，我全族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了大海的深处，在此地定居，安身立命。7万年前，我族中出了一位精彩绝艳的前辈，他以一人之力杀光了昆吾山上的所有妖兽，因为妖兽戾气不散，他就以这些妖兽的血气和戾气炼化出这把食魂坤无刀。虽然昆吾山那时已经被妖兽们毁得不成样子，再也不适合我族人继续居住，可也算出了这口恶气。这把食魂坤无刀从此跟随那位前辈征战天下，不知刀下有多少亡魂，也不知染了多少鲜血，让他位列这婆娑世界10大凶器的第5位。后来这位族中前辈不断破境，终于超脱出婆娑世界去了神境，这把已成仙器的坤无刀便被留在了凡界。奈何这刀上戾气和血气都太重，我族中至今都无人可用此刀，只能用这先祖留下的蒲心树将其封存。方才我杀死的那个食人巨魔，他想偷盗此刀，可他既无法解除树上封印，也无法掌控这把坤无刀，但是他却想到了一个法子。邱洛尘盯着苏雅，女王说的食人巨魔名叫米珠吧？他想到了什么法子呢？苏雅的声音依然清冷，但是却非常悦耳动听。米珠吃人其实是有目的的，他是为了引发心底潜藏的戾气、恶念，如此才可与这把刀的食魂之力相通。他打算既然无法掌控，那就与其联盟。但是这凶刀是被封于这蒲心树中的，那巨人米珠从外面打不开封印，于是他便把你这位朋友沈醉扔入树中，让坤无刀自行破除封印的机会。坤无刀一直想要破蒲心树而出，有了你的朋友进入树中，他立刻就化入其身体中，如今已经融合了大半。所以本王才说沈醉就是凶刀，凶刀就是沈醉。等到人与刀全部融合之后，凶刀就会破人体而出，借着这个门户脱离蒲心树而出，让米珠把他带走。邱洛尘面带疑惑，既然女王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为何还不救沈醉呢？苏雅冷声，如今在没完全人刀融合一体之前，为防有人阻止，刀气最盛，连我都不能直面气锋，你靠近就是送死。
邱若尘看向已经双眼血红的沈醉，那该怎么办呢？难道眼看着他死在此地不成吗？苏雅不慌不忙，让你来此就是为了要救沈醉的，因为昆吾刀好不容易被封印在蒲行树中，我也不想让他出来撒野，否则想要再次封印，就算是本王也要付出代价，若是失败，很可能会有很多族人为其而丧命。邱若尘沉下一口气，为了天行族，需要我怎么做？请女王吩咐就是。苏雅眸中露出赞许之色，你与沈醉熟悉，他可以听你的话，如今有2个办法，一是让他自断心脉而死就行了，这样他就可少受痛苦，他死了就不再是活体，昆吾刀便不能继续融合，只好重新退入树中，现在已经没人杀得了沈醉，只能让他自尽了。邱若尘一惊，女王想让沈醉自杀？苏雅认真的点头，不错，沈醉一死是最简单的法子，可免得我天行族生灵涂炭。邱若尘摇头，这不行，请女王说第2个办法吧。第2个办法就是用人替代沈醉，必须是沈醉心中真正认可并且不设防的人，昆吾刀才能转换过去。邱若尘恍然大悟，所以女王让我来此，就是为了替代沈醉的。可我替代了他，怎么可以保住性命无忧呢？苏雅淡蓝色眼眸神采奕奕，你替代沈醉的时候，虽然会承受巨大的痛苦，但是只要运转昆吾玉刀诀，就可把这凶刀逼出体外。昆吾玉刀诀需要先习练之后才能运用，否则凶刀入体之后，心神会被戾气所成，就无法控制了。邱若尘微微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沈醉，那还来得及吗？苏雅冷冷地看了一眼沈醉，是否来得及，只能听天由命了。若想救你朋友，我现在就教你，其他的只能凭造化了。邱若尘点头，他朝着沈醉大喊，沈醉，你先挺一会儿啊，我等下就换你。苏雅瞪了邱若尘一眼，既然决定了，就别耽误了。邱若尘心中叫苦，明明是你不紧不慢地讲故事，直截了当地说不好吗？可他也不敢埋怨。只见苏雅抬手在空中布下一道结界，把邱若尘和他护在其中。邱若尘盘膝而坐，苏雅悬空站在邱若尘的眼前，距离这么近，只有1尺高的苏雅却有种极致的诱惑。邱若尘闭上眼睛，免得分神。天地玄宗，万气本根智慧明，静应变无停。三魂永久破无丧清，心若雷霆破囚笼，身如罡风卷云峰。邱若尘认真听着，身心随着口诀而动。可这刀诀非常难练，短时间内，邱若尘觉得自己无法融合这刀诀在心中。突然，他感觉到心头一热，睁开眼睛，就见苏雅的一只小手正贴在他的胸前，不觉心神一荡。苏雅清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不要分心，我助你快些融合这昆吾刀诀。”邱若尘再次闭上双眸，过了不知道多久，他睁开眼睛，看向负手立在空中的苏雅，微微点头。苏雅松了口气，还好，来得及。再次来到那棵红色的巨树前面，沈醉的身体已经开始变红，用左眼灵眸能看出来，那把红色长刀还差1尺左右就完全融入沈醉体内了。苏雅让邱若尘运转昆吾玉刀诀，慢慢走向巨树。尽管有玉刀诀护身，可邱若尘还是能够感觉到如同刮骨般的刀气。终于靠近了沈醉，沈醉双眼紧闭，邱若尘大声呼唤：“沈醉，沈醉！”沈醉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竟然有一股刀气从他的双眼里射出。邱若尘一惊，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刹那间，苏雅挥掌冲向邱若尘的刀气化为无形。邱若尘平稳了心绪：“沈醉，你听我说，我可以救你，你只需要什么都不想，相信我就行了。”沈醉已经说不出话了，可从他的眼神里能看出来，他听懂了。邱若尘把身体贴在巨树上，然后把手放在沈醉身上，肉眼可见，一道红光顺着沈醉的身体进入了邱若尘的体内，巨树中产生一股吸力，邱若尘的身体仿佛被人猛地一拽，镶嵌进了树干之中。与此同时，沈醉的身体被从树中弹了出来，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邱若尘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在翻腾，有一股气流如刀一般刮过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可偏偏他身体却动不了分毫。邱若尘疼得不由自主地闷哼了一声。苏雅出现在他眼前，若不想死，就静下心来，用玉刀诀将这把凶刀赶出体外吧。邱若尘的身心备受煎熬，他一时无法平静，望着面前的苏雅：“你陪我说会话吧。”苏雅一愣：“啊，说话？”邱若尘眼眸中红光闪现：“我要适应这种疼痛之后才能静下心来，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天行族人。”苏雅无奈地点了点头：“好吧。”这种疼几乎让邱若尘无法忍受，他咬了咬牙，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你的三围是多少？”苏雅淡蓝色的眼眸闪烁：“三围是什么？啊，女王嫁人了吗？”邱若尘转移话题：“我是女王，为什么要嫁人？为什么要被男人欺负？”苏雅声音平淡如水：“啊，昆吾山可是玄黄大陆和玄清大陆之间的那座万仞高山吗？”邱若尘再次转移话题：“不错。”苏雅的回答倒是认真。遥想当年这位天行族前辈手持昆吾刀，纵横无敌，
睥睨四方，杀尽山上妖兽，何其神勇，当真令人钦佩啊！这刀这么大，前辈的身高用起来也不是太舒服吧？苏雅蹙眉，你是在嘲笑我族人身高吗？邱洛尘觉得身体正在被一把刀反复的摩擦，他忍着痛，尽量让声音轻松，我可不敢，绝无嘲笑之意。苏雅冷声，兵器不一定非要握在手里，本王的兵刃是一根粗如你手臂，长有1丈的紫金棍。啊，女王已经达到散仙之境，为何不飞升入仙境呢？邱洛尘又转移了话题，为了我的族人，我不放心他们，我不想他们被欺负。邱洛尘停止了问话，他觉得已经适应了那种痛苦，或者因为过于疼痛已经昏厥了。可他的意识之中可以运行昆无玉刀诀了，他能感觉到那把刀在一点点的从身体里退出去。忽然有一丝恶念潜入了他的心底，邱洛尘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这丝恶念出去。邱洛尘看向还趴在地上的沈醉，昆无刀会不会在他的体内留下恶念血气呢？突然邱洛尘觉得身体四周一松，他可以动了，挣扎之下之后从蒲心中弹了出来。邱洛尘松了口气，终于有惊无险。苏雅扫了一眼趴在地上的沈醉，好了，你可以带着你的朋友离开了。邱洛尘一喜，那米娜他们呢？那几个巨人吗？我会一起放了。多谢女王。邱洛尘躬身行礼，这是你封印凶刀该得的奖赏，本王会安然无恙的让你离开的。邱洛尘扶起了沈醉，准备带他离开。突然沈醉推开邱洛尘，发疯一般的冲向蒲心树，挥掌如刀猛地劈在树上，一刀红光迸发而出，沈醉被炸成了一团血雾，一丝裂痕在树上迅速扩散，一道耀眼的红色光芒从树中冲出，刀锋烈烈斩向邱洛尘。邱洛尘心中一寒，他明白了，昆无刀已经成精，有了意识，他把一丝刀气侵入了沈醉的身体，操纵沈醉趁着苏雅松懈的刹那劈开了封印。刀气袭来，邱洛尘明确无误地感觉到自己虽然能够挡下这一刀，可那倾骨蚀魂的力气却会冲入他的心里，对他进行掌控。一道红光冲来，苏雅挡在邱洛尘身前，一根金色的铁棒绽放出耀眼的霞光，砸在红色的刀芒上，瞬息之间不知道对撞了多少次，竟然把昆无刀硬生生地砸回了树中。苏雅一声轻喊，蒲心封印诀，他的掌中闪现霞光，拍在巨树上，那道裂纹蓦然合拢了。苏雅围着这棵100米粗细的巨树旋转不停，双掌虚空对着蒲心树不知道拍了多少次，终于重新对昆无刀进行了封印。等到苏雅停下的时候，邱洛尘松了口气，苏雅女王好本事啊，这凶刀到底还是被你封印了。突然邱洛尘看着苏雅僵住了，2滴血水正从那双淡蓝色的眼眸中流出来。苏雅女王竟然瞎了。沈醉突然身亡，化成了血雾。邱洛尘还没有来得及悲伤，就发现苏雅女王的双眼竟然瞎了，女王淡蓝色的双瞳还在滴着血，成了一片浑浊。邱洛尘呆住了，看来刚才与昆无刀交战的时间虽然短暂，可却是惊险万分。这把凶刀虽然被苏雅重新封印，可他却伤了女王的双眼，苏雅竟然是在双眼俱盲的情况下完成了后来的封印。苏雅女王，你的眼睛。邱洛尘心中很是痛惜。苏雅神色淡定，这凶刀果然了得，本王还是低估了他，虽然我的双眸以后都不能视物了，不过终于还是将其封印，否则不知道会有多少族人会被他所害。只是本王答应过要救你这位名为沈醉的朋友性命，却是失言了。邱洛尘一叹，归根结底沈醉还是因为来接应他才死的，可是自己也是尽力了，只怪这把凶刀太过狡猾强悍。邱洛尘看着苏雅女王，为了制住凶刀也弄伤了双眼，都是造化弄人。没等邱洛尘说完，红色的蒲心巨树突然一阵颤抖，然后开始猛烈地摇晃起来。恍惚间，邱洛尘的心底竟然感觉到了一阵惨厉的嘶吼之声。他转头看向蒲心巨树，启动左眼灵眸，透过大树，只见那把红色的食魂昆无刀在树里不住地四处跳动，忽大忽小。沈醉的身影就像一个影子一样在昆无刀中忽隐忽现。邱洛尘大惊，难道沈醉没死？沈醉确实死了，这是沈醉的魂魄，他肉身崩坏的时候，魂魄与昆无刀融合。苏雅虽然看不见，但是发生的事情他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昆无刀中的妖兽魂魄都在炼化之时支离破碎，若是沈醉的魂魄与昆无刀融合，那他就是这凶刀之中唯一的完整魂魄，以后沈醉就真的是昆无刀了。啊，还能这样？邱洛尘心中惊骇无比。苏雅继续说道，不过这也让昆无刀可以借着沈醉融合的契机，集中所有的魂魄之力，狂性大发，随时可能再次突破封印。我的双眼已盲，需要你来帮我。邱洛尘点头，女王吩咐就是，我一定照做。苏雅的身上散发出绚烂的光芒，昆无刀在蒲心树之中，我虽然能感知到它的变化，却因为封印的阻隔，没法及时追踪到它的位置变化。我的双眼又不能视物，所以需要借助你那能看破虚妄的眼睛。你背着我追踪昆无刀的位置，我可以及时用蒲心封印诀封住凶刀突破之处，
直到沈醉与凶刀融合，狂性消失为止。好的，邱洛尘爽快地答应。苏雅女王，其实我有办法可以治好你的眼睛，让你重见光明。苏雅抬手拭去眼角的血迹。本王看出你身具灵力，应该是个药师，不过被这把凶刀所伤是治不好的。不要废话了，快些背着我追踪凶刀，免得被其有机可乘。需要和女王洞房才能治好她眼睛的话，邱洛尘没有说出口，他怕这位天行族女王会当场翻脸。邱洛尘来到苏雅身前，女王毫不客气地跳到了她的肩头上，很轻，邱洛尘觉得几乎感觉不到重量。女王是赤足的，柔软光洁的两只小脚踩在肩头，邱洛尘觉得很舒服。苏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要盯紧那凶刀才好，若是他再次脱离了蒲心术，很难再次封印。邱洛尘收敛心神，启动左眼灵眸，围着这棵粗达100米的巨树转圈，展开身法，紧跟着食魂坤无刀的行动轨迹。在与沈醉魂魄不断的纠结之中，坤无刀猛然冲向了一侧树干，巨树之中轰然炸响。这把凶刀朝着一个位置，在刹那之间砍了有近1000次，隐约间有一丝痕迹在树干上展开。站在邱洛尘肩头的苏雅施展蒲星封印诀，双掌绽放出七彩霞光，虚空拍向了那侧树干。随着霞光在树干上如同花朵般绽放，那丝隐约的痕迹消失不见，被凶刀砍过的地方变得固若金汤。沈醉的魂魄踪影还在坤无刀中若隐若现，坤无刀换了地方再次硬砍硬冲，都被邱洛尘带着苏雅及时封印住了。随着坤无刀的疯狂劈砍，邱洛尘的身法速度不断加快，苏雅站在他的肩头，一边封印还要一边保持平衡，变得有些吃力。突然苏雅的双腿一分，骑在了邱洛尘的脖颈上，两条如同白玉般的长腿搭在了他头颅的两侧。温热的感觉透过薄薄的衣裤阻隔传到了邱洛尘的身上，他不由得心中一荡，身体都有了某些反应。突然脖子上一紧，苏雅清冷的声音传来，快追上凶刀。邱洛尘这才意识到凶刀换了位置，慌忙压下心中的悸动，紧追而上。就这样不断的追踪封印，差不多有上万次之多。沈醉的魂魄眼看着就要与坤无刀完全融合了，这把凶刀突然停住不动了。邱洛尘也停了下来，苏雅的功力消耗巨大，能感觉到他的身体都有些微抖。小心，坤无刀要做最后一搏，这一次我们要与他直接交手了。你要用坤无玉刀绝住我封印。苏雅的声音变得轻柔。你放心就是。邱洛尘朗声回应。凝神静气，邱洛尘提聚体内灵力，到了关键时候，他必须全力助苏雅一臂之力了。蓦然间，食魂坤无刀变得无比巨大，几乎要把蒲星巨树完全充满。近100米的红色巨刃狠狠地砍在树干之上，一丝血痕肉眼可见的在树上裂开。眼看着第二刀又要落下之前，苏雅轻喊一声，冲上去。邱洛尘毫不犹豫地冲到了蒲星树前，双臂展开，整个人贴在树干之上。坤无玉刀诀透过树干与这把凶刀产生了联系，坤无刀为之一顿苏雅的双掌幻化成与巨树同样大小，重重地按在那道血痕之上，一朵七彩莲花在那道血痕上开放。嘶的一声，在那朵七彩莲花让血痕弥合的时候，邱洛尘只觉得心间一颤，有什么东西落入了心底，疏忽间传遍全身。邱洛尘觉得苏雅的身躯也是一颤，那东西也传入了苏雅的体内，一股巨力从树上传来，把邱洛尘震飞了出去。蒲星树中的坤无刀恢复了正常大小，也恢复了平静，悬垂在巨树之中。沈醉的魂魄已经与这把凶刀完全融合在一起，化成了一点灵石，停留在坤无刀的中心。沈醉的魂魄和坤无刀一起沉睡了，不知道何时才会醒转过来。不过等他醒过来，这刀可就容易掌控了。在邱洛尘的耳中，苏雅的声音变得软糯如蜜糖，他的心中一阵荡漾。苏雅的身体在他的脖颈上扭动，手扶在邱洛尘的头上，准备站起身来。细微的摩擦让温热变得发烫，透过那层薄裤，邱洛尘感觉到了女王的异样。轰的一声，先前潜入心底的东西猛地炸裂，邱洛尘全身一抖，这东西原来是凶刀中的一股恶念。可因为他和女王的不一样接触，这恶念传遍全身，化成了邪念欲望，无法遏制的感觉传遍全身。邱洛尘的身体仿佛着了火，要命的是他感觉到了苏雅的身体也在发烫。骑在邱洛尘的脖颈上，本来要起身的苏雅停止了动作，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这是与坤无刀最后一击对抗的时候潜入身体的那股恶念，可如今恶念却正在变成邪欲。邱洛尘的身体在抖动，欲念在两个人身体中传递，偏偏苏雅骑在他的脖颈之处，如此近身的接触成了恶念变为邪欲的起因。苏雅咬着红唇，她想通过散仙之躯的修为压制这种念头，包括自己和邱洛尘的。可是与食魂坤无刀的一番争斗，她的修为损耗严重，身体变得虚弱，越是想要专心对抗，欲念越强。终于忍不住了，苏雅轻轻娇哼了一声，这一声听在邱洛尘耳朵里，却仿佛是个晴天响雷，彻底击碎了他咬紧牙关的坚守，打开了他身体欲望的闸门。邱洛尘猛地把苏雅从脖颈上拉了下来，搂在胸前。苏雅竟然没有反抗，
他的身体微微颤抖，变得滚烫。苏雅的沉默接受，让邱洛尘的心中火焰更盛。他抬手扯去了苏雅脸上的面纱，虽然淡蓝色的眼眸失去了神采，可那张脸魅惑天成，妖艳中透着清纯，妩媚中带着野性。苏雅的两颊羞红，紧咬着红唇，邱洛尘心中激动无法压制，手也在抖。苏雅，只要你与我洞房，就能让你重见光明。苏雅的声音不再清冷，而是带着丝丝娇酥。莫要胡言了，是那凶刀的恶念才会让我们如此的。你与我的身材差得太大，不可能的，快放开我，与我一起静心抵制。身材差距吗？我能解决。说话间，邱洛尘施展幻化之术，身体猛然间变小，只比苏雅高出一头。苏雅啊的一声，你会仙界的幻化术？邱洛尘没有回答，这时候说话已经不重要了。眼前的苏雅就像是一只成熟的水蜜桃，只是挥手之间，两人身上的所有衣物都飞向四周。欲火已经在两人的身体里点燃，并且熊熊燃烧。苏雅恰当的抬起手，一个白色的圆形结界把两个人包裹其中。不需要任何语言，来不及任何怜惜，邱洛尘一路高歌猛进，纵横捭阖。不久之后，结界开始有规律的震动，春色无边，无法言说。叮，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又取得一位美人，根骨提升至仙级根骨中品，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一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炼丹一火，玄黄的星火。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幻化易容术提升至第7重，可幻化成不同形体。自己也达到了散仙之躯，邱洛尘一喜，这样就与苏雅更匹配了。在系统奖励出现的同时，身下的苏雅突然睁开了眼睛，淡蓝色的双眸重新恢复了神采。苏雅眼眸中含着不可置信的激动，我的眼睛竟然又能看见了。邱洛尘贴近他的耳朵，我说过，只要与我洞房就能治好你的眼睛，我没骗你，这是传说中神界之中才有的本事，你竟然也能如此。我的本事多着呢，以后你慢慢就会知道。接下来是对身体更加深入的探讨，直到心中的那股邪欲之念消失不见，两个人才停了下来。邱洛尘还想温存，却被苏雅一把推开，招手间衣裤到了他的手里，眨眼间他已经穿戴整齐，同时把邱洛尘的衣服扔到他的身上，并且转过身，快些穿上，羞死了。邱洛尘不紧不慢地穿着衣服，苏雅，我们都这样了，还。突然邱洛尘觉得身体腾云驾雾般的飞了起来，摔出去了好几丈远。苏雅的蓝色眼眸带着刺骨的寒意，我们俩刚才的事不可说出去，否则我定然会杀了你。邱洛尘摔得有点发懵，苏雅，为何呀？我可以娶你的，你已经有夫人了，天行族的女王岂能给你做妾室？而且本王也没打算嫁人，方才不过是被恶念所成而已，就当是受了一次伤吧。邱洛尘看着凶巴巴但是依然娇艳如花的女王苏雅，我娶的夫人都是夫人，没有夫人与妾室之分。闭嘴！邱洛尘再次被苏雅扔了出去，那根紫金铁棒放在了邱洛尘的头上，不想死就忘了刚才的事情。邱洛尘看了看铁棒，又看了看苏雅，好吧，听你的。苏雅的美眸闪烁，讲讲你的所有情况，我要了解你的根底。邱洛尘除了穿越和系统的事没有讲，其他的事都一五一十的讲了。听邱洛尘讲完，苏雅什么都没说，只是戴上了面纱。邱洛尘恢复了本来的身高，两个人离开了长有蒲心树的洞穴。苏雅命令放了米娜和2位巨人族长老。看见邱洛尘，米娜扑了过来，洛尘，你没事吧？邱洛尘摇头，我很好的，你也无碍吧？米娜点头，他们没为难我，你要找的沈醉呢？邱洛尘轻轻一叹，哎，他已经身亡了。米娜一惊，啊，是被米猪吃了吗？邱洛尘再次摇头，没有，这事说来话长，我们回去再讲吧。2位长老抬起米猪的尸体，当先离去。邱洛尘和米娜与苏雅女王告辞，女王只是背着手站在空中，一言不发。她冷冷地看着邱洛尘和米娜一起离开，突然喊道：邱洛尘，你过来。邱洛尘一愣，米娜抓住了邱洛尘的手，小心，这个女王很凶的。邱洛尘一笑，让米娜等他，然后转身回到苏雅面前。等靠近的邱洛尘站住，苏雅轻声说道：沈醉魂魄与昆吾刀融合是以前没发生过的事情，他何时苏醒很难说，你每隔1年半载就要回来一趟，掌控昆吾刀还得靠你。邱洛尘嘴角上扬，压低声音，我明白，女王还是舍不得我。在苏雅女王横眉怒目就要发作之前，邱洛尘已经跑远了。女王蹙眉，高声说道：本王与你讲的事可要记清了，否则我就杀去大周国，踏平邱家。邱洛尘回身抱拳，女王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骑上了一马，米娜和邱洛尘离开了这座海中的1000丈高山。这座山上住的都是天行族的人，被天行族的人称为天行山。2个人回到巨人岛的时候，2位长老都已经到了。对于米珠的死，族长米苍穹有些难过，但是对于米珠吃人的事情，米苍穹却并没有多么意外。巨人族和天行族在数万年前就有了纠葛，
关于天行族的事情，每任族长都会把手中相关的记录传下去。米珠就曾经看到过这些天行族的记载，这次逃跑之后，他应该是想要取得食魂昆吾刀，然后杀回巨人岛，给他娘报仇雪恨。以米珠的心性，吃人的事做得出来，多亏他没有成功，否则巨人族食人的恶念横生，后果当真不可想象。这件事情，天行族的苏雅女王做得没错。作为族长，米苍穹并没有要与天行山为敌的打算。听两位长老说，天行族的苏雅女王已经是仙迹根骨、散仙之躯了，米苍穹还是有些唏嘘。见到米娜和邱洛尘回来，首先询问的就是：洛尘啊，据你看来，那苏雅女王的修仙境界达到何等程度了？两位长老推测当时在飞仙之境，可于须臾之间杀死渡劫境的高手了。洛尘，你以为呢？邱洛尘回忆苏雅的诸多手段，然后点了点头。小婿以为应该差不太多。米娜也点头说道：我如今满级的金铜雷霆诀根本伤不到她，苏雅女王起码应该是传说中的2级飞仙境界了。米苍穹捋着胡子，苏雅女王没有选择飞升仙界，而是选择留在玄黄大陆做了散仙。据你们所讲的情况，我推测她应该是散仙第2劫之境，以后我巨人一族还是少惹她为妙。看着邱洛尘有些迷惑的眼神，米苍穹做了解释：在凡界进入仙级根骨之后，有飞升仙界和做散仙2个选择。如果飞升仙界，在仙界根骨品级会继续提升，依次是仙人、真仙、天仙、金仙、玄仙、仙王、仙帝、仙尊。每一级别同样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4个品级。如果不想飞升，而选择做散仙，就要留在凡界，根骨品级就只能提升到仙骨极品为止。仙骨级别的下中上级4个品级，每一次晋级都极为艰难，但是如果能修到了仙骨极品，就可以相当于仙界天仙极品的等级了。肉身境界超越渡劫之躯后，也分为飞升和留在凡界2种提升评定。飞升仙界之后，肉身境界的名字与根骨相匹配，依次也是仙人之躯、真仙之躯、天仙之躯、金仙之躯、玄仙之躯、仙王之躯、仙帝之躯、仙尊之躯。每一境界分为9级，从1到9，第9级达到这一级别的最顶峰。如果留在凡界做散仙，肉身境界提升依次是散仙之躯、游仙之躯、地仙之躯。同样是每一境界分为9级，到了地仙之躯，因为凡界灵气不足的关系，再难提升。地仙之躯9级对应天仙之躯9级。不论是根骨品级还是肉身境界，在婆娑世界之中都是一步一步飞升境界的根本。因为渡劫的时候没有强悍的根骨和肉身境界，根本抵抗不住天雷的打击，还没渡劫成功就可能灰飞烟灭了。不过动物对抗还是要比较修仙境界的高低，修仙境界到了渡劫之境，就可以掌中山河，攻参造化了。跨过渡劫之境，如果飞升进入仙界，依次的修仙境界是飞仙境、至尊境、混元境、无上神通境。每一级境界还是分为9级。如果没有升入仙界，而是选择在凡界成为散仙，修仙境界依次分为1到10节，10节散仙相当于仙界至尊境9级。但是散仙每提升1节，飞升的时候就要承受相应的天劫。到了10节，要选择飞升就得遭受10次天劫，雷霆何止万钧，多数散仙都很难承受下来，结果都会魂飞魄散。可要是不选择飞升，受凡界灵气所限，散仙寿数顶多10万年就得终结。所以为了长生不死，又必须去渡劫。听老丈人米苍穹详细讲完，邱洛尘终于对这些事情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否则对于一个穿越到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他虽然有原主的记忆，可一直对此事都是糊涂的状态。吃了邱洛尘炼制的解毒丹药，米苍穹不仅身体恢复，而且修为精进，再不是当初3天2头要传位给米娜，愁眉苦脸半死不活的情形了，甚至于这位老族长已经张罗给自己纳妾了。邱洛尘也理解，男人至死是少年，总是希望用女人来证明依然少年的感觉。这种情况已经不需要米娜接任族长之位了。邱洛尘准备带着米娜离开巨人岛，先去夜魔岛见沈凝烟，把沈醉的事讲清楚，然后再回大周国朝去见见其他的夫人。那边的9个老婆还需要邱洛尘继续耕耘，只有多生孩子，他的根骨修为才能继续提升，他才能长生不死，继续过娇妻美妾的逍遥生活。离开巨人岛之前，邱洛尘先去探望了川儿、夏儿、秋儿、冬儿4位夫人，答应他们孩子出生之前一定会赶回来的。临行之前的头一晚，米娜没有陪伴邱洛尘，把他完全交了出去。虽然怕伤到腹中胎儿，不能做双身法，但是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第2天一早与族长拜别之后，春、夏、秋、冬4位夫人一直把邱洛尘和米娜送上了一马，才挥手告别，同时不停地叮嘱他要早点回来看望他们。一马的飞行速度很快，只用了半天的时间，被黑雾笼罩的夜魔岛就出现在了前方。刚接近夜魔岛，就看见黑雾中出现了数条人影，眨眼间就到了眼前。为首的美貌妇人童颜巨 C， 正是夜魔城城主沈凝烟。
见到巨大飞马上的人是邱洛尘，沈凝烟又惊又喜，直接就扑了过来。邱洛尘飞身下马，沈凝烟不顾身后诸多手下的目光，紧紧抱住了邱洛尘。夫君，沈醉传来了示警，说他在巨人岛附近出事了，我担心你也出事，于是率领夜魔城的精锐要去巨人岛救你。你回来了，太好了，担心死为期了，你没事吧？说着，沈凝烟眸中有了泪水。见沈凝烟不顾身孕要去救自己，邱洛尘很是感动，他搂着妻子亲了一下。凝烟，我没事，沈醉的事我知道，等回去再说吧。沈醉的事情应该早就传出来了，只是被天行山的屏障影响，你才刚刚收到。沈凝烟一惊，天行山、天行族吗？怎么惹上了他们？邱洛尘点头，是天行族。不过说来话长，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说着，邱洛尘把米娜叫过来，介绍两个人认识。听说邱洛尘娶了巨人族长的女儿，沈凝烟很是震惊，她上下打量米娜。从离开巨人岛，米娜就变成了同邱洛尘一样的身高，但是在娇小的沈凝烟面前还是很高大的。见米娜如此健壮的身材，沈凝烟吐了吐舌头。米娜妹妹，你这身材是怎么练成的？有金刚的感觉。米娜脸一红，我们巨人族不论男女，身体都是这般强壮的，只是我额外还要强一些。见米娜这么强壮却这么羞怯，沈凝烟不禁一笑。夫君的那些夫人我都见过了，你是长得最高大却是最害羞的一个，像个小女孩一样。听了沈凝烟的话，米娜的脸更红了。沈姐姐，我很少离开巨人岛的。沈凝烟上前一手拉着米娜，一手拉着邱洛尘，走吧，我们回家。邱洛尘心中忐忑，夜魔城的人被巨人米珠吃了，米娜是米珠的姐姐。等会儿他把事情讲完，夜魔城的人以睚眦必报而闻名，沈凝烟能够善罢甘休吗？回到了夜魔城，邱洛尘详细讲述了他去巨人岛之后所有发生的事情。曲折的经历让沈凝烟的脸色不断变换，听到米珠吃了夜魔岛的人，沈凝烟握紧了拳头，面色阴沉下来。米娜突然起身跪倒在地，沈姐姐，米珠虽然死了，可她毕竟是我的妹妹，我代表巨人一族给夜魔城赔不是了。所谓杀人不过头点地，没想到米娜会是这种诚恳的态度，完全出乎邱洛尘的意料。这丫头也太会办事了，本来他还琢磨着一会儿怎么拉架呢。米娜的这一跪也出乎了沈凝烟的意外，毕竟杀人的凶手是米珠，与巨人全族没有关系。米娜这种做法让沈凝烟所有的怒气都烟消云散，她赶紧起身，哎呀，妹妹，这也不关你的事，更与巨人族无关，既然凶手伏诛，姐姐我还能说什么巨人族的不是啊？你快起来吧。沈凝烟拉着米娜起来坐下，然后轻轻一叹，哎，沈醉的魂魄与噬魂坤无刀融合，从此他就会与刀同在，对他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将来我与夫君去趟天行山，问问沈醉的想法，若是他不想被桎梏在刀内，还得再想办法。邱洛尘连连点头，凝烟说的是，此事到时只能见机行事了。沈凝烟看了眼米娜，然后又看了看邱洛尘，夫君，以前是我考虑不周，先同你赔礼了。邱洛尘一愣，凝烟，什么是考虑不周了？为夫没有明白。沈凝烟美目闪烁，米族长考虑的就很周到，除了米娜妹妹外，还为夫君选了4位妹妹，这样一旦哪位妹妹有了身孕，夫君也不会独守寂寞了。邱洛尘这才明白沈凝烟的意思，他微微有些尴尬。啊，为夫也不是每日都需要，那个也是需要休息的。沈凝烟撅起了红唇，话虽如此，可当妻子的必须要考虑周到，为夫君着想。稍后我就在夜魔城中选择几位美人做妾室陪房，解夫君空房时的寂寞之苦。邱洛尘一愣，还有这好事吗？他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婆娑世界了。啊，凝烟啊，不必了，这夜魔城有你就足够了。沈凝烟美目流转，夫君，你就不用管了，听为妻安排就好。邱洛尘以为沈凝烟所说的稍后应该是过一段时间，可当天下午就有4位美女出现在邱洛尘面前。沈凝烟脸上噙着笑，给邱洛尘介绍，夫君，这4位是夜魔宗里还未谋得赘婿的美人，也都是我的族亲表妹，若是夫君喜欢，今夜就可成倾洞房花烛。这么快，自己的这位沈夫人办事效率可是真高啊。叮，系统的提示音如期响起，名字沈兰儿、沈心儿、沈慧儿、沈这儿，根骨旋极，肉身境界银骨之躯，级别5星。邱洛尘看向4位美女，兰心蕙质，真是人如其名。沈兰儿淡雅清丽，沈心儿质朴文静，沈慧儿自然清纯，沈这儿聪慧灵动。4个美女都含情脉脉地看着邱洛尘。作为沈家人，他们都知道是眼前的这个男人杀死了南宗宗主姬远，让女宗超然而上，再也不受南宗的气了。邱洛尘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既然城主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怎么能错过呢？4个美女的心意，邱洛尘当然看得出来。他知道，只有娶越多的夫人，才能有更多的后代子孙，才能得到更多的福气。这是系统给他的任务，
应该也是他来这个世界的使命。这4个美女都符合要求，邱若尘心中自然喜欢，但是在沈凝烟的注视下，他可不能表现得过于急色了。啊，凝烟啊，这夜魔城里哪能有人与你相比？为夫觉得在这夜魔城中再娶妻的事情就不必了吧。沈凝烟睨了邱若尘一眼，不是你娶我这4个妹妹，是我这4个妹妹要你做他们的赘婿，此事也由不得你了，今夜就拜堂成亲吧。当天晚上，成亲仪式简单却也隆重，很快就把4位新娘分别送入了洞房。邱若尘随意的喝了几杯喜酒，就准备洞房花烛了。米娜凑了过来，洛尘，今晚还让我陪着你一起好不好？我还可以教会他们108式。邱若尘一愣，这个毕竟不是巨人岛，你与蓝星绘制4个姐妹还不熟悉，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些尴尬？不会啊。沈凝烟出现在2个人身后，有我在，他们不会尴尬的。什么108式，我也想看一看，学一学的。邱若尘瞪大了双眸，凝烟，也要一起吗？啊，不行吗？沈凝烟挺了挺丰满的胸脯。邱若尘挠了挠脑袋，不是不行，可你有了身孕，不可以。那个，沈凝烟眸色潋滟，我是有身孕，可我自有办法。夫君，你不会不行了吧？邱若尘神色一怔，不行，我怎么能不行？还等什么？2位夫人，走起吧。米娜深邃的眼眸含情脉脉地看着邱若尘，期盼中还带着一点娇嗔，她真的不想孤单一个人。沈凝烟不怕事大，这位大胆的夜魔城城主对于金刚芭比提到的108充满了好奇。邱若尘当然愿意，他心中可是充满期待的。环肥燕瘦，各有风情，蓝星绘制，万万没有想到今夜会是这样的。但是沈凝烟是城主，没有这位城主也就没有这段姻缘，所以选择无条件接受，没有人提出异议。该来的会来，该接受的自然接受。一切本来可以柔顺如水，现在因为金刚芭比的纯情，因为夜魔城主的热烈而变得烈火熊熊。羞涩是一定会有的，但是熟悉了以后，一切也就顺势而为了。系统的提示音接连响起，恭喜宿主又得欣喜，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2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阴阳合欢至尊功法达到了第8重，可日宠白女。邱若尘心中高兴，要说系统真是体贴，这时候赠送了这份奖励，简直是雪中送炭一样，让他面对沈凝烟的质疑，可以完全扬眉吐气。不过这次仙级根骨并没有提升，看来巨人族老丈人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在凡界的仙级根骨提升很难，他只取一个系统评定为5星的夫人，还不能提升根骨品级。恭喜宿主又得欣喜，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3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阴阳合欢至尊功法达到了第9重，可日宠千女。卧槽，这套功法第9重竟然可日宠千女，可这也不现实啊，一天1000个，那能弄得过来吗？宿主要是快点也能。系统这时候竟然回答邱若尘，那得多快啊！邱若尘正在交流之中，他只来得及在闪念之间强烈抨击系统。恭喜宿主又添欣喜，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4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阴阳合欢至尊功法达到了第10重，金刚不坏的肾脏形成，可随心所欲任意而为，没有上限。现的现用，邱若尘瞬间感觉到了功法的强烈提升。庆贺宿主又添欣喜，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5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仙级养生丸10瓶，每瓶100粒，洞房之后服用，可尽快恢复体力，男女通用。今天给系统点个赞，所有的奖励都不错，很及时也很实用。邱若尘心中夸赞，忠诚为宿主服务。系统的回答信誓旦旦。一夜的拼搏奋战，邱若尘依然精力充沛，元气满满。早晨起来修炼系统给的各种功法，一点也不耽误。不过其他人都是累得不行，还在酣睡之中。是神枪真是个神兵利器，不仅仅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随心所欲，有如神助，更可以杀敌保命。巨人一族的身体强悍非常，寻常的兵器是无法杀死他们的。据说族长米苍穹的身体可以抗得住天劫，有金刚不坏之能。但是那个巨人族的01，邱若尘用是神枪，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杀死了。这足可以证明这件神兵利器的超级战力。如今太虚式神枪和邱若尘的身体契合度还停留在第7成的状态，因此邱若尘每天都风雨不误的勤奋修炼这件神兵利器，在夜魔城又住了10几天。性格坚韧的沈凝烟，健壮刚猛的米娜，还有其他姐妹都已经成了好朋友，大家几乎无话不谈。这让邱若尘放了心，不怕外面狂风暴雨，就怕家里乱得不好收拾。空闲的时候，邱若尘又去了夜魔城的黑塔，塔里的夜魔草生长得还算旺盛，这让邱若尘松了口气。真要是因为仙域1寸方圆的原因，让夜魔城里的人失去了夜魔草，他这个赘婿也就没脸再来了。作为夜魔城的城主，沈凝烟倒是并不在乎，他告诉邱若尘，你是夜魔城的赘婿，也就是夜魔城的人，有你这个人在，就一切都在。听了沈凝烟的话，邱若尘除了感动就只有感动了。时间差不多了，
邱洛尘准备返回大周国朝，他打算带着米娜回邱家认认家门，同时也去见一见其他的夫人，还有9个孩子，毕竟是一家人，认识是必须的。沈凝烟知道这是正事，所以没有执意挽留。不过他找到邱洛尘，要沈兰儿、沈仙儿、沈慧儿、沈湛儿都陪着一起回去拜见众位姐姐。同时沈凝烟还准备了好多礼物，让邱洛尘带回去，表示他的一点心意。在邱洛尘临走之前，又一再叮嘱他的身孕已经有3个月了，在孩子出生之前，他这个当爹的一定要回来。邱洛尘自然完全答应。沈凝烟面带微笑，看向米娜和另外4位夫人：夫君可就交给你们了，可都要争口气，早些怀上夫君的孩子啊！我在这里等着你们回来，也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大家挥手告别，先乘坐一条夜魔船乘风破浪横跨北海。到了岸边，邱洛尘和5位夫人同乘那匹一马回转邱家。这匹一马非常巨大，展开双翼，能比得上一架中型客机。当一马飞入大周国境内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种势力、各大家族都派出人查看究竟，防备有什么异常事情发生。当一马接近邱家的时候，空中突然出现了2个美貌妇人，挡住了去路。为首的美貌女子当先喝问：哪里来的朋友，想要擅闯我邱家？这个女子身材高挑，姿容绝美，气度出尘，却是一直闭关的大夫人秦慕清。身后的女子身材苗条，姿容清冷艳丽，花容月貌，正是上官朗月。邱洛尘飞身下了一马：慕清、朗月，是我回来了。2位夫人见是邱洛尘回来了，喜出望外。秦慕清飞身上前拉住邱洛尘的手，眼含深情：夫君，我出关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见你和孩子，可是你却不在，你若再不回来，我都要去寻你了。上官朗月拉住了邱洛尘的手臂，上下打量：夫君，数日不见，怎么有些消瘦了？可是凝烟妹妹把你用得很了。邱洛尘一笑：你啊，就会乱说，我哪里瘦了？谁能有你用我用得很啊？上官朗月轻捶了邱洛尘一拳：你才乱说，哪里用得很了？邱洛尘用手指刮了一下上官朗月的鼻子，然后看向秦慕清：我看夫人这次闭关颇有收获，如今已经是仙级根骨，渡劫之躯地9重的境界，修仙境界应该达到洞虚境了吧？是不是可以渡劫飞升了？秦慕清点头：夫君说的不错，不过我想陪着夫君和孩子，不想飞升仙界。盛雪还在闭关之中，是否飞升的事正想同你商量。我观夫君英华内敛，竟然无法看清你的虚实，可是有何机缘吗？邱洛尘轻拍秦慕清柔软的小手：这些事咱们回家再说。来，先给你们介绍几个新姐妹吧。听说眼前的美女就是邱洛尘的第1位夫人秦慕清，米娜和蓝心慧这4个人都表现得很是尊敬，当先上前见礼。互相介绍之后，秦慕清显示出了大夫人的气度和沉稳，跟每个新夫人热情的拥抱。上官朗月也礼数周到，不像以前那么骄横。当听说强壮的米娜竟然是巨人族的时候，秦慕清和上官朗月都非常惊奇。上官朗月上下打量米娜：米娜妹妹，这身高如何可成为巨人呢？米娜看了邱洛尘一眼，邱洛尘微微点头。米娜身形后退，蓦然变身，恢复了正常的高度，5米的身高，壮硕的身躯，要是不看容貌，就仿佛金刚将士。2位姐姐，我是可以变身的。秦慕清啧啧称奇：我早就听说过巨人一族，但是能够变身的巨人却闻所未闻，见到米娜妹妹真是大开眼界了。米娜又变回到1.8米的身高，我也是偶然的机缘才能如此的。回到了邱家，玉儿、金喜娘、魏青青、王软软、丁程程、柳诗诗都抱着孩子出来迎接。见到邱洛尘，各个夫人都异常的高兴，有拥抱的，有拉手的，柳诗诗更是不在乎其他姐妹的注视和在场的孩子，直接与邱洛尘亲吻上了。邱胜不愧是仙级根骨，不但能说话，而且可以走路奔跑了。他扑过来抱住邱洛尘的大腿：爹爹，你怎么才回来啊？是不是又与那个大兄的姨娘洗澡了？你又用枪了吗？邱洛尘有些尴尬：你才多大就会胡说了？邱胜瞪着大眼睛：我没胡说啊。这时候金喜娘一把抱起邱胜：你呀，还不到1岁呢，懂什么呀？不许再提此事了。邱胜撅起了嘴：哦，那姨娘你与爹爹洗澡吧。金喜娘脸上一红，看向米娜和蓝心慧这5个人：这些可都是新来的姐妹吧？以后我们可要互相多亲多敬才行。邱洛尘刚才被邱胜吓了一跳，一个不到1周岁孩子说话这么流利也就罢了，怎么还什么都懂呢？说的话和大人一样，当真吓人。以后做某些事的背着这个儿子了，当然也得好好管教他，免得他过于早熟，不能自控，做出些无法言说的事情。当天晚上，邱家大摆宴席，庆贺家主带着5位新夫人回家。邱洛尘多喝了几杯，虽然并没有喝高，可也醉意上头。这时候秦慕清靠近邱洛尘：夫君，如今我们的身体都恢复了，都可以伺候你了，今夜你打算与谁同房？说清楚了，也免得其他姐妹空等。邱洛尘一拍胸膛：夫人，
行。啊！秦慕清一惊，压低声音：“夫君，这样可是要伤身体的。你实在想的话，一定要量力而行，免得伤及根本。”邱若尘唇角勾画出了一个弧度：“夫人放心，我心中有数。但是我们可是好久没在一起了。”秦慕清的脸颊泛起红晕，轻轻点头。秋盛跑了过来：“爹爹，我们也好久没在一起了，我今晚要陪着你睡。”邱若尘摇头：“不行，爹今晚还有事，让姨娘陪你。”秋盛撅起嘴：“爹爹骗我，我都听见了。爹爹的事就是要陪秦慕清姨娘睡觉，我也可以陪爹爹睡觉的。”秦慕清粉面羞红：“你这孩子！”邱若尘抱起秋盛：“你陪爹爹睡和姨娘陪爹爹睡不一样，等你长大就懂了。”秋盛嘴一扁：“我不要，等我长大还有好多年，我长大了，爹爹就更不能陪我睡了。”邱若尘坚决地摇头：“不行，爹爹不能陪你。”秋盛哇的一声大哭：“不，我就要陪着爹爹睡。”秋盛一哭，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哭，弄得邱若尘哭笑不得。秦慕清无可奈何的一笑：“若尘，你今晚还是陪孩子吧。”邱若尘只得同意。当天晚上，秋盛缠着要听故事，没有办法，邱若尘努力回忆穿越前那个世界的各种童话故事，直到把秋盛讲得入睡，然后他偷偷的离开了。空闲的时候，邱若尘与秦慕清讲了最近发生的事情。秦慕清觉得受益匪浅，他决定暂时不渡劫飞升，选择作为凡界散仙。什么时候邱若尘渡劫飞升，他再跟随。邱若尘从秦慕清这里也知道了玄黄大陆3个渡劫飞升之地。第一个在大周国朝境内的天云山十方生死台，这也是秦慕清曾经渡劫失败之地。第二个是在中州帝国的一个附属国天罗国境内的凌霄山八宝莲花湖。第三个在星落帝国蛮荒之地的10万大山之中骷髅谷青松狼牙涧。时间一晃过去了1个多月，邱若尘每天晚上都努力耕耘，夫人们自行安排时间，有些事倒也不用他操心。时间久了，姐妹们彼此熟悉了，意外和惊喜也是不断发生。邱若尘的一番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米娜当先有了身孕，很快蓝心慧这4个姐妹也有了。不久之后，金喜娘、玉儿、魏青青、柳诗诗、王软软、丁程程全都有了身孕。不过秦慕清和上官朗月为了修炼，暂时不打算有身孕，平时到了关键时刻，邱若尘都会另想措施。这天晚上，邱若尘刚刚在上官朗月身旁睡下，就听见秦慕清的一声断喝：“何方宵小之徒，擅闯我邱家！”一个娇酥软糯的声音传来：“本王是来找邱若尘的。”邱若尘猛地翻身坐起：“苏雅女王，她怎么来了？”苏雅突然找到了邱家，这倒把邱若尘吓了一跳。他清楚记得苏雅说过，每隔1年半载就要回天行山一趟，看看沈醉是否醒过来，否则就要来踏平邱家。但是如今才过去了不到2个月，女王怎么就找来了？这位女王虽然身材小，可却是散仙之躯，2阶散仙之境，估计邱家人加在一块都很难斗得过她。上官朗月柳眉上挑：“夫君是什么仇家令，你如此紧张？”邱若尘一边披上衣服一边苦笑：“不是仇家，是冤家。”上官朗月一愣：“冤家？”邱若尘来不及解释，披衣服冲出屋外。上官朗月也赶紧穿好衣裳跟了出来。在邱家上空有一团耀眼的红光，红光之中的苏雅女王更加的耀眼。她穿着依然清凉，外罩黑色纱衣，里面只穿了红色的抹胸和红色的热辣短裤，如白玉般的肌肤闪着光泽，细腰如柳，上围饱满，曼妙的身材在黑纱之下若隐若现，平添魅惑。淡蓝色的眼眸像是天上的星辰熠熠生辉，虽然只有1尺高左右，却美得让人有窒息之感。身材高挑的秦慕清凌空而立，站在苏雅女王的对面，如临大敌。“能自称本王？你是？”苏雅的声音又恢复了清冷：“我是天行族的女王苏雅。”秦慕清一愣，原来是鼎鼎大名的苏雅女王。失敬失敬，不知何事想见我邱家的家主？苏雅上下打量秦慕清，不知你是何人？秦慕清挺了挺胸脯：“我是邱若尘的夫人，秦慕清。”“哦，原来是秦夫人，我来找邱若尘有要事，你让她出来见我吧。”秦慕清伸手示意：“那请女王到家中稍坐，让我们夫妻尽地主之谊。”苏雅微微摇头：“不必了，我在这里等她就可以。”2个人说话之间，邱若尘飞上了天空。秦慕清拉住邱若尘的手：“夫君，这位苏雅女王的实力恐怖如斯。你……”邱若尘轻轻拍了拍秦慕清的手：“放心，没事的。”赶来的上官朗月看到了对面的苏雅，也很是紧张：“夫君，这位女王比圣雪姐姐的修为还要高上好多，若与其相斗，恐怕得所有姐妹一起出手才行。”邱若尘连忙摆了摆手：“不需要。”他飞身来到了苏雅对面停下：“女王陛下，别来无恙，不知何事竟然让女王万里迢迢地赶来了我邱家。”红光一闪，苏雅贴近了邱若尘，2个人近在咫尺：“我要你立刻与本王回天行山。”邱若尘一惊：“出了什么事？沈醉醒了吗？”苏雅摇头：“沈醉还在昏睡之中。”邱若尘面带疑惑：“
那是何事？要我必须去往天行山？女王双眸射出寒芒，要为你做的事负责。邱洛尘更猛了，负责什么事？苏雅双眉微蹙，挥手之间，一个圆形白色的结界把两个人包裹其中。邱洛尘一愣，上次在蒲心树下，两个人被恶念所侵，身不由己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结界中成的好事。难道是苏雅想他了？那也不能这么着急吧，这还在空中呢，起码得落得才好吧。秦慕卿和上官朗月见邱洛尘被苏雅的结界困住，大惊失色，双双出手，一剑一刀砍在结界上，却没有丝毫损坏。其他的夫人这时候都已经出来了，两个人提聚功力，刚要再次出手，结界消失，邱洛尘和苏雅显露了出来。只见邱洛尘呆呆地立在空中，苏雅转身而去。给你10天的期限，若你不到天行山，我就来踏平这里，记住要一个人来。秦慕卿刚要率领众位夫人拦住苏雅，邱洛尘这时候挥了挥手制止了大家，然后望着远去的红光，朗声说道：10天之内我必去天行山拜见女王。刚才在结界里，苏雅盯着邱洛尘，何事负责？告诉你，我有了身孕。邱洛尘大惊，啊，是我的吗？苏雅眼眸中怒气喷涌，抬手给了邱洛尘一掌，小小的手掌打在邱洛尘身上，一点力道都没有。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邱洛尘脸上一喜，啊，一次就有了，还是女王的土地肥沃。邱洛尘身上又重重的挨了一下，差点没背过气去。苏雅疾言厉色，此事不许同任何外人讲起，否则我一定杀了你。邱洛尘有点发傻，苏雅，那你让我去天行山是为了什么？我要娶你。说罢，苏雅挥手打开结界，放下狠话，转身离去。娶她，这应该还是让她当赘婿的意思吧？能与苏雅成为夫妻，想想就让人激动。邱洛尘从短暂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拉着秦慕卿和上官朗月落回地面。夫人们纷纷围上来，七嘴八舌的询问发生了什么。邱洛尘没提苏雅怀孕的事，只说是关于食魂坤无刀的事，需要他去天行山解决。夫人们都不建议邱洛尘去，都准备回娘家召集人手与这位散仙大战一场。邱洛尘笑了笑，诸位夫人不必担心，我不会有事的，没有我谁也掌控不了那把凶刀。你们都是有身孕的人，早早回去休息吧，我也不是马上离开。好不容易把众位夫人都劝了回去，屋中只剩下秦慕卿和上官朗月，两个人的美目流转，打量着邱洛尘。秦慕卿说道：夫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你若不说，我们会担心的。邱洛尘知道最懂他的人就是秦慕卿，虽然苏雅不许他说，但是早晚会知道的事，瞒是瞒不住的。于是邱洛尘就一五一十的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本来就是个意外，没想到意外变得更加的意外了。秦慕卿掩嘴一笑：夫君呀，你注定了是多妻之命，不过也挺好的，能娶了苏雅女王这种超强的高手为妻，对邱家对你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上官朗月媚眼一抛：你娶苏雅女王，我和慕卿姐姐都没意见，不过走之前你可得好好表现。邱洛尘坏坏的微笑：我平日里表现的还不好吗？哪一次不是你求饶？上官朗月双颊羞红：哼，我这次一定让你求饶。秦慕卿眸中含笑：好了，朗月妹妹别闹了，夫君要去天行山成亲，米娜和兰心慧智四姐妹也都要回各自的娘家安胎，我准备陪她们同去，否则万里迢迢的，夫君一个人陪着5个孕妇，万一有个闪失也不好。我走了，盛雪姐姐还没有出关，家里的事就得拜托你了。上官朗月撅起红唇：慕卿姐姐，我也想去。秦慕卿抓住上官朗月的手：妹妹听话，我随着同去，也好早些把夫君带回来。见上官朗月还撅着嘴，秦慕卿轻笑：今晚妹妹想不想让洛尘求饶？上官朗月双眸一亮：好啊好啊，那就快点开始吧。第二天一早，邱洛尘、秦慕卿、米娜、兰儿、仙儿、慧儿、这儿共计7个人启程出发。诸位夫人抱着孩子，一直把7个人送出了百里之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回去。邱胜挥着手：爹，别忘了给夜魔城的大司仪娘带好啊，那个洗澡池好暖和的。要不是秦慕卿拉着，邱洛尘真想回去揍这小子一顿。米娜和兰心慧智4姐妹，这5个人都身怀有孕，她们乘坐一马，邱洛尘和秦慕卿御风飞行，先去了夜魔岛，把兰心慧智4姐妹送到了家，见到了沈凝烟，众姐妹一番嘘寒问暖。邱洛尘说了要去天行山的事，但是没提是要去成亲，毕竟苏雅女王不想让外人知道，在没弄明白原因之前，邱洛尘要尊重她的意见。邱洛尘要再去天行山，沈凝烟很是担心，不顾有孕在身，想要带人一起同去，好在被秦慕卿劝住了，说有他在就可以了。温存了一夜之后，邱洛尘离开夜魔岛，与秦慕卿一起把米娜送回了巨人岛。米娜本来也是打算随邱洛尘同去天行山的，还是秦慕卿劝住了她。对于这位大夫人的表现，邱洛尘非常满意，让他少费了许多心思和脑筋，安抚其他的夫人。到了巨人岛，先去拜见了族长米苍穹。秦慕卿彬彬有礼，气度沉稳，
米仓琼对这个女婿的大夫人印象很不错，热情招待。春儿、夏儿、秋儿、冬儿4个夫人见到秦慕卿之后也是一见如故，毫无芥蒂，这让邱洛尘心中一片安稳。当晚又是一番热烈的含韵的温存。第二天，邱洛尘和秦慕卿离开巨人岛，去往天行山。苏雅女王明确要让邱洛尘一个人去往天行山，秦慕卿觉得他要是贸然出现，必然会引发误会，所以选择在距离天行山数百里外的一座荒岛上等候邱洛尘。若是一切安稳或者时机合适的时候，他才出现；若有意外，几百里的距离也可以转瞬就到。秦慕卿的想法正符合邱洛尘的心意，两个人商量了互相联络的方式。邱洛尘飞进了天行山，刚一进山，还没到那座大峡谷，苏雅就出现在了邱洛尘面前。今天的苏雅上身穿了一件月白色宽大的遮臀长衫，下面露出了2条修长如细腻白瓷般的长腿，如黑瀑般飘逸的长发用一条金色丝带束在脑后，又纯又玉，媚态撩人。邱家主，你还挺守约定的。邱洛尘面带微笑，女王说要与我成亲，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怎能不如约而至？人影一晃，苏雅已经到了邱洛尘的眼前，两个人的四目相对，距离不超过1尺。你做的好事，让本王有了身孕。你知道我族之人有了身孕是不可以打掉的，只能生下来。可若是生下来，孩子却没有父亲，你这不是让本王被族人笑话吗？邱洛尘苦笑，当时我们2个身不由己，女王你也是没拒绝的。完事之后，我也说要负责娶你，是女王不同意啊。突然邱洛尘觉得腾云驾雾般飞起，重重的摔在地上。苏雅疏忽又到了他的眼前，什么我也没有拒绝，你粗鲁野蛮，都已经那样了，我还怎么拒绝？说话间，苏雅淡蓝色的眼眸中隐隐有了水光，强蛮霸道的女王竟然要哭了。邱洛尘不禁有些不知所措。啊，苏雅，你别难过，你要我怎么做都听你的。苏雅飞快地转身擦拭掉了泪水。本王纵横玄黄大陆，虽然也遇到过很多强者，但是从来没有被男人欺负过，你是第一个，还让我有了身孕，你还怨我没有拒绝。邱洛尘就怕女人哭，赶紧一个劲的赔不是。过了好一会儿，苏雅才稳定了情绪。原来不论多么强大的女王都有小女人的一面，邱洛尘心中有些感叹。苏雅逆着邱洛尘，我必须和你尽早成亲，这样等孩子出生才不会被人笑话我和你有了私下的男女私情，否则我这个女王的颜面就尽失了。邱洛尘点头，是，我就是来娶苏雅的。苏雅冷哼，什么你来娶我？你要做我天行族的赘婿，是我娶你。邱洛尘继续点头，是，女王娶我，我邱洛尘心甘情愿嫁给女王。苏雅的脸色缓和下来，这还差不多，你如今变身与我差不多的身高吧，我带你去见我的族人们。邱洛尘当即变小，但还是比苏雅高招一头。女王的族人，上一次我已经见过了。苏雅昂起头，上一次你见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族人，我天行族人寿数可达1000年，又不允许堕胎，所以人丁兴旺，如今已经有3000万的人口了。啊，3000万人口，这在邱洛尘穿越前的那个国家来说，是个特大型城市的人口数量了。你的族人都在这座天行山里吗？能住得下吗？邱洛尘有些疑虑。苏雅微微颔首，是的，这座山里几乎都是镂空的，住的全是我的族人，而且不仅是地上，还有地下，山有多高，地下就有多深，都是族人们生活居住之处。你一接近天行山，本王就已经知道了，族人们已经聚集准备欢迎你这个上门女婿了。苏雅一边说着一边领路，带着邱洛尘进入了那座巨大的山洞，这一次一直向下飞去，不久之后进入了巨大的地下洞穴。苏雅在一处高台上停下，邱洛尘举目四望，前面黑压压的全是天行族的族人。见苏雅和邱洛尘到了，本来乱哄哄的现场安静下来。苏雅把邱洛尘拉到身旁，她清冷的声音在洞穴中回荡：这位就是本王选择的夫婿，来自大周国的邱家家主邱洛尘。黑压压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一个拄着拐杖的天行族老妇人走了出来：女王陛下，送给邱家主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苏雅脸上噙着笑意，好，那就请他们出来吧。老妇人拍了拍手，立刻从人群之中走出了8个女子，每个女子都穿着清凉，上身紧身短衫，下身包臀热裤，细腰长腿，容貌俏丽，凹凸有致。叮叮，系统的提示音连响了8次。名字：苏欣、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嘉、苏玲。根骨：天级，肉身境界，化境之躯，级别6星。8个系统评定的6星美女同时出现在眼前，邱洛尘不禁吓了一跳。老妇人指了指8个美女：邱家主，哦，应该称呼姑爷才对，这是我们天行族送给姑爷的见面礼，8个陪房丫头。我天行族女多男少，女王已经发了话，只要姑爷喜欢，还可以继续挑选，可选择1000人。1000人？开玩笑吗？邱洛尘吓了一跳，转头看向苏雅女王，
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苏雅眸中露出狡黠之色。我听说邱家主在巨人岛、夜魔岛都是赘婿，为了让你这个上门女婿愿意多留些时日，每个岛上又都为你选择了4位夫人。既然你又做了本女王的赘婿，是我天行族的上门姑爷，那本王当然要更大度一些，别的岛4个，天行山就为你选了8个。如果觉得不够，只要你愿意，本王可以在天行山上为你凑够1000位夫人。你意下如何啊？苏雅的这番安排实在是把邱洛尘惊到了。整个洞穴之中鸦雀无声，下面黑压压的天行族人都在望着他。刹那间，邱洛尘心如电转。就算苏雅是真心的，天行族中女子虽然多，但是符合系统评定的5星级别以上的也不会有太多。邱洛尘面色一正，苏雅，这就有些儿戏了。天行族中女子虽然多，但我心中只有苏雅女王一人，这个礼物恕我不能接受。苏雅的神情端正，这不是儿戏，这是我天行族的规矩，一个男人必须迎娶3个女子，但是如今我族中男女比例是1比4，所以需要改变。你是我苏雅的男人，自然要做个表率。这8个美人是族中长老从本王的亲眷中选出来的，他们都是自愿的。若你应允同时入赘，本王当下便可宣布，以后一个男子再不是固定娶3个女子，而是可以3人以上，只要双方同意，多少都可随意。啊，原来如此。邱洛尘这才明白，原来这么多人来迎接他，不是因为他是女王的赘婿，而是大家要借着女王招赘婿的契机，等着女王宣布改变以前定下的不符合如今男女比例的规矩，让女人都有男人可嫁。邱洛尘微笑着点头，多谢族中兄弟姐妹的心意，这8位美女我同意入赘了，至于以后的事看情况再定。苏雅的声音响起，在山洞里回荡，即日起我天行族人只要男方愿意迎娶，女方也同意，将不再限制娶妻的人数。今夜就是本王苏雅、苏欣、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嘉、苏玲和邱洛尘的大婚之夜，全族狂欢，共庆7日。嗡的一声，欢呼声四起，台下瞬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很多男女都喜极而泣。苏欣、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嘉、苏玲8个美女都热情火辣，盯着邱洛尘一个个美目流转，眸中含着春色。要不是有女王在侧，现在就能扑过来把邱洛尘带走。邱洛尘可不能表现得被色所迷。苏雅，接下来做什么？听你吩咐。苏雅看向那位老妇人，长老，今夜把他们8人的洞房安排在本王的寝洞旁边，也方便姑爷来去自如。老妇人点头，把8个美女带走了。苏雅看了一眼邱洛尘，今晚就要大婚，定然很是忙乱，有些事情需要提前与你讲清楚，你随本王来吧。邱洛尘虽然没听明白苏雅的意思，但他还是紧跟在苏雅的身后。2个人再次来到了蒲心树洞前，穿过红色光幕，进入洞中。进了洞，邱洛尘一惊，原本红色的巨树、树枝和树叶都变成了绿色。他启动左眼灵眸，只见悬浮在蒲心树中沉睡的沈醉魂魄已经变成了惨厉的红色，石魂坤、无刀与人已经合二为一，巨树中的红色都在向沈醉靠拢，本来的绿色渐渐显现。苏雅指着巨树，如今有了突发状况，这把凶刀的血气本来已经被蒲心树分解，只要假以时日就会慢慢化解。可如今沈醉的魂魄与凶刀合二为一，血气都在向沈醉聚集，若是这些妖兽血气都被沈醉吸收，他苏醒之日必将成为无法压制的凶魂，这把凶刀就会成为是血狂刀，若非神界之力，无人再可驾驭。邱洛尘皱眉，凶刀有了魂魄，如虎添翼，他就可以任意妄为了。女王担心到时候蒲心树也封印不住他了吗？苏雅面带忧虑，确实如此。邱洛尘看向苏雅，这种情形应该不是一天了，女王也应该早想好了应对之策，是不是招我入赘还有深意？苏雅突然面颊微红，却也有这个考虑。邱洛尘神色坦荡，苏雅，我们已经成了夫妻，有事你尽管说就是。苏雅面色越来越红，看在邱洛尘眼里越发的娇艳欲滴。本王需要把这树中血气引导而出，可这血气中恶念太重，你我都会坤无欲刀诀，还可以再把恶念转化成欲望之念。洛尘，本王有了身孕，不能同房，这欲望之念必然极为强悍，非是一个人能承受的。我想把这欲望之念转到苏欣他们这些人身上，每拖延一天，沈醉的魂魄吸收的血气就会多一些，将来不可控的情况就会严重一些，所以赶早不赶晚。邱洛尘点头，女王的意思是今晚就做这件事情吗？苏雅突然有些羞涩，到时尽管欲念分出，但我还是可能被其所迷。可能到时会情难自已，但是我有孕在身，你千万不可以伤到胎儿，其他的你随意吧，否则那欲念不能泄出，一旦转成恶念，我将万劫不复了。邱洛尘双眼闪亮，苏雅的意思为夫懂了，有你这话我就敢做。苏雅的脸更红了，她轻轻咬了咬红唇，这都是为了我天行族人，就便宜你这个坏人了。邱洛尘挠了挠头，我是坏人吗？我顶多是在。苏雅抬手捂住了邱洛尘的嘴，好了，别说了，羞死了。到了晚上，
本王会让心儿他们到我的寝洞，然后我们再来这里。只是一晚上，还可能有我，你行吗？邱洛尘身躯一挺，你的男人永远都行。当天晚上的婚礼分外热闹，天行族很少露面的10位长老都来参加了，族中的重要人物都来庆贺，苏星、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家、苏林的家中长辈也都来了。走完了婚礼程序，赘婿邱洛尘被送入洞房，女王苏雅带着这些陪房的新娘在外面招待宾朋。邱洛尘在巨人岛和夜魔岛都做过2次赘婿了，可那都是做个样子，婚礼程序还是和正常的没什么差别。但是在这里就不同了，真的就是女王娶他这个赘婿的程序，就差给他披个红盖头了。邱洛尘宠辱不惊，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知道等到了洞房花烛的时候，就可以反客为主，让他们求饶了。他被送入的是女王苏雅的寝洞，这里的设施并不豪华，但是整洁而干净。新房的床上铺着红色的锦被，桌上的红烛带着喜字。邱洛尘恢复了正常的身高，为了晚上蒲心树下争取更长的变身时间，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好在这种幻化术会让身上的衣服随着身体一起变化，否则邱洛尘就得赤身裸体了。女王的寝洞已经很宽敞了，可她恢复本身之后没有可坐的地方，只能席地而坐。山洞里没有日月，但是一切都按照洞外的作息时间。到了深夜，宾客们才逐渐散去，可天行洞里其他地方的狂欢庆祝还在继续。看来天行族的人是个很欢乐爱玩的种族。女王苏雅身穿大红的婚袍，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邱洛尘眼前。她显然喝了不少酒，双颊带着红晕，更显妖艳迷人。苏雅坐在椅子上，邱洛尘，今晚你就嫁给我了，以后你可就是本王的人了。邱洛尘唇角上扬，我早就是你的人了，不过你今日不该饮酒，有了身孕的人，酒对胎儿可不好。苏雅美目闪烁，本王平时酒量很好，今日大婚要是不饮酒，岂不让族人扫兴？不过你放心，我吃过可护住胎儿的丹药，不会有事的。邱洛尘盯着苏雅，我觉得天行族民风开放，未婚先孕的事似乎并不会被人笑话。你也似乎并不在意是否被族人知道你有了身孕，让我来澄清，是不是女王喜欢上我了？苏雅的脸颊变得愈发的红润，本王怎么会喜欢你？不过是被你占了便宜，委曲求全罢了。好了，他们来了，你变身吧。邱洛尘变成比苏雅高一头的时候，都是身穿大红婚袍的苏欣、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家、苏林8个美女才进入了寝洞。给女王见过礼之后，8位夫人分别与邱洛尘喝了交杯酒。苏雅抬手之间，一个圆形的结界把寝洞里的10个人包裹其中。下一秒结界消失的时候，10个人已经在蒲心树下了。苏雅看了眼有些不明所以的8个美女，从今天起，本王与8位妹妹就一起娶了邱洛尘，我们本来就是同宗亲眷，以后就是亲上加亲了。今日为了不让石魂坤无刀再成凶刀，本王要将这凶刀之中的血气抽离，希望8位妹妹助我一臂之力。8个美女没有丝毫的犹豫，全凭女王姐姐吩咐。苏雅和邱洛尘走到蒲心树下，苏雅让苏欣伸出双手紧贴住邱洛尘的后背，其他美女依次双手伸出紧贴在前面人的后背之上，最后一个人是苏玲。苏雅告诉所有人，不论发生什么，不论多么痛苦，都不可以收手，直到听到她的号令可以分开为止。然后苏雅朝着邱洛尘点了点头。邱洛尘伸出双手贴在蒲心树上，静下心来运用坤无玉刀诀与石魂坤无刀产生联系，尽量控制其保持沉睡的状态。苏雅等邱洛尘准备妥当，飞身而起，骑在了邱洛尘的脖颈之上。邱洛尘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险些失控，因为苏雅的大红婚袍里面什么都没穿，温润如棉，这一次是真的毫无阻碍的接近了。苏雅轻哼一声，专心些，最好别让凶刀察觉。邱洛尘心中叫苦，是个男人能不分心吗？可这时候他也只能尽量控制心神。苏雅抬手按在蒲心树上，口中念念有词，一朵雪白的莲花绽放在树干上。顷刻之间，巨树中的红色血气向莲花上聚拢，白莲花很快就变成了红色莲花，接着又变成了绚烂的7色莲花。7色进入苏雅的手臂，颜色刹那间变淡，然后从手臂进入身体，沿着邱洛尘的脖颈下行，进入了身后的夫人们体内，化为无形。一种难以名状的炙热传遍了所有人的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8位夫人咬紧牙关，抵御着一阵又一阵侵袭而来的热浪，控制着心中升起的熊熊火焰。苏玲最先忍不住哼出了声，其他的夫人也有些不能自制。这些声音听在邱洛尘耳里，让他的心中仿佛万千的蚂蚁爬过，几乎就要祭出是神枪。苏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再坚持一会儿就要攻城了。说着，脖颈上夹得越发的紧了，邱洛尘能感觉到那里的微微轻抖。好在坤无刀一直都在昏睡之中，没有任何察觉。巨树中的红色彻底消失，变得绿意盎然，就连沈醉的魂魄也不再是红色了。树干上传来一声脆响，莲花如同瓷器一般寸寸碎裂，化成青烟。
苏雅松开了贴在蒲心树上的小手，颤抖着说道：“可以了。”所有人如遇大赦，纷纷松手，夫人们都眸色潋滟，含着玉望着邱洛尘。苏雅女王一挥手，一个彩色的圆形结界把邱洛尘和心儿包裹其中，他则仿佛虚脱一样坐在地上。结界里面狂风暴雨，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结界之内是一种不能自已的状态，心中的饥渴付诸在无声的行动之中。只有系统依然理智认真地服务着一切，但是没有意外，一切在无序之中按部就班的开始，其他的都无所谓了。提示音：庆贺宿主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6重之境，恭喜宿主获得奖励，获得天行族之躯，可以随时使用。系统补充了一句：宿主，这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奖励，需要的时候可以一直使用这个身躯，不用变来变去的计算时间。系统考虑真的很周到贴心，可是邱洛尘没有时间夸奖系统。系统的提示音此起彼伏的响起：庆贺欣喜，宿主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7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获得巨人族之躯，可以随时使用。系统再次补充了一句：宿主，这也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奖励，需要的时候可以一直使用这个身躯，不用变来变去的计算时间。邱洛尘想吐槽系统，在巨人岛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个奖励？因为身躯的限制，用时不到，经常会影响酣畅淋漓的效果。可邱洛尘是没有吐槽时间的，他能有这个闪念，都是忙里偷闲，无法用语言说明的混乱情景，用肆无忌惮来描述，都显得苍白无力。提示音：庆贺欣喜，系统奖励，宿主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8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每次幻化易容术的时间最多可延长至24小时。提示音：再次庆贺欣喜，系统奖励，宿主肉身境界达到散仙之躯9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每次幻化易容术的时间最多可延长至48小时。提示音：再次庆贺欣喜，系统奖励，肉身境界达到游仙之躯1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每天幻化易容术的种类可以增加到10种。提示音：再次庆贺欣喜，系统奖励，肉身境界达到游仙之躯2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每种幻化易容术之间转换的时间缩短到1秒钟。系统补充一句：这样宿主的每种幻化之间可无缝切换，不再需要用本体过渡了。提示音：再次庆贺欣喜，系统奖励，肉身境界达到游仙之躯3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炼丹一火，罡风无形火。提示音：庆贺欣喜，系统奖励，宿主根骨提升至仙级根骨上品。庆贺欣喜，系统奖励，宿主境界达到游仙之躯4重境界。系统的不断奖励，一步一步的增加，终于让邱洛尘的根骨品级再次提升。看来不进入仙界，仙级根骨品级的提升真的很不容易。这种奖励头一次单独列出作为一项，和以往的大不相同。这时候已经得到了所有系统给的奖励，唯一还能站起来的只剩下邱洛尘了。阴阳平衡，相辅相成，而阳极一念却都是邱洛尘一个人在承受。结界里的事情进展到了这种程度，邱洛尘的身体依然滚烫，心中的火也依然在熊熊燃烧。邱洛尘双眸带火，看向了坐在蒲心树下的苏雅。在结界里面乱战的时候，最痛苦的是苏雅，她尽全力压制着身体里的欲念，可越压制越强烈，到最后已经全身颤抖，大汗淋漓。若不是有孕在身，她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冲入结界之中，什么羞涩之心都顾不得了。但是母性的情感，对腹中孩儿的保护之心，让她坚持到了结界里面的乱战停歇。这时候的苏雅紧咬着红唇，胸口剧烈的起伏，脸颊如同火烧一般，身上的肌肤都浸润在红霞之中。苏雅的双眸如盈盈秋水，带着无比的渴望，看着向她一步一步走来的邱洛尘。如今这个男人已经是她的丈夫，她可以完全没有顾及了，但是想到了腹中的孩子，苏雅还是艰难的摆手。邱洛尘，你不要过来。虽然是阻止，可苏雅的声音越来越小，娇憨的声音听起来倒像是一种勾引，一种鼓励。邱洛尘看着苏雅含羞黛玉的神情，妖艳绝美的容颜，方才在结界中被点燃的火已经是不可能压制下去的，除非爆体而亡。邱洛尘的手终于放在了苏雅的肩头，苏雅的身躯猛地一颤，她的眸中带着乞求。洛尘，孩子若是妄为，恐怕会伤到腹中胎儿，我们不能。邱洛尘靠近苏雅，轻声：可以用其他的途径。苏雅睨了一眼邱洛尘，语带娇嗔：你要轻一点。第二天一早，邱洛尘照例神采奕起来习练太虚式神枪，而包括苏雅在内的夫人却一个都没能起来。除了苏雅，其他人可能今天都得腿软扶墙走了。天行族的2位职业长老朝着邱洛尘施礼：姑爷早上好。邱洛尘赶紧还礼：2位长老早上好啊。突然2位长老靠近邱洛尘，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请教一下，这么精力充沛，
您是怎么做到的？可是吃了何种灵丹？还请不吝赐教。邱若尘微微一笑，我吗？并不需要灵丹，天生的。啊，竟然是天生如此。在两位长老无比羡慕感叹之中，邱若尘回转女王的请动，他想与苏雅商量把秦慕清接到天行山来。突然邱若尘手中的储物戒指中升起一朵黑云，啪的一声在他的眼前炸响。邱若尘大惊失色，不好，秦慕清出事了。秦慕清传来的是求救信息，这种传递消息的方法是邱若尘根据夜魔岛的传信方法改良出来的。秦慕清传来的消息瞬间注入了邱若尘的脑海之中。洛尘，我受伤了，被围困在洞中。距离天行山300里左右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岛上怪石嶙峋，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岛的中央有一座隆起的小山，约有100丈。秦慕清绕着小山飞了一圈，山上有很多山洞，他用灵石探查了一遍，洞里都是空的，并没有躲藏什么生物。在山顶附近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山洞，洞口不大，很是隐蔽。用灵石探查洞里同样空空如也。秦慕清从空中落下来，见洞口散落着一些碎石，可能是从山壁上滑落下来的。他挥袖把碎石扫开，然后走入洞中。洞里面不算太大，地面上碎石很多，不过倒也干爽，作为休息的地方还是不错的。如今秦慕清已经达到仙级根骨下品，渡劫之躯第9重，修仙境也已达动虚境的第9级境界。之所以在灵界之境而没有继续突破，是在考虑要不要渡劫飞升进入仙界。见到邱若尘之后，秦慕清决定跟随丈夫做个凡界散仙，需要飞升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共抗天劫。既然做了选择，秦慕清心中再无顾忌，正好借着等候邱若尘的时候，在这个无人打扰的荒岛上修炼提升。这个山洞很是隐蔽，岛上也探查不到有什么危险。秦慕清盘膝而坐，专心修炼。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秦慕清察觉到异常，睁开了眼睛。他能感知到有4艘大船分别停在了小岛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每艘大船的船头都有旗帜迎风飘扬，其上面会有骷髅和交叉骨头的图案，船体上刻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符号。原来是海盗船。秦慕清听说过，在这茫茫大海上是有海盗出没的，专门抢劫天材地宝、灵丹妙药、罕见的武器、难寻的奇珍，有时候也抢人为他们服务。不过这些秦慕清都是听说的，他从来没有亲身见过。在整个秦家，如今还在世的见过海盗的人不过3个，包括同样嫁给邱若尘为妻的姑奶奶秦胜雪。秦胜雪说，玄黄大陆上的沿海诸国当年对海盗进行过围剿，历时1000年，差不多的海盗都被灭了。没有被绞杀的海盗，或者狡猾如狐，很难捕捉，或者强悍如虎，沿海诸国的实力还不足以灭掉人家。但毕竟是人人喊打的局面，剩下的海盗都逃入深海，难觅踪迹了，近年来更是很少听说。但是天行山在北海的深处，海盗在这里出现也就并不奇怪了。秦慕清没有捕到捉贼的打算，他闭住呼吸，隐藏身体气场，掩盖行迹。一座荒岛而已，又没有什么可抢的，估计用不了多久，海盗们就会撤走。海盗船停稳，从每艘船上都下来了近100人，踏水而来，登上了小岛。这些人身穿棕色上衣、黑裤长靴，头上都包裹着黑色头巾，头巾上有一个醒目的金色大斧图案，每人手中都提着一柄开山大斧头。这些人刚一登岛，秦慕清的身心就不由一震，每一名海盗竟然都是化境之躯的子府境修为，这在秦家就是大能的地位。可看他们的装束，不过就是海盗中的喽啰，而且一次就来了400人，秦慕清心中的惊骇是难以形容的。虽然如今秦慕清的修仙境要高出他们2个境界，可真要动起手来，这么多子府境高手一起出手，他也只有逃命的份了。秦慕清心中盘算，希望这些海盗不要注意到他躲在这里才好，但是事与愿违，真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这400多名海盗竟然都朝着他所在的山洞而来，很快就把山洞团团围住。秦慕清心中纳闷的时候，从海上的一条船里传来了声音，在秦慕清的耳边响起，清晰无比。这位朋友胆量不小啊，可是要与我金府帮为敌吗？秦慕清心中在惊，说话的人同样也是洞虚境修为的高手，应该与自己不相上下。而且这话就是说给他听的，人家已经明显知道了他所在的位置。既然被发现了，秦慕清也就无需隐藏了。他冷声回应，我只是路过此地，在这里休息，并没有与任何人为敌之意。一个身穿金色长袍的人从一艘海盗上升起，虚空踏步而来。阁下真是会找地方休息，佩服。秦慕清有些不明所以，起身刚要出动，另外3条船上又无声无息地飞出3个身穿金色长袍的人，一起朝着岛上的这座山洞虚空走来。这3个金袍人竟然也都是洞虚境界的高手，秦慕清心中更加吃惊。他小心戒备地走出了山洞，望向迎面而来的4个金袍人。我确实是路过此地，这座岛可是有何特殊之处吗？第一个金袍人上下打量秦慕清，美人，你这是明知故问吗？秦慕清蹙眉摇头，我真的不知，
不过既然诸位有意此地，我离开便是了。第一个金袍人冷笑：你还想离开，是去寻找帮手吗？晚了，你走不掉的。说话间，金袍人抬起手，相距100丈一掌拍出，巨大的漩涡在空中突兀而起，化成数百个金色的手掌向秦慕卿汹涌而来。洞虚境9级，金袍人竟然是与秦慕卿相同境界的强手。面对进攻，秦慕卿不想恋战，对方人多势众，强手又多，纠缠起来自己定然吃亏。36计走为上计，秦慕卿飞身躲开，下一秒已经冲出了岛外。第一个金袍人那一掌拍在了秦慕卿刚才停留的洞口上，轰然巨响。秦慕卿这时候才察觉到了这座小岛的不一般，因为金袍人的一掌足可以碎山裂石，但是那座山洞口竟然毫无破损。秦慕卿闪念间已经冲到了4艘海盗船的上空，突然金光乍现，从4条船上分别升起了4柄足有100丈长的巨斧，从空中劈了下来，毁天灭地的气势汹汹而来。秦慕卿来不及躲闪，奋起全身功力挡下了4柄巨斧的一击，胸口陡然间一疼，气血翻涌，一口血差点喷了出来。逃不掉，又战不过，秦慕卿选择退守山洞之中，好在洞口坚固无比，他拼死抵挡，这些海盗一时还奈何不得。这些消息闪念间在邱洛尘脑中闪过，他冲进了苏雅的寝洞。苏雅刚刚起床，见邱洛尘面如死灰，不禁一惊：洛尘，你怎么了？是昨晚累着了吗？邱洛尘一把抓住苏雅：快随我去救人。苏雅蹙眉：去哪里救人？距此300里外的荒岛。苏雅一愣：300里外的荒岛？搞错了吧？天行山方圆1000里之内就没有任何海岛啊！邱洛尘大惊失色。苏雅的话是不会错的，既然天行山方圆1000里之内都没有海岛，那么秦慕卿登上的荒岛就一定暗藏诡异的事情。邱洛尘心中更加担心了，绝对不能让夫人秦慕卿出事，就算拼了命也要救她。但是金府帮海盗人多势众，高手众多，苏雅不帮忙，光靠他一个人去定然如羊入虎口，很可能人没救出来还把他搭进去。邱洛尘稳定心神，快速地讲明了事情的经过。听说是秦慕卿被海盗围困，苏雅狠狠地瞪了邱洛尘一眼：怎么能把秦夫人扔在荒岛上呢？你这当丈夫的也太狠心了。邱洛尘心中吐槽：这不是怕你这位女王翻脸无情不高兴吗？可这时候他也没心思和苏雅分出是非，跟女人讲道理是件很难的事情。苏雅，其他的先别说了，快随我去救人要紧，若是迟了，恐怕秦慕卿有性命之忧。海盗子府境以上的强手就有400人之多，虽然你是2劫散仙之境，可也不能掉以轻心，只能想办法智取。邱洛尘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了苏雅对门外长老下达了命令：调族中万名天行军与本王一起出山。秦慕卿吃了随身携带的疗伤丹药，伤势得到了压制，他死守洞口，已经打退了不知道多少次金府帮的进攻，他的功力也在不断的消耗。好在洞口狭小，山洞又坚不可摧，虽然攻势猛烈，一波接着一波，几乎让秦慕卿没有喘息的机会，但是他暂时还能够守得住。不知道丈夫邱洛尘与苏雅女王什么时候会来救她。秦慕卿并不担心那位天行族女王会对丈夫不利，自己的丈夫自己了解，她对邱洛尘非常有信心。夫君只要与女人有了夫妻之实，就能让女人死心塌地的喜欢上他，爱上他。苏雅女王离开邱家的时候虽然语气强横，可她的眼神骗不过秦慕卿这个过来人。邱洛尘上了天行山，应该很快就会把苏雅服服帖帖的收到房中。秦慕卿之所以不跟着邱洛尘上天行山，也是为了给丈夫更大的发挥空间，快些收下这位女王夫人。如今秦慕卿最担心的是金府帮海盗人数众多，实力又这么强横，尤其是围住小岛的4艘海盗船有些深不可测。突兀而现的4柄巨斧，防御力和攻击力都是惊人的，以他洞虚境的修为，只挡了一击就受了伤。苏雅虽然是2劫散仙的修为，能不能突破这道防线也很难说。又挡住了海盗们的一次进攻，秦慕卿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他赶紧调整内息，准备迎接下一轮的进攻。突然秦慕卿察觉到了身后有些异动，他蓦然转身，只见原本看不出任何异常的山洞石壁上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一道石门。秦慕卿大惊，他的灵石立刻进入洞中探查，突然灵石被挡了回来，一个黑影从门里慢慢悠悠地爬了出来。这是一个身穿长袍的女子，长袍有年头了，虽然没有破损，但是已经看不出颜色。女子的头发乱糟糟的像一个鸟窝，也说不上是红色的还是棕色的，好像很久没洗过了，脸上也都是泥垢，甚至看不出本来面目，身材异常的消瘦，皮包骨头。秦慕卿惊骇地发现，这个女子是在用双手走路，她只有上身拖在地上的长袍空空荡荡，竟然没有双腿。女子全身精气内敛，看不出根骨和肉身都是什么境界，也看不出修仙境界的高低。爬出石门以后，女子看了一眼秦慕卿，然后打了个哈欠：哎呀，又是1000年了，好睡啊！没想到这次竟然见到的是一个美人。你能等到我在这个洞里出来，也算是缘法。说吧，想要何宝物？秦慕卿全神戒备：你是何人？
什么宝物？女子在污泥中露出的2只眼睛转了转，射出2道射人的寒光。我是谁你不知道，那干嘛在这里等我？什么宝物？我哪知道你要什么宝物？秦慕清越发的不明所以，在下秦慕清真的不知尊驾是谁。我也不要什么宝物。无腿女子猛地一掌拍在地上，轰隆一声，整个山洞连着整个小岛都晃了几晃，洞里的碎石被震起飞在空中，眨眼间碎成了青烟。不知道我是谁，也不要宝物，这么说你也没带好吃的来吗？金斧帮进攻多次，狂轰乱打之下，这洞口的石头没有一块被打碎，可是无腿女子的这一掌竟然有这等威力，可见其修为境界最低也得在散仙之境。秦慕清心中震惊，他盯着无腿女子，你说什么好吃的？在下并不明白。无腿女子勃然大怒，因为面部扭曲，脸上有些泥垢都簌簌下落。1000年，我等了1000年才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你还不带好吃的来？你怎么可以这样？那我就只有把你吃掉了。山洞和荒岛的震动让岛上的海盗们大惊，4个金袍人神色大变，刚要指挥海盗们再次进攻，突然女王苏雅清冷的声音传来：金斧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猖狂了？竟然到我天行族的海域地界来撒野！苏雅和邱洛尘在天空中出现，靠近了围困荒岛的4艘海盗大船。4个金袍海盗对望了一眼，再不耽搁，下令所有海盗冲向了洞口，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入山洞之中。他们4人转身迎向女王，为首的金袍海盗朝着苏雅抱拳：女王陛下，我金斧帮只是有事途径此地，并没有冒犯之意。苏雅冷声：出动了4艘船，来了这么多人，到我天行族的地界，不是想劫掠吗？这可是你们帮主莫欺雨修的意思吗？是想要与我天行族为敌吗？金袍人面色阴沉：我们绝无此意。苏雅双眸带着寒意：既然没有这个意思，那就带着你们的人速速离去。岛上的女子是我的朋友，若是她有了闪失，本王就灭了你们金斧帮。金袍人冷哼：女王的口气未免大了些，我金斧帮可不是你天行族人想灭就能灭得了的。邱洛尘担心秦慕清的安危，一拉苏雅就要冲进岛去。突然4柄长约100丈的金色巨斧从4艘船上升起，带着令天地震颤的威压，封住了前行的去路，一只飞鸟都休想经过。苏雅微微皱眉，这是金斧帮压箱底的大杀器——炼狱诛仙斧。金袍人看着苏雅冷笑：诛仙斧下深入炼狱，苏雅女王想凭着散仙之境尝尝炼狱的滋味吗？苏雅冷哼，挥了挥手，身后黑压压的出现了1万名天行族人。女王伸手指向4个金袍人：天行军听令，诛杀海盗，一个不留。听到女王的命令，万名天行军发出整齐划一的吼声，冲向了4个金袍海盗。顷刻间，诛仙炼狱斧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劈了下来，笼罩住了所有冲过来的天行军。邱洛尘心里一阵担心，要是为了救秦慕清让天行族人死伤无数，这也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就在邱洛尘心中忐忑的刹那间，8000名天行军突然间抬手飞出了手中的兵器，那是一根根黑漆漆的铁棒。握在这些天行军手里的时候，铁棒不过1尺长短，手指粗细，可飞在空中立刻化为1丈多长，碗口粗细。转眼间，1000根铁棒为一组合在一起，两两配合撞向了空中的巨斧。还有2000名天行军没有出手，严阵以待。神藏境，邱洛尘这时候才看出来，这万名天行军族竟然都是神藏境界，为首的4个领兵长老更是已经达到了元神之境。没想到天行族的实力这么强悍，家底这么深厚。在邱洛尘惊骇不已的时候，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在空中传来，2组1000根铁棒被巨斧劈散，可马上再次合拢与巨斧对撞，循环反复，一时间难分胜负。但是巨斧手柄上已现裂纹，崩溃只是迟早的事了。巨斧之下出现空隙，苏雅一拉邱洛尘，带着2000名天行军冲向了4个金袍海盗。金袍海盗大惊，飞身后退，呼唤正在进攻山洞的400名海盗过来相助。山洞口秦慕清部下的气障已经被打碎，眼看就能攻进洞中了，可听见4个首领的号令，所有海盗不敢怠慢，转身冲了过来。苏雅示意邱洛尘进洞中去接秦慕清出来，他带着天行军把海盗团团包围。邱洛尘身形一晃就冲进了洞里。慕清，我来了。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把邱洛尘撞到了洞壁上，要不是他的肉身境界已经是游仙之躯，这一下就能要了他的命。邱洛尘只觉得眼前一片混沌，似乎是在一片迷雾之中。他清晰地听见秦慕清大喊：洛尘，快逃！怎么能逃？男子汉大丈夫，妻子生死未卜，邱洛尘怎么能不顾而去？他一头冲进了混沌之中，身后响起了苏雅的惊叫：洛尘，快退！邱洛尘没有退，他只觉得身体一紧，竟然动弹不得，同时也无法发出声音。不过他的幻化能力还在，但是邱洛尘没有挣扎反抗，他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秦慕清怎么样了，他要把妻子救出来。被这片混沌裹挟着，邱洛尘觉得身体腾云驾雾一般的移动，眼中都是迷茫一片。不过他能察觉到秦慕清距离自己并不远，
并没有性命危险，这才松了口气。恍惚间身躯一震，包裹邱洛尘的混沌消失，眼前的景物变得清晰起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四周怪石嶙峋，耳中能听到潺潺的流水之声。洛尘，你怎么不逃啊？这是秦慕清的声音。邱洛尘转头看去，只见一个邋遢不堪的半身女人站在一块巨石旁边，秦慕清被她提在手里。看见邱洛尘，秦慕清急得差点哭了。洛尘，这是个女怪物，她要吃人，你应该逃走的。邱洛尘心中很是震惊，这个邋遢女人的修仙境界应该只在苏雅之上，而不在其下。在这种高手面前，他和秦慕清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他如今已经是仙级根骨上品，游仙之躯4重，但是修仙境界还在神藏境。不过他还有240年的灵力修为没有转化。肉身境界根骨品级就像是打好地基，修仙境界就像是要在地基上盖的房子。邱洛尘心中盘算，这240年的灵力修为能让他冲到什么修仙境界，然后使出浑身解数救出秦慕清。是神枪、灭日剑、幻化术、异火，所有他能用的本领都在脑子里走了一遍。突然邱洛尘脑海之中叮的一声，系统的声音响起，名字绮罗，根骨仙级，肉身境界游仙之躯，级别8星。看着对面邋里邋遢骨瘦如柴，似乎还有些疯疯癫癫的女子，邱洛尘第一次对系统产生了怀疑。系统，你搞没搞错？就这样的女人还能评为8星？秦慕清说她要吃人，这就是个怪物。宿主，系统没有错，绮罗就是因为太过漂亮被诅咒了而已。他现在以为自己就是个被琼林岛困住的巫婆。邱洛尘有点发懵，琼林岛是怎么回事？绮罗是什么身份？系统，你能讲清楚点不？宿主，你先把储物戒指里能吃的都拿给绮罗，不然他就算不会吃人，也能把秦慕清杀死。系统的话错不了，邱洛尘不敢耽搁，把储物戒指里的东西一股脑倒了出来。离开邱家来天行山的时候，诸位夫人担心一路上邱洛尘和秦慕清饿着，给带了许多糕点和水果。秦慕清已经是渡劫之躯，不怎么吃东西了，邱洛尘更是达到散仙之躯，食物对他来说可有可无，完全自然而然地吸收天地灵气就可以了。但是诸位夫人们的心意不能拒绝，好在有空间储物戒指，带多少东西都无所谓，所以这些食物一直在戒指里没怎么动。看见邱洛尘倒出了这么多好吃的食物，无腿女人绮罗两眼放光，好吃的，原来有好吃的。他把秦慕清一扔，冲到了这些糕点和瓜果面前，不顾其他，低着头像饿狼一样风卷残云一般吃了起来。为什么游仙之躯还这么需要吃食物，还这么饥饿？邱洛尘来不及问系统，他先冲过去抱住了秦慕清。秦慕清受了伤，功力消耗很大，这时候已经有些站立不稳了。不过他身上带着丹药，邱洛尘帮着取出来让他服下。邱洛尘一直都在留意着无腿女子绮罗，耳中一直都是她吃食物的声音，突然间声音停止了。邱洛尘猛然回头，不禁是大吃一惊，所有的食物都已经被无腿女子绮罗吃了个精光。他正呆呆地看着邱洛尘和秦慕清，而他的身体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原本皮包骨头的身材正在衣袍下面变得丰满起来，该高的地方高，该低的地方低。虽然是没有双腿的人，但是一样能感觉到凹凸有致。绮罗的脸上虽然还是布满了泥垢，但是却觉得立体起来，尤其是那双眼睛晶莹闪亮，变得清明透彻，与没吃食物之前判若两人。邱洛尘全身戒备，琢磨着怎么逃跑。这样的女人虽然似乎变了，虽然被系统评定为8星，可邱洛尘心中没有一点想娶她为妻、收入房中的感觉和打算。绮罗发了一会儿呆之后，突然轻叹一声：“哎，没想到我这次竟然还把你们2位抓了进来，真的很是抱歉，请原谅我是身不由己，不能自控的。”声音清脆悦耳，没有了一丝一毫刚才那种歇斯底里、癫狂的感觉。邱洛尘和秦慕清都是一愣，这个怪物要整哪一出啊？绮罗盯着秦慕清仔细端详：“哎呀，你是被一种仙界武器所杀，损坏了根骨，要是不及时医治，恐怕就会留下病根。你们稍等啊，我去就回。”说话间，绮罗身形一晃就消失不见了。秦慕清抓住了邱洛尘的手，在洞里的时候，这个女人把我抓住，说要吃了我。那时候，这个女人听到苏雅带人来了，就开始自言自语，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现在又变成这样，她疯疯癫癫，反复无常，行为诡异，我们要小心才是。趁此机会，赶紧逃吧。邱洛尘微微摇头，暂时逃不掉的，他的修为太高，一有异常就能察觉。不过苏雅带着天行军，一定很快就能找到我们的。而且我能炼出7品丹药，你的伤也一定能治好的。秦慕清依靠在邱洛尘身上，有夫君在旁，我放心。绮罗的声音突然传来，被这种仙气所伤，他自己都察觉不出来，凡界的7品丹药也治不好的，除非是仙品丹药。生到人道，绮罗出现在2个人的面前，邱洛尘全神戒备，可却感觉绮罗并没有恶意。绮罗手中拿着一个黑色的盒子，打开以后是一截黑色的树枝，上面挂着一个黑色的
椭圆形的果子一阵异香扑鼻而来。这是地金玉髓果，专治被仙气损伤的根骨，快些吃了吧。秦穆青很是吃惊啊，的金玉髓果，据说3000年才会结一次果，而且可遇而不可求。绮罗不以为意，还好吧，我这里还有很多，这个你快吃吧，免得耽误了伤势。秦穆青有些犹豫，邱洛尘倒是不客气，伸手把玉髓果接了过来。绮罗的手指修长，露出了衣袖里面一段手臂，如同莲藕一般银白如玉，与他脏兮兮的手掌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绮罗看了眼傻傻的盯着他的两个人，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猛地跺了跺脚。哎呀，丑死了，每过1000年就是这个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说话间人已经窜了出去，冲进了一堆乱石的后面，潺潺的流水声音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邱洛尘虽然暂时搞不懂绮罗到底是在发什么神经，但是可以确定的，金玉髓果是真的。他让秦穆青立刻把果子吃了，然后赶紧疗伤。方才秦穆青并没有察觉到根骨受到损伤，但是吃下地金玉髓果后，药力慢慢吸收入体，这才察觉到绮罗说的没错，要是不及时的疗伤，很可能留下暗疾，不仅根骨品级下降，而且还会影响寿命。炼狱诛仙符果然有不同凡响之处，要不是绮罗提醒，他真的就废了。秦穆青闭上眼睛，专心吸收药力，要尽快把伤治好。邱洛尘观察四周，这里应该是系统所说的琼林岛上那座100丈小山的内部。现在绮罗不在，虽然他好像是突然之间变了一个人，但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疯癫起来呢？邱洛尘觉得还是有必要寻找出路的。他不让秦穆青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然后展开身法四下开始寻找。但是不管是临时探查还是左眼灵眸都无法找到出路，而且他的左眼灵眸也看不穿眼前的这些石头，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片混沌迷茫之中。就在邱洛尘仔细寻找的时候，绮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不用寻找了，没有出路的，每隔1000年才有一次出去的机会。邱洛尘猛然回头，不禁一下呆住了，在他身后悬空漂浮着一个美女。这个美女穿着一件明黄色的长裙，翠色的丝带系在腰间，显得身材分外的婀娜，肌肤白腻如脂，红唇嫣如丹果，一个绯红的手镯戴在皓腕上，白得如雪，红得如火，摄人般的鲜艳。棕褐色的双眸深邃如潭，看一眼就能让人沉沦而不愿意醒来。红色的长发随意地散开飘在脑后，隐隐间有着淡淡清香。美女气若幽兰，有仙子般的清丽脱俗，恍若不食人间烟火，又有着万种风情，仿如妖孽。美女开口说道：我名叫绮罗，你叫什么？为什么到了琼林岛？这个美女竟然就是刚才那个邋里邋遢脏兮兮的疯女人。要不是系统评定过绮罗为8星，要不是她长裙下面空空荡荡，邱洛尘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们会是同一个人的。我名叫邱洛尘，来自大周国朝，那位是我的夫人秦穆青。穆青只是偶然看见了这座荒岛，留在这里休息，没想到遇见海盗，于是我带人来救他，更没想到遇到了你，然后就到了这里。绮罗嫣然一笑，原来如此，好在我糊涂的时候还没有伤害到2位，不然我就又增加了一个罪过。邱洛尘不可置信地打量着绮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今的外貌是幻化之术吗？绮罗摇头，在这座琼林岛上，我使不出化形之法。邱洛尘有些不相信，不是化形之法，怎么差别这么大，我都看不出来。绮罗盯着邱洛尘仔细看了看，哦，原来你有灵眸之术啊，可是在这座岛上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这座岛上有什么古怪吗？绮罗美目流转，这座岛并没有古怪，只不过它来自仙界。啊！邱洛尘再次一惊，那你……绮罗脑后的红发无风轻舞，我是一位仙人。仙人？绮罗说他是仙人，邱洛尘有些不可置信。可这里是凡界，你怎么会到了这里？绮罗神色一暗，我是被罚下仙界的。邱洛尘恍然大悟，哎呀，原来是被罚下凡的仙女啊，失敬失敬。可是你这被罚得有点惨啊，见到你的时候有点太狼狈了吧？绮罗惨然一笑，再过1000年见到我还会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循环往复已经3万年了。邱洛尘更加的惊愕，还请仙子讲清楚吧，我是越听越糊涂了。绮罗叹了口气，讲了事情的原委。绮罗本来是仙界人虞国的公主，为了对抗夜叉国，她的父亲人虞国主准备把自己最漂亮的女儿绮罗公主嫁给龙国王子为妻。夜叉国为了阻止这场联姻，派内奸给绮罗下了药术，让这位美貌的公主迷失本性。绮罗公主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进入了人鱼国的藏宝库琼林岛，一口吃下了按照约定正在岛里挑选奇珍异宝的龙国王子。虽然绮罗很快清醒过来，赶紧把龙国王子给吐了出来，但是王子受伤很重，需要1万年才能够恢复如初。绮罗的父亲人虞国国王为此怒不可遏，在龙国国王面前砍下了公主的鱼尾。尽管如此，两国的联姻还是因为这件事而告吹。没有了龙国的支持，人鱼国在与夜叉国的争斗中大败溃输，
最后只能向夜叉国俯首称臣。为了不让夜叉国得到藏宝库，同时也为了惩罚绮罗，人鱼国国王让巫师对绮罗下了诅咒，然后把他和琼林岛一起打入了凡界。对绮罗的诅咒是把他变成了丑陋肮脏的夜叉国巫师的样子，困在琼林岛中，并且忘记过去，浑浑噩噩，只以为自己是个守护宝岛的女巫师。不过每隔1000年，琼林岛上的门户就会开放一次，绮罗也会有机会从岛中的禁锢之中走出来一次，可是只有1天的时间。这1天里，如果遇到有人给绮罗食物，他就能在这1天之中恢复记忆，去岛上的琼林泉中洗浴过后，就能变回本来的样子。琼林岛从仙界落入了凡界的大海之中，沉入海底漂浮游荡，每隔1000年会出现在海面上漂浮3天，这3天里禁锢之门会不定时的打开一次。到如今琼林岛已经落入凡界3万年了，在海面上出现了30次。最初的时候，绮罗每次走出禁锢之门都遇不到有人上岛，而且虽然他能够走出禁锢，但是他也是神志不清的，只知道想吃好吃的食物，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自己也不知道。直到3000年前，绮罗在岛上遇到了一名海盗，这名海盗给了他一个馒头，让他恢复了1天的记忆。为了以后每隔1000年都能有人上琼领岛送食物给他吃，那一次绮罗送给了海盗一颗仙界的寿元参果，让这名海盗可以有万年的寿数。绮罗告诉海盗，每隔1000年琼林岛会出现一次，第一个送好吃的食物给他的人就会得到一件任何想要的宝物。但是琼林岛在海底是四处游荡的，1000年的时间也不知道能飘到哪里去。为此，绮罗送给了那名海盗一件琼林岛的定位器，只要琼林岛在海面上的某一处出现，这名海盗就可以找得到。2000年前，这名海盗如约而来，说他创建了金斧帮，并且从绮罗那里拿走了一件可以诛仙的仙器，名叫炼狱诛仙斧。这名海盗名叫莫奇雨修，他再次与绮罗约定1000年以后还会再来。而这一次，绮罗却遇到了秦木青，他当时是疯癫的状态，只知道要好吃的食物，如果没有食物，他确实产生了吃人的欲望，不过受他的本性压制，并没有真的吃人，否则秦木青就会死得很惨了。听绮罗讲完，邱洛尘不禁一阵唏嘘，没想到都成仙了，到了仙界还得打来打去，那除了可以长生不死以外，仙界和凡界也没什么区别。仙界人鱼国的这位国王对自己的女儿也太狠了，明知道不是绮罗公主的错，还这么残忍的惩罚她。邱洛尘觉得，要是自己的女儿犯了这种错，他绝对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还是一个父亲吗？看着如仙似妖、花容月貌的绮罗，邱洛尘突然心中一惊。一天，绮罗公主的意思是说，每隔1000年，你只能有这么1天恢复记忆，明天你还会成为巫婆的样子吗？绮罗双眸之中是无限的悲凉。正是这样，到了明天又会成为那个肮脏不堪的丑陋女巫师，不知道梳洗，不知道清洁，不知道过往，行尸走肉一样的浑浑噩噩。邱洛尘心中愤恨，你的父亲也过于的心狠手辣了，他不配做你的父亲。绮罗眼中涌出泪水，父亲当时断我鱼尾，也是迫于龙国的压力，不得不如此，否则龙国与夜叉国联手，我人鱼国的下场定然凄惨无比。邱洛尘蹙眉，可你父亲还惩罚你到了凡界，并且用了如此恶毒的诅咒。绮罗轻咬红唇，父亲也是为了保护我，免受夜叉国的欺凌。邱洛尘轻叹，哎，你啊，真是善良，还在为你父亲开脱。他应该想的是怎么能守住这座琼林宝库吧。绮罗苦笑，抬手拭去眼角的泪水，不管怎样已成事实，无法改变了。邱洛尘，你们想离开这里吗？邱洛尘点头，当然想离开这里，谁愿意被禁锢在这里啊？我们也可以帮你离开。我的另外一位夫人苏雅正在带人寻找我们，只要绮罗公主指点我们里应外合，就应该有可能从禁锢之中冲出去。绮罗轻轻摇头，没用的，琼林岛是藏宝之地，防卫坚固严密，就算是神界的人也打不开的。邱洛尘不禁有些忧虑，难道除了等待1000年之外，就无法离开这里了吗？绮罗神情变得严肃，自然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杀了我。想要离开琼林岛，需要破开岛上的禁锢，绮罗说只有杀了他才行，这倒是让邱洛尘为之一愣。杀了你？绮罗公主的意思我没懂。绮罗盯着邱洛尘，如果你们今日不杀我，明日我就会失去记忆，继续成为那个肮脏的女巫师，我还会杀了你们。虽然到了凡界，我的修为被封印，但还是高出你们太多，要是不能离开这里，你们必然会死在我变成的女巫师手里，真怕会控制不住，然后再把你们都吃掉。我不想吃人，可在这座琼林岛中，我又无法摆脱诅咒，我甚至想自杀都做不到。如果你们能够杀了我，算是帮我解脱了，我死之后，岛上的禁锢会自动打开一次，你们可以趁机逃离。邱洛尘神色变幻，仔细琢磨，应该还有时间，先让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帮你破除诅咒吧，其他的事情应该还来得及。绮罗惨笑，已经过去3万年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诅咒才会终结，你们杀了我，对我来说是重解脱，是在帮我。邱洛尘皱了皱眉，难道真的没有办法破除你身上的诅咒之术吗？绮罗面露无奈之色，我被封禁在这琼林岛中的时候，
父亲说，除非我能断体再生，否则永远都会活在诅咒之中。可是我的身体是被人虞国的镇国仙器太原灵海剑砍去的，太原灵海剑可诛仙杀妖，就算有化形之能，被断肢之后也不可能再生而出的，我永远都会活在诅咒之中的。说到最后，绮罗眼眸中再次滴下泪水，实在是我见犹怜。邱若尘心中升起一种想要英雄救美的万丈豪情。绮罗公主，其实，只要……邱若尘想说，只要你嫁给我，与我有了夫妻之时，就能断肢再生。不过他又怕直接说出来，让仙女绮罗觉得他趁仙之危。邱若尘琢磨着该怎么把这话说出来。这时候，秦慕清的声音突然传来：“绮罗公主，我家夫君可以帮你破去诅咒。”绮罗有些吃惊地打量邱若尘，然后转头看向走过来的秦慕清。秦慕清面带微笑：“绮罗公主，多谢你的地精玉髓果，我的伤已经完全治愈了。刚才公主和我夫君邱若尘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家夫君有个办法，能让你的断肢再生，破去诅咒，只是他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来。夫君，请你回避一下，让我和绮罗公主讲吧。”说话间，秦慕清和邱若尘对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要不是有绮罗在旁边，邱若尘真想给秦慕清一个大大的拥抱。这位夫人真的是太懂得他的心思了。秦慕清要出面给他保媒，女人和女人之间好说话，这样就可以免去绮罗的心中芥蒂，委婉地表达出其中的意思。也不知道能不能成，毕竟绮罗是个仙女，要是绮罗宁死也不同意，那就得再想办法了。邱若尘离开了两个美女，去别的地方闲逛。刚才寻找出路的时候，绮罗去的那堆乱石的后头传来水声的地方，他还没有去过。转过乱石堆，这里是灰茫茫的一片，邱若尘的左眼灵眸也无法看穿。从山洞的一处石缝之间，有泉水潺潺流下，注入了一汪清泉之中。泉水清澈，能看见清泉底下的青石。泉水散发出阵阵清香，和绮罗头发上的香气一模一样。这里就应该是绮罗沐浴的琼林泉了。邱若尘忍不住用手摸了摸水的温度，竟然是温热的，洗浴起来应该能挺舒服。邱若尘走进那片灰茫茫的混沌，用手去摸，发现坚硬无比，不论多么用力都无法把手伸进去，但是却能感觉到里面蕴藏有蓬勃的能量。看来仙界的藏宝之地确实不一样，所有防御都是用极高极纯的能量组成的，怪不得海盗们的疯狂进攻也不能损坏外面的石头。突然邱若尘的身躯一震，这种震动是发自心底的，被系统称为仙域1寸方圆的小石头又动了。10块小石头在空中自行组合，9块小石头三相合成了底座，1块小石头落在底座中心位置，然后啪的一声就贴在了灰茫茫的混沌墙壁之上，以中间的那块小石头为中心自动旋转。肉眼可看见那片灰茫茫的混沌化成了一层一层的气体，被仙域1寸方圆的10块小石头贪婪地吸收了进去。整面混沌墙壁被渐渐的一层一层的消化吸收了。邱若尘心中大喜，照这样下去就一定可以突破这种能量禁锢，从这里逃出去。这种混沌能量被仙域石头吸收后退了足足有100米，仙域石头突然停住了，然后脱离混沌飞到空中，重新分散成了10块。在邱若尘心底里啪啪接连10声脆响，眼看着10块小石头上种子破石而出，发了芽。原来是能量积累够了，上次在夜魔岛的黑塔之中吸收了夜魔草的能量，再加上刚才的贪婪吸收，仙域种子可以发芽了。可是邱若尘现在不关心仙级种子是否发芽，他希望能从这里出去。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是邱若尘却能感觉到仙域石头的集体回答。现在能量吸收够了，需要消化，明天才可以继续。10块仙域石头眨眼间消失，回到系统之中。这时候秦慕清出现在身后，若尘，绮罗公主同意嫁给你了。邱若尘握住了秦慕清的手，能够娶个仙女，多少还是有点小激动的。啊，太好了，这样不仅可以帮助绮罗重生断肢，破除诅咒，我们也能够从这里出去。秦慕清有些迟疑，若尘，绮罗说她可以嫁给你，不过她说要是我们骗她，只是为了趁机先占她便宜，那就杀了你我2人。若尘，你有几分把握？秦慕清这一问，邱若尘也有些怀疑，毕竟绮罗是仙女，不是凡界的人，万一她的这把钥匙开不了绮罗的锁可怎么办？系统，我与绮罗成亲，能不能让她的断肢再生复原？系统只回答了3个字：没问题。系统是可以信赖的，邱若尘放心了，他胸有成竹，对着秦慕清点了点头。相信我，没错的。邱若尘所说的话，绮罗是能够听见的，他没有表现的羞涩，而是要大大方方的张罗自己的婚礼。所剩下的时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出嫁，绮罗还是不想太过于草率。绮罗领着邱若尘和秦慕清走进了一块巨石之中，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眼前出现了一扇金光灿灿的大门，绮罗摘下了手腕上的绯红手镯，在一片红光之中，他晃动手镯，念念有词，金色的大门自动打开。眼前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邱若尘第一次见到了仙界的宝库。宝库里放出的光彩真的是能亮瞎眼睛，
邱洛尘适应了好一会儿才敢走进去。这座宝库大得出奇，似乎要比整座琼林岛还要大着几倍。三个人走在里面，像是进入了一座城市，里面的宝物琳琅满目，事无巨细，除了食物之外，是要什么有什么。邱洛尘都有一种幻化成巨人之躯，快点全看过一遍的冲动。绮罗解释说，凡界之上的仙界不止一个，他所在的人鱼国位于名为混沌仙界的苍茫幽海之中，已经有千万年了。在混沌仙界里，人鱼国与龙国、夜叉国是这个仙界里的原住民。人鱼国最喜欢收集宝贝，从凡界到仙、魔、妖神界的宝物都有，所有国民遇到宝贝就会想方设法的弄到手，放入琼林岛中。就因为宝贝多，所以人鱼国飞升入神界的强者也多，修为高深的都飞升了，神器也都带走了，反倒让仙界的人鱼国实力越来越弱，这才被夜叉国打败，不得不臣服。夜叉国对这座人鱼国的藏宝库琼林岛垂涎已久，战败人鱼国就是想得到这座宝库，可人鱼国国王把琼林岛送下了凡界，夜叉国就屠户奈何了。因为凡界的灵气不足，仙界的人下凡之后，除非重新做个凡界的人，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可是重新做个凡人，想要再成仙又是无比的艰难，所以没有仙人愿意下凡。听了绮罗的讲述，邱洛尘微微点头。绮罗公主的修为虽然下降了许多，但是有着琼林岛上的灵气补充，所以依然还有仙界的能力，寿数也没有受到影响。绮罗长长的睫毛眨动，看了一眼这个她马上要嫁的男人，你很聪明。邱洛尘挠了挠头，这样就算聪明了吗？看来只要是女人，不论仙界、凡界，他们判断男人的标准多数都是根据心情来的，没有道理可言。这时候绮罗神色又是一暗，就因为灵气的原因，就算我能在岛上自由的出入，但是也不能离开这座充满灵气的琼林岛，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除非重新渡劫飞升。邱洛尘刚想说什么，绮罗又嫣然一笑，如果你真的能让我破除诅咒活成自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不祈求别的。邱洛尘点了点头，一切顺其自然，车到山前必有路，桥到船头自然直，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在宝库中，绮罗给自己选了件红色的云霞嫁衣，这件嫁衣的红色可以随着心情变化，深红、酒红、浅红，各种红色随心所欲。他给邱洛尘也挑了一件新郎装，不仅颜色能变，款式也能变，需要的话甚至可以变成红色的短裤，能够随心意变化的双喜红烛，能够随心情甚至姿势变化的人一夫妻床，只有想不到，没有宝库找不到的。绮罗似乎忘记了被禁锢的烦恼，欢天喜地的挑选着成亲用的东西，要不是秦慕清提醒注意时间，还不知道绮罗要挑到什么时候。最后绮罗在宝库里找出了一个手掌大小的盒子，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栋房子，还带个院落。绮罗媚笑，这个就可以做我们的新房了。邱洛尘把所有绮罗挑选出来的东西放入空间储存戒指里，三个人退出了宝库。绮罗来到了琼林泉的旁边，他扫了一眼因为被仙玉石头吸收而退后的混沌能量墙，看了一眼邱洛尘，你的那10块石头竟然能吸走琼林岛上的能量，很了不起，应该是神器，可是只靠10块就想突破禁锢是做不到的。邱洛尘微微一惊，看来岛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瞒不过恢复神智的绮罗公主。为什么做不到？只要一直吸收下去就应该可以吧？邱洛尘有些不服气。绮罗轻轻叹气，哎，那是你不知道禁锢这座琼林岛的能量墙有多厚，据我估计最低也要有1万丈，靠你的那10块石头是做不到的。1万丈，3万多米，真是把邱洛尘惊到了，看来他还是低估了仙界的实力。在邱洛尘震惊的时候，绮罗取出了那座巴掌大小的院落，抬手扔在地上，小院瞬间变大，红墙碧瓦，亭台水榭，绿树成荫，竟然还有盛开的花朵。邱洛尘把绮罗挑选的宝物都取了出来，三个人动手，没用多久就一切准备妥当。秦慕清临时充当司仪，走过程序之后，两个人进入洞房。在进入洞房之前，秦慕清举手用力握了握拳，老公加油。婆娑世界里并没有老公这个称呼，也不知道加油的意思，这是邱洛尘教给诸多夫人们的，可大家都不习惯用。今天秦慕清能这么讲，是真的希望邱洛尘要努力破去绮罗身上的诅咒，否则后果实在难料。邱洛尘坏坏的一笑，做了个 OK 的手势。坐在床上，绮罗这时候才有些羞涩。邱洛尘，以后你就是我的丈夫了，我从来没想到会嫁给一个凡界的人，你要轻一些。邱洛尘神色自若，我也没想过这么快就娶了一个仙女，放心，为夫知道应该怎么做。绮罗是真的漂亮，妖艳魅惑和清丽脱俗两种截然不同的美，竟然在她身上能够完美的结合。在邱洛尘的帮助下，绮罗含羞带俏的缓缓脱去衣裳，她没有双腿，邱洛尘小心翼翼的像对待瓷器一样，所有动作都轻轻柔柔，慢慢的开始。不着寸缕的绮罗看起来真的就如同瓷器一样，没有下肢的身体让邱洛尘倍感怜惜。经验丰富的邱洛尘很快就让绮罗忘记了羞怯，两个人进入了正题。叮，恭喜宿主又娶得一位美人，
肉身境界达到游仙之躯5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获得分身术第1级境界，能够以一化2。在系统给出奖励的同时，绮罗啊的一声，他的下肢发生了变化，一条1丈多长的鱼尾蓦然间生长而出。绮罗惊喜的大叫：“洛尘，我的诅咒解除了！”邱洛尘心中大叫：“卧槽，这下面不就是条鱼吗？”系统赋予的本事无需质疑，邱洛尘成功的让绮罗生长出了断肢，破除了身上的诅咒。不过绮罗的断肢是一条鱼尾，还是彩色的，因为心中的高兴，绮罗的彩色鱼尾啪啪的拍打在床上。破除诅咒的兴奋让原本还有些矜持的绮罗完全放开了自我，激情四射，让邱洛尘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是仙女的疯狂。非常的惊艳，邱洛尘一时之间真是心潮起伏，波澜澎湃，各种滋味一时无法言说。蓦然间，绮罗感觉到了邱洛尘的身体和情绪的变化，深邃的美眸看着他：“洛尘，你救了我，我会给你任何心中想要的享受。”刹那间，绮罗的彩色鱼尾变成了2条修长匀称、白瓷一般光洁的美腿，细腻丝滑。我可以是你心中希望的样子。绮罗柔美的声音仿佛天籁。邱洛尘心情激荡：“其实你不用变化的，我可以适应。”绮罗没有回答，只是全部身心的迎上。就算是仙女遇到邱洛尘也是要甘拜下风的，尤其是初经人世的仙女。不久，绮罗就没了力气，两个人安静下来，温情相拥。秦慕青的声音传进屋中，有些小心翼翼：“洛尘，绮罗，你们还好吗？”邱洛尘这才想起来秦慕青还在外面等待两个人洞房之后的结果，他一定担心的不行，于是高声说道：“慕青，放心吧，绮罗的诅咒解除了。”“哦，太好了！”秦慕青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听到秦慕青高兴的欢呼声，绮罗媚眼如丝，逆着眼前的男人，把头埋进男人的怀里，紧紧相拥。她不想邱洛尘这么快就离开。邱洛尘轻声：“诅咒彻底解除了吗？岛中的禁锢可以出去了吗？”“绮罗呢喃：“我已经清楚的知道哪里是可以出去的门户，也知道了如何打开门户的法门。”邱洛尘的指尖是绮罗的滑腻：“你那生的是鱼尾吗？”“是的，你好像不喜欢。我可以一直像现在的模样。”绮罗温声细语。邱洛尘压着心底又被点燃的欲，他需要尽快安抚绮罗，好离开这里。苏雅和他的天行军在外面一定非常着急。“我没有不喜欢，只是好奇。没有水的地方，想走路怎么办？是像蛇一样在地面游动吗？”绮罗妩媚一笑：“那是凡界的人鱼，我们仙界的鱼尾只是在海里用，是不能走路的。到了陆地，鱼尾就可以随时化形成双腿了。”邱洛尘微微点头：“哦，仙界的鱼和人鱼与凡界就是不一样。”绮罗神色突然变得黯然：“我知道，洛尘，你该走了，还有很多凡界的夫人在等着你。你不可能陪我在这琼林岛上住下去的，我们的新婚就是离别。不过，我已经可以重新做回自己，破去了诅咒，我很满意了。”邱洛尘伸手勾起绮罗的下颌：“事在人为，你是仙，就更有可畏了。以后琼林岛也是我的家，我会经常来看你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办，接下来就该琢磨如何过好我们的夫妻生活了。你相信我吗？”绮罗点头：“你是我的丈夫，如今是我唯一的亲人，不信你，我就无人可信了。我能察觉到在岛上找你的人现在很是着急，他似乎要倾全族之力破坏琼林岛，我们是该出去了。”说着，绮罗依依不舍的又抱了抱邱洛尘，深深的来了一吻，两个人这才穿衣服起来。秦慕青等在小院外面，见两个人出来，面带微笑，上下打量绮罗，然后拉住了绮罗的手：“绮罗妹妹，你本来就好美，破去诅咒之后就更加的动人了。”绮罗面色微红：“慕青姐姐也很漂亮。”来到了琼林泉的旁边，绮罗摘下绯红的手镯，念念有词，在红光之中，泉水喷薄而出，在空中形成了一道水幕。在邱洛尘冲进山洞寻找秦慕青的时候，苏雅已经带着万人天行军杀光了所有金府帮的海盗，砸碎了炼狱诛仙府，4艘海盗船也被打烂沉下了海底。可是邱洛尘和秦慕青却始终没有从山洞里出来。这时候苏雅才意识到，以他的灵识也探查不到山洞里的变化，定然有古怪。苏雅不敢犹豫，立刻冲进了山洞之中，却发现空空如也，邱洛尘和秦慕青都消失不见了。苏雅察觉到了洞中出现过强大的修仙者，此人的修为甚至于在他之上。修仙者应该是进入了这座荒岛的深处，带走了邱洛尘和秦慕青，而整个荒岛似乎都被一种浩瀚的能量包裹，深不可测。苏雅吩咐所有天行军在岛上寻找是否有暗藏的洞口，他也展开灵识仔细搜索，可结果却一无所获。苏雅决定带着天行军把这座岛打开，万人天行军加上他一起，全力轰击邱洛尘消失的山洞。但是山洞却岿然不动，连块石头都没有粉碎。苏雅认真琢磨，他推测应该是整座岛都与那种浩瀚无边的能量浑然一体，只要岛不破，其他一处都不会破。这是一座用浩瀚能量保护起来的海岛，不像是凡界中的存在。
可是邱洛尘被抓走了，苏雅双眸喷火，就算是天神下凡，他也要生死相拼。苏雅下命令，集结天行族的所有成年男女，他准备要以近3000万天行族人之力砸开这座坚不可摧的海岛。苏雅站在空中，苏星、苏晨、苏月、苏烟、苏欣、苏娜、苏家、苏玲也都赶来了。这8位夫人的身体还不方便，可听说邱洛尘失踪，还是不顾下身的不舒服，全都赶了过来。陆续赶来的天行族人集结在琼林岛上方，不断有人来禀报：报告女王，族人已到了100万；报告女王，族人已到200万；报告女王，族人已到1000万。人数还在不断的增长，天空中黑压压的全是天行族人，排列长空，遮天蔽日。苏雅看着脚下的海岛，洛尘，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一根紫金棒在苏雅手中出现，她高高举起。天行族人们为了救出姑爷，需要齐心协力。所有族人轰然答应，声震天地。苏雅的紫金棒升到天空，所有的天行族人都记起手中的铁棒，近3000万根铁棒以紫金棒为中心组合凝聚成一根长约1000丈的黑色大棒。苏雅向着脚下的琼林岛一指，打！轰的一声，第一棒砸了下去。琼林岛深处，绮罗指着水幕，这里就是一道出入琼林岛的门户。他拉起邱洛尘和秦慕清的手，跟我来吧。突然四周一阵巨响，原本坚固的混沌能量墙居然猛地一阵颤抖。绮罗神色大变，不好，快切出去吧！接近3000万根天行族人的铁棒凝聚在一起的全力一击，狠狠地砸在琼林岛上，巨响隆隆，四周的海面被震得激起了千尺海浪。苏雅看了看被砸得开始抖动的琼林岛，再次抬手，准备下令继续第2次攻击。突然从岛上的一个山洞里传来声音：苏雅，我出来了。邱洛尘从山洞里钻了出来，抬头看向天空。苏雅又惊又喜，像个流星一般从空中急坠而下，扑向了邱洛尘，冲到近前戛然而止，上下打量。洛尘，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邱洛尘微笑摇头，我很好，倒是你得小心点，你可是个要当娘的人，需要当心肚子里的孩子。苏雅娇嗔，我担心你啊，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我们的孩子可就没有爹了。邱洛尘抓住了苏雅的手，多谢夫人的关心。哎呀，手这么凉啊，让我帮你暖和暖和。苏雅粉面一红，朝着天上瞟了一眼，族人们都看着呢。邱洛尘不以为意，看就看呗，你是我的夫人。这时候苏欣、苏晨、苏月、苏烟、苏欣、苏娜、苏家、苏玲也全都飞了过来，一个个眸中都含着泪水，因为邱洛尘的平安喜极而泣。苏雅挥手下令族人们回转天行山，邱洛尘朝着天空躬身行礼，对族人们的倾力相救表示感谢。空中传来几位长老的声音：姑爷没事就好，自家人不必客套，早些回家，多生些娃娃吧。苏雅和8位夫人的面颊之上染了红霞。邱洛尘把苏雅和8位夫人叫到一旁，讲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如今绮罗和秦慕清还在山洞里面，等着邱洛尘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免得贸然出来惹来误会。苏雅微微点头，绮罗倒是有些可怜，既然身不由己，也就情有可原了，我不会与他计较的。苏欣、苏晨等8位夫人这时候纷纷打量邱洛尘，洛尘，你还有这等本事？为什么与我们成为夫妻，我们反倒走路多？苏雅轻啐了一口，那是你们缠着洛尘要的太多了，怨不得别人。苏玲美目眨动，是啊，女王姐姐就没有事情，还能与海盗作战呢。苏雅粉面一红，好了，夫君又给我们收了一位仙女妹妹，赶紧去见见吧。绮罗虽然在洞里能够探知外面的事情，但是突然见到涌进洞中这么多小美女，她独处了3万年，自然而然的全神戒备推到了秦慕清的身后。秦慕清与苏雅是见过面的，没等邱洛尘介绍，他首先走过来。苏雅女王，谢谢你来救我。苏雅伸出小手拉住秦慕清，慕清姐姐怎么还称呼我为女王呢？都是一家人了，按照嫁给洛尘的先后排序，我得叫你声姐姐。秦慕清微笑，这么说来，苏雅妹妹，我可就不客气了。见女王苏雅都称呼姐姐，苏欣、苏晨等8位夫人也纷纷称呼秦慕清为姐姐。邱洛尘怕绮罗和秦慕清尴尬，也怕这些夫人们话不投机再动起手来，那可就乱套了，赶紧互相介绍。秦慕清倒是落落大方，他与苏雅是见过面的，两个人微笑点头，又与苏欣、苏晨等8位夫人互相问候。接着秦慕清转身把绮罗拉过来，这位是我们的夫君新收的一位夫人，仙界人虞国的绮罗公主，以后就是我们的妹妹了。岛上的悠悠岁月让绮罗成了社恐，她有些腼腆，虽然解除了戒备，但还是一言不发，静静地打量着邱洛尘的这些夫人。苏雅在空中走到了绮罗的眼前，绮罗妹妹如今应该是9级2阶散仙的修为，还在我之上，若是在仙界应该更高吧。绮罗神色黯然，没有来到凡界之前，我已经达到了9级至尊境的修为了。苏雅点头，绮罗妹妹的事情洛尘都说了，
你真是个可怜的仙子，既然仙界不如意，就暂时留在凡界中吧，有些事将来再想办法。你如今被下的诅咒已经除去，神智也已经恢复，可以操控这座琼林岛靠近我族的天行山，以后可以互相照应，洛尘见你也方便。绮罗面露无奈，这座琼林岛自带灵性，虽然我的神智已经恢复，可却无法操控，每1000年此岛才能露出海面3天，其余时间都在海底飘荡，漫无目的，没有停留之处。凡界的灵力不足，我离开琼林岛无法活下去，还有明天1天了，接着我将要随着这座岛沉入海底，漂流1000年。说到这里，绮罗黯然神伤，看了一眼邱洛尘，眼眸中泛起泪光。苏雅轻叹，绮罗妹妹确实可怜，我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你不要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绮罗叹了口气，低下了头，形单影只，令人怜惜。邱洛尘拉着苏雅和秦慕清商量，让苏雅把秦慕清接去天行山。邱洛尘想要留在琼林岛，再陪绮罗1天，过一下两人世界，让绮罗最后享受两人的独处时光。苏欣等8位夫人第一晚弄得太嗨，需要休息几天，苏雅又有孕在身，所以邱洛尘暂时留在天行山，有绮罗陪着也挺好。秦慕清和苏雅对邱洛尘的想法都表示支持。苏雅看了一眼绮罗，我们这些夫人在洛尘的身边机会还有很多，只有绮罗妹妹最少，洛尘理应如此。邱洛尘点了点头，两位夫人真是深明我意。绮罗没想到还可以与邱洛尘再恩爱1天，心里万分高兴感激。她像一阵风一样跑回了宝库之中，挑选出了一件仙器如意定海棒送给苏雅。因为琼林岛设下了禁制，每隔1000年只能从岛里拿走1件宝物，否则绮罗真想拿个180件出来送给这些姐妹们。送走了苏雅和秦慕清等10位夫人，绮罗依偎在邱洛尘怀里，夕阳落下，晚霞满天。洛尘，你能再陪我1日，我真的好高兴。邱洛尘低头轻轻吻在绮罗的红唇上，或许我还可以陪你很长时间。绮罗美眸一亮，真的吗？你是哄我开心吧？邱洛尘微笑，当然是真的，因为我会分身术。绮罗美眸闪亮，纤长如墨的睫毛不停地忽闪。洛尘，你会分身术？是啊，不过刚刚学会不久，还不熟练。说话间，邱洛尘低头下望，绮罗胸前的一抹粉嫩若隐若现，脖颈晶莹雪白，鼻息间阵阵幽香，一幅绝色美人图，活色生香。邱洛尘不觉心中一荡。绮罗能感受到邱洛尘的变化波动，不由得用力靠了靠，几乎融进了他的怀里。他轻声细语，不知夫君会哪一种分身术？凡界的分身法只是虚像，仙界也只有达到仙尊之躯，无上神通境才能分身为实体。无上神通境的分身可以本体和分身不分彼此，共享一切所知所感，但是需要仙界充盈的灵气支持才可以使用这种法术。夫君应该会的是凡界中的分身法，可留下虚像陪我，但是10日应该也不能长久，虚像不能互动交流，不过有胜于我，也可让我少寂寞几天了。邱洛尘也是才得到系统的这项奖励，系统给他奖励的时候正是与绮罗激情澎湃的时刻，他也没弄明白到底能分身到什么程度。系统只是写着奖励分身术第1级境界，能够以1化2，其他的都没有说明。邱洛尘心念一动，系统的字幕就打了出来。系统奖励宿主的是最顶级的无上分身法，分的是实体不是虚影，本体和分身不分彼此，感受和思维共享。邱洛尘心中一喜，就是说我的分身和本体虽然在不同地方，但是能够同时感受不同地方的生活，无所谓谁是主谁是次，对吗？系统的回答很耐心，没错，宿主现在是分身术1级境界，能够一分为2，比如一个你在天行山，一个你在琼林岛，可以同时感受2个地方的生活，本体分身是时刻互通的。分身术共有10层级别，宿主现在是第1级别，虽然能够一分为2两个实体，但是时间最多只能持续1个月，如果想要再次分身，需要间隔1个月。不过只要宿主继续娶妻生子，分身术的级别提高，分身的时间就会变长，分身也会更多。邱洛尘明白了，他低头轻轻印在绮罗粉嫩的红唇上，2个人好一会儿才分开。绮罗，我的分身法可以分成实体，达到你说的不分彼此，共享一切所感的境界。啊！绮罗不可置信地看着邱洛尘，真的吗？邱洛尘用力点头，千真万确，只不过每次只有1个月的时间，再次分身还得间隔1个月。绮罗的身体有些颤抖，洛尘，你真的有太多让我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就已经很好了。就是说以后洛尘可以常常来琼林岛里陪我了吗？邱洛尘语气坚定，是啊，你以后不用再担心孤单寂寞了。绮罗眼眸中泛起泪水，紧紧地把邱洛尘抱住。我不知该怎么表示高兴才好，3万年了，幸福有些好突然。邱洛尘拥了拥怀里的爱人，将来我还可以带着其他夫人和孩子来琼林岛上常住，就当是他们度假了。度假？绮罗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邱洛尘想了想，就是休息玩，大家一起玩。绮罗面色羞红，一起吗？我可能还需要适应。
邱若尘一愣，随即明白了绮罗脸红的原因。他想多了，不过真的能一起可是挺好，他愿意。突然邱若尘想起一件事情，哎呀，以后这座琼林岛会沉入海中，我离开之后得怎么样才能在深海之中找到你呢？这不用担心。绮罗拉着邱若尘，身形一动，两个人就回到了琼林泉旁，伸出手，一滴泉水落在了绮罗的指尖上，凝结成晶体，光莹剔透，像明珠般熠熠生辉。洛尘，你只要带着这滴泉水就可以了，不论相隔多远，它都会与琼林泉之间生出感应，只要你想找琼林岛，这滴泉水就会带你来的。邱若尘把化成晶体的这滴泉水收好。绮罗，你当初送给那名金府帮海盗首领的定位器就是琼林泉水吗？绮罗微微摇头，不是，那是一块石头，只有琼林岛露出海面的时候才会感应得到。夜色降临，绮罗把那座能变化的新房拿到了岛上，两个人坐在院中树下，月光如流水般洒落，地上一片银白。婆娑世界也有太阳和月亮，叫法和邱若尘来的那个世界相同。绮罗妩媚一笑，洛尘，我为你歌舞一曲吧。人鱼国的歌舞可是仙界的翘楚。借着月色，绮罗轻启歌喉，翩翩起舞，声音如人间天籁，入心入神。素色纱衣映衬着曼妙身姿，如祝凤翔鸾，婀娜中带着极致的魅惑。跳着跳着，绮罗身上的衣衫在渐渐褪去，窈窕和丰满展现无余，月色之下美得令人炫目。邱若尘心神荡漾，卧槽，仙女脱衣舞吗？绮罗媚眼如钩，邱若尘哪里还不明白仙女夫人的意思，一场肆无忌惮在月光下开始演绎。春色无边，不过如此。这一晚上，邱若尘的情绪被撩拨得不断高昂，剑拔弩张中不管不顾，缠绵入骨。天色大亮，两个人也不愿起床。绮罗的战斗力让邱若尘都感到吃惊，或许人鱼真的和人是不一样的。正要继续再战的时候，绮罗突然秀眉一动，我的老朋友来了。在琼林岛外来了20艘大船，每艘大船的船头都有黑色的旗帜迎风飘扬，黑旗上面会有白色的骷髅和交叉骨头的图案，船体上画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符号。每艘船上都站着上百人，大船浩浩荡荡而来，很快就把琼林岛团团围住。一条为首的大船上站着一个矮胖的男子，秃头在清晨的日光中闪着光亮，穿着一件金色长袍，手中提着一柄金色的宣花板斧。男子远远地打量琼林岛，然后凌空飞行，来到了琼林岛的上空，看向这座带着红墙绿瓦的小院，高声喊道：不知道是哪来的朋友，先我们金府帮一步踏上了琼林岛，出来见一见吧。邱若尘和绮罗从屋里走了出来，邱若尘四下看了看，这种阵势他应该是打不过，看来逼不得已只得躲进岛的深处了。绮罗抬头看了看秃头海盗，渡劫至境9级的修为，这种修为在凡界应该不低了。邱若尘点头，看来金府帮帮主的修为果然不低。绮罗摇头，这人不是莫奇雨修。突然海上一个粗豪的声音传来，仙女姐姐，1000年不见了，你还好吗？从一条海盗船上虚空走来一条人影，转眼就到了眼前。邱若尘只看了一眼就大吃一惊，这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从空中走来的人身高能在1.75米左右，穿着棕色的皮衣皮裤，黑色长靴，身材前凸后翘，尤其 C 部饱满，在紧身皮衣的包裹下异常的突出，扎眼。可是这人不仅皮肤黝黑，还长着连鬓络腮的胡子，不过却生得一双桃花眼，勾人摄魄。邱若尘一时愣住了，这他妈是男的还是女的？叮，系统的声音响起，给了邱若尘答案。名字莫奇雨修，根骨仙级，肉身境界散仙之躯，级别7星。原来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就是金府帮的帮主莫奇雨修。为什么长得这么样还评定为7星呢？是化妆易容了吗？系统的声音在邱若尘的心中响起。这就是莫奇雨修的样子，不过只要与宿主有了夫妻之实，就会完全不一样。邱若尘心中一阵恶寒，就看这满脸的胡子，他就下不去手。也不是所有被系统评定为5星以上的女人都能嫁给他，邱若尘决定放过这名海盗头子。看着来到眼前的莫奇雨修，绮罗神色自若。莫奇雨修，1000年不见，你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莫奇雨修的声音比男子还厚重，仙女姐姐，这都是吃了你给的仙药的结果，1000年不见了，仙女姐姐可是越发的俊俏了。哎呀，仙女姐姐，你的腿康复了吗？绮罗点头，是啊，我的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以后不再需要你每个1000年来寻我一次，我送给你的那块石头可以还给我了。莫奇雨修一愣，仙女姐姐，那块石头还是留在我这里吧，没有了那块石头，我以后就见不到姐姐了。我的属下传信说，有人先登上了琼林岛，带着炼狱诛仙斧先行一步，仙女姐姐可曾见到？绮罗摇头，我没有见到啊。莫奇雨修紧锁双眉，哦，那这个男人是谁？他给仙女姐姐带了什么好吃的？不知得到了什么宝贝？绮罗默默含情地看着邱若尘，他是我的夫君，邱若尘，我和岛上的宝贝以后就都是他的了。莫奇雨修桃花眼睁大，仙女姐姐，
你是不是被这个男人骗了？他一定是贪图岛上的宝物，哄你的。说着，莫奇雨修打量着邱洛尘，我的那些手下哪去了？看你的修仙境，应该还伤不到他们。邱洛尘盯着莫奇雨修的桃花眼，他们想要杀人害命，已经被我全都给杀了，炼狱诛仙符也已经被我毁了。啊！莫奇雨修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邱洛尘，我不信你能杀得了他们。邱洛尘耸了耸肩，信也好，不信也罢，反正我都已经杀了。他要把那些海盗的死揽在自己身上，免得给天行山惹麻烦。莫奇雨修桃花眼一瞪，好，既然你杀了我的手下，那我就杀了你，给他们报仇。说罢，莫奇雨修一指邱洛尘，杀了他。秃头海盗从空中急落而下，像个炮弹一样冲向了邱洛尘。喧哗板斧与人合而为一，化作一道金光，锁定了邱洛尘，不死不休。这个秃头的修仙境界比邱洛尘高出太多，被他锁定之后，邱洛尘根本就躲不开，只能以硬碰硬。不过邱洛尘并不慌乱，他拉了一下绮罗，只要绮罗带着他逃，可以眨眼间回到琼林岛深处去，到时候这些海盗只能望岛兴叹了。但是绮罗却没有逃，他只是甩手一挥，冲过来的秃头海盗就以更快的速度倒飞了出去，远远地落入了海里。莫奇雨修一愣，仙女姐姐，看来你真的是被这家伙给迷惑住了，让我帮你认清他的真面目吧。一声呼哨从莫奇雨修嘴里发出，近2000名海盗踏水而来，冲向了邱洛尘和绮罗。邱洛尘一惊，绮罗，我们快走，这个海盗头子是想连你一起杀，好能占领琼林岛。绮罗轻轻捏了捏邱洛尘，夫君不用惊慌，有我在呢。邱洛尘拉住绮罗的手，绮罗，海盗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还是退吧。绮罗泰然自若，洛尘，你放心，我能对付得了，这岛上本来就有防御布置。说话间，绮罗手腕上绯红的镯子闪了几闪，琼林岛的四周突然变得灰茫茫的一片，把所有冲过来的海盗包裹其中。很快，这些人就陷入了混沌之中，不能动弹，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在被包围之前，莫奇雨修想跑，却被绮罗飞身拦住。莫奇帮主，既然来了，就不要走了。莫奇雨修左冲右突，就是冲不出去，突然身形一晃，冲到了邱洛尘的身边，一柄金色的小巧斧头出现在莫奇雨修手里，架在了邱洛尘的脖子上。仙女姐姐，放我们走，不然我立刻就杀了他。可突然间，莫奇雨修眼前一空，邱洛尘变成了一只飞虫，躲向一边。幻化术，发出惊叹的莫奇雨修手腕猛然翻转，金色小斧四周出现了一个黑色漩涡，一股巨大的力量袭来，邱洛尘幻化的飞虫眨眼间就被吸得连连后退。眼看邱洛尘就要再次落入莫奇雨修的手里，绮罗已经冲到了邱洛尘的身前，伸出3根手指掐住了金色斧刃。莫奇雨修无论如何用力都抢不回斧头，就在僵持的刹那，绮罗一掌把莫奇雨修打入了那片灰茫茫的混沌之中，好像被镶嵌在墙上一样，莫奇雨修一动都不能动了。邱洛尘恢复原貌，绮罗关切的上下打量邱洛尘，夫君，他没伤到你吧？邱洛尘挺了挺胸膛，为夫可是游仙之躯，一把小斧头怎么能伤得了我？绮罗这才放了心，摘下手腕上的绯红镯子，晃了几晃，那片灰茫茫的混沌立刻向海里蔓延而去，很快海中的20艘大船全被混沌包裹，也消失不见了。绮罗拉着邱洛尘的手来到被镶嵌在能量墙里的莫奇雨修面前，仔细看了看，突然挥手间就扒下了莫奇雨修的所有衣服。洛尘，让他做我们的奴仆怎么样？邱洛尘似笑非笑地打量不着寸缕，羞愤欲死的莫奇雨修微笑点头，听好。绮罗要把莫奇雨修收为奴仆的提议，让邱洛尘仔细打量面前的女海盗头领。这位纵横海上多年的海盗大佬莫奇雨修，如今像是个大字一样镶嵌在能量墙上，展开着身体，完全没有任何遮掩的呈现在邱洛尘眼前。莫奇雨修身上的毛发都很重，皮肤黝黑，但是身材却是出奇的好，细腰长腿，大膝翘屉，很是有料，与他连鬓络腮的胡子搭配在一起，有种难以名状的怪异。看着身材不看脸，邱洛尘挺好的2个字是很符合的。莫奇雨修不能动不能讲话，羞辱和愤怒在他的脸上交织，桃花眼喷着火看着眼前的邱洛尘和绮罗。绮罗轻笑，洛尘你喜欢就好，这琼林岛只有我一人，却也孤单，收服莫奇雨修还可以免得金斧帮给苏雅姐姐带来麻烦。邱洛尘面带疑虑，绮罗想得周到，可是莫奇雨修桀骜不驯，他怎么可能听你的？绮罗美眸闪烁，这个我自有办法，稍后你就能知道。邱洛尘看向包裹住琼林岛四周灰茫茫的混沌，其他的海盗呢？都被困在守护琼林岛的能量混沌之中了，里面有男有女，男的都被我处死了，女人我会让他们全都变成琼林岛的奴仆。有了他们，以后琼林岛上就不会冷清，洛尘来岛上就不会寂寞，除了我以外，还会有人服侍你。天行山里有9位夫人等你，琼林岛上也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啊！啊！绮罗的想法让邱洛尘一愣，这倒是好想法，可也不是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做他的夫人。绮罗，你想多了，有你这个仙女作伴，我已经很满足了。
绮罗脸带娇嗔：“那怎么行？我说过，要让你在我这里得到最好的享受。”说着，绮罗伸手在莫奇雨修的 C 前饱满上捏了捏。这位纵横海上的金府帮帮主身材还是可以的，为妻让他也来服侍夫君怎么样？看了眼目露凶光、满脸胡子的莫奇雨修，邱洛尘摇了摇头。绮罗的好意我心领了，还是算了吧。我的心意夫君还没有领到。绮罗妩媚一笑，手腕上绯红手镯闪了几闪，四周灰茫茫的混沌消失，莫奇雨修也随着消失不见。绮罗拉着邱洛尘身形一晃，下一秒两个人已经到了琼林泉旁。琼林泉水在洞中垂下1丈见方的水幕，莫奇雨修的整个人都漂浮在水幕之中。看见绮罗和邱洛尘，莫奇雨修虽然不能动，但是可以说话了。他大声喊叫：“仙女姐姐，你上了这个男人的当了，快放了我吧，我把石头给你，听你的话。”绮罗笑意盈盈，如今说这话都晚了，你要是早些听话，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你已经自由自在的多活了2000年，以后就做我的仆人吧，从此我们就是你的主人，要言听计从，不得忤逆。莫奇雨修神色一怔，随即怒不可遏：“我是堂堂金府帮帮主，纵横海上千年，我不要做别人的奴仆，就算是仙女也不行，我更不要做这个男人的奴隶。男人都是被我踩在脚下的，今天就算是杀了我，就算是千刀万剐，本帮主也不会屈服你们的。”邱洛尘挠了挠头：“绮罗，我看还是算了，强扭的瓜不甜，你强迫他也没用，或者杀了他，或者终生囚禁他，只要不放他走，不去找苏雅的麻烦就行了。”绮罗胸有成竹，琼林岛有仙界无比精纯的能量，与琼林泉一起可让人脱胎换骨，搭配仙界至阴至柔，可以洗魂炼髓的魂因果，可让仙尊之躯以下任何境界忠心认主，俯首听命。接着就是绮罗一阵让邱洛尘眼花缭乱的操作，他从宝库中取来了一种粉红色，让邱洛尘看起来就是羞耻形状的药果，化成了粉色的浆汁，投进了包裹莫奇雨修的水幕之中。琼林泉水幕顷刻间变成了粉红色，所有的粉红色无孔不入被莫奇雨修吸收入体内。莫奇雨修在粉红色的水幕中翻滚挣扎，慢慢的水色重新变得透明清亮，莫奇雨修也平静下来。绮罗看着莫奇雨修：“你可愿意做我的仆人吗？”莫奇雨修在水幕中双膝跪地，一双桃花眼低垂，眼眸中的狠戾之色荡然无存。但凭主人吩咐，我无不遵从。绮罗微笑，靠近邱洛尘：“夫君，你先回房中休息片刻，我要对莫奇雨修训教一番，等会过去找你。”邱洛尘点头：“不过这琼林岛在海面上的时间不到1天了，珍惜眼前才好。”绮罗嫣然一笑：“夫君的意思我懂，很快就好，给你惊喜哟。”下一秒，邱洛尘就被绮罗送回到了新房的小院之中。趁着这个空隙，邱洛尘要试一试系统奖励的新技能分身术第1级境界，以1化2。只是兴起动念，邱洛尘就感觉到从自己体内又走出来一个自己，站在了面前。这是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就像是照镜子一样，没有陌生的感觉，就如同自己心中的2个念头一样。2个自己可以独立去做不同的事情，真的是不分彼此，共享思维和感受，就如同一台电脑的2个界面一样，心中通透，感觉奇妙无比。想要结束分身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选择原来的本体回归，就像是所有界面又重新回到电脑桌面上一样，所有记忆重合在一起，又能清晰的知道哪个是本体的经历，哪个是分身的经历，不会错乱混淆。邱洛尘心中感叹，在自己的夫人太多，分布天下各处的时候，这种分身术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神技。不过分身做的只能是陪伴，夫妻互相交流的事情他做不了，需要的时候本体会自动回到分身这边，完事再离开。要是分身足够多，岂不是可以同时陪在每个夫人身边，可以方便各种互动，而且哎呀，想想就让人激动不已。这时候邱洛尘心神一动，本体分身瞬间合体，看来使用分身术后对身外的感知增强了很多。是绮罗回来了，出现在邱洛尘身旁。绮罗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身穿紧身红色皮衣皮裤，脚上黑色皮靴，头发扎成了马尾，垂在身后，身材挺拔，长腿细腰，C 部傲人，有从皮衣里喷薄欲出之感。皮肤黝黑，一双桃花眼有如春水荡波，高鼻朱唇，有一种鹦鹉之美。当然，如果脸上没有胡茬才是真的美。这人正是金府帮帮主海盗头子莫奇雨修，只是连鬓络腮的胡子被刮下去了，精心化了妆，敷了粉，遮盖了脸上的胡茬。邱洛尘愣神的时候，莫奇雨修双膝跪地，给主人见礼，声音粗重浑厚。绮罗眸中含笑：“洛尘，如何？让他服侍你，可还满意？”邱洛尘挠了挠头：“现在还不满意，不过我可以改变他。”绮罗美眸闪亮：“莫非夫君那方面的本事，可以让莫奇雨修的胡子消失？”邱洛尘点了点头：“应该可以能让他变得更像女人，起码不用敷粉遮掩胡茬。”跪在地上的莫奇雨修抬起头，桃花眼泛起水光：“真的吗？主人，方才还为这毛发烦恼不已，害怕主人嫌弃，我可是哭了一场。”
绮罗轻轻拍了拍莫奇雨修的肩头，可不是嘛，我可是安慰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哄好。邱若尘盯着莫奇雨修仔细看了看，桃花眼中闪现的是无比的真诚，这确实不是装出来的。看来绮罗的这种训教人听话、变奴仆的方法真是好用，能让狠厉的悍匪变成了听话的绵羊。多亏绮罗是个心地纯正的仙女，否则琼林岛的浩瀚能量加上藏宝库中的奇珍异宝，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存在，能让凡界天翻地覆。主人，求您快帮帮我吧，求您了。莫奇雨修苦苦哀求，绮罗眼眸中都是星星。夫君，他就是为妻的心意。虽然琼林岛不能像天行山那样有9位姐姐陪着你，但是让昔日不可一世的大盗莫奇雨修承欢身下，曲意逢迎，也是一件送给夫君的乐事。邱若尘听到莫奇雨修粗犷的声音，就能想起他连鬓络腮胡子的模样，真的有点下不去手。但是看看绮罗渴望的眼神，知道这真是他的一片心意，希望琼林岛不被天行山比下去，希望他能愿意常来琼林岛陪着他。邱若尘暗暗咬了咬牙，下不去手也得下手，希望到时候莫奇雨修别让他失望。不管怎么说，这身材还是值得拥有的，系统评定他为妻星，一定也错不了。邱若尘终于点了点头，绮罗喜出望外，抱着邱若尘献上红唇，片刻之后分开。绮罗回头看向莫奇雨修，主子给你机会了，你得好好把握。莫奇雨修黝黑的脸有些羞红，粗声大气，是，奴婢知道。绮罗看了一眼天色，洛尘，要不要等到晚上？邱洛尘摇头，他现在想赶紧把莫奇雨修改变过来，要是到了晚上他的胡子再长出来一些，那他可就真的不想出手了。洛尘，那我们一起吧。绮罗脸颊酡红，邱洛尘轻轻在绮罗额头上一吻，不过你先等一会儿，我很快就能把它变好。对于莫奇雨修的改变，邱洛尘想要速战速决，否则他脸上的胡茬和比男人还粗的声音会让他跳戏。莫奇雨修也是羞红着脸，这时候的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凶悍之气，他是想好好表现的，轻轻拉开皮衣。邱洛尘一把将莫奇雨修拉过来，他不能看着一个有胡茬的人在眼前搔首弄姿，那样会有心理阴影的。于是没有任何联系的直奔主题。叮，恭喜宿主又取得一位美人，肉身境界达到游仙之躯6重境界。恭喜宿主得到奖励，获得瞬移之术1级境界，能够在5里之内瞬移。主人，娇喘升起，甜美软糯。不仅声音变了，莫奇雨修皮肤从黝黑变成了小麦色，如绸缎般细腻中泛着光泽，琼鼻朱唇，一双桃花眼媚意盈盈，勾人魂魄，全身上下除了如墨染般的黑发之外，汗毛都看不到多余的，无比的丝滑。邱若尘的眼神游移，目光所及之处，莫奇雨修，他心中的火这才真正燃烧而起。不久之后，绮罗来了。这时候邱若尘明白了魂因果的妙用，接着可以省略11000字。莫奇雨修虽然也是初出茅庐，但是却深懂其道，不知道是魂因果的作用还是无师自通，女人的心思达到极致，英武而不失风情。绮罗已经自然而然，两个人的配合浑然天成。终于他们都累得不行，绮罗声音慵懒，夫君，怪不得天行山有9位姐姐，人少了实在受不住你的。新房移回了琼林泉边，琼林泉水之中成了下一个欢快的场所。这一天在缠绵中度过，在3个人休息的时候，10块仙玉1寸方圆又自行出现去吸收了一些能量，这次又让混沌能量墙后退了40米，终于达到了这些小石头的极限。他们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满级能量，心满意足的自行退回系统之中。第二天天刚亮，秦慕清和苏雅就带着苏欣、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嘉、苏玲一起到了琼林岛，来迎接邱洛尘回转天行山。绮罗知道这10位夫人是担心他把邱洛尘留在琼林岛带进深海之中。琼林岛四周的海水开始旋转，这是海岛要沉入水下之前的征兆。邱洛尘飞上天空，来到苏雅和秦慕清身旁，挥手和绮罗、莫奇雨修告别。在琼林岛沉入水下的刹那，邱洛尘起心动念，分身瞬移而出，进入了琼林岛中。绮罗和莫奇雨修双双扑过来，与邱洛尘的分身紧紧相拥。绮罗眼眸中含泪，洛尘，我还以为你是哄我开心，这一去就不回来了。莫奇雨修饰去眼角的泪珠，是啊，还以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主人呢。邱洛尘的分身一笑，我不想让那些夫人担心，尤其是苏雅，我要是过早分身，她是能察觉到的。我的分身就是本体，本体就是分身，可苏雅如今还不能理解，为了不让她忧虑，我才这么做的。好了，接下来我可以在岛里继续陪你们1个月，想不想有个我们的孩子啊？绮罗和莫奇雨修双双点头。在分身留在琼林岛继续为了造人奋斗的时候，邱洛尘随着10位夫人回到了天行山。苏雅已经有了身孕，邱洛尘变成小人身躯，与苏欣、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嘉、苏玲这8位夫人加强互动，也把造人提上议程。邱洛尘知道，只有生出更多的孩子，才能得到更多的灵石，才能有更长的寿命，
才能与这么多美貌夫人长相厮守。这一天晚上，苏雅有了妊娠反应，早早休息。一番互动之后，8位夫人都大败溃输，可邱洛尘还精力充沛，他恢复了正常身躯，找到秦慕卿，不用多余的言语，心意相通，于是继续。突然听到从海上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吼声，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天行山外。秦慕卿微微皱眉，这是妖兽的声音。邱洛尘停住了动作，不是说妖兽都在冥海之外的妖兽大陆上吗？秦慕卿这时候脸颊酡红，洛尘，我们快些吧，也好出去看看，免得苏雅妹妹笑话。苏雅的声音突然在两人耳边响起，慕卿姐姐，不用担心，是我的一个朋友来了，他的坐骑是头驯服的老鳖。洛尘，你别着急啊，完事过来见见我的这位朋友。秦慕卿的脸更红了，埋进了邱洛尘的怀里。洛尘，确实的快些了。邱洛尘倒是并不着急，按部就班地进行完一切，才穿好衣服去见苏雅。秦慕卿有些腿软，不肯同去。刚走出秦慕卿的房间，苏雅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洛尘，到海上来吧。邱洛尘来到海边，远远的就看见有一只通体绿色的巨大的海龟漂浮在海面上。海龟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脖子缩在厚厚的龟壳里，只伸出一个有球门那么大的脑袋，用2只绿油油的小眼睛打量着邱洛尘。看来刚才那声巨大的吼声就是他发出来的。在大海龟的后背上驮着一个青色的房子，房子外长着绿色的藤蔓，藤蔓上还有些粉色的小花。苏雅的声音从房子里传了出来，洛尘，我在这里。邱洛尘飞身而起，落在了青色的房子门口。苏雅从房子里面走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老妇人。老妇人身高在1.7米左右，身穿青色的长裙，梳着美人髻，虽然容颜苍老，脸上已经有了很多皱纹，可却给人一种清新出尘之感。丁系统的声音响起，名字冷清秋，根骨仙级，肉身境界散仙之躯，级别8星。邱洛尘心中吐槽，系统都这么大年岁的老太太了，你还出评定啊？系统的回答很快，冷清秋的年岁和苏雅相同，她的外貌是从小就这样的啊，先天小老太太嘛，就是容貌老，身体不老。宿主这是8星啊，呸，这个8星我绝不出手了，我只负责为宿主服务，决定权在于宿主。宿主，这是8星啊。这时候苏雅拉起邱洛尘的手，洛尘，我给你介绍，这是我最好的朋友，闺中密友冷清秋。邱洛尘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竟然会是苏雅的闺蜜，虽然惊讶，可还是很有礼貌。你好，我是邱洛尘。老妇人上下打量邱洛尘，你好，听说苏雅大婚，我特意从冥海而来，刚刚见到苏雅，她就不停地在夸你，快屋中请吧。进了屋，只见迎面墙上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着简约的山水。房内一角摆放着一架样式古朴的古琴，暗红色的琴身光洁如玉。屋中窗明几净，桌案上摆放着一对青花瓷瓶，瓶内插着一束盛开的兰花，散发出淡雅的清香，让人有一种宁静祥和、心安静谧之感。落座之后，冷清秋给邱洛尘眼前的茶盏倒满，这是长在玄清大陆清风狼牙山上的明星茶，1000年才能采摘一次，可明心见性，安神透体。邱洛尘端起茶盏，多谢。苏雅轻笑，洛尘，你不用和青秋拘谨，他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我们已经认识快100年了。冷清秋微笑，是啊，洛家主是看我过于苍老才会这样吧？我和苏雅是同岁，我出生的时候比现在还老呢，这么多年吃了很多丹药，如今已经看起来年轻些了。邱洛尘喝了口茶，是这样啊，其实女人的外貌在骨不在皮，有些女子虽然容貌似乎没有多么漂亮，可是胜在气质。冷清秋双眸闪亮，邱家主倒是真会讲话。听说苏雅大婚，姑也是个人族，而且已经有了不止一个夫人，我还担心你们身体有差距，过不了夫妻的事，怕你欺负苏雅。不过听苏雅说邱家主会幻化之术，我也就放心了。苏雅眸中含着狡黠，看着邱洛尘。冷清秋是冥海之中有名的妇科郎中，他这次本来是带着一种丹药来的，这丹药是送给你的。邱洛尘一愣，啊，什么丹药？冷清秋面色微红，苏雅，这是咱俩闺中的悄悄话，这怎么还当着你丈夫的面说呢？苏雅淡蓝色的眼眸中含着笑意，怕什么？不然也是要送给他吃的，让他知道也没什么。冷清秋睨了苏雅一眼，我那是让你偷偷给他吃的，再说现在也用不到了。苏雅脸上的笑意更浓，就因为用不到了，所以应该告诉洛尘。邱洛尘有些懵了，到底是什么丹药？你们两个吞吞吐吐的。冷清秋的脸更红，苏雅，别。苏雅已经笑着说了，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让你的萝卜变小，能和坑对应上。啊，原来如此。邱洛尘恍然大悟，看见冷清秋有些不好意思，邱洛尘岔开话题，冷清秋，你是妇科郎中？冷清秋点头，是啊，我可是给仙魔妖兽都接过生的郎中，经过我手的婴孩得有几千了。
邱若尘一下想到了琼林岛上的绮罗，琼林岛上没有接生婆，要是绮罗有了身孕生子，有冷清秋在身旁，可就放心多了。心神一动之间，就体会到了分身在琼林岛上的生活。琼林岛已经沉入了海底，正四处飘荡。绮罗、莫奇、雨修和邱若尘分身都进入了岛内生活，每天3个人都在努力着造人计划。那种滋味，邱若尘暂时不敢去共享，免得失态。邱若尘看向冷清秋，苏雅有了身孕，要是你能留下就好了，这样苏雅和我都能放心。苏雅也点头附和，是啊，要是没有什么着急的事，你就留下吧。洛尘有几位夫人就快生了，你留下也好给照应一下。没想到苏雅能这么为其他的姐妹着想，娶了这么多老婆。邱若尘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之间争风吃醋的经常互动，现在看来，暂时应该不用太担心这种事了。冷清秋并没有推辞，我能有什么事情，就我孤孤单单一个人，住在哪里都可以。苏雅笑颜如花，你能留下就好，我还没跟你讲我夫君的一项神奇本事呢。冷清秋一愣，什么本事能让苏雅女王说神奇？苏雅眼眸中含着笑，清秋，你想恢复成年轻的容颜吗？冷清秋盯着苏雅，那还用说吗？当然想了。苏雅看了一眼邱若尘，若尘，你先回避一会儿，我和清秋说点事。邱若尘有些无奈，看来苏雅又要给他保媒了。邱若尘出了屋，独自一人在大海龟背上溜达。这只大海龟的后背平坦结实，而且走在上面并不湿滑。邱若尘一边散步一边分出心神去感受分身的一切。按照现在如火如荼的趋势，等到1个月后，绮罗和莫奇雨修有身孕是必然的事情了。突然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在邱若尘耳边响起，你竟然还有这种能让妻子变美变好的本事，这可是神界之中神帝之躯才能拥有的神技啊。邱若尘一惊，谁在和我说话？大海龟的脑袋转了过来，2只绿油油的眼睛盯着邱若尘，是我在和你说话。邱若尘看着大海盗巨大的头颅，你竟然能说人话，还变成了女人的声音。大海龟无比傲娇地说道，我岂止会人言，我还会这凡界所有物种的语言，因为我已经在凡界生活了5万年了。我去过这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只是不小心被冥海龟墟之中的毒虫伤到，多亏冷清秋救了我。为了报答他，我决定在他的这一生之中成为他的坐骑，让他做我的主人。邱若尘往后退了退，这只大海龟不知道多少岁月没有刷牙了，口气有点上头。吐出一口浊气之后，邱若尘才问道，那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本事？大海龟绿色的眼珠转来转去，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当然瞒不过我，是你的夫人苏雅在和我的主人冷清秋讲述你的这个本事，我的主人已经相信了，而且动心了，不过你还得等。他有些难为情，我的主人其实已经很美了，他没有必要为了变得更美嫁给你。邱若尘挠了挠头，这事吧还得看当事人的，你的想法不能代表他的想法。大海龟轻轻叹气，哎，好吧，我倒是没什么，就怕他知道了会不高兴。邱若尘一愣，他是谁？还有人追求冷清秋吗？大海龟再次叹气，哎，有些事你慢慢就会知道的。邱若尘撇嘴，你就直接说得了呗，还吞吞吐吐的，不像个爷们。大海龟绿色的眼珠瞪大，人家可是雌性的。邱若尘啊了一声，原来是个女海龟。既然这样，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大海龟的脑袋扭了过去，不再说话。这时候苏雅飞到邱若尘眼前，若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邱若尘想了想，那就先听坏消息吧，这样还有好消息的盼头。苏雅神色一暗，妖兽大陆就要进攻玄黄大陆了，多则3年5载，少则用不上1年。邱若尘蹙眉，你是听冷清秋说的吗？苏雅点头，是啊，冷清秋住在冥海之中，他的消息最灵通。为什么呢？妖兽大陆不是与玄黄大陆和平共处几万年了吗？苏雅有些迟疑，原因冷清秋没说，他应该也不知道。不过洛尘不用担心，就算是妖兽打到了玄黄大陆，你可以带着所有家人来天行山居住，由我保护他们。邱若尘拉起苏雅的手，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带家里的其他人谢谢你。苏雅睨了邱若尘一眼，自家人还说这话，好消息呢？邱若尘问。苏雅嫣然一笑，好消息是我给你说好了一桩婚事，冷清秋同意嫁给你了。邱若尘一点也不吃惊，他是为了可以变得年轻貌美，所以同意嫁给我。苏雅语气带着娇嗔，你不愿意吗？邱若尘唇角勾画出弧度，说实在的，冷清秋有点太老了，我嘛就勉为其难吧。苏雅轻轻捶了邱若尘一拳，你这叫得了便宜还卖乖。哎呀，不过你娶了冷清秋真的能让她恢复年轻吗？毕竟她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容貌，又不是像我那样瞎了眼睛。邱若尘心中问系统，可以让冷清秋变成年轻的容貌吗？系统面板上就蹦出3个字，没问题。邱若尘挺了挺胸膛，保证不给苏雅女王丢脸。苏雅眉开眼笑，那我替冷清秋谢谢你了。其实她的寿数受她的容貌影响，
就剩下10年的寿命了。这么做，你相当于是救了他的命。不过青丘还有些害羞，想要与你慢慢熟悉一段时间，再办婚事。邱洛尘双眸睁大，冷青丘这是想和我先恋爱后结婚吗？恋爱？苏雅一愣，洛尘这个词用的不错。邱洛尘笑了笑，还行吧。苏雅凑过来亲了邱洛尘一口，今晚去我那里吧，让那些姐妹休息休息，我们也恋爱。邱洛尘坏坏的一笑，可以随意吗？苏雅红唇欲滴，蓝眸潋滟，由着你就是了。重新回到房中，冷青丘的脸颊有些微红。洛尘，我从今天起就住在天行山外，要是有哪位夫人需要我，我就乘坐玄武过去照顾。邱洛尘微微点头，好，那我先谢谢了。冷青丘的脸越发的红润，就不用和我客气了。苏雅也随声附和，是啊，就快成一家人，真的不用客气了。玄武就是你的这个坐骑吗？邱洛尘问道。是的，玄武是只和善的妖兽，我在冥海救了他，他就成了我的坐骑。我知道，玄武刚才和我说过了。这次是冷青丘一愣，玄武和你说话了？是啊，就是刚才，他还说自己是只雌的。冷青丘大惊失色，不好，那是玄六苏醒了，他是凶兽。冷青丘的话把邱洛尘和苏雅都说糊涂了。苏雅眨动淡蓝色的眼眸，有些好奇。青丘，玄六是谁啊？这里不就一只大鳖吗？从来没听你说过还有一只啊。冷青丘神色凝重，我这坐骑是雌雄一体，玄武为雄，宽厚友善，是指和善的妖兽；玄六为雌，狂躁易怒，是只凶悍的妖兽。愿意成为我坐骑的是玄武，玄六当时还在沉睡之中，玄武说玄六还得沉睡万年才行，所以我也就并未在意。不知道怎么现在突然就醒了呢？邱洛尘想了想，凶兽吗？刚才玄六说话也挺和气的啊。冷青丘有些忧心忡忡，那时他还没有发飙，当年玄六曾经在妖兽大陆杀得血流成河，后来被妖兽们合力追杀，才不得不退入冥海之中的，他的凶名在妖兽大陆可是响当当的。玄六这一苏醒，恐怕玄武也无法控制。我没有坐骑倒是小事，真要是玄六凶性大发，恐怕这大海之上就要有腥风血雨了。万一他伤到天行族的人，我可是罪孽深重了。苏雅倒是神色淡定，青丘你放心吧，我天行族人可没有那么好伤的。冷青丘站起身，看来我得去看看玄六了。邱洛尘望向窗外，刚才玄六说他能听到身上的所有声音，我们说的话他一定是听到了。这时候屋外一个声音细声细气的传来，是啊，都听到了，冷青丘，我可没想成为你的坐骑。另外一个声音瓮声瓮气，玄六，你不可对我的主人无礼。玄武，你忘了过去吗？我们的主人是女帝，不是这个冷青丘。玄六，都10000年了，女帝已经不在了，主人救了我，我应该有所报答。玄武，你闭嘴，女帝没有死，她只是休眠了而已。玄六，你不是应该和女帝一起沉睡吗？怎么突然醒了？那是因为我听到苏雅和冷青丘说，这个叫做邱洛尘的男人有一种特殊的本事，我觉得这个本事可以救女帝。要是女帝醒了，我也就不用沉睡下去了，就可以陪你了。在玄武和玄六争吵的时候，冷青丘、苏雅和邱洛尘都来到了屋外。这时候从厚重的龟壳里伸出了2个长长的脖子，2个乌龟脑袋正在空中吵架。这2个乌龟的头颅只是说话声音不同，长得是一模一样。说话瓮声瓮气的玄武瞪着绿油油的眼睛看着玄六，你是说这个名叫邱洛尘的人能够救治女帝吗？玄六同样瞪着2只绿油油的眼睛，细声细气的回答，是啊，女帝当初说过她是被妖帝害的，中了毒之后女帝封印了元神意识，等待可以救她的人出现。这位苏雅女王与你的主人冷青丘说，他的夫君邱洛尘只要与女人有了夫妻之实，就可以让妻子变美变好，有病治病，有毒驱毒。2个乌龟脑袋的吵架声音很大，轰隆隆的传出去很远。邱洛尘虽然有这种系统赋予的本事，可从来没有这么让天下皆知过。天行山里出来了一群天行族人，远远的看着热闹。邱洛尘清了清嗓子，两位能不能小点声，这可是我的隐私。玄武立刻降低音量，啊，对不住啊，对不住。玄六眼睛一瞪，声音更大，我凭什么听你的？你真以为同冷青丘谈恋爱了，就可以也当玄武的主人了吗？冷青丘面色羞红，好了，有事可以商量，不要吵，你不能小声些吗？玄六的声音依然很大，我难道说错吗？为什么要小声？苏雅冷声，玄六，你对本女王的夫君说话客气点，我不管你有多大凶名，信不信把你抓住炖了熬汤？玄六绿油油的眼睛射出凶光，哼，苏雅女王是吧？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啊。苏雅黛眉微挑，本王可以领教。邱洛尘微微皱眉，玄六，你不是要我救女帝吗？看来你也不诚心啊。玄六一怔，我是诚心啊，你要是能救了女帝，我愿意任你差遣，杀了我都行。苏雅看着玄六，
你说的是何族的女帝？玄六声音降了下来，自然是我兽族的女帝，只不过她被妖帝所害，中了剧毒，不得不封印元神，等待可以解毒的时候再苏醒。玄武轻叹，唉，玄六说的没错，可是女帝中的是这婆娑世界的制毒婆娑之类，这可是天上地下都解不了的毒啊。苏雅脸色一变，兽族女帝百里伽罗。玄六绿油油的眼睛中闪过崇敬之色，正是那个敢与仙界对战，也敢藐视天劫的伽罗女帝。苏雅拉起邱若尘，虚空迈步，像走台阶一样，几步就走到了玄六的绿眼睛前面。我的夫君可以泄女帝的毒，女帝在哪里呢？邱若尘看了眼无比自信的苏雅，苏雅，你这是想当媒婆啊？到处给我绑媒，这是应该是金喜娘最擅长的。苏雅笑颜如花，夫君要是能娶了兽族女帝，就是捡到宝贝了。女帝的伽罗驻颜术很是高明，学会了以后，就算是到死那天都不会衰老，能够终生保持年轻时候的容貌。百里伽罗要是嫁给了夫君，这伽罗驻颜术也就不能藏着掖着了，到时候传给天行族的女人们，她们还不得乐疯了。邱若尘心中一叹，原来苏雅是拿她来送人情的，反正有那么多的夫人了，也不差再多几个。玄六绿油油的眼睛盯着邱若尘，女帝现世以后，你就必须把她治好，否则我就吃了你，嚼成碎渣。邱若尘耸了耸肩，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一定要救她？我不救了。玄六一愣，那可是我兽族女帝百里伽罗啊，女帝你都不想吗？邱若尘双手一摊，你总得让我见见这位女帝吧。玄六摇头，只有你答应除去女帝身上中的毒，才能见到她。苏雅拉了拉邱若尘的手，若尘，娶兽族女帝不吃亏。玄武看向冷清秋，目光中带着哀求，主人，劝劝您恋爱的人吧，您让我做什么都行。冷清秋面颊微红，可还是飞到邱若尘身边，清冷的眼眸中含着羞涩。若尘，要是可以就帮帮他们吧。邱若尘刚想问系统通过夫妻之事能不能解这种叫做婆娑之类的毒，蓝色面板上已经打出了3个字，没问题。邱若尘这才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答应你们，可以让女帝出来了。听了邱若尘的话，玄六的绿眼睛里突然露出了一种无法琢磨的光芒。邱若尘的直觉是没有好事，不会是个奇丑无比的怪物吗？可他的话已经说出了口，也就不能反悔了，何况还有苏雅和冷清秋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呢。玄六缩回脖子，退进了厚厚的乌龟壳里，很快就钻了出来，他的嘴里含着一个颜色雪白的蛋。玄六小心翼翼地把白蛋轻轻放在龟壳背上，女帝百里伽罗就在里面，可是他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只有解去婆娑之类的毒以后，他才能想起所有的事情。邱若尘给夫人解毒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他并不在乎。哦，只是女帝恢复记忆以后，不要以为是我故意占她便宜就行。玄六的神色突然变得有些诡异，这就得看你怎么对待女帝了。说着，他的嘴在蛋壳上轻轻一敲，啪的一声，蛋壳上出现了道道裂痕。蛋壳上的裂痕越来越大，终于完全碎裂，几个人的眼睛全都目不转睛地看了过去。只见蛋壳里却是一个看起来大约12、13岁的女童。女童穿着一身白色衣裙，白头发，白眼眉，白皮肤，刚刚睁开的眼睛明亮异常，眨动着白色的睫毛，看着眼前的几个人。女童的容貌说不上多么好看，但是只要看上一眼，就有一种心都要融化的感觉。邱若尘当场就愣住了，然后用力地摇了摇头，转身就走。女帝竟然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女，这绝对不行。突然身上一紧，玄六咬住了邱若尘的衣服，把她拖了回来。女帝为了延缓毒性发作，封印元神，同时把身体退回到了她少年的时候，从现在开始到剧毒发作还有10年的时间。女帝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你需要和她慢慢培养感情，等她长大，然后再像你和冷清秋一样恋爱，让女帝喜欢上你。记住，绝对不能强求，否则我玄六就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让你的家血流成河。听了玄六一连串的讲解，邱若尘心中1万头羊驼跑过，这是被玄六讹上了，这特么就是个童养媳，不对，这么说不确切，应该说这是养成美少女。邱若尘看了眼白眉毛女童，我们当着她的面说，她难道听不到吗？玄六神情严肃，女帝当然听得到，可她听不懂，她什么都不懂，语言文字都得重新学习。邱若尘叹了口气，转头看向冷清秋，既然这样，百里伽罗的事就得拜托你了，我等她长大就是了。玄六摇头，不行，你得把她每天带在身边，这样将来她才能嫁给你。邱若尘眼睛一瞪，带在身边，我每天晚上都要和夫人们在一起，那个交流怎么让她在旁边啊？玄六眨巴眼睛，想明白了邱若尘的意思啊，那好吧，但是你得经常陪着女帝才行，她不多接触你，要是你将来娶了她，她不高兴就能杀了我，很可能也杀了你。邱若尘这才明白玄六的心思，这个老乌龟既想完成女帝的嘱托和命令，给女帝解毒，救女帝苏醒，可他也怕女帝醒过来以后会不高兴。玄六心里也很是惶恐，只不过现在把邱若尘牵扯了进来，有了一些底气。
邱洛尘看着眼前的女帝百里伽罗，好吧，玄六，我答应你。这时候，邱洛尘问系统，怎么不给女帝评定？系统回答，未成年，不评定。当天晚上，为了欢迎闺蜜冷清秋的到来，也为了冷清秋即将的身份转变，苏雅举行了欢迎宴会。举行的地点就在玄武和玄六的龟背上，参加的人有邱洛尘和他的这些夫人们：秦慕清、苏雅、苏欣、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嘉、苏玲，当然还有冷清秋和玄武和玄六。百里伽罗瞪着一双无邪的大眼睛在一旁作陪。大家都是修仙的人，所谓宴会吃的也都是新鲜瓜果，喝的是天行山中泉水酿成的甜酒。宴会在一片友好的氛围中，在玄武和玄六四只绿油油的大眼睛注视下开始了。开始的时候还有些拘谨，等酒喝得差不多了，夫人们的兴致才上来。苏雅、苏欣、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嘉、苏玲8位夫人虽然身材小，但是她们的才艺可不少，每个人都献上了歌舞以助酒兴，身姿曼妙，歌喉婉转。懵懂的百里伽罗见到什么就跟着学什么，而且学得很快，没用多久就一起翩翩起舞。冷清秋搬出了那架古琴，十指轻拨，心意与琴声相合，仿佛清泉溪流，细水漫漫，在天地间铺展流淌。苏雅有身韵不能舞蹈，于是唱了一曲，歌声激越清亮，很有热血之风。秦慕清起身舞剑相合，看得邱洛尘斗志昂扬，是神枪开始有了热度。不知不觉间，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冷清秋有些微醺，端着酒杯靠近苏雅。洛尘的夫人个个都花容月貌，可我还是个老妇的容貌，这让洛尘怎么和我谈情说爱？苏雅轻笑，清秋，你是不是想通了？来直接的。冷清秋抿着唇，面颊羞红。苏雅，我不想等了，否则就让众多姐妹比下去了。苏雅拍了拍冷清秋的手，好，我来安排，过了今晚我们就亲上加亲了。当天晚上，苏雅把百里伽罗带去了天行山，冷清秋吩咐玄武把玄六带回龟壳里，不许偷听。在玄武和玄六的龟背上，冷清秋的闺房里，邱洛尘慢慢的把它融化，两人水乳交融。叮，恭喜宿主又娶得一位美人，肉身境界达到游仙之躯7重境界。恭喜宿主得到奖励，获得瞬移之术第2级境界，能够在100里之内瞬移。身下的冷清秋肤若凝脂，眉目如画，风姿高耸，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素净中却又勾人魂魄。转头看向一旁的铜镜，冷清秋眼眸中泛红，我的容貌终于变了，洛尘，谢谢你。接下来就是更为深入的交流。铜镜之中，冷清秋清丽脱俗，像一朵盛开的白莲。这一晚上，从浅尝辄止，慢慢变得如火如荼，一发而不可收拾。刚刚恢复年轻容颜的冷清秋，从羞涩变得不羁。系统8星的评定确实准确，清冷绝色的容貌与热烈的反应形成强烈的反差。可能是酒水的缘故，每日阅历春色的邱洛尘却好像很久没吃饱一样的，翻来覆去，一遍又一遍。他咬着牙，承受着也享受着一切。带着淡雅香气的檀木大床上，乱得一塌糊涂，仿佛在经历一场战争。玄武按照冷清秋的吩咐，把玄六带回了龟壳里，不让他偷听，也不让他打扰邱洛尘和冷清秋的好事。这一晚上，玄六还算听话，与玄武一起躲在龟壳里没有出来。不过玄六还是忍不住吐槽，能不能小点声啊，一点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玄武，你的这个主人不好，有时候声音太大，邱洛尘就不能轻点吗？玄六说的话从龟壳里传出来，好在声音并不大，没有影响到房间里持续交流的2个人。玄武始终一言不发。第二天，邱洛尘在龟背上练功的时候，冷清秋还没有起来，他这一天恐怕都不能下床。不过毕竟是妇科医生，吃了自配的丹药以后，也并不觉得有多难受了。苏雅带着百里伽罗过来了，冷清秋咬着牙下了床。苏雅拉着冷清秋上下打量，清秋，我没有骗你吧？是不是一举功成？我就说嘛，你年轻的容貌一定是个绝色的美人。冷清秋羞涩的点头，还得谢谢你，以后我们姐妹就可以常常在一起了。苏雅淡蓝色的眼眸中含着笑意，是啊，很多事都可以在一起了。苏雅的意思冷清秋自然听得懂，面颊立刻红晕一片。苏雅拉着冷清秋坐下，昨晚洛尘可是大开杀戒了，看你走路都不方便。冷清秋脸更红，还好，我就是有些不适应。百里伽罗一直站在旁边，他听不懂，但是能看出来冷清秋有些不舒服。在他的心里，从蛋壳里出来以后，第一眼见到的都是亲人，包括冷清秋、苏雅、邱洛尘，还有玄武和玄六。百里伽罗走过来，蹲在冷清秋旁边，把脸贴在了冷清秋的手上，表示安慰。冷清秋轻轻摸着百里伽罗光滑的脸颊，我没事，就是累着了。你将来也会遇到这么一次的，不过是心里愿意的。百里伽罗白色的睫毛眨动，虽然听不懂，可还是点着头。第二天，在苏雅的张罗下，举办了一次婚礼，冷清秋算是正式嫁给了邱洛尘。
从此，玄武和玄六就趴在天行山的海岸边上，冷清秋留了下来，每天都很耐心地教百里伽罗说话认字。玄六不再需要睡觉，他每天都盯着百里伽罗。每次来看冷清秋的时候，玄六都要秋落尘多和百里伽罗说说话，增进感情。百里伽罗的生活很有规律，天一黑就会入睡，怎么叫都不醒，天一亮就会起床，绝对准时。他的这个习惯让秋落尘和冷清秋都放了心。每天两人需要激情碰撞的时候，不用把这个小姑娘送去别处了，但是声音也尽量减小了许多。为了多子多福，秋落尘每天都辛勤地耕耘着。苏星、苏晨、苏月、苏嫣、苏欣、苏娜、苏嘉、苏玲这8个夫人陆续有了身孕。在海底随波逐流的琼林岛上，绮罗和莫奇雨修也都有了身孕。分身的时间到了，自动回归本体。临走之前，绮罗和莫奇雨修依依不舍，叮嘱秋落尘可以分身的时候要再去看他们，毕竟荒岛上的日子太过寂寞。秋落尘的本体充分领略了分身在琼林岛上的感受，这种奇妙的感觉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秦慕清想要提升境界，暂时不想再生。冷清秋听说了绮罗的事情，准备给绮罗和莫奇雨修接生之后再要孩子。如今苏雅和苏欣、苏晨这9位夫人都有了身孕，秋落尘准备去看望其他夫人。听说秋落尘要离开，秦慕清、冷清秋、百里伽罗都要一起随行，玄武和玄六也要跟着。秋落尘表示同意，可是玄武和玄六这么巨大的身躯怎么带得走呢？虽然他们能够飞行，可是去哪里都太扎眼，而且也不方便。玄武从龟壳里叼出一个蓝色透明的瓶子，用它就可以把我们带走了。这是当初女帝用来带着我俩同行的万寿琉璃瓶。冷清秋接着琉璃瓶，玄武自己念动咒语，从瓶子里飞出一道蓝光，射在龟背上。眨眼之间，玄武和玄六就变成了小乌龟，出现在了瓶子里的水面上。秋若尘带着2位夫人和百里伽罗先回了巨人岛，看望了米娜和川儿、夏儿、秋儿、冬儿4位夫人。在巨人岛住了10天，秋若尘变成巨人之躯和米娜、川儿、夏儿、秋儿、冬儿5位夫人一番温存。听说秋若尘身边的女童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兽族女帝百里伽罗，族长米仓琼特意过来探问了一番，发现女童什么都不懂，不禁一阵唏嘘。听闻百里伽罗可是凡界之中的神级存在，是唯一敢跟仙界对抗的顶级强者，没想到如今却成了这个样子。留在巨人岛的这10天期间，米娜经常拉着冷清秋去没有人打扰的地方，不知道做什么。每次回来的时候，冷清秋的脸都是红扑扑的。在要离开之前，秋若尘才知道冷清秋学会了108式。与巨人夫人们告别离开，秋若尘一行4人去了夜魔岛。沈凝烟挺着大肚子和兰儿、希儿、慧儿、这儿一起把秋若尘一行4个人迎进夜魔宫。互相介绍之后，沈凝烟拉住了百里伽罗的手，上下打量。传说兽族女帝百里伽罗的本体是一只专门吃龙的迦楼罗金翅鸟，可与仙界对抗，是凡界中的传奇。没想到如今却成了如此柔弱的小姑娘。玄六的声音从万寿琉璃瓶里传了出来，女帝可不柔弱，只是她忘记了而已。秋若尘又给沈凝烟介绍了玄武和玄六。沈凝烟提着琉璃瓶观察了好一会儿，才把瓶子还给冷清秋。在夜魔岛，秋若尘只住了3天，就启程回转大周国朝，主要是秦慕清需要回去。经过琼林岛上的一场苦斗，秦慕清到了要破境的时候，他需要有个安稳的环境。临走之前，秋若尘答应沈凝烟，在孩子出生前一定会赶回来。回到了秋家，上官朗月带着众位夫人们抱着孩子出来迎接。秋盛已经不用抱着，他现在能够自己到处跑了。这个仙级根骨的孩子好像比其他孩子长得都快。给秋若尘行过礼之后，秋盛打量冷清秋：“你也是与我爹在洗澡池里认识的吗？”冷清秋一愣：“啊！”金喜娘赶紧过来拉住秋盛：“别乱说，你爹也不是总去洗澡。”秋盛看向百里伽罗：“哦，那这位白眉毛的姨娘，你是洗澡的时候认识我爹的吗？”秋若尘抬手给了秋盛一巴掌：“你爹我除了洗澡不能干点别的吗？”秋盛回头大叫：“娘，我爹打我！”洛尘，你怎么刚回来就打孩子啊？一个清亮的女子声音传来：“秦胜雪出关了。”生到人道，一个绝色美女出现在众人面前，玉肌秀颜，明眸善睐，一颦一笑动人心魄，正是闭关多日的秦胜雪。秋盛转身扑了过去：“娘啊，我爹打我！”秦胜雪把秋盛抱在怀里：“是不是你乱说话了？”秋盛摇头：“我没有，我就问爹，是不是在洗澡的时候认识的这2位姨娘？”秋若尘走上前去：“盛雪，你终于出关了，静静如何？”秦慕清走过来，不可置信地打量秦胜雪：“姐姐，你竟然达到2阶散仙之境了，这在我大周国朝可是第一人了。”秦胜雪点头：“是啊，我准备等着洛尘一起飞升，所以没有选择渡劫。”秦慕清喜上眉梢：“那我们一家人就想到一起去了。”这时候众位夫人全都纷纷围过来祝贺秦胜雪出关，秋盛却一直喊着：“娘，我爹打我！”
突然，百里伽罗身形一动，众人眼睛一花，秦胜雪抱在怀里的秋胜竟然被百里伽罗抢了过去。秦胜雪大惊，自己已经达到2劫散仙的境界，可这个女童竟然能轻松的在他手中把秋胜抢走，实在太出乎意料了。虽然他并没有小心防范，可这也足够惊世骇俗了。而且以秦胜雪的眼力，也看不出这个女童的根骨和修为到底是什么样的。众位夫人都是一惊，不自觉的都准备出手。上官朗月更是手腕一翻，亮出了短刃。邱若尘赶紧阻止，大家不要动，没事的。百里伽罗把秋胜抓在手里，说话声音很是机械，不能对你爹无礼，他打你是应该的。秋胜的大眼睛与百里伽罗指对视了1秒钟，就服了软。我知道了。百里伽罗身形一晃，又回来秦胜雪身前，把秋胜递过去。姐姐，他这样就能听话了。邱若尘这才有机会给秦胜雪介绍冷清秋和百里伽罗。听说这个白毛女童竟然是妖兽大陆的兽族女帝，秦胜雪也是一惊，怪不得能够从她手里把孩子抢走。冷清秋拉起百里伽罗的手，面带微笑，姐姐不用担心，她还是个懵懂的女童，并没有恶意。秦胜雪听邱若尘讲了来龙去脉，这才松了口气。当天晚上，所有夫人都知趣的各回个房，把邱若尘让给了刚出关的秦胜雪。秋胜赖着不走，一直负责照顾他的金喜娘，无论怎么威逼利诱，秋胜非得今晚要和娘一起睡不可。就当秦胜雪和邱若尘无可奈何，准备妥协的时候，金喜娘把百里伽罗领来，秋胜立刻就老实了，乖乖的随着百里伽罗离开。终于可以2人世界了。秦胜雪双眸如同一池春水，盯着邱若尘。若尘，我想你了。邱若尘的心间一颤，久别胜新婚，他也想了。帮着秦胜雪脱去了外衣，里面是一件黑色轻薄的贴身纱衣，黑色的薄纱与雪白的肌肤相映，镂空之处若隐若现。邱若尘觉得自己的呼吸开始粗重。秦慕清环手挡住，娇软在前，媚态尽显轻声，我要。时断时续的震动声音响起，春光旖旎。在家里住了1个月，该温存的，该安慰的，邱若尘让每个夫人都心满意足。秦慕清闭关修炼，邱若尘准备去琼林岛探望绮罗和莫奇雨修。家里有秦胜雪坐镇，其他的夫人都有了身孕，邱若尘这次带着上官朗月同行。和众位夫人告别之后，邱若尘带着冷清秋、百里伽罗、上官朗月一行4人到了海上。玄武和玄六从琉璃瓶里出来，落在海面上，那滴琼林泉水飞出，像是一个明亮的星星在前面引路。玄六的速度快得惊人，不过龟背上自成一个空间，感觉不到任何震动，也不用担心海浪的侵袭。到了一定的位置，琼林泉水钻入海水之中，玄武和玄六跟着入水。邱若尘这才知道这只大海龟神奇之处，海龟的后背上形成一个透明的气罩，把包括冷清秋住的房子在内的龟背包裹起来，没有一滴海水能够渗透进来。没用多久就追上了琼林岛，一片灰茫茫的混沌把玄武和玄六包裹其中，与外面的海水分开。绮罗出现在眼前，看见是邱若尘来了，不顾旁边有人，立刻扑了过来，紧紧的拥抱，同时献上了香吻。一旁的百里伽罗盯着绮罗的所有动作，仔细的琢磨，不觉舔了舔嘴唇。互相介绍过后，绮罗对百里伽罗倒是没有听说过，只是上下打量。若尘，如今你还喜欢再小一点的美人吗？我也可以。邱若尘赶紧摇头，不要，千万不要，我这是没有办法，需要等她长大。接着邱若尘讲明了前因后果，绮罗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冷清秋是妇科郎中，很是高兴。她有了身孕之后，就一直担心生孩子的时候该怎么办，有了冷清秋，就再不用担忧了。进了琼林岛内部，莫奇雨修躬身相迎，见到邱若尘回来，两只桃花眼脉脉含情，可是见有外人，他还是收敛克制，知道自己的身份。在琼林岛上安顿下来以后，邱若尘再次留下分身，本体独自离开，去了夜魔岛。沈凝烟就要生了，没到1个月，叮，系统的声音响起，又一个仙人出生了。沈凝烟生了，她的产房里射出七彩的光芒。叮，恭喜宿主，第10个后代子嗣，女孩，仙级根骨，渡劫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中品灵石2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2枚，仙玉2寸方圆。恭喜宿主获得仙级灵草，遇精血灵参，可炼制提升根骨品级的灵丹。邱若尘现在已经知道了，系统说的仙玉2寸方圆就是2块仙玉1寸方圆，基本组成单位都是这种1寸见方的称为仙玉的石头。另外，系统还是挺给力的，知道自己想给儿女们炼制丹药提升根骨，需要一些仙级药材。夸了系统2句，邱若尘去看望沈凝烟和孩子。婴孩用锦布包裹，跟秋盛出生的时候一样，孩子身体四周散发着七彩的光晕，不过已经开始减弱，消退了。沈凝烟看着邱若尘，眼眸中不仅有欣喜，还有心悦诚服。夫君，我果然生了一个仙骨孩子出来，你当初说的一点都不差。邱若尘挺了挺身躯，那当然了，你老公我就是厉害，等你身体恢复了，我们继续再生，还是仙骨。
沈凝烟苍白的脸色微微一红，人家刚生产你就想那样了。邱若尘爱抚地摸了摸妻子的脸颊，就算我不想，你也不想吗？沈凝烟睨了邱若尘一眼，那想的时候你得在我身边才行。邱若尘认真点头，一定在的，我现在多了一个特殊的本事。沈凝烟的美目流转，什么特殊本事啊？邱若尘把孩子放在一旁的小床里，这个本事先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沈凝烟撅了撅嘴，那好吧，这事以后再说，孩子你给取个名字吧。邱若尘一笑，按照取名的惯例，为了我将来能记住是哪个夫人生的孩子，就叫邱宁吧。沈凝烟点头，你是他爹，你说了算。若尘，我们的邱宁天生就是仙级根骨，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入了仙界门槛，等他长大些就可以送入玄清大陆的修仙宗门拜师渡劫，就能进入仙界了。邱若尘想了想，圣学也是这么说的，到时候邱宁和邱胜一起送过去就行了。在夜魔岛陪着沈凝烟和孩子，邱若尘抽出时间把2块中品灵石中的灵力吸收。系统提示：宿主修为200年，寿命200年。现在加上原来储存在体内的240年的灵力修为，邱若尘已经有440年的灵力修为没有转化了。邱若尘还是没有选择提升修仙境界，如果能够长生，还有这么多的漂亮夫人相伴，太早进入过高的修仙境界应该不是好事。因为不去渡劫就得进入散仙境界，最后还要逼不得已的经受10次天劫才能飞升，想想就让人心惊。邱若尘打算只要能够长生，他就选择躺平，反正有这么多能打的夫人，遇到强敌基本不用他动手。这时候邱若尘想到了百里伽罗，这小丫头还是懵懂的状态就能在秦胜学手里抢走邱胜，这要是恢复了本事，那得多厉害啊！心念一动之间，本体感受到了分身正在做的事情。冷清秋在侧，上官朗月在旁，莫奇雨修半跪在身前，正在激情四射。邱若尘的本体收回心神，心念再动，新得到的2块仙玉1寸方圆出现在眼前，2枚仙级种子飞出钻了进去，另外10块仙玉方圆也都飞了出来，与新得的2块合在一起，不断组合成各种形状。邱若尘心底里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2块新得到仙玉石头的想法，他们要去琼林岛吸收岛里浩瀚的能量。邱若尘心中默许，不过可以等一等，因为巨人岛的川儿、夏儿、秋儿、冬儿也要生了，到时候还会得到仙玉方圆，可以一起去琼林岛上吸收能量。兰儿、希儿、慧儿、智儿4位夫人怕邱若尘寂寞，晚上会把他拉去房里，虽然都有了身孕，可是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分身的时间要结束之前，邱若尘带着上官朗月、百里伽罗、玄武和玄六离开了琼林岛，冷清秋选择留在了岛上，照顾有了身孕的绮罗和莫奇雨修。在夜魔岛上当着沈凝烟的面分身回归本体，合二为一之后，沈凝烟才明白了邱若尘所说的特殊本事是什么。沈凝烟有些不可置信，若尘，这可是传说中神仙界才有的本事，能够分身，并且分身和本体不分彼此，你好厉害啊！若尘，是不是以后你能一直在夜魔岛陪着我们了？邱若尘想了想，暂时还不行，不过以后一定行，因为分身一定可以继续增加。留在夜魔岛的日子，百里伽罗对新出生的邱宁很感兴趣，每天都要盯着邱宁看很长时间，每次看完都会来找邱若尘。邱若尘，我也想要一个孩子，你能给我一个吗？邱若尘一惊，他怕百里伽罗抢孩子，赶紧耐心解释，邱宁是我的夫人沈凝烟生的，不是给的。百里伽罗眨动着白色的睫毛，那我也要生一个。邱若尘挠了挠头，你现在还不行，等你长大成人了才能生孩子。百里伽罗蹙眉想了想，那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呢？邱若尘打量着百里伽罗，看你的样子估计应该4、5年左右吧。百里伽罗拉住了邱若尘的手，有没有法子让我快点长大呀？我想快点要一个孩子。邱若尘摇头，应该不能，生孩子是件很难的事情，急不得。百里伽罗撅起了嘴。这时候上官朗月走过来，伽罗乖，姐姐带你去玩，这夜魔城里有好多好玩的东西。百里伽罗眼睛一亮，拉起上官朗月的手，蹦蹦跳跳的走了。看来在琼林岛的这些日子，上官朗月与百里伽罗应该混得很熟了，知道了他的脾气秉性。有了上官朗月的到来，在夜魔岛的日子就更不寂寞了，毕竟上官朗月没有身孕，需要的时候是可以走正常通道的。邱宁不愧是仙级根骨，出生没过10天就会说话，每天逗着女儿还有美妻相伴。邱若尘准备在川儿、夏儿、秋儿、冬儿4位夫人快生的时候再去巨人岛，可这一天邱若尘正在修炼太虚石神枪的时候，突然系统叮的一声提示，川儿夫人生了。邱若尘一惊，时间没到啊，这不是早产了吗？叮，恭喜宿主第11个后代子嗣出生，男孩，天级根骨，化境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5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虽然是早产，母子都是平安的。系统的及时提示让邱若尘放了心，
不过他还是不能耽搁，立刻和沈凝烟、兰心慧至4位夫人告辞，带着上官朗月、百里伽罗、玄武和玄六赶去了巨人岛。春儿早产了，因为她生的孩子是正常人族婴儿的大小，只有7斤左右。春儿毕竟5米多高的身材，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相应比例的加大，婴儿对比来说有点小，所以就早产了。到了巨人岛，邱洛尘就变成了接近6米高的巨人之躯。上官朗月早就知道邱洛尘有这个本事，所以并不奇怪。但是百里伽罗是头一次见到，双眼睁得老大。邱洛尘，你变得这么大，我以后怎么和你生孩子啊？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才能生孩子？我和朗月姐姐一起不能生吗？邱洛尘被这个白眉毛的女帝一时弄得无语。这时候米娜和夏儿、秋儿、冬儿迎了出来。身材健美，身高5米多的米娜扑在邱洛尘怀里的时候，终于有了小鸟依人的感觉。邱洛尘小心翼翼地抱住米娜，你得小心些，别跟川儿一样。米娜壮硕的双臂拥着邱洛尘，放心吧，我们都找郎中看过了，胎儿足够大，不会早产的。邱洛尘去探望川儿，川儿正在难过，没能生出一个巨人族大小的婴儿。上官朗月一番安慰，说这样挺好，等孩子长大了，可以同其他夫人生的孩子更亲近些，不需要一直留在巨人岛上。邱洛尘也是好言安慰，答应川儿，他会炼出仙品丹药给孩子吃，提升孩子成为仙品根骨，送去玄清大陆成仙飞升，川儿这才不再难过了。接下来邱洛尘就留在了巨人岛，陪着几位巨人夫人。米娜粘人，每天挺着肚子跟在邱洛尘身边。没用几天，百里伽罗就和米娜混熟了，每天都坐在邱洛尘的肩膀上，让米娜给他讲巨人族里的故事。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天叮的一声，夏儿的孩子出生了。恭喜宿主，第12个后代子嗣出生，男孩，天极根骨，化境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5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丁，秋儿的孩子出生了。恭喜宿主，第13个后代子嗣出生，女孩，天极根骨，化境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5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丁，多儿的孩子出生了。恭喜宿主，第13个后代子嗣出生，女孩，天极根骨，化境之躯。恭喜宿主获得下品灵石50块。恭喜宿主获得婆娑世界仙级种子1枚，仙玉1寸方圆。同一天，夏儿、秋儿、多儿的孩子先后出生。这3个孩子出生就和通常的人族孩子不一样，夏儿生的孩子重25斤，秋儿的孩子重28斤，多儿的孩子32斤。邱洛尘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婴儿，而且还是自己的孩子，看着有一种不可置信的奇妙感觉。而且这3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没过多久就能挣扎着走路了。虽然不会说话，但是看起来身躯就如同普通人族3、4岁的孩子大小。按照之前的设定，这4个孩子分别叫做秋春、秋夏、秋秋、秋冬，虽然都和母亲用了同一个字，但是邱洛尘确实能够记住，分得清都是谁的孩子。空闲的时候，邱洛尘吸收了系统给的200块下品灵石，系统立刻给了提示：修为200年，寿命200年。这样一来，邱洛尘储存在体内没有转化的灵力修为就达到640年，这已经比玄黄大陆上普通修仙者的寿命还长了。邱洛尘依然没有选择提升境界，只要能够长生就行，修仙境界、武力值多高，对于邱洛尘来说并不重要。现在邱洛尘已经有16块仙玉1寸方圆。又住了1个月之后，邱洛尘把分身留在巨人岛，陪着5位巨人夫人。本体恢复正常的身躯，带着上官朗月、百里伽罗，乘坐玄武和玄六再次去往琼林岛。到了水下接近琼林岛的时候，绮罗、莫奇雨修、冷清秋一起出来迎接。绮罗还是那样，不管有没有外人，扑过来献上红唇就是一阵亲吻。看得站在一旁的百里伽罗，大眼睛不住眨动，跃跃欲试的也要学一学，不过终于还是忍住了。因为邱洛尘告诉过他，只有长大了才能这么做，如果过早的就这么做了，就会长不大，那样也生不了孩子。莫奇雨修依然保持克制，不过眼神之中全是春色。主人，您回来了，我又可以伺候您了。邱洛尘微笑点头，虽然有了身孕，可是莫奇雨修的服务绝对可以说是顶级的。冷清秋也过来与邱洛尘紧紧相拥，好一会儿才分开。绮罗拉着邱洛尘的手，洛尘，我这次送你一些礼物。哦，什么礼物？你见到就知道了。进入了琼林岛内，来到了琼林泉旁，绮罗一指泉水之中，洛尘，那里就是送给你的礼物。只见泉水之中有4个美女，身披红色轻纱，正在翩翩起舞。轻纱里面什么都没穿，曼妙之中带着诱惑，婀娜之中含着风情。雪肤红纱，相映成色，令人目眩神迷。没等邱洛尘询问，绮罗做了解释，这是从被擒住的海盗之中挑选出来的。我和莫奇、雨修都有了身孕，不能完全服侍你，就让他们来伺候你吧。邱洛尘盯着4个美女仔细看了看，系统并没有给出评定，
看来都是5星级别之下的。邱洛尘摇了摇头，不用了，有你们几位夫人在，我不需要他们。绮罗面色有些焦急，洛尘，这是我的一番心意，你就收下吧，否则琼林岛怎么能像其他姐妹那里那么热闹呢？看着绮罗祈求的小眼神，邱洛尘勉为其难的点了点头。这几个女子陪着做点什么还可以，但是孩子就不能让他们生了，毕竟不会有系统的奖励。留在琼林岛之后，邱洛尘首先和绮罗讲了他要让仙域1寸方圆吸收能量的事，绮罗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琼林岛上的灵气虽然有数，但是浩然磅礴，这几块石头的吸收当然也很多，可暂时还没有多少影响。吸收了能量的16块仙域1寸方圆长出了树苗，看起来只要假以10日就能成长起来，不过如今才有16块，距离系统说的长成大树的日子还有很长。在琼林岛住下来的邱洛尘，每天除了修炼就是与岛上女人们的深入交流，当然百里伽罗除外。这一天，突然从储存戒指里冒出一股黑烟，是秦胜雪传来的消息，邱家出事了。邱洛尘拍案而起。第75章，在邱洛尘离开邱家的时候，把他改良的传信方法交给了秦胜雪，防备万一。没想到竟然真的用上了，储物空间戒指里的黑烟凝结成一朵黑云，然后在邱洛尘眼前啪的一声炸响。秦胜雪传来的消息注入了邱洛尘的脑海之中，邱家出事了。邱家的清虚山下有一条矿脉，因此让清虚山灵气充盈，是个适合修行的好地方。不过这条矿脉也是可以用来炼制上品仙器的好材料。邱家的老家主带着家中的强手失踪之后，邱家实力大减，清虚山就成为了其他人觊觎之地。好在邱洛尘娶了秦家的2个圣女秦慕清和秦胜雪，这2大秦家圣女力压其他几大世家。接着邱洛尘又娶了魏青青，邱家又和魏家也结亲联姻，让觊觎之人都收起了夺得邱家矿脉的心思。但是这一次想要邱家清虚山的人是大周国朝的摄政王爷、护国大将军燕云台。燕云台限令邱家3日内搬离清虚山，否则格杀勿论，鸡犬不留。邱家当初之所以能进入大周的5大世家之一，是因为邱家先祖曾经是开国元勋，邱家的土地是当年的大周国高祖亲封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千年，邱家也衰败了，可是邱家的土地包括清虚山都是受过皇封的，大周国没有收回的权利。作为摄政王爷，更要遵守高祖当年的圣旨，不应该以权力夺取清虚山。邱家的4位长老据理力争，却被派来的特使打伤。秦胜雪一怒出手，把摄政王爷派来的特使也打成重伤。燕云台为此大怒，知道秦胜雪是2劫散仙之境，派来了军中的10位强者，率领2万大军分别围住了邱家的清虚山，还有秦家和魏家。夫人们都有孕在身，秦慕清紧急出关，和秦胜雪联手对抗军中强手。没想到在吸引秦家2位夫人注意力之后，军中派人偷袭，抓住了邱洛尘的9个孩子，以此相要挟。秦胜雪、秦慕清和众位夫人投鼠忌器，不能动手，被军中的强者擒住。接着邱家所有人都被军队抓住，整个邱家无意逃脱。秦胜雪发来消息的时候，已经被军队押往京城了邱洛尘的2个老丈人。5大世家中的秦家家主秦振海和魏家家主魏无忌都考虑到整个家族的安危，不敢轻举妄动。邱洛尘知道这个消息，当真是气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简直欺人太甚。他当即拍案而起，几个夫人纷纷围过来询问怎么回事。邱洛尘把事情讲了一遍。上官朗月双眸喷出怒火，什么？姐妹们和孩子们都被抓了，老娘和他们拼了！百里伽罗大叫一声，老娘也去和他们拼了！玄武和玄六都在万寿琉璃瓶里探出了头，玄六喊得最响，老娘我也去！邱洛尘抓住了就要往外冲的上官朗月和百里伽罗，就我们几个去拼命等于送死，需要想个对策才行。绮罗和冷清秋同时点头，洛尘说的不错，要对抗的是手中握有重兵的大周摄政王，此事还得从长计议。莫奇与修走过来，要不是奴婢有了身孕，也可以驱逐一臂之力。邱洛尘摆了摆手，诸位夫人不要慌，否则可能意气用事，坏了大事，听我的安排。既然是与摄政王对抗，我们就做2手准备。我立刻启程进京，利用幻化之术，先找到夫人和孩子，保证他们的安全。然后青丘去天行山，让苏雅派10万天行郡随你去大周国的京城找我。朗月，你回大雪山魔女洞，带洞中强者去往京城助阵。我的分身已经把事情告诉了米娜，她去找族长了，很快巨人岛就会派族中战士去往京城帮忙。我记得当今大周国朝的纯玉皇太后和我邱家有些亲戚关系，要是夫人和孩子们暂时没事，我会去见一见皇太后，请她下旨放了家里人，把清虚山还给邱家。说到这，邱洛尘双眉上挑，要是道理讲不成，那咱们就把大周国闹个天翻地覆，清虚山抢不回来，也不能让他们得着。绮罗轻咬红唇，可惜我不能离开琼林岛，也有了身孕，否则一定随你去杀个人仰马翻，让他们知道我邱家不是好欺负的。邱洛尘看了一眼百里伽罗，你就和玄武、
玄六跟在青丘的身边吧，不许擅自行动。百里伽罗撅起嘴，我要跟在你身边保护你，万一你死了，我长大以后跟谁生孩子呀？冷青丘把百里伽罗拉过来，洛尘，你带着他去吧，他现在已经懂事了，尤其他的修为深不可测，有他陪着你，我们也放心。玄六的声音传来，对，还有我也跟着你，不会让你死的。起罗颔首，有他们在洛尘身边，我们确实能安心一些。邱洛尘看向百里伽罗，好吧，不过你必须听话，不能擅自行动，不然我就把你撵走。百里伽罗喜笑颜开，好啊好啊，我一定听你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生小孩也行。邱洛尘瞪了百里伽罗，不许胡说，记住你还小呢，没有长大。百里伽罗吐了吐舌头，不再说话。接下来按照邱洛尘的安排，几人乘坐玄武和玄六离开了琼林岛，到了海面，冷清秋、上官朗月分头离去。玄武和玄六冲天而起，急速飞行。邱洛尘没想到这只大乌龟能飞得这么快，很快就到了大周国境内。邱洛尘不想引人注意，他把玄武和玄六收进万寿琉璃瓶，施展千里飞行技法，带着百里伽罗火速赶向邱家。秦胜雪发出求救消息的时候，距离邱家30里，接着就没了消息。但是通过传信的黑烟，邱洛尘还能感觉到秦胜雪的位置，应该还在去往京城的路上。邱家距离京城有1000里，应该没有那么快到达。百里伽罗一开始跟在邱洛尘身后，后来实在觉得邱洛尘飞得太慢，伸手抓住邱洛尘，带着他飞行，速度当即提升了5倍以上。没用多久，邱洛尘就看到了地上旌旗招展、蜿蜒而行的密密麻麻的军卒，骑在战马上向京城方向移动。这里距离大周国的京城已经不到200里的路程了。在军队的上方，天空之中还有上千匹飞马，马上端坐着的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在飞马下面，邱洛尘看见了上百辆木龙囚车，关押的都是邱家的人。等到飞得更近了，邱洛尘看见了一个从囚车里探出的小脑袋，正是有着仙级根骨的儿子邱胜。秦胜雪披头散发的站在囚车里一动不动，应该是被封住了修为。这时候一根皮鞭飞起打在了邱胜的小脑袋上，好在邱胜是仙级根骨，否则这一鞭就能把脑袋打碎了。孽障，谁让你探头探脑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手握皮鞭出现在囚车旁，邱胜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军官伸手把邱胜抓了出来，举在空中。玉儿扑到囚车的栅栏上，你别难为孩子。军官淫邪的一笑，哼，我不难为这个孽障可以，你得当众给我。一边说着，军官一边解开了腰带，周围的士兵哄堂大笑。来啊，快点，完事还有我们。邱洛尘血贯瞳仁，我 X 你娘，老子不忍了。邱洛尘怒不可遏，他觉得一腔怒火在身体里燃烧，之前想的对策全都抛在脑后，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眼看着囚车四周全是摄政王派来的军兵，邱洛尘高声吩咐百里伽罗，救人，敢挡者杀。说话间，他也瞬间化成了巨人之躯，在空中像是一颗炮弹一样，朝着那个正在解开腰带的军官冲了下去。骑在飞马上的军士们已经发现了邱洛尘这边的异动，当即组队成列，挥舞长刀冲了过来。玄武和玄六一声好喊，哟呵，从万寿琉璃瓶里飞了出来，迎风而长，恢复了本来面目厚重的龟壳，像一面小山，迎着飞马上的士兵们就撞了过去，立刻就是人仰马翻，惨叫声一片。借着这个空当，邱洛尘一冲而过，继续向着正解开腰带的那个军官奔去。突然眼前白影一闪，百里伽罗竟然后发而先至，抢在邱洛尘的前面冲到了那名军官面前。这名军官少说也是洞虚境的强者，可只是一个照面，百里伽罗就把邱胜抢在手里，转眼就把那名军官抓在手中，然后一撕两半。看着漫天纷飞的血肉，邱洛尘也是一愣，白眉毛出手还是挺狠辣的，不过这个军官该杀。邱胜吓得眼睛一闭，钻进了百里伽罗的怀里。既然出手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也只能随他去了。四周的军兵们在一愣之后，立刻呼喊着杀了过来，刀光剑影呼啸而至。见邱洛尘没有制止他，百里伽罗欢呼一声，把邱胜扔给了邱洛尘，然后就迎着军兵们冲了过去。百里伽罗喜欢近身肉搏，他就如同虎入羊群一样，挡者披靡，血肉纷飞之下，他身上的白衣却一滴血都没有沾染，还是洁白如雪。玄武和玄六已经打散了天上的飞马军，来到囚车的上方。邱洛尘把邱胜握在一只手里，另外一只手挥出打飞了几名靠近的军卒，同时高喊玄六救人。刹那间，玄六和玄武的脑袋扫过，打开了所有的囚车。囚车里的人顷刻间都被一股无名的力量托起，落在了厚重的龟背上，龟背上方形成了一个结界，把所有人保护了起来。邱洛尘把邱胜也扔上了龟背。突然所有军卒向后一撤，10名身穿彩色盔甲的军官出现在四周，悬浮在空中，竟敢公然劫持囚车，杀人夺命，你们都别想走了。四面八方，从地上到空中已经被大周军兵层层包围，风雨不透。这10名彩色盔甲的军官
竟然已经全都达到9级渡劫之境。四周包围过来的上万名士兵也基本都在筑基境之上，神藏境、子府境的军官更是比比皆是。邱洛尘没想到摄政王派来的军队实力这么强横，也不禁心头一凛。他吩咐百里迦罗、玄武和玄六不要恋战，带着邱家人逃跑要紧。玄武和玄六转身就向包围圈外冲去，拦截在前方的近万名军官和士卒整齐划一的出手一击，如同山岳一般的能量化成漫天的刀光劈了下来。玄武和玄六担心身后的结界被打碎，没有躲进龟壳里，而是一声嘶吼，震耳欲聋的声音化成一杆尖锐的长矛，直接迎上了刀光。轰然声响，刀光和长矛势均力敌，互相抵消之后消失不见。但是玄武和玄六也没能冲出包围。那10名身穿彩色盔甲的军官，有8名冲向百里迦罗，有2名围攻化形成巨人之躯的邱洛尘。这些军官的攻击有着训练有素的配合，不论是8人合击还是2人合击，都能把功力修为扩大几倍。百里迦罗并没有什么，可邱洛尘就受不住了。他仗着巨人之躯抗击打能力强，挺了几下，可转眼就挡不住了。好在百里迦罗游刃有余，帮着邱洛尘挡下了所有攻击。10名军官立刻明白了虚实，只留下1名军官对付邱洛尘，其余的9名军官带着几千名军卒合力围攻百里迦罗。百里迦罗担心邱洛尘不由得有些分神，身上的白衣第一次有了一点血迹，那是他自己吐出来的。眼前的军官是9级渡劫境，邱洛尘知道不爆发一下是不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谁都跑不了。虽然他可以变身逃跑，但是不能丢下百里迦罗不管。邱洛尘再不犹豫，体内存储的640年灵力修为全部转化，在空中瞬间破境提升。别人破境提升都需要过程，邱洛尘有系统的加持，这些过程就全免了。从神藏境一路冲过子府境、元神境、洞虚境、渡劫境，直接到了一劫散仙境界。对面的军官看着眼前的邱洛尘，他觉得只是眨眼之间，眼前的这个巨人竟然从神藏境直接变成了一劫散仙，不由得惊骇的无以复加。邱洛尘突然恢复了正常身躯，太虚式神枪带着毁天灭地的杀神之力向军官呲了过去。一劫散仙境要比9级渡劫境高出一个层次，这一层次就是实力上碾压。邱洛尘的是神枪和军官的方天画戟瞬间对碰了数百下，方天画戟被震飞了出去。邱洛尘大吼一声，想要一枪结果了这名军官。突然之间，一股磅礴的能量压了下来，原来是发现军官不能抵挡，有近1000名军卒过来支援。这些军兵训练有素，只是一击就把军官救了下来。邱洛尘抬手取出破镜开天弓，灭日剑带着一道强烈的光芒向军官射去。境界不同，灭日剑的威力也果然不同。在这名军官和上千军卒合力挡下这一剑的时候，邱洛尘反手射出3支灭日剑。这3支箭却是帮助玄武和玄六的，势均力敌的生矛和刀光因为3支灭日剑的加入而打破。玄武和玄六的前方出现了空当，这只大乌龟作战经验丰富，利用这个机会猛然前冲，眼前的军卒们被撞得漫天纷飞，玄武和玄六逃了出去。邱洛尘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是神枪一挑，把百里迦罗扔向了包围圈外。然后邱洛尘突然瞬移，在原地消失，下一秒出现在百里迦罗身旁，拉着他是玩命逃跑。立刻上万军兵在后面狂追不舍。就在邱洛尘心里叫苦的时候，前方的天地间突然一暗，帮手们终于到了。玄武和玄六驮着邱家人在前，邱洛尘和百里迦罗在后，2人一归是拼命逃跑。百里迦罗显然是受了伤，这次得靠着邱洛尘拉着他才行。玄武和玄六也明显修为消耗，速度相比平时要慢了许多。后面的追兵狂追不舍，尤其是那10名彩色盔甲的将官，速度很快。邱洛尘和百里迦罗无论如何都不能甩掉他们，一旦被这10个将官缠上，就得再次陷入包围之中。邱洛尘一边逃跑一边琢磨着怎么甩脱追兵，突然前面的天地间一暗，一片黑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邱洛尘只是看了一眼就心花怒放，前方遮天蔽日，有3000匹巨大的飞马，每一匹都有通常飞马的5-6倍大小，在空中伸展着巨大的翅膀。马上端坐的都是身高在6米左右的巨人，每一个都穿着贴身的黑色背心、短裤赤足，露出异常结实的健壮身躯，虬筋铁臂，手持3丈长的长柄巨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见到正在逃跑的邱洛尘，为首的巨人当先冲道：“姑爷，我们奉族长之命前来相助，这次共来了3000族中勇士，族长吩咐还有1万族中战士整装待命，若是需要将赶来支援。”邱洛尘点了点头，回身指了指已经追到近前的10名身穿彩色盔甲的将官：“好，这10个人很厉害，你们小心。”巨人统领一挥手，3000匹飞马从邱洛尘、百里迦罗、玄武和玄六身边掠过，没有一句废话，杀向了10名将官。邱洛尘望向远方，那里还有1000匹巨大的飞马正在赶来。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分身的时间就到了。在回归本体之前，邱洛尘的分身向老丈人米苍穹借了1000匹飞马，赶去天行山。
这样可以让天行军快点赶来支援。1000匹巨大的飞马来到眼前，上面没有骑着巨人，而是站满了密密麻麻天行军。虽然每一个天行军都只有1尺多高，但是气势上绝对不输于任何人。见到邱洛尘，这些天行军都从飞马上升空而起，为首的2位长老朝着邱洛尘挥了挥手：“姑爷，不必担心，我们来了。”说着向后招手，黑压压的天行军整齐有序地向前冲去，迎向了摄政王的万人大军。冷清秋从一匹巨马上飞身而起，来到邱洛尘面前，上下打量：“洛尘，你怎么样？没受伤吧？”邱洛尘摇头：“我没事，辛苦你了。”冷清秋按住了如同2只巨兔的胸脯：“担心死我了，总算追上你了。苏雅这次派了20万天行军，他有身孕来不了，不过我走的时候天行军还在集结，说是还有100万天行军随后赶来。”苏雅想得周到。说着，邱洛尘把百里伽罗拉了过来：“他受伤了，你这位妙手神医给他治治伤吧。”百里伽罗的双眸闪亮：“这点伤没事，我还没打够呢，我再去打一会儿行吗？”邱洛尘皱眉：“不行，你都吐血了，伤好了再去。”百里伽罗撅起了嘴，可他倒是很听话，没有擅自行动。玄武和玄六稳住了身体，打开了龟背上的结界。邱洛尘、冷清秋、百里伽罗飞身落到了龟背上。秋盛跑了过来：“爹啊，你怎么才来啊？娘不能动了，木青姨娘不能动了，4个长老爷爷也不能动了。”邱洛尘赶紧跑过去，只见秦胜雪和秦慕青都紧闭双眼，一动不动地躺在龟背上。玉儿、金喜娘、魏青青、柳诗诗、王软软、丁程程都怀里抱着孩子围在四周。金喜娘告诉邱洛尘，大军围困邱家的时候，秦慕青出关和秦胜雪一起带着邱家的人手出面迎敌，可是人家不按常理出牌，采用兵不厌诈的手段，一方面吸引邱家主力迎战，一方面派人偷袭。3个身穿彩色盔甲的将官突然在内宅出现，这3个将官都是9级渡劫的境界，一出手就制住了最不善于打仗的金喜娘，然后抓住了邱喜、邱胜和邱木这3个孩子，在魏青青这几个有身孕的夫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又把他们制住了，然后押着几位夫人和孩子出现在战场之上，逼着秦胜雪、秦慕青带着邱家人投降。为了孩子和夫人们的安危，秦胜雪和秦慕青告诉4位长老和邱家的家丁放弃抵抗，等着邱洛尘回来救人。可没想到那10位军官担心秦胜雪和秦慕青2人的修为太高，会无法控制，所以一起出手封印了2个人。见2个人没有还手之力之后，竟然又下重手，把2位夫人打成了重伤。4位长老上前阻拦，也同样被打得伤重不起，昏迷不醒。听金喜娘哭着讲完，邱洛尘气得牙根痒痒，这特么不仅仅是不讲武德，还特么就是流氓强盗。对已经没有还手之力的女人下手，这样的军人可杀不可留，否则说不上什么时候大周的百姓就会遭殃。现在炼丹救秦胜雪和秦慕青2位夫人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让冷清秋想办法抢救，不过需要先解开封印才行。百里伽罗盯着秦胜雪和秦慕青看了看，双手在身前划出虚像，然后念念有词，双手散发出炫目的白光，分别按在了秦胜雪和秦慕青的身上。2个人身上升起一团黑气，遇到白光之后瞬间消散，封印解除了。片刻之后，2位夫人睁开了眼睛，见到了眼前的邱洛尘。秦胜雪面色苍白：“洛尘，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邱家。”秦慕青眼中含泪：“洛尘，对不住。”邱洛尘伸手轻轻抚摸2位夫人憔悴的脸颊：“没事的，你们平安就好，什么都没有人重要。”玄武从龟壳里叼出了一个葫芦，给了冷清秋：“这是兽族疗伤的灵药康寿丹，主人可以让他们服下。”玄六从龟壳里叼出一个瓶子，递给百里伽罗：“主人，这是玄黄玉露，专治内伤，您快喝吧。”百里伽罗接过瓶子喝了一口，眨动长长的白色睫毛感受了一下：“挺好用的，我感觉一下伤就好了。”说着，百里伽罗拿着瓶子递给了秦胜雪和秦慕青：“2位姐姐也喝这个吧，这个疗伤快。”玄六嘴里念叨：“主人，玄黄玉露1万年才能有这么多，喝光了可就没了。康寿丹也是灵药，一样可以疗伤，就是见效慢点，可以。”百里伽罗眼睛一瞪：“我就想给2个姐姐喝。”玄六当即就闭了嘴。这时候摄政王的2万大军全都赶到了，1万大军正在对抗天行军，另外1万大军把被巨人围困的10名身穿彩色盔甲的将官救了出来，重新集结再战。邱洛尘看了眼战场上的局势，巨人族战士虽然强悍，但是遇到配合默契的摄政王的军队，一时之间难分胜负。邱洛尘身躯一挺：“胜雪、慕青，为夫这就去给你们报仇雪恨。我也要去，我要杀了打伤姐姐们的人。”看着斗志昂扬准备出战的邱洛尘，百里伽罗挥着小拳头表示请战。邱洛尘摇头：“你有伤，不能去。”百里伽罗继续扬着小拳头：“喝了玄黄玉露，我的伤就快好了，能打了，我真的能打了。”见邱洛尘还是摇头，百里伽罗眼眸中带着恳求：“邱洛尘，你让我去好不好？
等我长大了，给你生好多好多孩子，陪你玩，好不好吗？看着百里伽罗渴望的小眼神，邱洛尘心中一软。好吧，我要施展幻化之术去杀那10名军官，你跟着我就行了，别随便出手，免得打伤了我。百里伽罗眨巴着眼睛，点了点头。玄武和玄六也要同去，邱洛尘坚决不同意，因为有这个大乌龟在，一旦有了危险，可以带着邱家人及时跑路。现在看着虽然兵力占优，稳操胜券，但是万里有个一，出了状况呢。百里伽罗抬手指着玄六，邱洛尘说不许去就不许去，你不听他的话以后我就不要你了。玄六一惊，头缩回龟壳里，不出来了。邱洛尘飞身进了战场，百里伽罗紧紧跟随，目标就是那10名身穿彩色盔甲的军官。10名军官这时候正指挥着近万名军卒凝聚力量攻击3000名巨人勇士。邱洛尘在前冲的同时，拉开破镜开天弓，嗖射出3支灭日箭，飞向那10名军官。在这些军官注意抵挡灭日箭的时候，邱洛尘的身体猛然瞬移，来到了10名军官身边，看准了一个军官的容貌，立刻幻化成了相同的模样，手中也是使用相同的兵器，一杆长矛，然后朝着身旁的一名军官刺了过去。到了9级渡劫之境，遇到危险会自然而然的闪避，这名军官自然的闪躲，同时大惊：你疯了吗？可随即看见了相同模样的军官，立刻就明白了，你是假的。军官立刻挥动手中一柄大锤砸向幻化之后的邱洛尘，可眼前人影一闪，消失不见。邱洛尘已经幻化成另外一名将官，出现在这名军官身后。这人回身的时候微微犹豫，再次分清敌我，又一锤砸了下来。邱洛尘在10个军官之间变来变去，只是顷刻之间，10名军官互相之间就开始小心翼翼，彼此猜疑，本来默契的配合土崩瓦解，只要各自为战就有机会。邱洛尘以一劫散仙的修为境界盯准了其中一名军官，突然露出本来面目，与这名军官斗在一起。百里伽罗在另外9名军官中穿插出击，不让他们救援。同行的上万名军卒也正在和巨人战士们苦斗，无暇顾及这里。邱洛尘终于抓住机会，缠斗片刻之后，一枪挑死了这名军官。在周围军官们惊愕失色的时候，百里伽罗也把一名军官的头颅拧了下来，杀了第1个和第2个，其他的就好办了许多。此消彼长，没用太久，10名军官都死在了百里伽罗和邱洛尘的手下。与此同时，20万天行军在空中凝聚成了一个长达100丈的铁棒，与摄政王万人军队汇聚众人之力而成的刀光硬碰硬的对撞。人多力量大，在邱洛尘和百里伽罗合力诛杀完10名军官的时候，天行军的铁棒也砸碎了刀光，上万的军卒口喷鲜血，转身四散逃跑。没有了军官的指挥，与巨人战士相斗的近万军卒也溃不成军，转身逃向京城。邱洛尘高喊，阻止了天行军和巨人战士的追赶。这里距离京城不到200里，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埋伏。所谓穷寇莫追，见好就收。天行军与巨人族收兵的时候，上官朗月带着大雪山魔女洞的援兵才刚刚赶到，来的是魔女洞的10位洞虚境的长老，还有100名魔女洞员神境以上的强者。虽然魔女洞的每个魔女实力没有特别强，但是大雪山魔女洞有自己独特的魔功，这些魔女可以刺血跨境，化血成魔。只要施展这种魔功，一个元神境的魔女可以立刻跨越2个境界，成为渡劫境的血魔。不过这种魔功邱洛尘只是听上官朗月讲过，并没有见过。见到邱洛尘一切都好，上官朗月松了口气，但是见到秦慕清和秦胜雪被伤得那么重，上官朗月咬碎银牙，要带着魔女们冲进京城，杀了摄政王。邱洛尘赶紧出面阻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还是先探清京城里的虚实再说。我会幻化之术，先进城查看情况，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安营扎寨，等我的消息就好。夫人们都担心邱洛尘的安危，不想他一个人进京城。百里伽罗更是抓住邱洛尘的胳膊，邱洛尘，我也陪你去，你一个人我不放心。你，邱洛尘伸手捂住了百里伽罗的嘴，放心，我死不了，一定能活到你长大，跟你生孩子。邱洛尘幻化成一只飞鸟，到了京城之外，发现整个京城守护的异常严密，不仅仅地上有兵卒巡逻检查盘问，空中还有骑着飞马的骑兵，城的四周还有隐藏的结界，只要有外来的东西进入，哪怕是一只飞鸟也会知道。不过飞鸟就是飞鸟，就算是察觉了也没有人留意。邱洛尘穿过了结界进了城中，邱洛尘并没有直接赶去皇宫，他想先听听城里的动静，是因为自己劫走囚犯，杀了军卒，京城才会这么守卫森严吗？找了个没人的地方，邱洛尘幻化成了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走进一家酒馆坐下。这种地方鱼龙混杂，说什么的都有，可以听到一些城中最新的消息。没用多久，邱洛尘就听到了一些人的窃窃私语。你听说没有？摄政王与天子有了分歧，天子要罢免摄政王。摄政王权势滔天，怎么可能被罢免？是啊，没看京城戒严，这是要有事了。什么事？摄政王要娶淳于皇太后了。啊，你可别乱说，谁不知道
皇太后当年色艺双绝，艳压京城，小点声会杀头的。邱洛尘突然心中一动，搜索原主的记忆。原主小时候就见过这位淳于皇太后，淳于小花是个艳冠京师的名字。邱洛尘搜索原主的记忆，知道淳于皇太后本名淳于小花，本是护国大将军的女儿，从小与太子定了亲。后来护国大将军因为谋逆之罪被皇帝下旨斩杀，家中男丁被同时问斩，女眷都被送去了教坊司，亲事告吹。只有10岁的淳于小花在教坊司长大，从那时候起就学习歌舞弹唱，如何取悦男人。到了14、15岁的时候，就出落的倾城绝色，人比花娇。只有15岁的淳于小花名满京城，艳压所有欢乐场上的姑娘。不过淳于小花暗中得到太子的照顾，只是卖艺不卖身。这期间，邱洛尘的母亲路过的时候，见到淳于小花被登徒子欺负，出手相助。从此，淳于小花和邱洛尘母亲成了好友。后来太子登基，为护国大将军平反昭雪，淳于小花终于离开了教坊司，恢复自由身。新登基的皇帝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娶了这位艳名远播的淳于小花做了皇后。在原主邱洛尘10岁那年，和母亲见过淳于皇后。原主的记忆里，淳于皇后的形象比较模糊，感觉是亲切和美丽的。后来皇帝得病身亡，淳于皇后的儿子登基当了大周国的皇帝，淳于皇后就成了淳于皇太后。摄政王是当今皇帝的叔叔，已故先皇的弟弟。可是如今摄政王要娶皇太后，这事就有点狗血了。既然京城戒严是因为皇帝与摄政王的矛盾，不是因为他劫囚车救人，可见京城里的局势是非常紧张的。摄政王应该没空带兵去追捕邱家人，这样邱洛尘就不必特别着急了。摄政王和皇帝有了矛盾，要娶皇太后，这里面可以想象的空间很大，他需要查明情况，见机行事。皇宫并不难找，邱洛尘拄着拐杖来到皇宫外面，发现皇宫的守卫更加的严密，他只好等到天色渐渐变暗之后，趁着夜色幻化成一只飞虫进了皇宫之中。在邱洛尘的想象中，太监宫女多的地方一定是后宫，应该不难找。可是进了皇宫才发现，这里的面积很大，想要寻找到皇后住的宫殿并不容易，而且这时候的皇宫中竟然很少看到宫女和太监走动。四下查看，终于见到了一个行色匆匆的太监。邱洛尘准备施展迷魂术进行询问，这种迷魂术是娶夫人丁成成时候系统的奖励，邱洛尘还没有机会使用，今天算是有了用处。邱洛尘立刻飞了过去，正在走路的太监突然看见眼前出现了一只飞虫，刚想挥手拍打，突然觉得飞虫的2只眼睛在自己的视野里无限的扩大，没来得及惊叫，就陷入了迷茫的状态。告诉我，皇后在哪里？太监机械的回答，在天寿宫。天寿宫在哪里？太监翻着眼睛，从这里向前经过长乐宫，转过紫云轩，再绕过太和宫，在。好了，别说了，你带我去吧。太监点头，抬腿就走。邱洛尘幻化的飞虫震动翅膀跟随，沿途有路过的2个太监打招呼：小安子，你这是去哪啊？小安子机械的回答：天寿宫。啊，你疯了！摄政王有令，天寿宫如今不许任何人靠近。小安子不理睬问话的2个太监，嘴里机械的念着天寿宫3个字，继续往前走。2个太监看着远去的小安子，他是不是疯了？好像是。是被摄政王爷吓的吗？不知道，咱们还是离他远点，莫要被他殃及就好。邱洛尘耳聪目明，听得清清楚楚，看来天寿宫被摄政王控制了。那么淳于皇太后怎么样了？皇帝又怎么样了？跟着太监小安子走出很远，远远的看见了一座宫殿，门上有天寿宫3个字。在天寿宫外全是手持兵器的军卒，把天寿宫层层围住。邱洛尘心神一动，小安子恢复了神智，他瞪着眼睛向前看了看，猛然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当即脸色苍白，转身就跑。邱洛尘没有管小安子，扇动翅膀越过守卫的军兵，进了天寿宫中。宫里没有军队，太监和宫女分成2排站在院子里，弓着身子，大气都不敢出。邱洛尘向灯火最亮的宫殿飞去，在门口有2个身穿彩色盔甲的将官背着手，静静地站在门外。邱洛尘能感觉到宫殿里还有一个修仙境界很高的强者存在。为了不被发现，邱洛尘收敛灵气于体内，凝神静气，悄无声息地飞进了殿中。正殿大厅里没有人，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邱洛尘听到了说话声，一个房间的门是敞开的。绕过一扇雕花屏风，邱洛尘就见到了屋里的情景。在地上躺着4个老太监，一动不动，身下是嫣红的血迹，能看出来已经绝气身亡了。一个身材异常肥胖、肥头大耳的男子坐在屋中间的一张椅子上，胖胖的大手放在一个12、13岁的少年头上。少年唇红齿白，眉目清秀，身穿着龙袍，被大手压着身体下沉，浑身颤抖，显然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不过少年很是坚强，紧咬着牙关，一声不吭。在大胖子对面站着一个美女，看不出年纪大小，身穿绣着金色凤凰的鹅黄色拖地长裙，一条翠色织锦腰带
紧束在腰间，显得纤纤细腰不堪一握。乌黑的秀发挽着如意髻，插了一只白玉簪，看起来清爽简洁。白嫩如玉的面颊上微微泛起一对梨窝，两腮白中透红，弯长的眉毛，一双流盼诱人的眼眸，黑白分明。女子站在那里虽然不动，却感觉风姿绰约，娇媚入骨，有种令人迷醉的风情。丁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名字纯羽小花，根骨旋即根骨，肉身境界金身之躯，级别8星。原来这个美女就是大周国朝的皇太后纯羽小花，果然不愧是艳压京城的美人。那么穿着龙袍的少年就应该是大周国的皇帝了，怎么这样狼狈呢？纯羽小花身体也有些微抖，能看出在尽量平复心情。摄政王，我已经答应了和你的婚事，你还要怎样？为何带兵入宫劫持皇帝？大胖子一阵冷笑，身体上的肥肉跟着一起乱颤。纯羽皇太后，不要以为本王看不出你的缓兵之计，一方面答应本王婚事，一方面与皇帝谋划，向全国发出密旨，让其他王爷带兵返回京城，意图杀本王而后快。你实在是小看本王了，本王已经夺下了邱家的清虚山，很快就能炼制出很多仙器，武装我手下的将官军卒，就算是秦王大军来了京城，本王也是不惧。纯羽小花轻咬红唇，那只是误会，什么事都好商量，你把皇帝放了，我们慢慢谈。摄政王指着地上的4个老太监，哼，皇帝让这4个奴才暗中刺杀本王，要不是我已经达到一解散仙之境，就被他们得手了。纯羽小花软语相求，摄政王，只要你放了皇帝，明日我便嫁给你，如何？摄政王的小眼睛射出2道寒光，明日不知道你又能想出什么计策对付本王。纯羽小花美眸中带着哀求，那你要怎样才行？摄政王淫邪的一笑，呵呵，怎样？他胖胖的手在怀中掏出一个粉红色的小瓶，扔到了纯羽小花脚下。这是奇绝烂心散，你现在就把这药吃了，本王要当着你儿子的面惩罚你。啊！纯羽小花面色变得惨白，身体晃了几晃，险些摔倒。摄政王，你这要求未免太过分了。摄政王冷声，过分吗？我就是让你儿子看着他的母后是怎么被本王惩罚的，这也就是对他的惩罚。小皇帝双眸中喷出怒火，可偏偏一动不能动。母后，不要啊，我宁可死。摄政王哈哈大笑，死？你以为想死就能死吗？皇太后，要是你不答应，这药本王就让你儿子吃下去，以后本王就是这大周国的皇帝，你儿子的心烂了就是行尸走肉。纯羽皇后的红唇咬出了血，她猛地俯身捡起粉色小瓶，咬住瓶口，仰头把药都倒进了嘴里，吞了下去。摄政王，这样总可以了吧？摄政王大笑，哈哈哈，掩盖京城的皇太后，我的大嫂，你马上就要成为本王的女奴了，让本王想想该怎么惩罚你才更让本王满意呢？纯羽小花本来惨白的面颊正在一点点的变红，身上的皮肤也逐渐浸润出粉红。小皇帝双眼变得血红，母后，不要啊！燕云台，朕一定要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摄政王松开压在小皇帝头上的胖手，哼，整个京城都是本王的天下，你还是别做梦了，专心看看皇太后如何成为行尸走肉吧。虽然手松开了，可是小皇帝还是一动也动不了，只能咬牙切齿的破口大骂。可是小皇帝越骂，摄政王越是高兴，骂吧，你骂得越凶，本王就会让皇太后承受更多的痛苦。纯羽皇太后的脸颊已经由粉变红，她紧咬着牙关，牙齿咯咯的响。摄政王晃动着胖大的身躯向纯羽皇太后走去，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狰狞。突然他的眼前一花，皇太后消失不见了。啊！摄政王大惊的刹那，人影一闪，小皇帝也不见了。摄政王怒吼，一掌拍出，突然脚下一股热浪袭来，红色的玄黄地心火自下而上汹涌而来。摄政王大惊，掌力翻转向下拍去，猛然罡风扑面，罡风之后无形热浪毫无征兆的出现，罡风无形火蔓卷了整个房间。轰隆一声，摄政王窜出了屋外，可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衣服瞬间起了火，他一头冲进了院中的一口井里，可身躯太胖卡在了井口，一声大吼，井口坍塌，摄政王落进了井水之中，这才总算把火扑灭。2个身穿彩色盔甲的将官赶过来相救，摄政王肥胖的身躯窜了出来，身上所有衣服都已经烧没了，身上一丝都无的摄政王暴跳如雷，抓住他们，就算挖地3尺也要把偷袭本王的人给找出来。这时候的邱洛尘已经拉着小皇帝和纯羽皇后冲出了天寿宫，用瞬移之术，邱洛尘自己是没问题的，但是带着2个人就和快速奔跑差不多了。虽然守在天寿宫门口的军卒们来不及阻拦，可还是发现了他们在后面紧紧追赶。刚才以瞬移之术救走了纯羽皇后和小皇帝，面对摄政王的进攻，邱洛尘果断地放出了2种异火。因为摄政王和他都是一解散仙的境界，真正动起手来可能难分高下，一旦纠缠，
在人家的势力范围里。帮手赶过来的时候，皇后和小皇帝就都不走了。邱洛尘没有带着淳于皇后和小皇帝升空飞行，因为到了空中目标更大，恐怕更难逃走。他靠着速度和淳于皇太后的指点，在皇宫之中左拐右绕，很快就甩掉了追兵，进入一座无人的宫殿里。淳于皇太后在墙上摸了摸，地上露出一个洞口，3个人进入洞中，身后的洞门关闭。洞里是一直向下的台阶，走了很远，才来到了一个房间之中。淳于皇太后腿一软坐在了地上，邱洛尘把她拉了起来，感觉到她的身体很烫。没等邱洛尘说话，淳于皇太后先开口了：“你是什么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天寿宫里？”这时候的皇太后面红如血，声音有些微抖。邱洛尘挺了挺身躯：“皇太后，你应该是不记得我了，我是邱洛尘，邱家的第3子。”淳于皇后恍然大悟：“啊，是你啊，怎么不记得？那时候跟在你母亲身边，差不多才10岁左右吧，8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大小伙子了。”邱洛尘不住点头：“是啊，是啊，想不到皇太后还记得，怎么能忘呢？我和你母亲是多年的挚友啊。”说话的时候，淳于皇太后的嘴唇微微开始哆嗦，身体不能抑制的轻抖。“皇太后，你怎么样了？先别管我，救皇帝要紧。”邱洛尘这才想起小皇帝还不能动，赶紧回身来到身边，伸手按在小皇帝头上。灵力修为在身体运转，从手掌进入小皇帝的体内，感觉到他体内有破碎的声音，摄政王的禁制被解除了。小皇帝身体一下就能动了，他立刻朝着皇太后冲过去。“母后，您怎么样了？”淳于皇太后微微摇头，药力已经入体，无法逆转。不过你能被救出来，哀家也就放心了。说着，皇后朝着邱洛尘下拜：“邱洛尘，求你把皇帝带出京城，去添罗成威5大将军那里。”没等邱洛尘回答，淳于皇太后看向小皇帝：“以后就靠你自己了，母后先走一步。”说罢身形一晃，就向石头墙上撞了过去。邱洛尘抬手就把淳于皇后抓住了：“皇太后，我好不容易把你救了，怎么说死就死啊？这可有点不尊重别人了。”皇太后身体在抖：“我服下了气绝烂心散，很快就会成为行尸走肉，不能自控，会疯了一样的乱咬乱叫乱抓，还会传染给别人。趁着清醒，不如自己了断来得痛快些。”邱洛尘一惊，竟然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吗？淳于小花的眼眸中已经显露出来了强烈的恨意。没有，后面的话他已经说不出来了，伸手抓向身上的衣服。可是突然他又清醒了一些，停了手，咬着红唇，跌跌撞撞的向石墙再次撞去。邱洛尘再次把淳于皇太后拉住。这时候小皇帝突然也拉住了邱洛尘的手：“求求你，快救救母后吧！”邱洛尘挠了挠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救得了。”小皇帝眼中含泪：“求求你了，就要来不及了。”邱洛尘看了眼变得有些癫狂的淳于皇太后，猛地回手一拳，把小皇帝打晕在地。小皇帝这么喋喋不休，让他的心不能平静。救人需要平心静气，需要安静。看了眼晕倒在地的小皇帝，邱洛尘放了心，只要没人来打扰，他应该有能力把皇太后医治好。淳于皇太后明显已经不能自制，伸手撕扯自己的衣服。邱洛尘抓住她，她又张嘴咬向邱洛尘。这时候的淳于皇太后面红如血，身上的肌肤白里透着异常的红色，身体轻颤，眼眸中已经失去了神采，变得迷离。虽然身上带着幽兰般的香气，但是却已经像是一个没有了意识的躯壳，身上的热度几乎可以融化冰雪。邱洛尘知道，再不救治，恐怕就真的救不过来了。2只手上散发出强烈的光芒，笼罩住了皇太后，系统赋予的能力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没用太久，淳于皇太后身上的异常红色渐渐褪去，面色也恢复了正常。片刻之后，美眸猛然一亮，清醒过来。她看清了眼前的人是谁，啊的一声惊叫，本来恢复如常的面容刹那间羞红，伸手就推，可双手推在邱洛尘身上却没有什么力道。“你是谁？你在干什么？”邱洛尘很是诧异：“你忘了吗？是我救了你啊！”淳于皇太后稳住心神，闭目思索，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啊，我想起来了，我是你母亲的朋友，你是我的晚辈。”邱洛尘面带微笑：“想起来就好，说明你的毒已经解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得嫁给我，我的夫人不少，最大的几万岁了，也比他们还年轻许多。你就是认识我妈，但是没有血缘关系。”淳于皇太后面颊羞红，娇艳的像是含苞待放的花朵。我再想想吧。突然皇太后想起了什么，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转头四下查看。“陛下呢？”邱洛尘朝着地上努了努嘴：“放心，在那躺着呢。你的儿子只是晕倒了，可是皇帝求我救你的。”淳于皇太后神色黯然：“陛下，也是为了救我，万不得已。”邱洛尘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启动左眼，灵眸向地面上望了过去，数不清的士兵正在各处寻找搜查。这间密室上面的大殿已经被军卒查看过一遍了，并没有发现地下密室的入口。“太后，你已经没事了，我们起来吧。”“啊，
淳于皇太后粉面一红，轻轻点头。以后没有外人的时候，你就叫我小花吧。邱若尘微笑点头，抬手帮他捋了捋蓬乱的秀发，整理好了衣服和妆容。淳于皇太后来到皇帝面前，轻轻呼喊：“陛下，陛下！”小皇帝慢慢睁开眼睛：“母后，你可还好吗？”淳于皇太后点头：“放心，哀家没事了。”小皇帝这才放了心，坐了起来，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邱若尘，微微点头：“多谢。”小皇帝这一谢，邱若尘倒是有些尴尬。邱若尘尽量挤出一丝微笑：“啊，不必客气。”皇后看向邱若尘：“这里是曾经的藏宝洞，可以隔绝修仙强者的探查，不知道外面如今怎么样了？这里能不能被摄政王找到？”邱若尘又用左眼灵眸向地面上看了一眼，暂时虽然没有找到，不过这么搜查下去是迟早的事。另外，总躲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皇太后知道邱若尘说的有理，面带焦虑：“那我们该如何才好？”小皇帝看着邱若尘：“难道我们在这里等死不成吗？”邱若尘想了想：“我自己倒是可以冲出去，但是那样一来，你们一定会泄露了行踪。我倒是有个主意，可以试一试，不过可能要牺牲一下皇太后的声誉了。”看着淳于小花和小皇帝不明所以的表情，邱若尘身躯一转，就幻化成了淳于皇太后的模样，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是完全一样。淳于皇太后大惊：“你竟然会化形之术？据说这可是仙界才有的本事，你成仙了？”邱若尘摇头，说话声音也和皇太后一般无二：“没有成仙，这就是障眼法。你们等我吧，我不来接你们就不要出去。”皇太后和小皇帝双双点头。邱若尘转身离去，用左眼灵眸看宫殿里没有人的时候，邱若尘出了密室入口，洞门在身后关闭，没有一丝痕迹。邱若尘放了心，身形一动，瞬间到了天寿宫外。四周的军卒们看见之后一拥而上，把邱若尘团团围住。邱若尘收敛灵气，压制修为，变得和淳于小花一样，然后不慌不忙地看了看围过来的军卒：“大胆，见了哀家还这般无礼吗？我要见摄政王。”很快就有人把邱若尘带进了天寿宫。摄政王端坐不动，上下打量：“太后，你的药力竟然解了，皇帝哪去了？劫走你们的人是谁？告诉本王，本王就放过你，否则本王就把太后扔到军营里。你应该能想到后果。”邱若尘不慌不忙：“这些事我要单独和摄政王讲。”摄政王挥了挥手，店里的人都退了出去。“太后，现在可以讲了吗？”邱若尘盯着摄政王：“哀家可以现在就嫁给你，只求王爷放过皇帝和救我们的人。”摄政王胖胖的大脸微微抖动，两只比绿豆大不了多少的眼珠来回转悠。“现在就嫁给我。”奇绝烂心散服下之后，药效是解不去的，救你的那个人本事不低啊。吃下奇绝烂心散之后，第一个救了你的人就是你血脉里注定的主人，一生都不会变。你嫁给我也忘不了他。邱若尘媚笑：“那又怎样？我的人还是摄政王的。”摄政王面色和缓了一些：“这话有道理，我喜欢。不过放了他们可以，太后得让本王满意才行。”邱若尘点头：“哀家一定会让王爷满意的。”摄政王的小眼睛放着光：“好，太后，本王要看看你如何表现。”邱若尘轻轻解着衣裳，慢慢走进摄政王，来到摄政王的面前，缓缓地蹲下，双手慢慢上。突然，邱若尘的一条手臂变成了一杆黑漆漆的长枪，比闪电还快的速度呲了出去。摄政王本来是有所准备的，他也考虑到了皇太后可能会有其他的举动，不过他并不在乎，毕竟淳于皇太后的修为太低，在他面前就像是一只蚂蚁。在邱若尘准备痛下杀手的一刹那，摄政王已经感觉到了眼前美人身上的变化，可他只是心中冷笑，皇太后顶多也就是筑基境的修为，就算让他打也打不动。但是摄政王失算了，当他感觉到眼前美人的修为已经超过渡劫之境，很可能与他旗鼓相当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因为距离实在太近了，近到根本就没有距离，他已经无法躲开。太虚式神枪是从下向上扎的，无法形容的速度、力度、角度，疏忽间就把摄政王穿成了糖葫芦、肥肉串。他的大嘴张开，却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因为邱若尘的拳头已经打了进去，从脑后打了出来。都是一劫散仙的修为，又是这么近身的偷袭之下，只是眨眼之间，摄政王就一命呜呼了。邱若尘在摄政王身上擦干血迹，使用无形罡风火把尸体烧掉，转身幻化成了摄政王的模样，走出了寝宫。门外2名身穿彩色盔甲的将官立刻把身体站得笔直。邱若尘清了清嗓子，身上一劫散仙的修为微微外放。本王与皇太后已经达成共识，传令下去，所有军卒撤离皇宫。2位将官立刻躬身领命：“是，末将领命。”2位将官刚要走，邱若尘又把他们叫住：“你们也不用回来了，本王今晚会留在天寿宫。”2位将官心领神会，一脸羡慕崇拜之色：“是，末将遵命。”等所有军卒都撤走之后，邱若尘又吩咐所有的宫女太监都各回各屋，
没有命令暂时都不许出来。然后才晃动胖大的身躯，瞬移到了淳于皇太后躲藏的宫殿里，恢复本来面目，下了地洞，见到了淳于小花和小皇帝。母子两人正在密室里来回的踱步，见到邱洛尘回来，淳于小花也不避讳小皇帝，扑过来拉住了邱洛尘的手。怎么样，我们能逃得出去吗？哀家担心你了。邱洛尘一笑，没事了，你们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宫，摄政王晏云台已经被我杀了。啊！淳于小花不可置信的用手掩住樱桃小口。小皇帝也拉住了邱洛尘的手，是真的吗？邱洛尘点头，千真万确，摄政王手下的军兵也都撤离皇宫了。接着邱洛尘就讲了事情的经过。听邱洛尘讲完，淳于皇太后和小皇帝都喜极而泣，抱在一起。邱洛尘轻轻咳嗽一声，好了，随本王回天寿宫吧。说着身形一转，就成了摄政王晏云台的样子。皇太后和小皇帝都吓得一哆嗦，邱洛尘的大胖脸上露出微笑，用本来的声音说道：放心，是我。淳于皇太后拍了拍胸脯，吓死哀家了。她穿的不多，腰身又细，这一拍顿时波涛汹涌，让邱洛尘想起了不久前的旖旎风光，心中一荡。可看见小皇帝正看着他，赶紧收敛心神，转身向台阶走去。出了宫殿，邱洛尘拉着皇太后和小皇帝瞬移回了天寿宫。虽然太监和宫女都各回各屋，但是也要防备万一。摄政王虽然死了，但是他麾下的军队和将领还没有收复，所以需要小心谨慎，免得露出破绽，功亏一篑。回了天寿宫，见一切都和邱洛尘说的一样，淳于皇太后和小皇帝这才放了心，接着就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首先邱洛尘讲了自己的事情，淳于皇太后美目流转。哀家听见有人向摄政王禀报这件事了，摄政王很紧张，还逼问陛下是不是搬来了救兵，所以才要陛下给他权力，调动全国的兵马。陛下不同意，让身边4位公公动手杀他，可惜反受其害。如今清虚山自然会归还邱家的，可是还需要洛尘你帮忙，控制住摄政王的军队，京城才能稳固。邱洛尘看向皇太后和小皇帝，你们打算怎么做呢？小皇帝眼神中闪烁寒光，朕希望邱爱卿继续假扮摄政王与母后成亲，这样摄政王手下将官才不会起疑心。按照礼仪，大婚3天之后，母后会与摄政王一起赐酒，到时只要在酒中下毒，就可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忠于摄政王的死士全部杀掉。邱洛尘有些迟疑，大婚当天不赐酒吗？还等3天干什么？小皇帝摇头，大婚当天来不及，因为摄政王手下的死士和将官都修为高深，寻常的毒药肯定不行，也容易被他们察觉，需要配置无色无味的千机毒才行。邱洛尘点头，原来如此，那配置千机毒需要几天？若是量足够，得需要6天，毕竟人多需要的量也大，还得秘密进行，免得被人察觉。啊，得这么久，那就是说还得3天才能大婚，然后在3天之后才能赐酒了。小皇帝站起身，朝着邱洛尘深施一礼，这6天就还得辛苦邱爱卿继续幻化成摄政王才行。邱洛尘微微皱眉，6天，万一我露馅了，可就前功尽弃了。淳于皇太后美眸中带着恳求，洛尘，求你了。声音娇软，听在邱洛尘耳中，心神荡漾，不由得想起了在密室之中的激情时刻。好吧，就这么办。美人相求，邱洛尘没有拒绝的理由。皇太后和小皇帝都是面色一喜，小皇帝再次鞠躬行礼。接着邱洛尘幻化成飞鸟，飞出了京城，找到天行军和巨人们安营扎寨的地方，见到邱家的众人。邱洛尘把大概的事情讲了讲，但是没提起绝合欢散的事，也没提与皇太后的牵扯，就是讲杀死了摄政王，还要继续假扮6天的事。听说摄政王死了，大家心中石头落地，毕竟这样兵不血刃的就控制住局面是最好的结果。邱洛尘让大家继续原地等待6天，防备万一，并且传信给各家各岛，不用继续派援兵了。百里伽罗又要跟着，被邱洛尘坚定的拒绝，重新返回了京城。这时候天才刚刚亮，回到了天寿宫，邱洛尘见了淳于皇太后和小皇帝。这时候有太监来报，摄政王府的管家在皇宫外求见摄政王，请王爷回府，说是到了定夺女奴们生死的日子了。邱洛尘一愣，女奴生死，这又是什么鬼？那我就回去看看吧。与皇太后和小皇帝告辞，母子俩千叮咛万嘱咐，邱洛尘要行事小心。幻化成摄政王晏云台的邱洛尘大摇大摆地出了皇宫，王府管家正在宫外等候。邱洛尘乘坐马车回了摄政王府，进了府，邱洛尘不紧不慢地挪着方步，管家在前面领路，进入了一个很大的房间。进门只看了一眼，邱洛尘就是一惊，卧槽，少儿不宜啊！房间宽敞，在屋里正中央有一张挂着红纱的白玉和欢床，旁边的几张桌子上整整齐齐放着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大大小小，不一而足。墙壁上挂着的就更加让人瞠目结舌。邱洛尘穿越之前只在一些有色小电影上见到过，没想到这一次竟然在这个异世界见到了真实的，也更加细致全面的。
管家把一把金色的大椅子摆好，请邱洛尘落座，然后端上了茶，接着退了出去，关上了房门。邱洛尘没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他不能问，否则就会让管家或者王府里的人心有疑虑。反正他是王爷，只要不说话，也没有人敢质疑，看着仆人按部就班的继续工作就行了。墙上的一扇门打开，走出来一个身材肥胖、浓妆艳抹的妇人。见到邱洛尘躬身行礼，奴婢给王爷请安。这次一共调教好了7位美人，请王爷评出优劣，定夺他们的生死。邱洛尘点头，胖妇人回身吩咐，都带出来吧。接着从门里走出来2个满脸横肉、身材高大的女侍卫，手中拽着一条铁链，链子上一连串绑着7个女子。每个女子都身披轻纱，轻纱薄如蝉翼，能够清晰地看出轻纱里面什么都没穿。每个女人的身材都曲线玲珑，凹凸有致，容颜娇媚俊俏，只是神色看起来很是黯然，眼神中带着惊恐和凄苦。女人们的脚上都带着铁箍，铁链就拴在铁箍上，每走一步都发出响声。胖妇人拉过第一个女子，这位是罪臣，前吏部刘侍郎的女儿，如今是教坊司的舞娘。上次她无论如何都不从，不过昨天已经收到了刘侍郎的左手，今日便从了。胖妇人又拉过第2个女子，这位是罪臣，前吏部李侍郎的夫人，如今是教坊司的琴师，只要能饶过李侍郎一命，让他做什么都行。胖妇人拉过第3个女子，这位是罪臣，前户部司王主事的夫人，如今也是教坊司的歌姬，她昨日收到了儿子的一根手指，今日也从了。胖妇人一直介绍到第7个女子，伸手抓住了女子的头发，把女子的脸扬起。这个女子看起来有些憔悴，皮肤苍白，如若冰雪，双眉浓密，稍稍向上挑起，睫毛长而微卷，双眼呈现淡淡的绿色，像朝露一样清澈，但是却暗淡无光，英挺的鼻梁像花瓣一样粉嫩的嘴唇，容颜精致，深邃而美艳。丁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名字上玉质，根骨天级根骨，肉身境界化境之躯，级别7星。这位不用介绍，王爷应该也认识，曾经大名鼎鼎的女将军，成了罪臣之后还很嚣张，打伤了教坊司的很多护卫，说什么也不当舞娘。不过到了奴婢手里，他也只能服服帖帖了。奴婢封印了他的修为，给他服了半副旗绝合欢散，把他和战马关在一起。清醒过来之后，他那里已经烂得不行了，可他还是不听话。奴婢就给他治好了伤，再次服下半副旗绝合欢散，又换了一匹战马与他关在一起。这一次他那里更惨，可还是不服气。奴才这么样重复了9次，这一次治好了伤，他终于是听话了，可随意摆布。听了这个胖妇人折磨上玉质的过程，邱洛尘都有些觉得不寒而栗。这特么还是人干的事吗？邱洛尘有一掌拍死这个胖妇人的冲动，不过还是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胖妇人松开了抓住上玉质的手，双眸中闪着凶光，在7个女子身上扫过。今天就是决定你和你们家人生死的时候了，一会儿能让王爷满意的前3人的活，今晚服侍王爷，其他的4人都会拉去喂狗，当然还有你们的家人陪着，做鬼的路上也不孤单。除了上玉之外，其他6个女人的身体都微微颤抖。胖妇人拍了拍手，2个女侍卫牵着7个美女来到中间的合欢床上。7个人沿着床沿坐下，锁链2头分别握在2个女侍卫手里。胖妇人指了指桌子和墙壁，你们自己选吧，记得要是王爷不满意，会是什么结果？女人们战战兢兢打量着桌上和墙壁，微微犹豫之后开始了选择。上玉质选的比别人都要特殊。胖妇人朝着邱洛尘躬身行礼，王爷可以开始了吗？邱洛尘想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点头同意。开始吧。随着邱洛尘下达的命令，眼前开始了荒诞离奇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情景。不过上玉质没有动，只是呆呆地坐着。铁链震动，看得人身体发烫，就连有了这么多夫人的邱洛尘都心神俱颤，看得屋里的人心里都生起了火。不过上玉质却没有动。邱洛尘不想看了，有些变态的举动让人看着恶心，摄政王真的该杀，他准备制止。胖妇人看着上玉质，冷声说道：上将军，你要是不听话，不会让你死的，还会让你与那些战马再续前缘，不过换一些新的也可以。上玉质眼眸中闪过一丝恐惧，我想单独表演给王爷看，人多我发挥不好。胖妇人刚想训斥，邱洛尘摆了摆手，好了，不必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本王与皇太后大婚在即，心情高兴，你们今天的表演本王都满意，都是第1名。胖妇人一愣，心中琢磨，王爷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不是他最喜欢的游戏吗？6个女子知道今天这关算是过了，自己和家人们都可以保住了，情不自禁喜极而泣。上玉质淡绿色的眼眸中似乎有些失落，有些怯生生地看着邱洛尘，我想为王爷单独表演，让王爷尽兴，无人在侧，我就可任意而为，无所顾忌。胖妇人喜上眉梢，王爷，您不是一直希望奴婢把上将军调教的服帖吗？今天就看看奴婢的辛苦之作吧。邱洛尘本来是不想看的，
但是胖妇人一再恳求，就想让王爷看看他调教的结果，好得到王爷的奖赏。摄政王平时一定异常的荒淫无度，他今天要是表现得太不一样，可能会引起王府中人的疑心。虽然奴婢的疑心无所谓，但是把这种疑心讲出去，慢慢传到细心人的耳朵里，会不会对6天后的计划有影响，就不好估量了。邱若尘盯着尚玉志，只见他暗淡的眼眸中有了一种光彩，轻纱下诱惑动人。微微沉吟之后，邱若尘轻轻点头，好吧，本王应允了。胖妇人把尚玉志从7个人的铁链上解下来，重新在一只脚踝上套上铁箍，绑了一条铁链，然后又把铁链固定在墙壁的一个铁环上。整个过程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可以看不出来他做这种事情已经很熟练了。这才让2名女侍卫把另外6个女人押走，然后躬身站在一旁。邱若尘挥手，你也退下吧。胖妇人一愣，王爷，留他一个人，奴婢有些不放心。奴婢只是封印了他的修为，没有封印他的行动，有奴婢在旁边，若有异常，可随时出手。邱若尘冷冷地扫了一眼胖夫人，只说了2个字，出去。胖夫人吓了一跳，躬身退了出去，把门关严。邱若尘主要就是想走个过场，然后就放上玉旨离开，所以不想胖夫人在旁边，这样屋里就只剩下邱若尘和尚玉志2个人了。尚玉志娇滴滴地叫了声，王爷，您到我身边来吗？那么远，看不清的。邱若尘起身来到尚玉志身前2米之外站住，他就想着让这个美女意思一下就行，然后放人离开。结果尚玉志却一点没有敷衍，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活色生香，距离这么近，几乎能看到邱若尘没有了想走过场的意思。王爷，您过来吗？我要。邱若尘没有动，他不是摄政王，他也不想趁人之危。尚玉志见邱若尘并不靠近，眼眸中突然闪过狠厉之色。邱若尘是游仙之躯，已经可以察觉任何身外的细微变化。这时候一股冷厉之气从尚玉志的身躯中发出，邱若尘及时察觉到了。猛然间，尚玉志一声低吼，身体扑了过来。他的脚踝上是有铁箍的，根本扑不远。可这一瞬间，尚玉志不顾一切的一扑，脚踝竟然硬生生被铁箍卡断，腿和脚踝分离。鲜血迸现的同时，尚玉志扑到了邱若尘的身上，一团炙热在他体内在迅速扩展。邱若尘明白了，尚玉志是想自爆，要与摄政王同归于尽。邱若尘是游仙之躯第8重的境界，他直觉自己已经不怕这种自爆了，可他不想让这个刚烈的女将军白白送命。启动左眼灵眸，清晰地看清了尚玉志体内要自爆的原点在哪个位置，一掌按在了那个位置，阻止了自爆的速度，同时挥出另外一掌拍在了尚玉志的头顶，灵力灌入，终止了他的自爆。邱若尘迅速出手给尚玉志的断腿止血，虽然伤口惨不忍睹，但是好在救治及时，并不会危及生命。但是用左眼灵眸再仔细一看，邱若尘吓了一跳，虽然自爆没成，但是尚玉志的5脏6腑已经都被烧焦，要不是他是化境之躯，就已经没命了。尚玉志咬着牙，摄政王，虽然我没能杀了你，可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邱若尘轻轻一叹，身形一转，恢复了本来模样，然后挥手布下结界，把2个人包裹其中，免得被外人发现或者听见说话的声音。我不是摄政王啊，你是谁？摄政王呢？尚玉志瞪大了双眸，我叫邱若尘，是大周国朝5大世家，邱家的家主，摄政王已经被我杀了。什么？摄政王被你杀了？尚玉志不可置信。是的，我会幻化之术，摄政王想对皇太后不敬，我借机杀了他。你见到淳于皇太后了？我不信，他被摄政王困在宫里，我就是想见他，想救他才被抓的。尚玉志说话的时候已经因为无力而断续了。邱若尘身形一转，就幻化成了淳于小花的模样，再一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这次你信了吗？尚玉志苦笑，那你方才怎么不说明？否则我也不会这样。你是不是骗我？我都无法验证了。邱若尘有些尴尬，我刚才你的表演让人实在欲罢不能，我也没想到你会要杀摄政王，本来想着看一看就放了你。尚玉志苍白的脸微微有些红润，好看吗？邱若尘点头，非常好看。尚玉志面带妩媚，可惜以后你都看不到了，这也算是你杀死摄政王的奖赏吧。邱若尘突然心中一动，系统，我可以救活尚玉志吗？系统马上回答，没问题。邱若尘眼睛一亮，尚玉志，我现在就要娶你，与你定下婚约，只有这样才能救你。尚玉志双眸中带着惊恐，我都这样了，你还要？邱若尘目光灼灼，你答应我，我就能救你。尚玉志犹豫片刻之后点了点头，我答应嫁给你。邱若尘知道这时候已经来不及解释了，晚了就来不及了，变成了尸体，他的功能再强大也不行。时不我待，争分夺秒，邱若尘的双手发出辉光，笼罩了尚玉志的全身，系统赋予的治愈能力发挥作用。恭喜宿主又取得一位美人肉身境界，达到游仙之躯9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
第4种异火，三昧真言。这时候已经半昏迷状态的尚玉志猛然清醒了过来，他觉得身体发现了变化，稍微探查就知道了怎么回事。断掉的一只脚重新生长了出来，五脏六腑恢复正常，身体不仅感觉不到伤害，封印也都解除了，而且精力体力也都在瞬间恢复，可以说是满血复活。尚玉志不可置信地看着邱洛尘，这是传说大罗神仙才有的本事，你这样对我有起死回生之能？尚玉志恢复，邱洛尘松了口气，起死回生还不能，不过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可以救活。我和摄政王不一样，不是奸邪之人。尚玉志粉面羞红，我错怪你了，谢谢你，方才错怪你了。既然有了婚约，我们……邱洛尘很快就体验到了女将军的火辣奔放，几乎把邱洛尘融化了。终于尚玉志累得不行，停了下来。你比那些战马还要强悍。邱洛尘微笑，还好，今天不是时候，以后有机会再让你好好感受。不过现在你得和我讲讲摄政王家里的事了，你们这些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尚玉志拉起邱洛尘的手，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摄政王他就是畜生。邱洛尘挥手散去结界，起身整理好衣服，使用刚刚得到的异火三昧真言，把尚玉志那截断脚和铁箍一起烧毁，免得被别人察觉，然后再次变身成摄政王宴云台的模样，端坐在金色的大椅上，呼唤那位胖妇人进来。刚才尚玉志已经告诉邱洛尘了，摄政王掌管大周的刑狱和教坊司，这个胖妇人人称陈嬷嬷，是教坊司的管事，也是王府中专门训教女奴的管家。听到摄政王的召唤，陈嬷嬷很快推门跑了进来，扫了一眼春色满面的尚玉志。尚将军可还能令王爷满意吗？邱洛尘点头，本王非常满意，以后不要再给尚将军带脚镣了，铁箍太耽误事，已经被本王毁去了。陈嬷嬷点头哈腰，是，奴婢明白了。邱洛尘看着陈嬷嬷，今晚一个尚将军还不够本王消遣，我还要看看有没有其他中意之人，今晚一并享用了。陈嬷嬷陪着笑，方才那6个美人之中，王爷看中了哪几个？邱洛尘摇头，那6个美人都太过顺从了，实在没有趣味，本王今晚要亲自出手训教几个美人，如此才有意思。陈嬷嬷一愣，可是没训教好的，恐怕都会太刚烈了，要不王爷还是像以前一样，等奴婢把他们……邱洛尘咧着嘴大笑，不必了，本王要自行动手。尚将军就跟着本王同去吧，让那些贱婢看看，尚将军已经心甘情愿地服侍本王了，给他们做个榜样吧。尚玉志面带娇羞，躬身领命，纱衣之下，玉色撩人遐想。邱洛尘收拢心神，挺身站起，陈嬷嬷，前面领路吧。是，奴婢遵命。陈嬷嬷不敢再多说了，转身推开墙上的那道门，请邱洛尘进去。邱洛尘拉起尚玉志的手，尚将军，与本王携手同行吧。尚玉志顺从地伸出柔蹄，拉着邱洛尘一起进了门。门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点着灯，走廊是缓坡下行的，走出很远之后，拐过一个转角，前面是山红漆大门，门口站着2名身材高大的女侍卫。见摄政王来了，女侍卫推开大门，邱洛尘拉着尚玉志走了进去，陈嬷嬷跟在身后。这里是个巨大的房间，里面摆满了铁笼，足有数百个，每个铁笼里面都关着一个女子，女子都只穿着一层薄纱，薄纱之下再无寸缕。铁笼子里的状态各不相同，有的是呈大字形绑在铁笼之中，有的是双手绑着吊在铁笼之中，有的是头部后仰，后背平躺，双腿弯曲，身体就这样折叠在铁笼中，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姿势，让邱洛尘想起了巨人岛上的108式。因为长时间保持某种状态的辛苦，铁笼里传出的声音让人听得心惊肉跳。邱洛尘回身告诉陈嬷嬷，有他跟在身边，这些铁笼里的女子们会紧张，所以让他在门口等候，不许跟着，然后拉着尚玉志慢慢的经过每一个铁笼，往房间的深处走去，同时用灵气修为封闭了2个人说话的声音。尚玉志告诉邱洛尘，教坊司里有点姿色的女人都被关在这里，因为教坊司关的都是罪臣的家属，所以可以随意的处置。摄政王以他们家人的生死为要挟，让这些女人满足他各种令人听之心惊闻之色变的要求，比如摄政王喜欢看手下的壮汉、狗等等走入铁笼之中，接下来的事已经无法讲下去了。后来摄政王又让笼中人摆好各种 POS， 然后强行索取，再后来就是现在的个人表演了。不服从听话的，按照摄政王的要求，陈嬷嬷或者折磨，或者直接杀掉，或者弄成废人。尚玉志领着邱洛尘一直走到房间的最深处，这里有一个笼子里关着2个女子，这2个女子长得一模一样，是对双胞胎姐妹。一个女子双眼空洞，没有了眼珠，盘膝而坐，依然傲首挺胸，气势凛然。另外一个女子没有了双臂，盘膝坐在一旁，面色虽然憔悴，但是顾盼之间双眸依然灼灼闪亮。丁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名字莫心竹、莫心雨，根骨圣级根骨，肉身境界金身之躯，级别
5星。上玉质告诉邱洛尘，莫星竹和莫星宇这对双胞胎姐妹是他手下的2位女军官，与他一起被抓进来。对于摄政王的要求宁死不从，被陈嬷嬷挖了双目，砍去了双臂，准备这几天就要用更加酷烈的刑罚处死了。上玉质拉着邱洛尘的手，英武的面颊微微泛红。洛尘，求你把她们姐妹2人也收入房中吧，这样就可以治好她们的伤，我们以后一起服侍你。邱洛尘没有犹豫，只要莫家姐妹同意，我没有问题。上玉质面上一喜，她们姐妹一向听我的话。2个人来到铁笼前，没有双目的莫星竹侧过耳朵，微微有些激动。是上姐姐吗？你怎么出来了？旁边的人是谁？没有双臂的莫星宇看向邱洛尘，目光变得阴寒。姐姐，上将军旁边的是摄政王燕云台，如今他和上将军手拉着手，看起来可是很亲密呢。莫星竹神色一正，厉声厉色：上姐姐，你屈服于这个禽兽了吗？你……邱洛尘打开封闭声音的结界，让上玉质可以同莫家姐妹说话。上玉质美目流转，感激地看了邱洛尘一眼，然后压低声音：星竹、星宇，你们听我说，身旁的这人不是摄政王，他叫邱洛尘，是来救你们的，只要你们嫁给他，就可以治好你们的伤。哈哈！突然莫星竹仰天大笑，想不到刚烈的上将军已经被这个禽兽收服了，竟然帮着他来欺骗我们。我姐妹2人就算被千刀万剐，也不会屈从于这个禽兽的，你们就死了这个心吧。莫星宇双眸血红盯着邱洛尘，等我姐妹2人做了鬼，一定会杀回来，将你这个畜生都不如的王爷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的。邱洛尘心说不好，上玉质有些着急了。莫家姐妹秉性刚直，一时之间不会相信的，除非自己恢复原貌。这时候人影一晃，陈嬷嬷到了铁笼前。王爷，发生了何事？可要把这2个贱人的嘴撕烂？莫星宇面带讥笑：陈嬷嬷，上将军说这位可不是摄政王，他叫邱洛尘啊。邱洛尘心中一惊，这是要坏。陈嬷嬷一愣，有些狐疑地看向邱洛尘，上下仔细打量。王爷，你……邱洛尘的面色一沉，本王让你在门口等候，谁让你过来的？陈嬷嬷低眉顺眼，不敢抬头。王爷，奴婢见这贱人无礼，实在需要惩戒，所以赶了过来，让其知道对王爷无礼的代价。说着，抬手在铁笼上一拍，笼子上方立刻垂下了铁链。莫星竹、莫星宇当即被铁链锁住。莫星竹双手正吊，莫星宇没有双臂，是倒转向上的，2个人都被封印了修为，毫无反抗之力。陈嬷嬷又在铁笼上拍了一下，铁笼下面弹出铁箍，套住了莫星竹的双脚。铁链和铁箍移动，片刻之后，莫星竹就被摆成了大字形。陈嬷嬷再拍铁笼，有铁箍从下方飞出，莫星宇头部被锁，让他身体无法移动，上面的铁链移动，没有双臂的他成了人字形。杀衣下垂，隐秘之地公之于众。2姐妹依然刚烈，并不怯懦，大骂摄政王燕云台是畜生，是禽兽，猪狗不如，什么难听骂什么。陈嬷嬷厉声训斥：大胆，竟然敢骂王爷，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我的手段，知道王府的规矩。他把手按在铁笼上，2根尖细的钢针从铁笼上慢慢探出来，向莫星竹姐妹延展而来。如果继续下去，接下来就会惨绝人寰。上玉质大惊，用力抓住了邱洛尘的手，眼眸中全是祈求。在刚才陈嬷嬷靠近的时候，邱洛尘本来想一掌拍死他，或者用一火烧死他，然后再找个借口就行了。本来摄政王就残暴，应该也能蒙混过关。可突然感知到房间四周墙壁上有一些暗门，在暗门后面有数十个女侍卫出现，随时待命。这么多人，邱洛尘不能都杀了，那样会引起人的关注，关注多了，没准就能看出他的破绽。所以邱洛尘没有动手，但是陈嬷嬷心中到底有没有疑虑，这没法确定。万一他心中有了猜疑，把这个消息传出去，6天后赏赐军中死士和将官的毒酒的事，就很难说会是什么结果了。所以邱洛尘准备要继续装下去，而且要装得像一些。慢着，就这么死了，太便宜这双贱人了，也有些可惜，本王自有办法。陈嬷嬷松开了手，钢针缓慢地收回，她再次一按，铁笼的门缓缓打开。王爷，您可以调教之后再惩罚，让这双贱人知道您的厉害，让这里的奴婢以儆效尤。邱洛尘摆了摆手，好了，你可以退下了。陈嬷嬷躬身后退，重新退回门口，远远地望着这里。莫星竹突然再次大笑，哈哈，上玉质，你还有何话说？觉得还能诓骗下去吗？上玉质没有回答，怕再说错什么，让邱洛尘更加难做。邱洛尘晃动肥胖的身躯走进了铁门，先来到了莫星竹身前，一阵冷笑，哼，敢辱骂本王，你马上就会知道本王的厉害。接着邱洛尘用灵力修为做了一个结界，封闭住他和莫星竹2个人说话的声音。上玉质没有骗你，我真的不是摄政王，我只是会幻化之术，现在也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先救你要紧，同时也免得陈嬷嬷起疑心。啊，
听见邱洛尘的本来声音，莫星竹一愣，思维有些混乱，不知道相信还是不相信。邱洛尘说了声对不住了，接着就是办正事的时间了，开门见山，大刀阔斧。莫星竹挣扎了几下之后就放弃了，因为已经成了事实。邱洛尘的至尊阴阳双修功法完全可以收放随心了。叮，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治愈成功，达到地仙之躯一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第5种异火水灵冷炎。提示：宿主拥有9种异火的时候，就可直接炼制仙品丹药了。几乎与此同时，墨家大姐惊叫，与其他无关，而是因为她突然间可以看见了。我的眼睛竟然可以看见了，我身上的封印也解除了。邱洛尘神色平静，因为只要我们有了夫妻之实，你的伤不论是什么状况都可以恢复痊愈。上玉质并没有骗你，你不要表现出来，免得陈嬷嬷留意。你的眼睛恢复了，你的修为也恢复了，会影响我的计划。莫星竹神色激动，已经顾不得羞涩。你真的不是摄政王？邱洛尘点头，摄政王的很小，刚才用的是我本身的。莫星竹苍白的面色有了红润，对不起，我错怪你了。邱洛尘收回起身，错怪我倒是没什么，差点坏了大事。莫星竹有些尴尬，对不起。邱洛尘，妹妹她没有了双臂，还请施救，等以后我再报答。邱洛尘打开了封闭声音的结界，莫星竹有些羞涩，转头看着妹妹，你就顺从了吧。姐姐为什么？怎么了？被这个禽兽下药了吗？我宁死不从。邱洛尘走了过去，靠近之后发现被固定也不好，这个高度有些不适合。邱洛尘凌空而起，调整高度和角度，居高临下。其实你姐姐说的没有错。是啊，我不会害你的，相信我。莫星竹双眸闪亮，这时候才发现了不同。莫星宇愣住了，姐姐的眼睛竟然恢复了。在他惊叫之前，邱洛尘用灵力修为封锁了2个人说话的空间。我不是摄政王。邱洛尘把刚才与莫星竹讲过的话重复讲解，然后不再犹豫，从空中缓缓落下。接下来的时间不长，只是为了治伤救人，所以一切都省了，简明扼要。叮，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治愈成功，境界达到地仙之躯2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幻化易容术提升至第8重境界，可以让别人幻化成不同形体，时间3天。恍惚之间，女人的双臂长了出来，恢复了正常。女人有些不可置信的左右打量，摆动双手观看。你真的没有说谎，怪不得姐姐让我相信你。这里的异常引起了陈嬷嬷的注意，她心中一惊，再次来到铁笼前，不住打量2姐妹。王爷，您是用了什么法门吗？这时候邱洛尘已经落了下来，转头看向铁笼外。陈嬷嬷，你也来吧，让你见识一下本王的手段。陈嬷嬷胖脸一红，王爷，您终于要垂青奴婢了。陈嬷嬷心间一颤，满是脂粉的胖脸因为感动而变得红润，眼眸中望着铁笼中身材肥胖的摄政王，竟然眼角泛红。王爷今天要让他也见识不一样的手段了，这是何等的荣耀啊！那伟岸的身躯，那采摘的手段，都是他梦寐以求的。陈嬷嬷身躯有些轻抖，一步一步走进了铁笼，来到了邱洛尘身边。因为娇羞紧张，脸上厚厚的脂粉都在簌簌下落。王爷是用何法门让这2个贱人恢复如常的？可是还让奴婢再次挖其双目，断去双臂吗？王爷，您现在就想与奴婢吗？邱洛尘心中一阵恶心，刚才他得到了新的技能，易容幻化术达到了第8重。这项技能让邱洛尘以后不仅可以自己变成任何形体，还可以把别人变成任何人，并且能够最多保持3天的时间，只不过非常损耗修为灵力。这个陈嬷嬷残忍狠辣，虽然是得了摄政王的命令，但是其本人也罪大恶极。邱洛尘看见他就心头不爽，有一掌拍死他的冲动，可那样容易暴露身份，引人怀疑，同时也太便宜这个女魔头了。现在有了这项新技能，邱洛尘准备用在陈嬷嬷身上，让她也承受一下这些女子们的痛苦。陈嬷嬷，本王现在就想让你知道是什么手段法门，知道该先做什么吧。陈嬷嬷点头，很快肥胖的身躯就完全呈现，只是没有一丝美感可言。邱洛尘招手让尚玉志也进入铁笼，然后挥手之间用灵力修为在铁笼四周设下结界，这样铁笼外面的人看不到也听不到这里的情况了。邱洛尘走到了陈嬷嬷身前，把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就在陈嬷嬷心神荡漾的时候，一股磅礴灵力之气打入了她的体内，封闭了她的修为，让她一动都不能动了，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看着陈嬷嬷惊骇欲绝的眼神，邱洛尘微微一笑，本王是要把你变成一个美人。说着心中动念，朝着陈嬷嬷一指，陈嬷嬷立刻变成了尚玉志的模样。不过这一下消耗了邱洛尘起码10年的修为灵气。在墨家姐妹和尚玉志都惊愕失色的时候，邱洛尘再一指，尚玉志变成了陈嬷嬷的模样。邱洛尘左右看了看，不禁点了点头，这个功能不错，没有任何瑕疵，
两个人变化之后没有任何破绽，就是需要换下衣服。尚玉志立刻心领神会，洛尘，你是想让我顶替这个恶妇吗？邱洛尘点头，不错，也不用太久，6天时间就够了。接着邱洛尘简单讲了他杀死摄政王与小皇帝定计的事情，当然与淳于皇太后之间的事，邱洛尘一个字都没提。尚玉志和墨家姐妹惊喜万分，没想到事情要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好上许多。邱洛尘指着一动不能动的陈嬷嬷，上将军，这个恶妇就交给你了，这6天就把他用过的酷烈手段都在他的身上用一遍吧，让他也知道是什么滋味。尚玉志目光中闪着寒芒，我一定要让他慢慢的一点点的好好感受，小心些，不要让别人察觉出来你是假的陈嬷嬷就行。尚玉志点头，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人发现的。那就好。说着邱洛尘抬手在铁笼上拍了几下，捆绑墨家姐妹的锁链和铁箍都收了回去，两个人恢复了自由。尚玉志走过去拉住两姐妹的手，现在不怨恨姐姐了吧？两姐妹面色一红，双双拜倒在地。刚才是我们太过冒失，言语上对姐姐不敬，请姐姐随意责罚。尚玉志伸手相搀，快起来，姐姐是心情高兴说笑的，你们这样刚烈才是我认识的墨家女将军。墨家姐妹站起身来到邱洛尘面前再次拜倒，是我二人不懂事，刚才言语不敬，还请原谅。邱洛尘赶紧把两个人拉了起来，你们骂的是摄政王，又不是我邱洛尘，用不着客气，就是我刚才为了救你们急了点，可能有点粗鲁，是不是弄痛了？两姐妹面颊酡红，连连摇头。莫心竹轻声，我说过要报答的，等有了机会一定会尽心尽力，而且你现在还是摄政王的模样，我没法投入。尚玉志走过来，以后一定有机会的，我反正是非洛尘不嫁的。墨家姐妹颔首低眉，我们也就不知道洛尘肯不肯娶我们。邱洛尘双眸闪亮，当然要娶了，我可是负责的人。三个女子立刻喜形于色，过来拉住邱洛尘。这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云台，你在哪呢？回了府怎么不去看为娘啊？邱洛尘设下的结界可以阻挡铁笼里面的声音传出去，但是外面的声音还是可以传进来的。尚玉志向门口望了一眼，这是摄政王的乳娘李氏，每次摄政王回府都要去见他。邱洛尘向门口望去，这是一个看不出实际年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妇人。邱洛尘立刻告诉墨家姐妹，需要再在这里忍耐几天，把不能动的陈嬷嬷留在铁笼里，交给姐妹俩处置。然后邱洛尘散去结界，和幻化成陈嬷嬷的尚玉志走出了铁笼。李氏正在向每个铁笼子里张望，看见邱洛尘和尚玉志走出来，立刻小跑着来到面前，声音温柔，云台，听说你回府了，为娘就过来看看你。邱洛尘面色阴沉，没看见本王正在办事吗？李氏一愣，神色复杂，含情脉脉的眼眸开始泛红，慢慢涌出了泪水。王爷怎么一日不见就变得这样对为娘了？邱洛尘倒是一愣，哟呵，这个妇人挺会装可怜啊，明显是一种撒娇的感觉，看来摄政王和李氏之间一定有故事。怕被李氏看出破绽，邱洛尘面色微微缓和，好了，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出去说吧。李氏擦了擦眼泪，那就去为娘的住处吧。夫人们也都在呢。邱洛尘这才想起来，摄政王一定已经娶妻了。他看了眼尚玉志、陈嬷嬷，这里要替本王好好看管，只要本王满意，必有重赏。尚玉志装的和陈嬷嬷一样的动作，躬身行礼，是，奴婢遵命。李氏在前，邱洛尘在后，两个人出了房间，管家带着6名侍卫在门口候着。邱洛尘挥了挥手，没你们的事了，不用跟着。穿过回廊，走进院中，经过一些亭台水榭，眼前是一座小楼，门上牌匾有庆雅阁3个字。门口有2个丫鬟，给邱洛尘行礼之后推开了门。邱洛尘背手走了进去，李氏在身后跟随。进了门，邱洛尘不禁一愣，哎呀，摄政王可真会玩呀！小楼1层里面分成若干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上面都挂着匾额，分别有青楼、茶馆、酒肆、磨坊、魔女洞、修人府，各行各业，各种阶层，足足有40-50间。每间门口都站着一个容颜俊俏的女子，门上挂着什么匾额，女子对应的就穿着什么衣服，画着什么妆容。让人震撼的是，每个女子不论穿着什么衣服，都穿着开裆裤。见到邱洛尘进了屋，所有女人立刻围了上来，纷纷行礼，娇声问候，给王爷请安，欢迎王爷回府。李氏面带微笑，听说王爷回府，我就让夫人们都装扮上了，这不比那些教坊司的贱人们更有趣吗？邱洛尘明白了 ，cosplay。摄政王的夫人也是不少，更没想到摄政王在这方面还很新潮，除了教坊司的女奴，这么多夫人还能角色扮演。想想摄政王那里那么小，竟然还有这么多爱好，估计也不能令人满意吧。邱洛尘眼眸中故意露出欣赏之色，不错，本王喜欢。李氏招手，
立刻有婢女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盘里放着一粒粉色的药丸和一杯水。李氏笑意盈盈，这是最新调配出来的纵情丹，据说比之前王爷服用的还要猛烈10倍，王爷请用吧。邱若尘摇了摇头，今日就不用了，本王有些疲乏。李氏一愣，王爷已达一劫散仙之境，还会疲乏吗？邱若尘赶紧给自己圆场，本王刚才去了哪里你也知道，是说那里疲乏了。李氏微笑，那服用纵情丹才正好啊，可以如同新生一般。众多的摄政王夫人们也都纷纷劝说，王爷，这丹药您就服下吧，为了王爷的身体，您早些服用吧。这些夫人们七嘴八舌纷纷劝说，眼神热切。邱若尘知道，按照摄政王的行事秉性来说，是一定会服用这枚丹药的，他要是继续推脱就不像了。邱若尘心一横，吃就吃，谁怕谁啊，能控制就控制，不能控制就当奉献了。想到这里，邱若尘拿起丹药一口吞下，连水都没用。丹药刚刚下肚，一团火热从丹田升起，接着轰的一声在全身扩散。不过邱若尘没有爆发，他想压制一下情绪，可不压制还好，越压制越强烈。邱若尘琢磨着从哪个角色开始入手，眼睛挨个打量。青楼女子风尘色，9四美女俏红唇。突然李氏拉起了邱若尘的手，王爷，随我上楼啊。邱若尘随着李氏上了楼，进入了一个大房间。李氏进入了里间，很快就走了出来，不过已经换了一身衣服，长裙拖地，但是衣襟100可以看见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云台，每次都从我开始，今日怎么要换别人了？觉得我老了吗？没等邱若尘再说什么，身上的火热被刹那点燃。楼上用了不到半个时辰，李氏已经觉得骨头架都散了。邱若尘离开的时候，他都无力起来相送。云台，今日的纵情丹果然好用，全都不一样，从来没有过。邱若尘这时候没有心思与李氏说什么，楼下40-50双眼睛都在台阶下等着见到邱若尘下来，一哄而散，各回各屋，衣服与扮演的身份，屋子上匾额所写的地点的相匹配。接着邱若尘发现，不仅仅是衣服，而且称呼、动作、风情也都十分匹配，绝对是最顶级的 cosplay。 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摄政王的所有夫人都在赞叹，新研发的纵情丹实在太好用了，有奇特的效果，哪哪都不一样了。只有邱若尘知道，他不过是用了自己的，而且还施展了至尊功法。邱若尘走出清雅阁的时候，管家带着6名侍卫已经在外面等候，管家脸上带着媚谄笑，王爷，周将军求见。邱若尘也不认识哪个是周将军，于是摆了摆手，这几日本王大婚在即，有很多事要与天子商量，没有大事就不见了。管家低声下气，周将军说是大事，发现了邱家的逃犯，还有巨人族和小人族的军队集结之处，请王爷定夺，何时剿灭。邱若尘心中一惊，看来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摄政王一直在派人追查逃跑的邱家众人，多亏摄政王已经死了，否则夫人们还会有场苦战的。好吧，那本王就去见一见周将军。跟随管家，在侍卫的簇拥下，邱若尘来到一间花厅。屋里站着一个穿着白色盔甲，可皮肤黑漆漆，双眼闪着绿光的将官，要不是他张嘴露出一口白牙，都看出来嘴在哪里。邱若尘坐下，军官上前行礼，拜见王爷。邱若尘扫了一眼，不必多礼，说吧，什么情况？启禀王爷，属下发现了邱家逃犯的踪迹，不过他们和巨人族、小人族在一起，想要擒住他们，正面对抗恐怕是场恶战，毕竟已经有10位统领战死了，所以属下已经在他们的营地4周布下了九幽清风之毒，只要王爷一声令下，属下就催动风毒，让他们没有还手之力，然后可一举剿灭。到时邱家的那几位夫人，属下会保住他们性命，献给王爷享用。邱若尘心中暗惊，九幽清风之毒，不知道这种毒厉不厉害，诸位夫人能不能察觉？周将军，暂时不要动手，等本王与皇太后的大婚之后，会亲自带兵前往，这几天只要静观他们的动静就好。周将军微微犹豫之后，躬身领命，退了出去。邱若尘琢磨着得需要回去给家里人送信，小心这种九幽清风的毒。突然他看见有白影闪过，是百里伽罗。白影在花厅外面闪过的速度虽然很快，只是刹那之间，但是邱若尘还是能够确定那就是百里伽罗，错不了。他心中不由一紧，这位懵懂少女怎么会来摄政王府呢？不是让她不许来吗？她应该听话才对，她怎么一个人来了？难道是家人们那里发生了意外吗？花厅外呼声四起，抓刺客的声音此起彼伏。邱若尘有些担心，赶紧出了花厅。管家跑了过来，躬身说道：王爷，发现有一个身穿白衣的刺客撞入府中，正在追踪擒拿，请您在花厅中等候，免得被刺客所成。邱若尘眉毛微跳，本王的修为还用在乎刺客吗？我倒要看看是谁如此大胆，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来王府行刺。管家面带忧虑，回禀王爷，那刺客每个房间都推门进入查看，奴才心中实在不安，
青天白日，还穿着白衣招摇，敢来王府之中这样撒野，定然来者不善，不得不防啊！邱洛尘心中无奈，管家说的不错，百里伽罗这么做实在是太不把摄政王府的人放在眼里了，不让别人重视他都不行。看来百里伽罗是来找他的，需要给他提个醒。邱洛尘挺了挺身躯，高声大喊：哪里来的宵小之徒，竟然敢闯摄政王府？本王就在这里，可赶出来一见。邱洛尘这么说，就是想让百里伽罗知道他在哪，别再乱跑了，先找个地方藏起来，有机会再相会。话音刚落，邱洛尘就愣住了，因为百里伽罗在他的视线里出现了，正向他跑了过来。邱洛尘实在是大吃一惊，回去见家里人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了，摄政王已死，他要假扮摄政王，6天之后与小皇帝联手，毒死那些摄政王手下的死士。当时百里伽罗就在身边听得一清二楚。可百里伽罗如今就这么跑过来，是几个意思？是他没听明白那天他说的话吗？这要是跑过来相认，那可就露馅了。见百里伽罗出现，王府里的侍卫们是蜂拥而至，先挡在邱洛尘身前，再从四周把百里伽罗围在了中间。眼看着百里伽罗甩着飘逸的白头发朝着自己跑过来，邱洛尘知道坏了，这孩子一定是没明白他到底在干什么，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该怎么掩饰，他一定都不知道。邱洛尘身形一晃，越过侍卫们，迎向了百里伽罗。一个女童而已，让本王擒住她。管家和侍卫们脸色都变了。女童，这个白眉毛白头发的女子修为深不可测，他们都无法看出来根底，应该最低也是一阶散仙之境，与王爷不相上下。所有人立刻紧随而来，把百里伽罗团团围住。相距100米，百里伽罗站在了，他盯着邱洛尘上下打量，眼看着就要张嘴说话。邱洛尘身形快过闪电，刹那间瞬移到了百里伽罗眼前，挥起胖手：大胆，看本王把你生擒活捉！眼看着邱洛尘的手抓过来，百里伽罗有些愣神，嘴里念道：你不是邱洛尘吗？怎么打我？难道我看错了？说着抬起如同白玉一般的手掌，掌上绽放耀眼的光芒，与邱洛尘的胖手碰到了一起。邱洛尘只觉得一股磅礴无匹的力量汹涌而来，以他一劫散仙的修为都无法抵挡。好在这时候玄六的声音在百里伽罗身上响起：主人，他就是。虽然玄六的话没有说尽，可是百里伽罗已经明白了，掌上的力量蓦地收回，邱洛尘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同时传音到了百里伽罗耳朵里：我就是邱洛尘，不许反抗，不许说话，让我把你抓住。玄六的声音也传来：主人，没错。百里伽罗很是顺从，哦，乖乖的收回手，任凭邱洛尘掐住了他的脖颈，把他提在手里。这时候2个身穿彩色盔甲的军官当先冲到了近前，管家和四周的王府侍卫也追赶而至。邱洛尘挥了挥手中的百里伽罗：本王已经将他擒住了，要好好的享用，你们都退下吧。所有的侍卫都立刻停下来，躬身行礼，悄然退走。管家脸上带着笑：王爷，你以前从来不喜欢小的，今天是想换换口味了。邱洛尘故意装作高兴的模样：是啊，这个比较有趣，估计很有味道。手里的百里伽罗突然转头看向邱洛尘，眼眸中竟然都是欣喜之色，似乎还要说话。邱洛尘双眼一瞪：被本王封住了修为，还想反抗吗？抬手把百里伽罗的头扭了回去。提着百里伽罗，邱洛尘去了紫云轩，已经看听清楚了，这里就是摄政王在王府里居住的地方。进了紫云轩的院中，就见上玉质正等在这里，他当然是陈嬷嬷的形象，只不过没有涂抹那么厚重的脂粉。见了邱洛尘，上玉质似乎松了口气，躬身行礼：务必有要事禀报。邱洛尘点头：随本王进来吧。眼前是一栋3层阁楼，进了门立刻有4个婢女过来迎接。邱洛尘举手中的百里伽罗：去卧房。4个婢女马上小跑在前面，一直上了3楼。这里只有一个房间，转过屏风，迎面是一张金玉雕花大床。邱洛尘把百里伽罗扔到床上，命令4名婢女：都退下吧，没有本王的吩咐，不许来打扰。4名婢女躬身领命，小心翼翼地退下了楼。邱洛尘挥手关上了房门，然后设下结界，把百里伽罗和上玉质都包裹在结界之中，封闭了声音。邱洛尘看向上玉质，上玉质却正打量着百里伽罗。看到洛尘没事，我就放心了。这个白发女孩是谁？邱洛尘也看向百里伽罗：你怎么来了？可是出什么事了？百里伽罗没有回答，只是盯着上玉质。这个女人怎么这样丑？邱洛尘，你换口味了吗？邱洛尘气乐了：胡说八道，你知道什么是口味吗？百里伽罗如水的双眸瞪得很大：我怎么不懂？刚才那人不是还说王爷换口味了吗？意思就是说换不一样的东西。还有女人。邱洛尘没心思和百里伽罗讲别的，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百里伽罗白眉毛微挑，盯着上玉质：他是自己人吗？怎么看着不像呢？邱洛尘回手一指，上玉质恢复了本来容貌。百里伽罗眼睛一亮：哦，原来没换口味啊。邱洛尘不想再与百里伽罗纠缠，高声询问：
玄武、玄六，你们快说，为什么来京城找我？可是出了什么事吗？玄六抢先说话，没事，就是主人发现有人在我们营地的四周下了毒，那毒就是一阵风，他担心你回来的时候不知道。玄武的声音传来，百里伽罗担心你会出意外，所以就特意来通知你。邱洛尘放了心，恢复了本来模样。冷清秋知道你们来找我吗？玄六开始吞吞吐吐，这个。百里伽罗一边从怀里掏出万寿琉璃瓶，一边摇着头，告诉冷姐姐，她就一定不会让我来找你了，是我自己偷偷跑来的。邱洛尘盯着琉璃瓶里在水面上漂浮的玄武和玄六，谁都不知道你们来找我吗？玄武和玄六一起摇头，没有人知道。邱洛尘皱起了眉头，那风里有毒的事告诉谁了？玄武和玄六四只绿豆眼叽里咕噜地转了转，还是玄六先说了话，主人担心你有事，走得有点急，忘记告诉别人了。玄武有些生气地说道，可不是嘛，我想告诉冷清秋都来不及了。什么？邱洛尘气地抓起了琉璃瓶。百里伽罗不懂事，你们也不懂吗？怎么这样重要的事都不告诉冷清秋呢？万一家里人碰到了毒风该怎么办？出了事该怎么办？冷清秋的家都没了，一定会急得不行。百里伽罗看出来邱洛尘真的生气了，伸出两只小手抓住了邱洛尘的胳膊。邱洛尘，你别生气，是我错了，我这就回去告诉他们。你知道有毒风我就放心了。邱洛尘压下一口气，算了，你们来去我也不放心，还是我自己回去告诉他们吧。百里伽罗神色一变，哎呀，你不要回去啊，那蛊毒风很厉害的，我是躲进玄武和玄六的龟壳里才敢出来的呀。玄武和玄六也双双点头，那蛊毒风凝而不散，我们布下的结界都防不住，很是霸道。尚玉志微微皱眉，莫非是周将军的九幽清风之毒吗？邱洛尘双眸一亮，你知道这种毒？尚玉志点头，九幽毒风，碧落黄泉，一旦入体，神仙难活。尚将军，你知道怎么解吗？尚玉志神色凝重，此毒与施毒者性命相连，无解药，除非施展此毒的人身死命消，此毒自然可解。哦，就是说只要杀死周将军，这毒风就会自行解除吗？尚玉志美目灵动，是这样的，可是那位周将军还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够死而复生，杀不死他。百里伽罗双眸闪亮，杀不死的人真有趣啊。尚玉志蹙眉思索，据说也不是杀不死，好像是周将军可以复活很多次，不过次数是有限的，多少次没人知道，是他的隐秘。邱洛尘想了想，与其回去通知家里人防范，不如直接解决毒源更有效。周将军虽然能死而复生，可是只要有次数就行，那就抓住他，一次一次的杀，直到彻底杀死他为止。就是不知道这位周将军该不该杀，有没有争取让他投降我们的可能。尚玉志双眼喷出怒火，这位周将军是摄政王的忠实走狗，我就是被他擒住的，我手下有7名女统领都是被他蹂躏而死的，他手段残忍，他们死的凄惨无比，要不是摄政王点名要留着我，估计我会死得更惨。邱洛尘眼中闪出寒光，那这位周将军就必须得死了，到时我就说是本王派他出去办事，离开京城几天就能蒙混过去。尚玉志想了想，可是周将军不仅是9级度捷径的强者，而且很是狡猾，把他生擒活捉并不容易。邱洛尘微微沉吟，尚将军知道这位周将军喜欢什么吗？只要有喜好就有机会可以利用。尚玉志瞟了一眼百里伽罗，周将军喜欢女童，尤其俊俏的，皮肤没有瑕疵的，用过之后会扒了皮做成灯罩。邱洛尘双眼闪出寒光，这特么是个禽兽，必须得杀了他。百里伽罗握紧小拳头，对，必须得杀了他。然后抬手捋了一下飘逸的白发，白色的睫毛眨了又眨，摆出撩人的 POS。 我够俊俏吗？邱洛尘瞪了百里伽罗一眼，你俊俏不俊俏都不能让你去这件事，忘了我是摄政王吗？只要把周将军找来，我可以下令名正言顺的杀他，不需要理由。尚玉志摇头，周将军只要施展9幽清风之毒，没有人能够靠近擒住他，摄政王喜怒无常，周将军对他也是有所防备的，强行动手恐怕不行。其实让这位女孩还是最合适的计划，而且那样会打草惊蛇，引起其他人恐慌和警觉，不利于毒杀这些死士的计策。百里伽罗跃跃欲试，好啊好啊，我正想学学怎么勾引。邱洛尘担心百里伽罗说出什么虎狼之词，赶紧制止了他，不需要你，我会幻化之术，由我单独见周将军，一定会把他擒住的。百里伽罗撅起了嘴，多好玩啊，我可以的，让我去吧。邱洛尘再次瞪眼，百里伽罗吐了吐舌头，不再说话。周将军已经离开了京城，去了布置毒风阵的地方，邱洛尘传下命令让他立刻回来，有要事商量。但是周将军因为布阵损耗了修为，需要恢复一段时间，所以寻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进入了休眠状态，
最快也得明日一早醒过来。至于在哪里休眠，没有人知道。邱洛尘知道急也没有用，只好等待。百里伽罗就不能让他走了，邱洛尘把他留在屋里，哪也不许去。反正所有人都以为他正在得到摄政王的恩宠。这时候尚玉志才有机会告诉邱洛尘，他之所以来急着见他，是因为他得到消息，摄政王的夫人们正在谋划杀了摄政王。邱洛尘一惊，随即摇头，这个消息错了吧？昨晚我还和他们交流融洽，他们都高兴得很呢。尚玉志蹙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可这个消息是准确的。为什么能这么确定？因为有一个人来找墨家姐妹一起联手，要杀死摄政王，今天就要动手。邱洛尘一愣，是谁？尚玉志一字一句，摄政王的乳娘李氏。李氏竟然要杀摄政王，这确实出乎了邱洛尘的意料之外。从目前的接触来看，这位乳娘和摄政王燕云台的关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一个变态妄为，一个春心似火，两个人郎情娘意，怎么会突然动了杀心呢？昨天晚上还情深意浓，郎情惬意的，为何会突然起了要杀摄政王的念头了？难道是他的假冒身份被李氏察觉看出来了吗？邱洛尘的疑问，尚玉志很快给出了否定回答。李氏今天把他支走，然后去找由陈嬷嬷变成的尚玉志。见这位尚将军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李氏就与墨家姐妹悄悄地说，今天早上像做了一个梦一样清醒过来，明白了过去的一切。李氏和那些夫人之所以对摄政王百依百顺、曲意逢迎，并不是多么喜欢这个王爷或者屈服于他的淫威，而是摄政王给他们服用了一种药，名为浓情固心丹。吃了这种药之后，李氏和这些夫人们才心甘情愿地受摄政王驱策，和摄政王做了这么多苟且龌龊的事情。当年摄政王要与李氏云雨，李氏可是至死不从的，这种乱了辈分的事他怎么能做？而且摄政王还要李氏与其他夫人一起，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为了让李氏心甘情愿的就范，摄政王威胁要杀了他的父亲和兄弟，终于得到了李氏的人，可是并没有得到他的心，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李氏的反噬。摄政王于是请大周国朝的一位七品药师炼制了这种浓情固心丹，只要吃了这种丹药，虽然什么都知道，可还是会死心塌地的喜欢上摄政王，任其而为。摄政王明媒正娶的妻子已经被气死了，现在的这些夫人每一个都是被强抢来的，他们都与摄政王有着血海深仇，而心理不正常的摄政王就是喜欢这种征服后的感觉。得手之后，每一位夫人都被逼迫吃下了浓情固心丹，全都迷失了心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晨所有的夫人竟然全部从药效中清醒过来，以前明明知道摄政王杀了家人，却依然义无反顾的喜欢，现在不同了，全都明白过来以后就变得恨意满满，恨不得吃了摄政王的肉，喝了他的血。李氏和夫人们商量，准备趁着摄政王大婚前与他们欢愉的时候出手铲除摄政王，可是他们又怕杀不死修为那么高的王爷，于是想到了请尚玉志将军或者墨家姐妹出手。李氏知道尚玉志和墨家姐妹的刚烈，有他们帮忙才能放心有把握，他可以找机会求摄政王把尚玉志或者墨家姐妹带来一起欢乐。李氏手中有解除封印修为的丹药，到时候大家一起出手就能攻城。讲到这里，尚玉志嫣然一笑，开始我还有些诧异，后来想通了，一定是你帮他们清醒了过来。邱洛尘一愣，心中询问，系统是这么回事吗？怎么不提醒我？系统的声音在邱洛尘心中回答，当然是这个原因，不过因为他们没有一个5星以上的，宿主的行动就不在系统的管理范围之内了。邱洛尘一惊，那你不提醒我？宿主也是形势所迫，为了暴露不得不这么做，所以这次就没有惩罚，等到解决了危机就不可以了。邱洛尘一喜，系统还是很通情达理啊。系统的回答铿锵有力，为宿主服务，我是专业的。看着邱洛尘有些愣神，尚玉志睨了他一眼，谁让你那么厉害，燕云台做不到的事你却轻松做到了，真的想象不出来你是怎么完成的，就算是给你吃了纵情丹也是不可思议的。邱洛尘有些尴尬，吃了纵情丹实在是有些不能自控。尚玉志眸中闪着光，以后与我的时候你最好多吃一些。邱洛尘一惊，那不行，我不死你也死了。尚玉志面色微红，那可不一定哦。百里伽罗瞪大眼睛，你们都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邱洛尘，你讲清楚些好吗？邱洛尘皱眉，少儿不宜的是打听什么，等你长大就懂了。百里伽罗撅起嘴，又要等长大啊？玄六，快告诉我，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玄六转动着2只绿豆眼，主人，上将军需要金戈铁马，高飞万里。邱洛尘是怕他累着。百里伽罗点头，是这样啊。邱洛尘，我不怕累着，高飞10万里也行。邱洛尘瞪眼看向玄六，玄六已经缩进龟壳里，只有玄武不住的摇头。这时候邱洛尘听到紫云轩外面有动静传来，原来是有宫中太监到了摄政王府。邱洛尘重新变回摄政王的模样，下楼接旨，是淳于皇太后的旨意，
请摄政王进天寿宫中议事。邱洛尘回转屋中，把上玉质重新变回陈嬷嬷的模样，叮嘱百里伽罗伪装成被封了修为的状态，就在屋里待着，哪也不许去。同时叮嘱上玉质照顾他，这才离开了摄政王府。在侍卫和上千军卒的簇拥之下，到了皇宫。在天寿宫中见到了淳于皇太后，小皇帝并不在，吩咐左右的人都退下之后，邱洛尘恢复了本来的模样。淳于皇太后走过来，如玉的面颊有些潮红，美目中含着深情。一夜不见，我好担心啊，真的怕你有了闪失，就怕见不到你。或许是那期绝合欢散的缘故，我有些离不开你了。邱洛尘伸手把她搂在怀里，温香娇软，尤其那盈盈一握的杨柳细腰，说是妖精也毫不夸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等到把摄政王的党羽全都剪出，皇太后就可安心了。淳于皇太后美眸若水，我说过没有外人，你只管叫我小花就是了。邱洛尘不好意思的一笑，啊，忘记了，总是觉得你是皇太后。淳于小花微微撅嘴，是不是昨夜在摄政王的府中快活，就把我忘了呀？邱洛尘轻轻摇头，哪能呢，不管怎样我也不会忘记在那密室中的情景。淳于小花娇羞不已，只要你喜欢，我还都行。邱洛尘心中一荡，那场密室中的旖旎确实令他难忘。淳于小花腰细如柳，滑嫩如凝脂，鲜香多汁，与其他妇人比起来，还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不愧是艳冠京城，也不愧被系统评定为8星，确实有独到之处。用过之后回味无穷。淳于小花在邱洛尘面前不像是个身份高贵的皇太后，更像是一个用情至深的美艳少妇。相拥了这么一会儿，她眸色之中就变得潋滟起来，踮起脚尖献上了红唇，两个人互相感受着热烈和纠缠，好久才渐渐分开。淳于小花软语轻声，吃了其绝合欢散，有了第一次以后就会认定这个人了，以后都忠心跟随，做什么都行。你就是我服用其绝合欢散之后的第一个人，以后我都无法离开你，所以你不能不要我，不然我会死的。邱洛尘心头一颤，有些感动，两个人又是一阵热烈之吻。再次唇瓣分开，邱洛尘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小花，你听说过浓情固心丹吗？摄政王用这种药控制了王府中被抢来的夫人和他的乳娘李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他命令，供他玩乐。淳于小花皱眉思索，浓情固心丹听说过啊，摄政王就是用这种药和其绝合欢散一起搭配控制人的，只需要用法用量不同，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邱洛尘点头，然后把在王府里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李氏求助上玉质要杀摄政王的事说了一遍。淳于皇太后神色一变，不对啊，据我所知，李氏是主动诱惑摄政王的，不存在被强迫的事情。他的家人也全都得到了摄政王的重用，就连他的亲眷周黑塔也做了将军，还是摄政王的心腹呢。邱洛尘大吃一惊，周黑塔是不是穿着白色盔甲，生得漆黑，眼睛冒绿光的那位周将军？淳于小花想了想，对，就是他。周将军是昆吾山毒宗的门人，九幽清风之毒威震我大周国朝啊，几乎无人可解。邱洛尘神色凝重，看来只有李氏是心甘情愿服侍摄政王的，他并没有中浓情固心丹的毒。他察觉所有妇人都清醒过来，就意识到了我有些不对的地方。他在怀疑我这个摄政王的真假，联合所有妇人们要一起杀摄政王，并且找上玉质和墨家姐妹帮忙，都是为了试探。结果发现他们的封印已破，恢复了修为，才故意将计就计继续下去。怪不得找不到周将军，说什么损耗修为休眠，都是为了故意躲开我，免得被我察觉他和李氏已经怀疑了我。淳于小花一脸忧虑，这可怎么办啊？要是其他人都知道了毒杀摄政王死事的事情，恐怕就不能进行了。邱洛尘想了想，李氏虽然非常怀疑我，可现在他还不能做最后的判断。今天晚上他会进行试探，抓住证据之后就会联手周黑塔对付我了。淳于皇太后面色微变，那怎么办啊？你不要回去了啊，免得被他们所害。邱洛尘一笑，我今晚一定得回去，需要将计就计，解决这个隐患。周黑塔一定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到时正好擒住他，杀了他。淳于小花抿着红唇，眸中都是担忧之色。周黑塔号称不死将军，可是很难对付的。邱洛尘神态自若，他的不死是有次数限制的，并不是真的杀不死，你放心好了。淳于皇太后又与邱洛尘相拥了一会儿，这才依依不舍的分别，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小心谨慎，万不得已就逃命要紧。邱洛尘回了摄政王府，进了紫云轩，看见李氏正坐在院中长椅上，见到邱洛尘赶紧起身相迎。王爷，您回来了，听说你去见皇太后了。邱洛尘点头，是啊，商量大婚的事情，毕竟这也是件大事。李氏盯着邱洛尘，王爷，您真的不打算自己称帝了吗？这样的一直受那小皇帝和淳于皇太后的摆布。邱洛尘微笑，也不算摆布吧，本王自有分寸，你来这里可是找本王有事。李氏媚眼如丝，请王爷今晚再次驾临庆雅阁，
我们准备了与昨晚不一样的情调，请王爷共赏。邱洛尘双眼闪亮，淫邪的一笑。哦，太好了，本王一定前往。李氏面带欣喜，我会带着他们乡绅恭候，等着王爷采撷。还有一事，我想带上玉质将军、莫星竹姐妹都带到庆雅，一起服侍王爷，同时也让他们服下浓情固心丹，任王爷驰骋。邱洛尘想了想，好吧，既然是乳娘的意思，那本王就准了，本王会带他们前往的。李氏轻轻抓住邱洛尘的手，放在胸前，重重地在丰满上按了按。我们等你。送走了李氏，邱洛尘上了楼。上玉质不放心教坊司的人，怕墨家姐妹有什么破绽，回去查看了，没有楼里。百里伽罗倒是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没心没肺的睡着了。可能是觉得不舒服，把外衣都脱了，只穿着贴身的小衣，也没盖被，像一朵白色的睡莲。万寿琉璃瓶放在他的旁边，玄武和玄六两只脑袋转来转去的，在帮着望风。邱洛尘一到楼下，他们就听到了，见到邱洛尘进了屋。玄六轻声：“哎，邱洛尘，今晚又要去沁雅阁了，你可别累死了。那将来谁给我家主人解毒啊？”玄武瞪了玄六一眼：“我家主人冷清秋说了，邱洛尘有神仙之能，尤其那个交流的事，是个无敌的存在。”玄六冷哼：“哼，我不信，吹牛。”玄武瞪眼：“信不信？你也试不了。”邱洛尘摆手：“你俩别吵了，李氏让我去沁雅阁，是真的想杀我。”玄武和玄六一愣：“啊，李氏看出你是假冒的吗？”邱洛尘点头：“应该是。”百里伽罗突然睁开了眼睛，白色的睫毛眨动：“邱洛尘，我也要陪着你去驰骋。”邱洛尘皱起眉头，百里伽罗这么说，可以肯定他刚才是在装睡。他穿的这么少，应该也是故意的，这是百里伽罗自以为是的诱惑。邱洛尘随手一挥，床上的锦被飞起，把百里伽罗盖得严严实实，让他停止了准备搔首弄姿、摆出 POS 的打算。你的年纪还小，少儿不宜的地方不许去。百里伽罗白眉毛微挑，玄六说：“其实我已经有7000多岁了，只不过是失去了记忆，所以忘记了过去。我可不小了。”这位兽族女帝的前生竟然有7000多岁了，邱洛尘心中也是有些吃惊，但是他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是重生，你顶多也就是13、14岁的状态，根本还没长大。”百里伽罗愁眉苦脸：“你去沁雅阁驰骋，我在这里睡不着。”邱洛尘微笑：“不可能，你到了时间就会睡着的。”百里伽罗眼眸中闪过狡黠：“其实我以前是装睡的，我是怕你把我送去天行山。你们做的事我都听得可清楚了，我觉得冷姐姐的声音挺好听，就是有点大。”玄六说：“冷姐姐应该是情不自禁，没有办法减小声音，说将来我嫁给你以后也会叫得这么大声。”啊！邱洛尘心里一抽，立刻怒目横眉地看向万寿琉璃瓶，大声怒吼：“玄六、玄武，你们早就知道他装睡，为什么不告诉我和冷清秋？”这时候玄六和玄武都已经把头缩进了龟壳里，任凭邱洛尘怎么咆哮也不探头出来。百里伽罗振振有词：“邱洛尘，你不要责怪玄六和玄武，是我不让他们讲的，你就带我去吧，万一你有什么危险，以后谁能和我生小孩啊？”邱洛尘愤愤地盯着琉璃瓶，伸手抓过瓶子，一阵猛摇，龟壳在水里浮浮沉沉，可是玄武和玄六还是不露头。百里伽罗坐起来，把衣服穿好，飞身靠过来，轻轻抓住了邱洛尘的手：“你不是能把人的模样改变吗？把我变成大人的样子吧，那样我是不是就可以和你生小孩了？”邱洛尘怒声：“不行，你的心里还没长大呢，就算身体变化了也不行，今晚就在这老实待着，哪里也不许去。”百里伽罗见邱洛尘真的发火了，也不敢再强求，撅起嘴，乖乖地坐下不说话了。邱洛尘见百里伽罗安稳了，离开了紫云轩，来到了地下教坊司，变化成陈嬷嬷的上玉质迎了出来。邱洛尘使了眼色：“本王要去见墨家姐妹和尚将军。”上玉质态度恭敬：“是。”然后转身在前面带路。再次见到数百个铁笼，邱洛尘感觉到了里面的变化。虽然那些女子还是被关在笼中，可是那种呻吟和无法形容的声音已经少了很多。看来上玉质已经利用权力，尽量让他们受到的折磨减轻了。一直来到墨家姐妹所在的铁笼，两姐妹正在里面盘腿打坐，变成上玉质容貌的陈嬷嬷静静地躺在一旁，看起来并没有受到惩罚。上玉质轻声告诉邱洛尘，毕竟陈嬷嬷现在是她的样貌，墨家姐妹下不去手。邱洛尘挥手设下结界，把她们和外界分隔，然后恢复了本来面貌。墨家姐妹听到声音睁开眼睛，见到是邱洛尘变成的摄政王来了，都站起身来到铁笼边。莫星竹面带欣喜：“洛尘，你来了，我还以这几天见不到你了呢。”莫星宇神色冷淡，不过却把手伸出了铁笼，抓住了邱洛尘的手，用力捏了捏。“邱洛尘，我的手是因为你重生的，他需要感谢你，但是你那么粗暴的对我，我并不喜欢。”莫星竹眸中含笑：“妹妹，怎么又有脾气了？是谁和我念叨邱洛尘怎么不来看我们呢？他是不是把我们忘了呀？”莫星宇面色一红：“
那是担心他做了王爷，忘了救我们出去。我也没想别的。尚玉志轻笑，对，心雨妹妹没想别的。邱洛尘顺势伸出双手，轻轻抓住了墨家姐妹的手。莫星竹手如春笋，用手指在邱洛尘掌心轻轻勾了勾，邱洛尘的手和心都有些微痒。莫星宇也没有挣扎，含羞带俏任凭被邱洛尘抓着。邱洛尘把李氏可能识破了他身份的事情讲了一遍。今晚李氏执意请他把尚玉志和墨家姐妹带去庆雅阁，一定暗藏心机，不知道会用什么办法试探。但是这件事还得配合李氏来做，因为周黑塔不知道藏在哪里，必须抓住他才能绝了后患，也好解去九幽清风之毒。所以一切只能将计就计，随机应变。尚玉志有些担心，周黑塔一定藏在暗处，他用九幽清风包裹自己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发现他，所以就算洛尘是一劫散仙之境，也很难知道他在哪里，实在防不胜防啊。去了庆雅阁，被李氏干扰，万一洛尘还得与他亲热的时候，被周黑塔有机可乘了怎么办？莫星竹脸上显出刚毅之色，我姐妹两人会守在洛尘身旁，要想伤他，需要从我们的身上踏过去才行。莫星宇用力点了点头，姐姐说的没错。听了两姐妹的话，邱洛尘不觉心头一暖，这种以死相护之心让他怦然心动。尚玉志神情坚定，要论修为和本事，周黑塔还不是我的对手。我之所以被他擒住，是因为他死而复生的本事让我防不胜防，要是这一次再见到他，我会缠住他，给洛尘机会。邱洛尘微笑，你们不用担心，其实我的本事还有很多，我的眼睛能看破一切虚妄，就算周黑塔有九幽清风护体，我也能找得到他。另外我还有个本事，就是能够分身，今晚我可以让分身藏在暗处，监视一切，只要见到周黑塔出现，一定能够抓住。莫星宇睁大美眸，啊，分身术，这可是传说神仙界才有的本事，你竟然会啊？邱洛尘点头，是啊，我会。莫星宇眼睛眨了眨，那分身能有本体这么好用吗？本体和分身不分彼此，只不过有时间限制，最多只能1个月。莫星竹的美眸也是一亮，那是不是就可以同时和我姐妹2人，还可以和上姐姐？说到这，她的面色猛然一红，闭住了红唇。尚玉志蹙眉，生死攸关的时候就别想这些了，既然洛尘有手段，那我们就好好配合吧。邱洛尘摇头，玉志你就不要去了，陈嬷嬷变成的上将军不能动，我今晚在名义上就不带玉志你去了。这样你作为陈嬷嬷的样貌就守在庆雅阁附近，要是有什么意外情况，可以带着百里伽罗那个小丫头来接应我，她还是很能打的。到了晚上，邱洛尘带着墨家姐妹来到了庆雅阁，走进楼中，邱洛尘不觉微微一愣，今夜的 cosplay 又不一样了。今天晚上摄政王这些夫人们扮演的都是女兵，1楼也被相应的布置成了军营的模样，每个女兵手持长刀，上身都穿着软甲，不过下衣失踪，上身的衣服遮住了臀部，只露出光洁白皙的双腿。见到邱洛尘和墨家姐妹进了屋，所有女兵列队相迎，这时候邱洛尘才看出来，这下衣失踪是真的全部失踪，完全就是真空状态。身穿军官盔甲的李氏走了过来，她的下衣也是失踪的。邱洛尘这时候也注意到了李氏的双腿修长笔直，不在夫人魏青青之下，只是没有魏青青那么白嫩，但看起来却更丰腴。来到邱洛尘面前，李氏笑意盈盈，王爷，今夜还可以像昨晚一样尽兴而来，激情浓郁。邱洛尘斜斜的一笑，必当尽兴，乳娘有心了，本王很是喜欢啊。李氏也眸中含着春色，王爷能够喜欢就好，我会带着他们尽心服侍王爷。说着，李氏指了指墨家姐妹，这2人交给为娘吧，让我教导他们如何服侍好王爷。邱洛尘装作随意的一推墨家姐妹，你们好好听乳娘的话，否则陈嬷嬷还会挖你们的眼，砍去你们的胳膊，让你们备受煎熬，苦不堪言。墨家姐妹装着有些惊慌的模样，很是顺从。是，谨遵王爷之命。李氏让2个婢女把墨家姐妹带走去换衣服，然后转身亲自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有一颗粉色丹药。王爷还像昨夜一样，请先服下纵情丹吧，也好能大展神威，让我们承受福泽。邱洛尘一走进庆雅阁，就启动了左眼灵眸，查看是否有周黑塔的踪迹。李氏拿来的这颗纵情丹中含着一丝诡异的无色无形之气，邱洛尘的灵眸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药已经做了手脚。按照纵情丹中无形之气的形态和如风般飘摇的感觉来看，很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九幽清风之毒了，表明周黑塔应该就在附近。能暗中下九幽清风之毒，恐怕李氏已经确定了他不是摄政王爷云台了。邱洛尘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伸手拿过丹药，这丹药真是神奇无比，本王必须要服用1颗才行。李氏转身去端水的刹那，邱洛尘抬手把药扔进了空间储物戒指之中，同时在嘴上一抹，不用喝水了，纵情丹本王已经服下了，今夜必须纵情狂欢。李氏放下了端起的水杯，面带娇嗔，王爷还是像昨夜那么心急，一会儿在我那里可不许太急了，
否则我可不答应。邱洛尘眼眸中故意露出饥渴之色，这次不会急的，一定会让乳娘满意的。李氏粉面含羞，王爷说话可要算话啊。邱洛尘胖胖的手掌用力搓了搓，一定一定。这时候墨家姐妹回来了，两个人也都提着长刀，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成了同其他夫人一样的女兵软甲，下衣同样真空。这两姐妹本来就是军中的将领，虽然只是穿了女兵的衣服，却自带有一种英姿飒爽之感，与摄政王这些角色扮演的夫人们迥然不同。两人上身黑色软甲，下身真空，双腿修长，如同白瓷一般，带着细腻的光泽，更是平添了一种极致的反差诱惑。邱洛尘虽然没有真的吃下纵情丹，但是却觉得身上一热，很有一种索取的感觉和冲动。李氏照例拉起邱洛尘的手向楼上走去，还是得由我来开始，再排上他们。不过这次让墨家两姐妹一起如何？邱洛尘点了点头，好啊，三美同辉，来吧。墨家姐妹在身后跟随。上了楼，邱洛尘的灵眸一眼就看见了包裹在一种无形之风中的周黑塔。这位周将军就静静地站在床旁，盯着上楼的人。邱洛尘担心周黑塔发现有异常会逃跑，所以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赶紧挪开视线。李氏一副媚态，艳野妖娆，牵着邱洛尘的手来到 C 前，突然身躯一转，背对着邱洛尘，春光乍泄，欲想含羞。来啊，云台，不要再等了。墨家姐妹虽然有了经验，可见到这种情景，粉面还是红得不行。邱洛尘想了想，知道必须配合，不然发觉他没有吃纵情丹，周黑塔可能会逃之夭夭。他要是一逃，惊动了王府里的侍卫，这件事就容易转出去，很可能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邱洛尘于是顺势而为，毫不犹豫地开始。但是他的心思不在李氏，而是一直留意着被九幽清风包裹、无声无形、隐匿行踪的周黑塔。终于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周黑塔缓慢地接近邱洛尘，有一击必杀的意思。邱洛尘假装是忘我的状态，暗中提具修为灵力，静静地等着周黑塔接近到眼前，免得被他逃脱。突然李氏先出手了，邱洛尘大惊，这招数出人意料之外，他的行动瞬间受到了限制，无法离开剧情拿周黑塔了，甚至无法躲避偷袭。李氏不仅这一招数让邱洛尘没想到，他还呼唤墨家姐妹，机不可失，速速杀死摄政王。莫新竹当先来到近前，长刀挥舞，眼看要砍到邱洛尘的时候，突然手腕翻转向李氏劈去。莫心羽后发先至，刀光一闪，刺向李氏的心窝。两人刀法精妙，配合默契。邱洛尘这时候才感受到李氏的修为也不低，在坚不容发之际，竟然拉着邱洛尘一起飞身躲开。墨家姐妹的这两刀全都落空。李氏瞪圆双目，你们疯了吗？再迟就来不及了。墨家姐妹不说话，继续挥动长刀，要格杀李氏，解开邱洛尘的困境。这时候周黑塔悄悄移动位置，裹挟着九幽清风继续接近邱洛尘，而且越来越近眼前的形势，就算杀了李氏，邱洛尘也无法脱困去自由应对周黑塔的攻击。生死攸关之际，邱洛尘突然挥手如刀，只听咔嚓一声，血光迸现，他竟然给斩断了。邱洛尘竟然挥手之间自我断根，这个有点狠，屋里的其他人全都愣住了。周黑塔也有短暂的失神，动作不由自主地迟缓了那么一刹那。邱洛尘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幻化易容术所幻化出来的任何人，生死残废都和本体不发生任何关系，只需要恢复本身就没有事了，而且重新再变，还是个正常的人。只不过是真的疼啊！刹那之间，邱洛尘恢复本身，眼睛看着李氏，手上却运转全部修为功力，太虚式神枪蓦然刺出，这一枪比闪电还快，直接贯穿了周黑塔的心脏。眼看着周黑塔当场毙命，但是邱洛尘并没有把式神枪拔出来，而是把周黑塔挑在了枪尖之上。九幽清风散去，周黑塔显露了出来。李氏转身看着邱洛尘，你果然不是摄政王，我是看着云台长大的，他吃过纵情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的。这些夫人们身上浓情固心丹的药效消失，全都清醒过来，我就猜到你是假扮的，本想将你擒住，没想到却被你提前察觉。不过你是杀不死周将军的。这时候莫新竹和莫新宇冲过来，手中长刀双双杀到。李氏躲闪抵抗，但是片刻之后被一刀刺入心窝，一刀抹断喉咙，当场毙命。邱洛尘始终把周黑塔挑在枪尖上，要看看他是怎么复活的。墨家姐妹提着刀走近，突然枪尖上的周黑塔睁开了眼睛，虽然心脏被贯穿，却突然恢复了生机。邱洛尘的左眼灵眸能够清楚地看到，从周黑塔的身体里有一股无形无色的清风席卷而出，扑向墨家姐妹。剑不容发之际，邱洛尘抬手打出三昧真言，九幽清风刚刚脱体而出，就遇到异火，立刻燃烧起来，消失无踪。周黑塔大惊的时候，邱洛尘又打出了罡风无形言，刹那间将他整个人燃烧起来，是神枪成了烤肉串。眼看着周黑塔被烧成了灰烬，
飘散落地。邱洛尘依然不错眼珠的盯着，观察这位不死将军怎么再能复活。突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李氏也睁开了眼睛，身形一晃向窗户冲去。原来李氏竟然也有死而复活的本事，出乎了邱洛尘的意料之外。可是只听砰的一声，李氏又反弹了回来，落在了地上。原来邱洛尘早就布下了结界，李氏不是周将军，他的修为还没有办法冲出去。墨家姐妹虽然吃惊，可两个人不愧是女将，惊而不慌，手中长刀喷薄出耀眼的寒芒，再次将李氏斩杀。这次是一劈三段，看他怎么复活。突然邱洛尘察觉到一股异常的气息在凝聚，周黑塔的身形在结界边缘出现。邱洛尘毫不犹豫，再次一枪刺了出去，将周黑塔穿胸而死。这次邱洛尘拔出了式神枪，等待周黑塔再次复活。片刻之后，周黑塔睁开眼睛，邱洛尘再次一枪刺过去。就这样，周黑塔不断复活了25次，邱洛尘也杀了他25次。这期间，李氏也不断的复活，但是也一次一次的被墨家姐妹杀死。终于，周黑塔和李氏都停了下来，似乎没有了复活的迹象。可是邱洛尘觉得不可能这么快就完事，叮嘱墨家姐妹继续全神戒备。在楼里，邱洛尘忙碌的时候，他的分身就静静地守在屋脊之上，仔细留意着周围的动静。无声无息之中，一股清风浮动，在楼外逐渐成型。周黑塔再次复活现身。邱洛尘的分身拥有本体的一切技能，但是唯独没有式神枪。他抬手打出三昧真言，把刚刚成型的周黑塔眨眼间烧成灰烬。接着，周黑塔就不断在阁楼的四周复活。不过邱洛尘的分身始终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在他刚刚成型的刹那将他杀死。邱洛尘本体对分身做的一切感同身受，清晰的知道楼外做的一切。李氏并没有能逃出屋外，只是一遍遍的在屋中复活，有时候被剁碎的身体能够自动复原，有时候会重新出现新的身体。时间慢慢过去，不知不觉间已经杀了李氏852次，杀了周黑塔901次，但是两个人依然还能复活，而且每次复活都能感觉到两个人的修为在缓慢的提升，杀死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李氏原来也就是筑基境5级的修为，复活这么多次以后，现在已经是子府境9级的修为了。好在墨家姐妹都是洞虚境的修为，两个人还能够不断的杀死李氏。周黑塔本来是9级渡劫境的强者，这时候已经升级到了7级一劫散仙之境了。虽然是趁着他刚刚成型，防御力最差，还不能发挥全部修为的时候杀死的他，但是已经越来越难了。邱洛尘发现，不论周黑塔怎样复活，新复活的身体都不会离开原来被杀的身体太远，所以分身只要守在楼外就可以杀死周黑塔。但是周黑塔越来越强，如果达到3劫甚至4劫散仙境的时候，就算刚刚成型，想要杀他也不容易了。虽然整个紫云轩都被邱洛尘用结界封锁，但是万一控制不住，被周黑塔突破而出，弄得全府都知道，所有的事情就将前功尽弃。结界里全是血肉，邱洛尘把墨家姐妹喊到身前，释放玄黄的星火，把结界里的所有东西都烧成了灰烬，这样李氏复活就无所遁形了。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墨家姐妹有些着急。不过邱洛尘察觉到周黑塔的复活速度开始变慢，并且越来越小心翼翼，看来他的复活次数就要快用光了，所以才会变得谨慎。李氏也是一样，复活速度变慢，每一次都战战兢兢，看来死过之后复活的时间两个人都无法控制，否则就会无限拖延下去。邱洛尘皱眉思索，为了保险起见，看来真的需要百里伽罗来帮忙了。这个没有失去记忆的兽族女帝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一身修为已经深不可测，保守估计也有3劫散仙的修为，应该能坚持到最后，把周黑塔彻底杀死。邱洛尘的分身抬手示意，通知一直留意紫云轩动静的上玉志，让他把百里伽罗带来。上玉志看到需要坚硬的手势不敢怠慢，立刻以陈嬷嬷的身份压着百里伽罗来了庆雅阁。一路上百里伽罗兴高采烈，蹦蹦跳跳。陈嬷嬷，邱洛尘是不是想我了？两个人到了庆雅阁，邱洛尘打开结界，百里伽罗和上玉志走了进来。楼下一直苦等的众多摄政王的夫人们都探头探脑的向外查看，他们与李氏合谋要杀死摄政王，可楼上始终都没有动静。突然看见陈嬷嬷领着一个白发女孩走进来，不知道要做什么，每个人都心情忐忑，但是也不敢询问。进了楼，百里伽罗看着夏衣失踪的女兵们睁大了眼睛，哎呀，还可以这样穿啊，我也可以啊，是不是很好看啊？上玉志微微皱眉，推着百里伽罗上了楼。邱洛尘再次打开2楼的结界，两个人走上了楼。楼上的一切都被一火烧光了，空空荡荡。不过一火烧的精准，并没有毁坏楼板。李氏的尸体就躺在地上，这一次只是被砍掉了头颅。墨家姐妹发现李氏不论怎样死法都会复活，也就省了力气，一刀毙命就行。见到邱洛尘，百里伽罗一下扑过来。邱洛尘，你是不是想我了？是不是要我也来驰骋啊？邱洛尘伸手阻止了百里伽罗扑过来的脚步。我是想你了，不过是想你
来帮我杀死2个始终杀不死、越杀越变强的人，一个是李氏，一个是周黑塔。百里伽罗拍了拍单薄的胸脯，哦，想我就行。玄六说，只有男人想女人了，才能生孩子。邱洛尘，你不用担心，杀这2个人的事就交给我吧。这时候，李氏再次复活，重新生出了一个头颅。百里伽罗盯着看了看，身形一晃，就抢在墨家姐妹之前抓住了李氏，挥手之前弄断了李氏的4肢，然后在他喉咙上一点，阻止了李氏出生。李氏身体扭曲，可却无法行动，既然没有死，他就无法复活改变现状。百里伽罗笑意盈盈，邱洛尘，这个人就这么样吧，等以后慢慢再杀。玄六，把他关起来吧。玄武和玄六的身体从万寿琉璃瓶里飞了出来，开始变大。玄六伸长脖子，把李氏叼在嘴中，扔进了龟壳里，然后重新变小，退回了琉璃瓶。邱洛尘一拍脑袋，是自己糊涂了，必须杀死周黑塔，是为消除邱家人营地外的九幽清风之毒。李氏并不是非杀不可，明明眼看着李氏和周黑塔越复活越强悍，为什么非要杀死李氏呢？与他较劲，浪费人力和时间，实在犯不上。百里伽罗这么做很是正确。处理完了李氏，百里伽罗看了一眼墨家姐妹，这么穿衣裳，2位姐姐很好看啊。墨家姐妹这时候才有时间想起来自己的夏衣失踪的穿法，那是真空啊！被百里伽罗一说，2个人全都面色绯红。邱洛尘脱下上衣，撕成2半，分别给墨家姐妹系在腰间，免得春色关不住。百里伽罗撩起长裙，露出了里面纤细修长的小腿。邱洛尘，这样不好看吗？我穿给你看好不好？邱洛尘指着楼外，周黑塔又要复活了，他已经是7级1劫散仙之境，再这样下去就更难杀了。百里伽罗这才想起了自己的任务，他身形一动就穿出了窗户，飞上了屋脊的时候，周黑塔刚刚复活出现。百里伽罗一把就抓住了周黑塔的头，在手中一扭，然后不管3七21，就是一阵撕扯。血雨之中，周黑塔变成了肉末，连骨头都被撕得粉碎。百里伽罗一招手，玄武和玄六双双从琉璃瓶里探出了头，把周黑塔变成的碎末吞进了嘴里，然后缩回了瓶中。百里伽罗手指轻弹，用一个木头塞子封住了万寿琉璃瓶。玄武和玄六啊，这次你们俩有完的了，把这个周黑塔真正的杀死吧。玄武和玄六双双点头，必须的，交给我们吧。邱洛尘拿起瓶子仔细看了看，周黑塔复活的身体是能够突破结界的，这个瓶子能封住它吗？百里伽罗撇了撇嘴，这万寿琉璃瓶盖上通天剑木做成的塞子，就算是神仙风在里面也逃不掉，这个黑大个不论怎样复活都是出不来的，杀死他的事就交给玄武和玄六吧。邱洛尘还是有些担忧，可是周黑塔的九幽清风之毒，玄武和玄六能承受得住吗？百里伽罗轻笑，在万寿琉璃瓶里，玄武和玄六就是无敌的存在，什么毒对他们都没用的。在楼外布了结界，府里的侍卫们看不到里面的情景，时间长了难免不会起疑心。于是邱洛尘撤去楼外的结界，本体和分身合二为一，与百里伽罗一起回了楼里。邱洛尘拿起万寿琉璃瓶仔细观察，果然不出所料，虽然周黑塔被玄武和玄六吞下了肚子，可他还是在瓶子里复活过来。玄武和玄六伸出脖子，把周黑塔一分为2，各自吞了下去。在琉璃瓶里不断重复生死的时候，邱洛尘变成摄政王的模样下了楼。他打量着楼下这些准备杀死摄政王报仇的女人们。李氏想要杀死本王，如今已经认罪伏法，本王把他囚禁了。本王知道你们就算动了杀心也是迫不得已，今日既往不咎，都退下吧。对今天的事要是敢说出半个字，就把你们送去教坊司。这些夫人们一惊，再不敢多说一个字，各自返回了自己的住所。邱洛尘现在还不能告诉他们摄政王已经死了，他是假扮的，防备万一有谁走漏了消息，因小失大。沁雅阁里还有4个李氏手下的婢女，邱洛尘吩咐上玉质把这4个人先带去教坊司关，在铁笼里，防备他们是李氏的人泄露秘密。等上玉质走了以后，邱洛尘回到楼上，墨家姐妹和百里伽罗都在盯着万寿琉璃瓶观看。玄武和玄六正和周黑塔斗得如火如荼，周黑塔不断在万寿琉璃瓶里复活，遭受着玄武和玄六的不断追杀。上玉质回来的时候，周黑塔已经达到了5级2劫散仙的境界，依然能够复活。不过正像百里伽罗所讲的，在琉璃瓶的世界里，玄武和玄六是无敌的，可以轻松杀死周黑塔。一直到了晚上，大家都看累了，周黑塔还没有死。没有外人，上玉质恢复了本来的模样，他和墨家姐妹看着玉树临风的邱洛尘，含情脉脉依偎在身旁。虽然温香软玉，可是有百里伽罗在，邱洛尘为了不让这个孩子心生起念，始终保持着君子风范。突然噗的一声，琉璃瓶里第一次传出声音，周黑塔终于被杀死，不再复活了。万寿琉璃瓶是可以隔断里面声音的，只有玄武和玄六才能传音到瓶子外面，让邱洛尘他们听到。可是这一次，邱洛尘却清晰地听到了瓶子里的声音。
与此同时，整个琉璃瓶里都变成了血红色。邱洛尘不禁一惊，难道玄武和玄六有了闪失吗？百里伽罗却是毫不在意。玄六，把里面弄干净，邱洛尘看不到了。片刻之后，瓶子里的血污消失不见。玄六转动着绿豆眼，把脑袋贴在琉璃瓶壁上，洋洋得意。邱洛尘，知道我是怎么把这个家伙弄死的吗？邱洛尘皱着眉，赶紧说：别卖关子，刚才可是吓我一跳，还担心你和玄武了。玄六绿豆眼眨巴，算你有良心，我发现这家伙的复活是有次数限制的，只要杀死他，到了一定次数自然就死了。邱洛尘一愣，就这啊？玄六点头，啊，不然呢？邱洛尘轻啐了一口，呸，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玄六绿豆眼闪亮，绝招当然有，我和玄武在这琉璃瓶里布下了绝杀阵，不论他什么时候复活，都会自动被杀死，不用追着杀他。那为什么这么大的动静呢？这家伙的身体本源是股旋转无形的毒风，只有杀到他能量耗尽，毒风内核破裂不能修复的时候，才是他真正死亡的时候。毒风破碎，如同山崩海啸。邱洛尘点头，原来是这样啊。这也让他想到了李氏，难道他能不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邱洛尘和玄六最后算了一下，周黑塔总共被杀死了1998次，估计他以前也被杀死过，真正能够复活的次数应该要比这多。杀了周黑塔，邱洛尘放了心，这样邱家人因地外的九幽清风之毒算是彻底解除了，就可以不用担心家里人再有危险。周黑塔死了，就轮到了李氏。玄武把头伸进龟壳里，把李氏叼了出来，然后一口吞掉。没用太久，李氏复活，出现在了琉璃瓶里。玄六刚要再次吃了他，李氏突然虚空跪在水面上，朝着瓶外磕头，张嘴不知道说些什么。玄六停了下来，邱洛尘，这个没穿裤子的女人向你求情，说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讲。李氏的修为目前还构不成什么威胁，屋里有部下的结界他也跑不了。邱洛尘吩咐百里伽罗把李氏放出来。百里伽罗拔下瓶塞，李氏跳出了琉璃瓶，恢复了本来大小，跪在邱洛尘面前磕头在地，请您饶我一命，我可以讲一件隐秘的事情，是关于摄政王手下死士军族的。邱洛尘看着战战兢兢的李氏，知道因为周黑塔彻底被杀，他知道自己同样会死，所以害怕了。要是你讲的隐秘事情真的有用，我可以不杀你，毕竟我们还有过肌肤之亲，虽然亲热的时候你的心里不是和我，虽然被你锁住，差点让我被周黑塔杀死，但是我还可以饶过你的。百里伽罗大眼睛闪烁，用什么锁住的？他有什么厉害的兵器吗？被百里伽罗问起，墨家姐妹想起了那一幕，面色微红。邱洛尘有些尴尬，轻轻咳嗽一声，小孩子不要什么都打听。百里伽罗撅起嘴，我都7000岁了，不小了。邱洛尘不理他，只是看着李氏，所以你要讲的隐秘一定得够分量，不然我一定会杀了你。李氏点头，我明白，我先说，您看看可不可以饶过我，不过我想知道摄政王现在怎么样，是生还是死？邱洛尘神色淡然，摄政王已经被我杀了。李氏神色间闪过一丝悲哀，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摄政王一死，那么他设下的禁制正好可以破解，他对手下死士的控制也就可以解除了。因为那些死士有很多都是家人被抓而迫不得已的，为了控制他们，摄政王给他们服下了一种丹药，让所有死士都能甘心服从听命。这种丹药的药效就像浓情固心丹一样，只不过是用在男人身上的。摄政王活着，这些死士可能还屈服于摄政王的淫威，但是他已经死了，只要服用了解药，死士们就再不会归心了。邱洛尘蹙眉，又是丹药，解药放在何处？李氏低眉顺眼，在七品毒师独孤无二手里，他只为摄政王一人炼药，浓情固心丹、纵情丹都是他炼制的。原来摄政王的手下死士不是铁板一块，要是真的是被药物控制，只要解了药效就可以恢复正常，那也不用像小皇帝安排的那样杀死那么多人了。不过七品毒师是什么级别，他还没有清晰的概念。尚玉志看出了邱洛尘眼里的迷惑，玄黄大陆上的毒师都出自昆吾山毒宗，毒宗已经创建有万年了，毒宗之中毒师分为9品，据说7品毒师在毒宗之中1万年来只出过10人，8品毒师、9品毒师更是少之又少。邱洛尘微微皱眉，看来这位7品毒师很厉害啊，去哪里可以找到他？李氏恭敬回答，独孤无二就在这京城之中，他的毒品方位于城南子竹林里，只是飘忽不定，不是熟悉的人前往，毒品方是不会让人靠近的。邱洛尘想了想，我这就以摄政王之名让独孤无二来王府一趟，并且把解药送来。李氏摇头，独孤无二脾气很大，就算是摄政王想要见他，他也不见得会来，而且能解死士身上之毒的药非同小可，也不是谁去他都会给的。邱洛尘盯着李氏，那该怎么办呢？李氏态度恭顺，独孤无二是我的师傅，每次都是我去找他，摄政王所用的所有丹药也都是通过我才从师傅那里拿来的。邱洛尘目光灼灼，你的意思是
只有让你去紫竹林才能见到独孤无二，取来解药吗？李氏弓着身子，是的，只有我能见到他。百里伽罗白眉毛上挑，邱洛尘，这个没穿裤子的女人应该是骗你的，她是想让独孤什么的救她逃跑吧？邱洛尘伸手摸了摸百里伽罗的头，你竟然能明白骗人这种事了，真的有进步啊！百里伽罗推开邱洛尘的手，捋了捋头发，不要摸我的头，弄乱头发就不好看了。尚玉志拉着邱洛尘的手，以前我手下的一名将官本来是对摄政王恨之入骨的，后来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忠心于摄政王的死士了。李氏说的是很可能是真的。李氏脸上的神色诚惶诚恐，我绝对不敢欺骗你们。邱洛尘认真想了想，好，就信你一次，让你去趟紫竹林。听到邱洛尘同意李氏去紫竹林，百里伽罗大眼睛一瞪，不能让这个没穿裤子的女人一个人去，我要跟着她，免得她逃跑，还要看看那个七品毒师有多厉害。邱洛尘点头，不仅你跟着她，我也和你一起去。百里伽罗脸上一喜，太好了，这次是你要陪着我的。尚玉芝拉着邱洛尘的手不放，洛尘，我也要去，我不放心。莫星竹靠在邱洛尘身上，莫星宇靠着姐姐，两个人异口同声，我们也去，我们不放心。邱洛尘微笑摇头，不行，现在天都亮了，你们离开摄政王府会引起怀疑的，我会留下分身，用摄政王的模样在府里不走。本体和百里伽罗押着李氏去紫竹林，那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随时都能知道。分身和本体不分彼此，都是我邱洛尘。听邱洛尘这么安排，尚玉志和墨家姐妹不再说什么了。当着屋里众人的面，邱洛尘施展分身术，从本体中走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邱洛尘。为了防备李氏做手脚，也为了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随机应变，邱洛尘不打算以摄政王的身份兴师动众地前往紫竹林，留下分身，用摄政王的身份在王府里坐镇。邱洛尘吩咐玄武和玄六把李氏和百里伽罗都带入万寿琉璃瓶中，然后他把瓶子揣在怀里，瞬移出了摄政王府。邱洛尘现在已经是游仙之躯，一劫散仙境界，瞬移术施展之后没有惊动王府里的任何人。在李氏的指点下，几个瞬移之后就到了紫竹林前。这里的竹子全是紫色的，每一根都高有10丈以上，竹叶茂密，走在竹林里甚至感觉不到清晨的阳光。邱洛尘把李氏放了出来，百里伽罗紧跟着他。凭着百里伽罗的修为本事，只要李氏敢有异动，可以随时被抓回来扔给玄六。出发之前，李氏已经换回了正常的衣服，一身工装打扮，倒也有几分雍容华贵的气度。李氏在前，百里伽罗在后，邱洛尘跟在一旁，三个人一直向竹林深处走去。李氏向四周瞧了瞧，然后朝着邱洛尘微微躬身，我没看到独孤师傅的毒品方，需要呼喊几声才行。邱洛尘摇头，不用喊了，我知道你说的毒品方在哪里。说着，邱洛尘前头带路向东走去。一进入紫竹林，邱洛尘就开启了左眼灵眸，在一片伪装成竹林的迷茫之中，邱洛尘看见了一座院落。院子的门前挂着一块匾额，上面有毒品方3个大字。穿过一片伪装成竹林的迷茫之后，来到了这座毒品方门前。李氏在门前躬身行礼，师尊，弟子前来拜见。一个衰老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着2个人送给为师啊，真是越来越客气了。院门打开，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婆婆身穿黑色长袍，拄着拐杖走了出来。老婆婆看见李氏眉来眼笑，哎呀，乖徒儿来了。李氏跪倒行礼，徒儿拜见师尊。老婆婆张开嘴，明显能看见她门牙缺了2颗。快起来吧，这么早来寻找为师，可是有事啊？李氏恭敬回答，徒儿是奉摄政王之命，特意来取走忠心不二丹的解药的。老婆婆一愣，死士解药，这可是摄政王的意思吗？李氏神色不变，是摄政王让我来取的。然后转色介绍邱洛尘和百里伽罗，只说这2个人是王府里的侍卫。听见了李氏介绍的身份，老婆婆似乎有些失望。乖徒儿，你可是很久没给为师带药鼎来了，原来他们不是送给为师的。李氏似乎有些尴尬，这次徒儿来的匆忙，下次一定带来。接着李氏又介绍说，这位老婆婆就是他的师傅，毒宗7品毒师独孤无二。老婆婆虽然失望，但是依然笑容可掬。好，下次也行，既然是摄政王之命，几位进屋里稍等一会儿，我去取解药。邱洛尘和百里伽罗跟着李氏进了院子。这座院子里种满了奇花异草，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独孤无二请3个人在会客厅里落座，然后转身出了门。没过太久，屋门一开，这次走进来了一个美女。美女看起来也就17、18岁的年纪，上身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上衣，下身穿一条淡紫色短裙，脚上穿着一双白色高跟马靴，脑后是栗色的飘逸卷发，红唇如火，紫色的大眼睛，卷曲的睫毛，皮肤吹弹可破。叮，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名字独孤无二，根骨，仙级根骨。
肉身境界，散仙之躯，级别8星。进来一个美女，虽然容貌非常漂亮，还很有一种异国风情，可是见惯美女的邱洛尘并没有太过在意。不过系统的提示让邱洛尘大吃一惊，不是因为8星的评定，而是这个美女也叫独孤无二。刚才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也叫孤独无二，和美女是同名同姓，还是李氏在撒谎？见到美女进来，李氏脸上露出惊喜，站起来躬身行礼：“师尊，您如今可以随意转换了吗？”美女面沉如水：“为师的事你不必过问，你是想要来取走中心不二丹的解药吗？”李氏眼神闪烁，回禀师尊：“正是如此，我是奉摄政王的命令来的。”美女双眸闪着寒光：“摄政王说过，中心不二丹这种死士专用的丹药，永远都不需要解药，怎么会派人来取呢？可是出了意外吗？”李氏突然双膝跪地：“师尊救我！”美女脸色一变，挥手之间，屋里紫气弥漫，把李氏团团包裹在紫气之中。百里伽罗白眉毛上挑：“你这个穿上裤子的女人，看来果然是在撒谎，就是为了逃跑。”美女打量着百里伽罗：“你是何人？一身修为竟然连我都无法看透。”百里伽罗白色的睫毛眨动：“你又是谁？刚才那个老婆婆呢？”美女面色阴沉：“我是七品毒师，独孤无二。刚才的老婆婆，她也是我。”百里伽罗和邱洛尘同时瞪大了眼睛。美女说她就是独孤无二，刚才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婆婆也是她，这让邱洛尘和百里伽罗都是一惊。尤其是邱洛尘，他如今的夫人之中，苏雅、冷清秋、绮罗、纯与小花也都是系统评定的8星，真的都是国色天香，各有各的顶级风情。可是打量眼前的美女独孤无二，虽然很漂亮，还有一种邱洛尘穿越前那个世界的异国风情，但是明显要比那4位8星夫人逊色很多。邱洛尘自己估量，觉得评定6星还差不多，看来系统评定也有不准确的时候。系统不会错，请宿主放心，如果宿主取了她，自然就能知道。邱洛尘心中刚起心动念，系统就给了回答：“又要取了才知道吗？万一这个美女变成刚才的老婆婆，可怎么办？”面对那个鸡皮鹤发的老巫婆，邱洛尘觉得打死她也下不了手。独孤无二，妙不可言。系统没有过多解释，只给了这个回答：妙不可言。邱洛尘闪念之间和系统交流的时候，百里伽罗已经在询问独孤无二了：“你是会化形术吗？是不是看见邱洛尘长得这么英武潇洒、风流倜傥，才化形成美人出来见他啊？”听了百里伽罗的话，邱洛尘觉得一阵汗颜，这个小丫头是什么都能说出口啊。美女独孤无二扫了一眼邱洛尘，一阵不屑的冷笑：“你叫邱洛尘吗？不论是谁都不重要，以后你就会留在这里成为毒品房的奴仆了。还有这个小丫头，给我做个婢女应该还行。”百里伽罗挥起小拳头：“你想的真美。”被紫气包裹的李氏慢慢从地上站起来：“师尊这么做是便宜你们了，要是刚才那位师尊，你们就得被做成药鼎，定然是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的。”百里伽罗挥手一掌，虚空向李氏拍去，噗的一声，掌力遇到紫气化成了无形。李氏轻笑：“我已经被师尊的紫气毒来保护，你们再也伤不到我了。”百里伽罗大眼睛眨巴：“紫气毒来，很厉害吗？”李氏洋洋自得：“师尊的毒，遇者必然全身溃烂而死，可以烂到元神里面去。”百里伽罗盯着美女：“到底是2个独孤无二，还是1个呀？”没等美女回答，百里伽罗攥着拳头：“算了，不管了，我们是来拿解药的，给了我们就走，不给就把这间毒品房烧了。”说到这，百里伽罗还看了一眼邱洛尘：“是不是啊，邱洛尘，你那个火很厉害的。”美女独孤无二冷笑：“不自量力。”他的话还没说完，百里伽罗已经冲了出去，挥起小拳头就砸向了对面的美女。眼看着就要冲到近前的时候，却突然转向，窜到了屋外。几乎与此同时，邱洛尘一手打出3昧真言，烧向独孤无二，阻止他去拦截百里伽罗；另外一只手打出罡风，无形火烧着了包裹李氏的紫气。在摄政王府与周黑塔相斗的时候，邱洛尘就发现了一火是毒气的克星。刚才他和百里伽罗眼神交流的刹那就达成了默契，一个留在这里缠住独孤无二，一个进毒品方里寻找解药。独孤无二大惊失色：“异火，你竟然会异火！”他手指连弹，无数个紫色气团飞出，与3昧真言对撞在了一起。这时候包裹李氏的紫气已经烧没了，眼看就要烧到李氏的时候，独孤无二手指轻勾，要把李氏拉到身边。邱洛尘高声呼喊：“玄武、玄六！”刹那间，玄武和玄六的脑袋从邱洛尘怀里的万寿琉璃瓶里探出来，迎风而长，瞬间变大，张嘴向李氏咬了下去。美女孤独无二黛眉微蹙，手指轻弹，无数个紫色气团打向了玄武和玄六。小气团在空中也越变越大，疏忽间充满了整个空间，砸了过去，让玄武和玄六避无可避。2个大龟脑袋张开大嘴，把所有紫色气团都吞了进去。玄六摇头晃脑，这些紫气都是剧毒凝聚而成的，碰者必死，
好在我还不怕。可突然之间，玄武和玄六的脑袋都变成了紫色，惊叫声中，两头大龟一起缩回了瓶中。万寿琉璃瓶是他们可以治愈一切伤害的地方。邱洛尘再次打出异火，这次玄黄地心火、罡风无形火、惊雷怒炎、三昧真炎4种异火一股脑地打向了美女独孤无二。独孤无二不得不全神应付，趁着这个机会，邱洛尘的是神枪刺出，穿透了李氏的前心，把他挑了起来。玄六再次探出头来，把李氏的尸体一口吞了下去。美女独孤无二大怒，手上出现了一根紫色长鞭，夹带着一股莫名的香气，抽向了邱洛尘。闻到香气，邱洛尘只觉得思维都慢了半拍，鞭子抽到的时候，一火还没有打出去。好在太虚是神枪反应及时，与紫鞭相碰，避免了被这一鞭抽得魂飞魄散。邱洛尘不再恋战，转身就逃，四周紫气喷薄而出，汹涌而来。邱洛尘打出一火，四周紫气在火光中燃烧，他钻进了火光之中。独孤无二飞身追赶，突然百里伽罗无声无息地在火光中出现，贴身就是一拳。拳掌相交，独孤无二掌中的紫气碰到了百里伽罗拳上的白光，两个人各自后退。邱洛尘的是神枪恰到好处地刺来，扎向独孤无二的胸口。独孤无二手中的长鞭卷住枪尖，紫气沿着枪杆而进，突然是神枪燃烧起来，枪尖上喷出了三昧真炎。独孤无二赶紧后退，这时候百里伽罗也一掌打来，白光闪耀，所过之处紫气消散。独孤无二手中长鞭刚刚收回，单手与百里伽罗实实在在的硬碰了一下，他浑身猛地一震，如同火烧，一口血差点就喷出来。这小丫头刚才竟然隐藏了实力。独孤无二不敢再战，飞身后退，在身前布下了数十米厚的紫色气墙，阻拦了邱洛尘和百里伽罗的进攻，然后挥手带着半个毒品方飞了起来，升上空中。突然李氏在他身旁出现，独孤无二微微一愣，伸手把李氏抓在手里，李氏神色微变，师尊，我又复活了。眼看着紫气包裹着半个毒品方消失不见，玄六从百里伽罗手中的琉璃瓶里伸出了脑袋。主人，邱洛尘一个人能抓住独孤无二吗？百里伽罗看了一眼琉璃瓶里刚刚复活的李氏，我相信邱洛尘，他还要和我生孩子呢。在独孤无二的操纵下，半个毒品方在紫竹林里转着圈，防止被邱洛尘和百里伽罗追踪。确定没有被发现之后，在一根紫色竹子上开启了一扇大门，毒品防飞了进去，大门关闭。竹子里面是一个苍茫的空间，独孤无二放了心，半个毒品房停了下来。李氏有些茫然地打量着四周，师尊，这次复活我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只记得师尊和摄政王，其他的事都记不起来了。独孤无二叹了口气，可能是那一火的缘故，那个叫邱洛尘的人竟然有4种异火，我正好有4种不同属性的毒气都被其所压制，你可能也是因为异火的缘故，需要过些时日才可能恢复。李氏有些沮丧，那样现在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甚至我会什么本事都想不起来了。独孤无二叹了口气，那只有等另外那个独孤无二出现的时候才能帮你想办法，毕竟只有他才能使用药鼎，当初也是他让你有的不死之身。李氏面带疑惑，2个师尊吗？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有您这个师尊。独孤无二转身走向一个房间，李氏跟在身后。我被那个白眉毛的女童伤到了，一身独立修为无法持续，你需要助我打通阻碍，先助为师疗伤，然后再讲给你听。进了屋，来到一张大床上，独孤无二脱去外衣，只留下胸围和下衣，然后盘膝而坐。他肌肤如凝脂般细腻，带着淡淡的红润，散发着诱人的气息，胸前高耸，巍峨壮观。李氏一下愣在当场，这个李氏正是邱洛尘幻化而成的，真的李氏还被困在琉璃瓶里。百里伽罗在毒品方里寻找了一遍之后，并没有找到所谓的中心不二丹的解药。邱洛尘知道硬逼着独孤无二交出解药，他一定不会答应，而且他给的药是不是真的解药也无法判断。灵机一动，邱洛尘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施展幻化易容术成了李氏的模样，然后在独孤无二逃跑的时候瞬移到了他的身旁。眼前的独孤无二突然穿得这么清凉，让邱洛尘也为之心中一荡，他赶紧收拢心神，不让自己有异常的神色反应。看到李氏有些愣神，独孤无二微微皱眉，你是什么事都忘了吗？当年带你逃出昆吾山，被毒宗七老追赶身负重伤的时候，不也是你诸位师解毒疗伤的吗？邱洛尘变成的李氏假装认真思索，师尊，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独孤无二叹气，好吧，你坐在为师对面，让我教你。邱洛尘顺从的盘膝坐好，师尊，我该怎么做？独孤无二先说了段口诀，让邱洛尘照做，然后独孤无二伸出手，一株紫色的人形药草出现在他的手里。为师如今功力修为无法施展，你用刚刚学会的口诀将这株玄黄地级参炼化，并将药力凝聚在掌心。邱洛尘虽然照做，但是故意一时之间无法炼化药力，独孤无二也没有办法，只能等着。邱洛尘有意将药力凝聚在手臂上，之后怎么努力也没法弄到掌心。独孤无二知道着急也没用，让邱洛尘先休息一会儿。
邱洛尘借着这个机会继续询问：“师尊，我们师徒为什么会被毒宗追杀啊？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独孤无二闲着无事，耐心地讲了起来。为师是昆吾山毒宗8位长老之一，是为7级毒师，你是为师的弟子，只因为师容貌尚可，有几分姿色，被我毒宗一位沉睡多年以后醒来的老祖相中，他要让我做他的双修药鼎。老祖的毒功已经超越凡界9级毒师之境，直达传说中的10级圆满，他的命令宗主也不敢不从。可是双修药鼎需要以其根毒透玄牝之门，被其蹂躏，那种苦楚实在无人能够承受，只是想起来都让人心惊胆寒。见为师誓死不从，老祖把他的一个又老又丑的药鼎女弟子的魂魄打进我的体内，并且给我种下了刹那芳华之毒，让那女弟子的魂魄慢慢占据我的本体。从此为师白天为老妇人，晚上才能变回原貌。老祖让那老妇人听他的命令，学他的本事。为了不再被那位老祖所控制，我才带着你逃离了毒宗，一直逃到了大周国朝。身受重伤的时候是你救的我，后来多亏你做了一位王爷的乳娘，然后讨要来了这座可吸收天地灵气的紫竹林，我才得以养好了伤。那个女弟子的魂魄因为刹那芳华的毒无法与我分开，时间久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而且现在老夫人出现的时候越来越长了，不仅仅白天，晚上她也占据了一半。可能我的本体时日不多了，早晚有一天会被那个丑陋的魂魄彻底的占据了。邱洛尘听得越来越心惊，竟然还有这种相当于夺舍的毒功，把一个人魂魄彻底改变。可现在是白天啊，师尊怎么能恢复成的本身？邱洛尘有些疑惑的询问。独孤无二神色凝重，为师也不知道为什么白天能够恢复本身，或许另外一个我察觉到了邱洛尘来者不善，所以才躲起来了。此事为师一时也想不明白，问那个魂魄为什么，他不回应我。他现在占据主导地位，我也无可奈何。你要是不能把我治好，我的修为下降，可能今天就会被完全取代了。独孤无二让邱洛尘重新试一试，能不能凝聚药力到掌心。这次邱洛尘顺利的做到了。独孤无二伸手解开胸围，2团硕大的胶软瞬间出现在了邱洛尘的眼前。邱洛尘心中轰的一声，赶紧凝神静气。独孤无二要把玄黄地级餐的药力从胸前渗透入体，邱洛尘的双手只好按了上去，触手之处温软而 Q 弹。猛然间，孤独无二双眼一瞪：“你的体内气息不对，怎么没有我传你的毒力？你不是李氏？”邱洛尘一惊，竟然被这个美女独孤无二识破了。他立刻掌力吞吐，要把眼前的美女制住。可是突然觉得体内修为灵力猛地停滞，一身本事无法施展，而且双掌被吸在独孤无二的胸前无法挪开，两个人僵持在了一起。眼前的美女一阵娇笑：“邱洛尘，你上当了，真的以为化形成李氏我就看不出来了吗？其实你按照口诀演练的时候，我就已经怀疑了。李氏是我的徒儿，他的毒力高低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我还是需要做最后的确认。刚才你炼化的也并不是什么玄黄地级餐，而是玄黄毒级餐。虽然你的根骨修为都不低，这毒未必能马上杀死你，但是你一身修为必然无法施展，而且你也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命丧于此了。这玄黄毒级参与我的紫气毒来世同根同源，对我不仅无害，还能够助我疗伤，恢复修为功力。”邱洛尘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让我上当啊！我刚才还琢磨，又不是百合，怎么解个毒弄得和徒弟这么亲密呢？百合？什么百合？是花吗？美女独孤无二没听明白。邱洛尘没有解释，神色端正：“你就不怕万一治不住我，被我用一火烧死吗？”美女独孤无二不以为然，这位美人的身体又不是我老人家的，烧了又能怎样？免得老祖惦记，非得派我抢来给他做药鼎。邱洛尘面带疑惑：“反正你和我现在谁都动不了，你还得等着我毒气发作，一命呜呼，不如讲清楚，让我死个明白吧。”独孤无二得意的冷笑：“好吧，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刚才与你讲的话半真半假，我老人家是毒宗老祖的弟子，你见到的老婆婆那才是我的模样。老祖要的是独孤无二的身体做他的药鼎，可他不从，于是用了刹那芳华之毒，让独孤无二的魂魄中毒，无力守住这具身体，这样我便趁虚而入。独孤无二的身体被我占据，他却拼命反抗，将我的身躯和魂魄与他融合到了一起，逃离了毒宗。不过刹那芳华是老祖的9级毒物，独孤无二无法解毒，也无法抵挡，他的魂魄已经越来越不是我的对手，不得不在我的身体里寄存，成为我的模样。而且灵石已经越来越不清醒，就快被我老人家控制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彻底成为一个老妇人，然后魂魄慢慢消散，再不复存在。而他的这副身体则完全归我所有了。虽然比起他最鼎盛的时候模样逊色了几分，可还是上好的底子。我会用这副身体去成为老祖的药鼎，然后抽离魂魄。刹那芳华本来就是让他的芳华只剩刹那，他就算成为老妇人也不能是主动的，出现的时间是受我掌控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李氏为他疗伤，我都是骗你的。这具身体是他的，
你要是想烧了，对我也没有什么伤害。邱洛尘明白了，见到的老婆婆身体里才是真正独孤无二的魂魄，而且是已经中毒之后被控制的魂魄。面前的美女体内才是那个老太婆的真正魂魄，不是真的独孤无二。既然不是她的身体，自然就不在乎。邱洛尘知道，只有解去了刹那芳华的毒，独孤无二才能恢复正常。现在美女独孤无二控制住了他，可是美女的身体也动不了，玄黄毒极灿的毒症在侵蚀蔓延，美女独孤无二在等着他先倒下。邱洛尘突然一笑，既然如此，就让我替独孤无二解毒吧。刹那间，邱洛尘的手动了，抓住了那2团 Q 弹，带向怀里。身体疏忽间从李氏变回了邱洛尘。其实邱洛尘也防备着独孤无二害他，他从李氏变回邱洛尘，李氏中的毒就与他无关了。像当初在夜魔岛与沈凝烟第一次相见的时候那样。嘤咛一声，独孤无二脸上一阵潮红，躲无可躲。紫气毒来在玄牝之门，噗的一声，邱洛尘借着门里的那一点点水汽，发出水灵冷言，在枪尖烧起，将毒气化成无形。邱洛尘知道必须尽快完成终极的一击，否则命悬一线，当下速战速决。至尊阴阳双修功法完全可以收放自如。丁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又娶的一位美人，肉身境界达到地仙之躯3重境界。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根骨提升至仙级根骨极品。娶了这么多的夫人，邱洛尘的根骨品级终于再次提升，达到了仙级极品之境。这已经是在凡界能达到的最高根骨品级了。独孤无二身躯一阵轻抖，变成了那个老婆婆的模样。邱洛尘吓了一跳，赶紧把式神枪收了回来，否则就有点罪过了。老婆婆身躯扭动，一阵嘶吼，化成了虚像，眼前的人又变成了美女。虚像飘在空中，邱洛尘，记住你了，毒宗老祖会找你算账的。邱洛尘挥手发出3昧真言，老婆婆顷刻间在火光中消失不见。美女独孤无二也在变化，原本就很妖娆的身体更加的玲珑有致，那紫色的眼眸勾魂摄魄，如玉般的肌肤粉嫩鲜亮，透出的红润更为诱人。一阵幽香在独孤无二的身体中孕育，很快流淌而出，那是一种诱人冲动的香气，让人遐想。邱洛尘的手中紧抓的2团风银更加灵动，弹性十足又柔软可人。眼前的独孤无二比之前要生动美丽了很多，诱人了许多。邱洛尘感觉到了系统的8星评定果然没错，但是系统所说的妙不可言，他还没有完全感受到。独孤无二双眸灵动，目光从对面的邱洛尘又落到了邱洛尘的双手上，啊的一声，面色红的如同熟透的苹果。邱洛尘赶紧收回了双手，方才是在情非得已，不得不这样，否则没法解除刹那芳华之毒。独孤无二虽然羞涩，可是却挺了挺那2团更加跳脱的 Q 弹。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谢谢你，邱洛尘，要不是你救我，我就会变得又丑又老，最后这副身躯还成了那老怪物的药鼎，让我无法转生。没想到刹那芳华的毒，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解除，这可是传说中神帝才能做到的事情。邱洛尘盯着面前绝对有8星水准的独孤无二，别的先不说，你得好好谢谢我。邱洛尘的问话让独孤无二面色更红，他身形贵气，身姿妖娆，隐秘之处露出少许。你想我怎么谢都行。邱洛尘心中一震，险些把持不住，不过正事要紧，他抬手抓过独孤无二脱下的衣裳扔了过去。帮助我解去摄政王死士们所中的毒，就是最好的感谢。独孤无二微微一愣，幽怨地睨了邱洛尘一眼，一边不紧不慢地穿着衣服，一边说道：我知道这个忙我一定是要帮的，不过那是毒婆婆制成的中心不二丹，并不是我制的毒药，而且她也没有配置解药，但是我应该能想起来她都用了什么药材，要想配置还得仔细琢磨。邱洛尘微微皱眉，毒婆婆就是那个被我烧死的老太婆吗？独孤无二点头，就是她，毒宗老祖的弟子，她也是杀不死的，而且本体会在昆吾山落红蛊毒宗宗门之内复活，很难再接着杀死她。李氏就是她的弟子，因为我抓着毒婆婆逃离毒宗，她就追赶而来，后来成了摄政王的乳娘。这紫竹林有助于刹那芳华的毒性，所以才选择了这里。邱洛尘这才完全明白事情的真相，原来独孤无二并没有徒弟，毒婆婆才是李氏的师傅。这座竹林更适合毒婆婆的修炼，而不是独孤无二。在紫竹林里发生的事情，摄政王府里的邱洛尘分身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把这里的事情告诉了上玉质和墨家姐妹，让他们放心。还有1天，摄政王就要与纯玉皇太后大婚，还有4天，小皇帝就要毒死所有摄政王手下的将官和死士。邱洛尘希望独孤无二尽快研制出中心不二丹的解药，在独孤无二开始研制解药之前，邱洛尘让他把百里伽罗放进来。邱洛尘变成李氏与半个毒品方一起消失以后，百里伽罗就等在紫竹林里，闲着没事，他就让玄武和玄六又杀了李氏几次，然后提着琉璃瓶琢磨李氏复活的过程。正当他有所发现的时候，邱洛尘突然出现在面前，百里伽罗高兴地扑了过去，紧紧地拥抱。你走了，我好担心你啊。
独孤无二被杀了吗？解药得到了吗？邱洛尘把百里伽罗推开，小小年纪，不要总搂搂抱抱的。独孤无二没死，解药也没找到。不过独孤无二成我们自己人了，他可以研制解药。啊，自己人是什么意思？百里伽罗瞪大眼睛。邱洛尘拉着百里伽罗顺移到一根竹子眼前，一扇大门打开，两个人进去之后，大门合拢，只剩下一半的毒品房就在眼前。独孤无二如同一朵盛开的紫色花朵站在房中，一股幽香从他身上散发而出，沁人心脾。百里伽罗走近，盯着独孤无二仔细打量。我怎么觉得你好看了挺多呢？是你吃什么药了吗？你身上的香味很好闻啊。邱洛尘说，你是自己人，为什么这么快就成自己人了？独孤无二面色微红，你还小，等你长大就懂了。百里伽罗举起小拳头，又是长大以后，我现在就要懂。玄六的声音传来，主人，独孤无二一定是被邱洛尘收了，你就不要再问了。收了？什么收了？百里伽罗把琉璃瓶举到了眼前。玄六吞吞吐吐，收了，收了就是睡了。独孤无二和邱洛尘一起睡觉了。百里伽罗更糊涂了，睡觉了，一起睡觉就能成为自己人吗？那不对啊，我也没和邱洛尘睡觉啊，我不是他的自己人吗？邱洛尘伸手抢过琉璃瓶，都说了等你长大才能懂，偏要问。百里伽罗看向邱洛尘，那我要和你一起睡觉，我们好像还不是自己人。邱洛尘微微皱眉，我们早就是自己人了，等你长大了再一起睡觉。为什么睡觉也要等长大呢？我现在就可以睡啊。邱洛尘不再理会冥思苦想刨根问底的百里伽罗，他让玄六把李氏放出来。李氏出了琉璃瓶，看见独孤无二站在对面，赶紧跑过去。师尊，你没事吧？独孤无二眼眸中闪着寒芒，毒婆婆已经被邱洛尘杀了。李氏神色一变，差点摔倒。你不是师尊他？然后双膝跪地，邱洛尘，求你饶了我吧，看在我服侍过你的份上。邱洛尘冷笑，你服侍的是摄政王，不是我。李氏跪爬几步，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怎么样都行，我的服侍一定会让你满意的。百里伽罗踢了李氏一脚，谁有你服侍？邱洛尘的夫人哪个不比你强上10倍？再说还有我还没长大呢。邱洛尘冷声，李氏可以不杀你，但是你需要帮助独孤无二做出忠心不二丹的解药，不然你的死期就在眼前了。李氏一愣，我真的不知道师尊如何制作的忠心不二丹，那你总知道毒婆婆制毒所用的手法和通常手段吧？独孤无二突然说道。李氏想了想，轻轻点头，这我倒是知道的。独孤无二伸手抓起李氏，那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你知道，走吧，跟我去干活吧。经过1天的努力，独孤无二终于制作出来了忠心不二丹的解药，不过还要试一试效果。邱洛尘让玄六重新把李氏关进琉璃瓶，等一切完成之后再处理他。百里伽罗说，遇到杀不死的人，可以创造一个密闭的空间，把这个不死的生灵关进去，直到永远，这样比杀死他更加严苛，可令其绝望。邱洛尘就要离开了，独孤无二把他叫到了一间屋子里，紫色眼眸中蒙了一层雾气。邱洛尘，我活了200年，第一次被男人，你不可以一走了之，你要对我负责。而且这里本来就是毒婆婆创造出来的地方，她早晚会回来的，你要走了，我留在这里会很危险。我想跟着你走，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你不会想甩掉我吧？邱洛尘微笑，我已经有多位夫人了，如果你愿意，我当然也愿意，不会把你甩掉的，就怕你不想嫁给我。独孤无二一愣，啊，多位夫人，你不能累坏了吧？邱洛尘挥手在屋中设下结界，把2个人包裹其中。你好好试一试，就知道我能不能累坏了。现在吗？那个白发女孩还在外面。独孤无二像个受惊的兔子，没事，她不会进来的。接着邱洛尘不容分说，那幽香的诱惑他已经忍了1天了，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独孤无二暗香流动，邱洛尘的是神枪，可以转动如意，如同烽火，妙不可言。邱洛尘终于体会到了，暗香是可以动的，水润湿滑，曼妙之处只能意会。突然百里伽罗的声音传来，喂，邱洛尘，话什么时候能讲完啊？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什么话需要讲那么久啊？百里伽罗一边喊着一边走进了屋，他本来觉得独孤无二和邱洛尘告别很快就能完事，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2个人出来，可能是要讲解药上的一些事吧。百里伽罗于是耐心等待，可现在他等不下去了。屋里白茫茫的一片，百里伽罗一眼就能看出这是邱洛尘匆忙之下射出的结界，很是难看。他心中吐槽过很多次，哎呀，难道独孤无二要害邱洛尘吗？这个毒女可不好说啊，只有邱洛尘当他是自己人。邱洛尘，你没事吧？百里伽罗不管不顾，挥手打向结界，以他的修为功力，结界一下就被打破了。屋里一切正常，独孤无二和邱洛尘都坐在椅子上，没有什么异常。
只是屋里的那种暗香浓郁的，几乎无法呼吸。独孤无二的面颊酡红，头发似乎有些凌乱。邱若尘倒是神采奕奕，正在喝着茶。百里伽罗打量着邱若尘，喂，你俩喝个茶不什么结界啊？害得我一阵担心，是为了闻这香味吗？独孤无二面色更红，头低垂，不知道想什么。邱若尘点头，我和独孤无二深入的，谈了谈，她决定嫁给我了，以后就是我的夫人之一了，你称她为姐姐吧。百里伽罗眼睛一瞪，邱若尘，你又娶了一个夫人，等到我长大了，你还得娶多少位夫人啊？那还能有时间和我生孩子吗？邱若尘神色自若，当然有，多少位夫人都有。百里伽罗轻轻叹了口气，那好吧，不过我是预定要成为你夫人的，独孤无二的称呼我为姐姐才行。邱若尘微微皱眉，胡闹，你还小，而且也没嫁给我呢，凭什么让无二叫你姐姐？百里伽罗跺了跺脚，邱若尘，你忘了我俩可是一起对付她的，她要嫁给你，你就这么对我了，我不干。独孤无二抬起头，能做兽族女帝的妹妹是件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愿意做你的妹妹，百里姐姐。邱若尘刚想说话，独孤无二微笑，称呼而已，只要能陪着你，其他我都不在乎的。百里伽罗双眸闪亮，身形一晃就到了独孤无二面前，你再叫我一次。独孤无二很是认真的轻轻叫道，百里姐姐。百里伽罗喜笑颜开，眉飞色舞，一把就搂住了独孤无二。好妹妹，以后姐姐罩着你，谁也不能欺负你。独孤无二笑眼如花，好姐姐，谢谢。百里伽罗突然眉头微皱，独孤妹妹，你的腿怎么有些抖？独孤无二粉面含羞，是吗？可能是认了百里姐姐以后高兴的吧。百里伽罗伸手拉着独孤无二站了起来，让我看看。独孤无二往前走了一步，腿一软，又坐下了。百里伽罗一愣，妹妹是受伤了吗？独孤无二扭头幽怨地看了邱若尘一眼，是，刚才被他打伤了。百里伽罗看向邱若尘，邱若尘，以后不许打自己的夫人，那样我就不和你生小孩了。邱若尘无奈苦笑，好，我知道了。离开了紫竹林，邱若尘把独孤无二和百里伽罗都葬进琉璃瓶，再次几个瞬移回了摄政王府，然后与分身合二为一。邱若尘让百里伽罗和独孤无二从琉璃瓶里出来。紫竹林里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独孤无二与上玉质、墨家姐妹见了面，她一点也没有七品毒师的架子，亲热地称呼几个人为姐姐。上玉质和墨家姐妹开始还有些抵触担心，但是见这位毒师不仅美貌，而且为人很是随和，并且低调，慢慢的就接受熟悉了，很快开始有说有笑。邱若尘这下放了心，幻化成摄政王出发去往皇宫，他要把忠心不二丹的事告诉小皇帝。到了天寿宫，淳于皇太后听说摄政王到了，亲自出来迎接，把邱若尘迎进了屋中，让宫女和太监都退下。邱若尘恢复本来面貌，淳于小花扑进他的怀里，我好担心你啊，茶饭不思也睡不着，见到你平安无恙，我这悬着的心才放下。说着把邱若尘的手按在胸前，比起独孤无二的，淳于小花的更为柔软，各有千秋，如同不一样的花朵。温存之后，两个人相拥而坐，邱若尘讲了忠心不二丹的事情。淳于小花不禁一喜，如果是这么样，就不用杀死那么多人了，我大周国的实力也不会损耗严重，皇帝也就不用辛苦制作那么多千机毒药。邱若尘点头，是啊，此事需要赶紧通知皇帝才好。皇太后立刻起驾，与摄政王去往小皇帝的寝宫乾明宫。乾明宫外戒备森严，小皇帝燕世熙传了旨意，让禁卫军守在宫外，没有他的命令，谁都不许入内。之前禁卫军被摄政王调去了守护城门，真的摄政王晏云台一死，小皇帝的旨意没人干涉，禁卫军又全都调回了宫中。听说皇太后和摄政王到了，小皇帝传旨，请两人觐见。乾明宫门外站着10个老太监，邱若尘仔细看了看，都是天级根骨、洞虚境的修为。这10个太监异常警惕，留意着四周的一切动静，就是一只虫子也不让靠近宫殿。看来小皇帝还是有一些帮手的，只不过原来有摄政王的压制，不敢显露出来而已。进了乾明宫，门口站在一个老宫女，见到淳于皇太后和摄政王到了，宫女赶紧过来见礼，然后在前面带路。走进了乾明宫的深处，在一个房间门前站住，老宫女轻轻敲门，陛下，皇太后和摄政王都到了。片刻之后，房门打开，小皇帝燕世熙探出了头，目光停留在邱若尘身上，淳于小花微笑，放心吧。小皇帝这才松了口气，请两个人进了房中。屋间很大，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有10个老太监正在5个丹炉之前炼化药材，还有10个小太监围在5个桌子前摆弄一些瓶瓶罐罐。小皇帝神采飞扬，母后，啾，摄政王，我如今已经制作出了一半的丹药，还有2天就可以攻城了。淳于小花怜惜地拉住小皇帝的手，陛下真是辛苦了，哀家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应该不需要那么多的丹药了。小皇帝一愣，母后，您这是何意？淳于小花左右看了看，小皇帝会意，领着2个人一直进入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关好了房门。
母后，您请直言相告。淳于小花看了邱洛尘一眼，就讲了中心不二丹的事情，明确说明邱洛尘手里已经配置好了解药。小皇帝听完神色一变，不行，摄政王手下的死士是必须要死的。听了小皇帝的话，邱洛尘心中一惊，莫非眼前的小皇帝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一定要把对手斩草除根，不留一丝后患才能安心吗？淳于小花微微蹙眉，陛下，如果能为国所用，还是莫要滥杀无辜为好。玄黄大陆三大帝国，星落帝国、中州帝国和大周国。我大周国朝因为先帝早逝的缘故，实力最低，多留一些能战之士是好事而非坏事。既然可以为我所用，何必非要赶尽杀绝呢？小皇帝面色阴沉，母后，摄政王的这些死士曾经杀人不眨眼，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虽然他们是被控制了心智，可死在他们手上的忠臣良将太多，每个人手上都血债累累，必须偿还。放过他们会让许多人寒心的，就算现在不杀，以后也得杀。可是到了那时候再杀就难了，也容易惹起兵变。淳于小花一愣，扭头看向邱洛尘，陛下的考虑也并无不妥，这可该如何是好呢？邱洛尘微微点头，小皇帝确实言之有理，不愧是皇帝，考虑的就是周全。但是这样一来，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摄政王手下的将官死士确实干了许多坏事，虽然身不由己是被控制身心之后做的，但是毕竟还是做了。杀之可惜，有很多人本来是无辜的，但是他们做过坏事，不杀又让人心意难平。淳于小花也不避讳小皇帝，拉住了邱洛尘的手。洛尘，你想想办法吗？眸色如星辰，带着如水般的柔情和恳求，让邱洛尘心中怦然。这个混迹过风月场所的皇太后，当真是媚骨天生，随意的一个娇嗔都带着百般魅惑，万种的风情。小皇帝转过头去，母后，那个明天就大婚了，要秀恩爱日子长着呢。邱洛尘进入房间之后就已经恢复了本来模样，但是毕竟在淳于小花的儿子面前，他还是得保持着矜持和风度。小皇太后啊，你不用急，让我想一想。小皇帝也并不急躁，是呀，母后就让邱爱卿慢慢想，不用急。不过朕已经想好了，等到杀了摄政王手下的将官和死士以后，就向天下公布真实情况，然后封邱爱卿为摄政王，与母后一起保我大周国朝繁荣昌盛。邱洛尘一愣，随即明白了，小皇帝这是在运用帝王之术，给他好处拉拢他，免得因为这件事产生隔阂。啊，这倒是不用，我也不想做摄政王。淳于小花始终拉着邱洛尘不放，他的手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洛尘，你不想与我一起辅佐陛下吗？邱洛尘神色郑重，当然想了，可是我不必做什么王爷，只是做个无拘无束的人就行。另外，皇帝已经长大，也不需要有人摄政了。等到这里的事情完结，我就带着你离开，遨游天下，皇帝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看着小皇帝眼眸中露出了欣喜，邱洛尘知道自己说对了。在他穿越之前看过很多历史小说，任何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己当权执政，摄政王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他可不想往枪口上撞。淳于皇太后神色有些激动，真的吗？你可要说话算话，不然我就天天缠着你。邱洛尘挺了挺身躯，当然说话算数。讲到这里，邱洛尘突然灵机一动，既然这些死士该死，就让他们死吧。淳于小花一惊，啊，全杀了吗？这样是不是可惜了？有些人留着或许更好。小皇帝摇头，母后，摄政王残暴，他的手下嗜血成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无法向天下宣布摄政王已经伏诛了。邱洛尘微微点头，没错，应该杀，统统杀掉一个不留，然后还可以让他们都为陛下所用。听了邱洛尘的话，小皇帝和淳于皇太后都有些发懵，不明白他的意思。邱洛尘一笑，忠心不二丹既然可以让那些死士忠心于摄政王，当然也可以让他们忠心于皇帝，所以先杀了他们，再救他们，同时也解去他们中的毒，也就是让他们不再忠心于摄政王，然后再重新让他们服下忠心不二丹，这样这些死士就是皇帝的死士了。再下旨让他们以后必须戴着面具见人，也就没人看得出来了。淳于小花面上一喜，用手指抠了抠邱洛尘的手掌，这个主意真好，这样就一个都不用杀了，还能让他们听皇帝的命令，真是个好主意。小皇帝也很高兴，对啊，这个主意真的不错。邱洛尘握住了淳于小花青葱般的手指，不过还是真的用千机毒杀了他们，只是控制药量，先让这些人都处于假死的状态，并且让所有他们的仇人都以为这些死士和将官是真的死了，让他们以为报了仇，再没遗憾。小皇帝认真思索，只要用千机毒1半的药量，就能达到假死的状态，就算仙人来了也看不出来。可是千机毒没有解药，假死到一定程度就真的死了。邱洛尘伸出手掌，三昧真言和玄黄的星火在手心中升起燃烧。告诉你们一个我的隐藏技能，我还是7品药师，可以炼制一种能解凡界各种毒性的解毒丹药。邱洛尘在巨人岛上炼制过这种7品丹药，
给米仓琼姐过毒，所以信心十足。中心不二丹在毒品方中就有，去取来就行。但是我还需要解毒用的药材，需要回巨人岛上一趟。淳于皇太后微笑说道：不论你需要什么药材，都不用回巨人岛上去取。邱洛尘的一愣，啊，皇宫里是不是有各种药材啊？淳于皇太后突然有些娇羞，贴近邱洛尘的耳边，吐气如兰。知道我为什么名为小花吗？邱洛尘挠着脑袋，是觉得好听吧？淳于皇太后微微摇头，我的花是要花的花，我就是药材。邱洛尘一愣，啊！淳于皇太后贴着邱洛尘轻声软语，弄得邱洛尘耳朵痒痒，心也跟着痒。小皇帝站起身，母后邱爱卿，你们在这里讲吧，不会有人来打扰的。朕要出去安排制药之事，应该不需要那么多千缉毒药了，今日就可攻城。不过解毒丹药还请邱爱卿费心。小皇帝有些不好意思，虽然他知道淳于皇太后是吃过其绝合欢散的缘故，才与邱洛尘在一起无法自控，可是他看着母亲在眼前秀恩爱，还是颇为尴尬的。邱洛尘也是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淳于小花所讲的意思他实在没懂。小皇帝离开，他也好问个清楚，于是站起身，我与皇太后商量之后，就给陛下答复。看着小皇帝离开，关好了房门，邱洛尘才看向淳于皇太后，小花，你的意思我没懂，怎么你就是药材了？淳于小花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色黯然，却又娇羞更盛。我的母亲并非人族，而是妖兽大陆上的妖，她是只花妖，因为仇家追杀，逃到了玄黄大陆，与我父亲相遇，后来就嫁给了父亲。就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才被人诬陷，说我父亲有联合妖族，谋逆大周国之心。毕竟数万年前，人族和妖族的大战，让两族势如水火。所以，我虽然是个人族，却是个半妖之体，还是个天生的药体。半妖体，怪不得这么魅惑。药体？可什么是药体呢？邱洛尘面带疑惑。淳于小花贴着邱洛尘，就是可生出任何药材的体质，只要你知道是什么药材，心中所想，再有足够的滋润，就可以长出小花，生出你想要的药材。啊，还能这样？这可真把邱洛尘惊到了。看来关于妖的事情是超出他所有认知的。生出药材，从哪里生？邱洛尘从上到下打量着淳于皇太后，如水的双眸，樱桃小口，两个人是亲密过的，全身上下哪里可以生出药材呢？邱洛尘实在还是猛的。淳于小花面颊泛起红云，如花朵一般娇艳，她伸手轻轻掐了邱洛尘一下。女人要生，你说从哪里生？啊，从那里吗？邱洛尘的眼睛向下看去，然后又抬起头，有些不可思议地盯着淳于小花。可我们在密室里那次已经不是用过了吗？怎么没见生花呢？而且孩子是怎么生的？你不是生出了个小皇帝吗？淳于小花轻轻咬了咬红唇，我没法说得清楚，这是很难解释，就是不一样，要求夫妻都特异于常人才行。不过我知道可以，因为我的母亲告诉过我可以，只是非常一些而已。而且我知道你可以做到，毕竟你的能力非同一般。虽然特殊，但是邱洛尘并不担心，毕竟有时神枪相助。可是他还有疑虑，得多久才能生出药材？怀胎10月吗？淳于小花看出了邱洛尘的疑问，不需要10月，种子生芽，可以立刻生长出来。不过我虽然知道，但是却没有试过。邱洛尘心里头充满疑问，种子？什么种子？淳于小花轻轻捶了邱洛尘一下，夫妻生活还要我直言吗？啊！邱洛尘恍然大悟，可马上又有了疑问，种子也没有差别啊，可是需要的药材是不同的，怎么能确定生出来的就是需要的那种药材呢？淳于小花美眸已经泛起了春色，只要你知道那药材的名字或者样貌，在种下的时候心中想着就行了。这么神奇吗？邱洛尘突然有点期待，跃跃欲试。淳于小花逆着邱洛尘，这对于花妖、树妖之流并不神奇，在妖兽大陆上很是常见，可对于人族就很难理解了。不过传言那是一种无法言表的体验，会让我这种药体达到前所未有的愉快。邱洛尘朝门外看了看，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可是就怕皇帝会来。淳于小花微微摇头，放心，你我不出去，陛下不会来的，他很懂事。邱洛尘想起了密室里的那一幕，不觉点头。这孩子是真的懂事，不愧是皇帝。邱洛尘挥手设下结界，小花，我们开始吧。淳于小花轻轻点头，这里是寝宫，屋里有床，可淳于小花有洁癖。邱洛尘再次将是神枪化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很快他就仿佛进入了新的天地，眼前是如柳细腰，玉色美背。邱洛尘不敢拖延时间，虽然淳于皇太后说小皇帝不会来，可是万一呢？不上不下的可会很是难堪的。到了关键的时候，邱洛尘心中想着炼制解毒丹所需要的5种药材的名字和模样，紧接着竟然真的生出了一个花苞，眨眼间就绽放成了花朵。
花朵很快又伸展出枝条，枝条在房间里任意生长，几乎占了半个房间，很快就生出了若干朵小花。这些小花刹那间就开始结果，疏忽间就生长出了邱洛尘需要的那5种药材，而且数量正是邱洛尘当时心中预估需要的。药材一成，根部自动脱落，淳于小花这才转过身来，身体有些发抖。洛尘，可是你需要的。邱洛尘走过去，轻轻把淳于皇太后拥在怀里。不仅仅是我需要的药材，而且数量也是足够，真是辛苦你了。淳于小花眼眸中潋滟之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我不辛苦，这和通常的不一样，我没法形容，我好喜欢。如果通常最好的时候觉得飞上9天，那么这样的时候就是飞上了天外天。邱洛尘在淳于皇太后红唇上轻轻一吻。明天就是我俩大婚，我们可以做一切想做的。淳于小花哎呀一声，是啊，我险些忘了明天的事，虽然只是敷衍，但也得回去准备，不能回去太晚。2个人整理好了衣服，邱洛尘把所有药材收进了空间储存戒指，重新幻化成摄政王的模样，然后2个人走出来去见小皇帝。见到小皇帝燕世熙，邱洛尘明确解毒丹药可以很快炼成，接着就是再去毒品坊取回中心不二丹了。告辞离开，邱洛尘把淳于小花送回了天寿宫，2个人依依不舍地分开。乘坐马车，在王府侍卫的簇拥保护下，邱洛尘回转摄政王府。马车不紧不慢地走着，邱洛尘心中呼声警兆，有刺客来袭。邱洛尘现在的肉身境界已经达到地仙之躯3重的境界，对于任何危险都能自然而然地感知到，也能知道这种危险能不能伤害到他，这是一种似有似无的杀气，若隐若现。就跟在马车附近，但是周围全是摄政王府的侍卫，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察觉发现。邱洛尘展开临时探查，以马车为中心向四周搜索，蓦然他遇到了一种凌厉的寒气，这是剑气。刚一触碰，这剑气却突然消失不见。邱洛尘收回灵石，启动左眼灵眸向马车四外寻找。这里是京城里的一条主街道，两边店铺林立，来往的行人很多，不过因为摄政王的车驾经过，所有行人都被王府侍卫赶开，躲到道路两侧避让。邱洛尘的灵眸扫过之后，依然没有任何发现，四周虽然人很多，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身带这种杀气的人。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地上，已经接近黄昏，太阳西下，奔跑的马匹和侍卫们在夕阳的映照下都有影子落到地面。太阳在西，影子应该在东，可邱洛尘却发现有一个影子却在南侧。左眼灵眸看过去，只能看出就是个影子，而且是个人的影子，但一定不是某个王府侍卫的。邱洛尘在车里用灵眸盯着这个人影，片刻之后，人影在地上慢慢地向着马车靠近。邱洛尘没有声张，不论是谁，不论用的是什么手段，都是来刺杀摄政王的。这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了。毕竟知道摄政王生性残暴，在摄政王与淳于皇太后大婚前杀死摄政王，应该是许多大周国人的心愿。谁愿意看着这位摄政王借助与皇太后的婚事，真正的统治大周国呢？但是邱洛尘也不能因为是朋友，就让其把自己杀死。要是黑影杀不死他，车外有这么多王府侍卫，还有那两个身穿彩色盔甲、渡劫9级的强手保护，这位刺客结果估计会很凄惨。邱洛尘决定救下这个影子。眼看着这道人影越来越近，该怎么救呢？就在邱洛尘微微犹豫的时候，身穿彩色盔甲的2名将官突然都察觉到了异常，双双转过头来，目光看向地上的这道人影。人影立刻察觉到了被人发觉，这一次他没再躲避，而是马上开始了行动。人影从地上突然升起，整条人影疏忽间变成了一柄长剑的状态模样，不过还是如同薄薄的纸片厚度一样，朝着邱洛尘乘坐的车厢砍了过来。那2名彩色盔甲的将官大惊，立刻挥手向剑影打去，2道能量光柱与薄薄的剑影相碰，光柱竟然被剑影一切两断。剑影没有1分1毫的耽搁，继续像把利刃一样朝着车厢呲了过来，目标也牢牢地锁定了车厢里的邱洛尘。剑气吞吐，邱洛尘大惊，这柄剑影竟然不像世人所幻化，而就是把剑，是一道真正的剑影。邱洛尘暂时还没有使用是神枪的打算，那样就容易被王府的侍卫们看出异常。虽然他如今肉身是地仙之躯3重境界，可邱洛尘也不敢用身体硬抗这把剑影。在被这道剑影刺到之前，邱洛尘隔着车厢一掌拍出，车厢碎裂，灵力能量与剑影相碰，竟然又被一穿而过，继续毫无阻碍地刺向邱洛尘。剑影强悍无匹，凭着邱洛尘散仙之境的修为，竟然也阻挡不了他，只好选择躲避。邱洛尘飞身而起，胖胖的身材跃到了空中，可那道剑影紧追不放，如影随形，不死不休。四周的侍卫们纷纷挥舞兵器阻拦，可是根本挡不住，只要与剑影相碰，就会被一掌而过。眨眼之间，血光漫天，残肢断臂四处纷飞，惨叫哭嚎声令人心悸。2名身穿彩色盔甲的将官飞上天空，挡在了邱洛尘身前。他们2人是摄政王身边的死士侍卫统领，关键时候忠心救主。那道比纸片还要薄的剑影
就是个无坚不摧的神兵，挡者披靡，偏偏又找不到他是被谁指挥的。两个死士统领手中各自出现一柄大斧，两柄大斧在空中融合成一柄更大的斧头，向那道薄片剑影当头劈去。尖锐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大斧的斧头竟然被剑影一劈两半。两名9级度捷境强者的联手竟然也挡不住这道剑影。剑影继续毫无阻拦地斩向了两名身穿彩色盔甲的统领。为了保护摄政王，两人没有躲避，而是选择了硬抗。眼看着这两个统领就要被剑影一斩两断，邱洛尘出手了。这两名统领是9级度捷境的修为，应该留下来给小皇帝、给大周国出力，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是神枪化成了邱洛尘的手臂，与剑影轰然相碰。是神枪果然足够强横，这道剑影没能伤害到他分毫。尽管如此，邱洛尘还是觉得有抹剑意侵入了身体。邱洛尘当即运转灵力抵御入侵的剑意，同时变成手臂的是神枪在空中与这道剑影正面相斗，瞬息之间相碰了上百次。抓住机会，邱洛尘的3根手指头蓦地伸出，捏住了剑影。剑影奋力挣扎，无法逃脱，猛然发出了一阵尖利刺耳的笑音。邱洛尘心神一震，手上力道稍微变弱，剑影趁着这个机会挣脱而去，猛地刺入地下，消失不见。两名死士统领惊魂未定，上前感谢摄政王的救命之恩。邱洛尘摆了摆手，吩咐两名统领留下来处置尸体，救治伤员。他带着没有受伤的侍卫回转王府。进了王府，邱洛尘回了紫云轩，尚玉志、墨家姐妹、百里伽罗、独孤无二都在这里。邱洛尘讲了事情的大概经过，说明了小皇帝的意思以及后来的决定。当然他没有提春与小花可以用玄牝之门生出各种药材的事情，担心震碎这几位夫人的三观。接着邱洛尘又讲了回程路上被刺客行刺的事情。刺客竟然是个影子，而且这道剑影实在很是凌厉霸道，几乎被其杀掉几位夫人议论纷纷。这时候玄六的脑袋从琉璃瓶里探了出来，他的绿豆眼充满着兴奋。邱洛尘，你遇到的刺客听起来像是剑妖。剑妖？邱洛尘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玄六的神色看起来有些激动，在妖兽大陆上有句话，说是千年树妖，万年剑妖，剑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独孤无二微微颔首，据我所知，兵刃成妖在妖兽大陆上数万年也难出一个，一旦成妖必然惊世骇俗。在所有兵刃之中，最容易成妖的就是剑，但是需要这把剑存在万年以上，然后在机缘巧合有了灵智，懂得修炼之法以后，逐渐化成人形，方可成妖。不过只有妖兽大陆上的灵气才更适合妖的修炼，也能够让其活得更为长久。加上妖族与人族积怨很深，还有冥海相隔，所以他们几乎是不来玄黄大陆的。可现在这么难得一见的剑妖却在大周国京城出现，很是不同寻常，或许就是有人请他来专门刺杀摄政王的。邱洛尘心中一动，纯与小花说过他的母亲是个花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剑妖，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联系。百里伽罗紧皱白眉，妖兽大陆的事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剑妖就是个影子吗？玄六安慰，等你长大以后嫁给邱洛尘，就全都能想起来了。百里伽罗看向邱洛尘，我有些等不及了。邱洛尘面色一沉，等不及也得等，你还小，不要想嫁人的事情。百里伽罗撅起了嘴。这时候玄武从琉璃瓶里探出了脑袋，据说剑妖一旦成妖就是人形，只是不分雌雄，并不是影子。邱洛尘点头，这么看来可以化身为影，只是剑妖的一项技能而已，并不是他的模样。剑妖来到京城，很可能就是为了阻止摄政王明天与淳于皇太后大婚的。今晚我们大家都得小心谨慎，本来就是有飞敌，被他伤到可就太冤枉了。接着邱洛尘安排尚玉志和墨家姐妹回转地下教坊司，免得那里的女子被王府里的女侍卫们虐待。再坚持几天，等到降服摄政王手下的死士之后，就可以恢复这些可怜女人的自由了。李氏跪在琉璃瓶里不住的磕头，嘴里不知道说着什么。玄六伸长脖子，邱洛尘，这个女人说放她出去可以全心全意的服侍你，你让她做什么都行，请你饶她一命。百里伽罗白头发一甩，我也可以服侍邱洛尘，做什么都行，不需要这个女人，你让她死了心吧。玄六一愣，主人不行啊，你还小，有些事你做不了的。百里伽罗白眉毛上挑，你再说我小，我就把你的龟壳给掀下来。玄六一缩脖子，可是主人，你真的不行。独孤无二走过来，拉起百里伽罗的手，百里姐姐，有我呢，李氏能做的我都能做，你放心吧。说话间，独孤无二看向邱洛尘，媚眼如丝，一丝暗香浮动，朝着邱洛尘聚拢。是不是洛尘，我可以吗？邱洛尘被这丝香气弄得一阵迷离。啊，当然可以啊，你是八星，李氏怎么能比？八星？什么八星？独孤无二一愣。啊，八星，这是我邱家人的用语，就是很好的意思。百里伽罗用力点头，对，有独孤妹妹呢，不用这个瓶里的女人出来。邱洛尘看向玄六，你告诉李氏，我不用她服侍。
不过也不会杀他。等这里的事完结了，就送他去一处世外桃源居住。玄六瞪着绿豆眼，世外桃源是什么意思？邱洛尘想了想，世外桃源就是个好地方的意思。啊，我懂了，就是个让他生不如死的地方呗。你们邱家人的说话挺有意思。话说完，玄六还非常理解的一笑，缩回了瓶里。就在这时候，有仆人来报，庆雅阁中有一位编号为27的夫人要见邱洛尘，说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当面讲才行。邱洛尘不禁一愣，这些摄政王的夫人本来要计划杀死摄政王的。擒住了李氏，邱洛尘让这些夫人都回自己的住处待着，不许出来。这位27号夫人会有什么事呢？邱洛尘让百里迦罗和独孤无二留在紫云轩，不要出去，免得被王府里的侍卫察觉异常，然后他在侍卫们的保护下去往庆雅阁。邱洛尘已经告诉管家，李氏被囚禁了，等到大婚结束之后再放出来。他的手下4名婢女也都被关押进了教坊司。官家已经460多岁了，是摄政王的心腹。虽然他觉得摄政王求禁乳娘的这个做法有些突然，但是听说大婚之后会放出来，立刻心领神会。看来是李氏吃醋或者嫉妒了，摄政王不想坏了心情。管家很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也就没有任何怀疑。因此摄政王下令所有夫人禁足，暂时不能随意活动的事，管家也就更理解了。他心中琢磨，大概是摄政王担心皇太后不高兴，一切都要等到大婚结束，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于是管家揣摩着摄政王的意思，把庆雅阁看守起来，不让外人进入，也不允许里面的人出来。邱洛尘知道管家的安排之后，显得非常高兴。不错，还是你最明白本王的心意。等诸事完毕，本王允许你去教坊司挑个姑娘，赏给你享用。老管家眼神闪亮，笑逐颜开，多谢王爷，奴才愿意为王爷肝脑涂地，万死不辞。邱洛尘的胖脸上挂着微笑，心里琢磨，等一切结束，这个管家留不得，让管家和所有侍卫都等在外面。邱洛尘一个人进了庆雅阁。庆雅阁的整个后院就是摄政王这些夫人们的住所，后院很大，分成若干个部分，每一位夫人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27号院住的就是27号夫人，在院门上清晰地写着号码。每位夫人都有一个婢女伺候着。邱洛尘刚来到门口，27号夫人就带着婢女出来迎接了。现在已经是晚上，月色如水。27号夫人身穿玄色低胸长裙，身材娇小窈窕，琴手峨眉，美目流盼。见到邱洛尘以后，俯身行礼，臣妾拜见王爷。cosplay 的时候，27号扮演的是个酒馆老板娘。当时的情景就是在酒桌上进行的，缠绵入骨。现在还能回想起27号的娇声浪语。婢女长得敦敦实实，相貌平平，低着头站在27号身后。邱洛尘一边打量一边询问，夫人说有急事要见本王，现在可以讲了。27号嫣然一笑，王爷莫急，进屋中再说吧。说罢躬身退到一旁，请邱洛尘进院。邱洛尘抬腿向院中走去，突然他心中一惊，月色之下，那名婢女竟然没有影子。没有影子？难道是鬼魂吗？这种情况让人细思极恐，汗毛发炸。邱洛尘平复心情，尽力让自己保持镇定。他不动声色，继续往院子里走，不过走的速度很慢，四平八稳，不急不躁。与此同时，启动了左眼灵眸，观察院子里的情况。眼前就是正房，在要进屋之前，邱洛尘停住了脚步，很是随意地回过头来：“夫人，是进正厅还是卧房啊？”趁着说话的时机，邱洛尘像是不经意地望了过去，左眼灵眸可看破一切虚妄。邱洛尘一眼就明白了婢女没有影子的原因，因为婢女的整个人就是影子，包括身上穿的衣裳都是一种影子的化形。这名婢女的身躯内核是一片虚无，竟然真的是鬼魂吗？还是一种自己不认识的妖呢？邱洛尘脸上的表情丝毫不变，若无其事地看向27号夫人，蓦地心中再次一惊，在27号夫人的体内最深处竟然也藏有一柄剑的虚影。要不是邱洛尘的肉身已经达到了地仙之躯的境界，灵眸的本事跟随肉身境界水涨船高，恐怕他还无法看出隐藏的这么深的虚影。竟然是两个妖吗？他们是怎么控制了27号主仆呢？为什么在路上行刺的时候不一起出现呢？邱洛尘虽然心里猜疑，可是脸上没什么变化。这时候27号夫人面带娇羞，只要王爷有心思，何处不可以成为卧房啊？邱洛尘大笑，哈哈哈，夫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然后迈步走进屋，27号夫人和婢女紧跟而入，并且关上了房门。邱洛尘在屋中的椅子上落座，夫人，到底是什么紧急的事情，非要见到本王才能说啊？27号夫人一步一步地走向邱洛尘，同时也在解开衣襟、腰带，她的双眼含着难以名状的渴望。王爷，臣妾最紧急的事情就是服侍您了。邱洛尘神色自若地看着身上衣物在迅速减少的27号，看着他正快步靠近自己，但是邱洛尘全身上下都不敢有一丝怠慢，防备一切突如其来的风险。
虽然他的肉身境界可以自然而然躲开一切意外的偷袭，可也不能有任何放松的心理，否则真的可能死无葬身之地。27号夫人已经到了邱洛尘身前，十指纤纤，开始解邱洛尘身上的衣服。王爷，就在这里吧。那名婢女依然低着头退向一边，并且不住后退，直到后背靠到墙壁才停了下来。邱洛尘幻化成的摄政王，表面上胖脸因为激动而变得红润，很是配合，但是两只小眼睛里却藏着冷厉之色。27号声音娇软：王爷，您不用动，一切都由臣妾来做。看起来似乎沉浸在享受之中的邱洛尘突然一抬手，27号的衣裳寸寸碎裂。眼前的情景让邱洛尘猛然大吃一惊。27号除了上身之外，就像是一个塑料模特，适时的没有男女的区分。就在邱洛尘愣神的时候，那边婢女的身体轰然散开，像是团雾气迅速弥漫在整个房间的四周，又像是层透明的薄膜，刹那间把邱洛尘和27号包裹在其中。紧贴着邱洛尘的27号猛然扑了过来，撞进了邱洛尘的怀里。相撞的一刹那，27号的身体化成了一把如同纸片一样厚度的长剑，无声无息地切开了摄政王肥胖的身躯。鲜血淋漓之际，剑气迸发而出，眨眼间就切进了内府。眼看着就要把摄政王一切两半的时候，疏忽间摄政王消失不见了，一名英俊的青年站在了屋子的中间。邱洛尘笑意盈盈地看着有些发懵的剑妖，手段很高明，没想到剑妖可以化形，真是防不胜防。不过你杀错人了，我不是摄政王。纸片一样的剑影像充气一样又变成了27号的模样。没想到摄政王也会化形之术，不过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我真的不是摄政王。27号冷笑，他根本就不相信。刹那间，一道剑影从27号身体里飞出，转眼间成了一把有形的薄如纸片的长剑，刺向邱洛尘。看来剑妖不相信邱洛尘所讲的话，继续进攻。邱洛尘不打算硬拼，他准备动用王府里的侍卫抓住这2名刺客，然后再进行审问。如果确定是有非敌，就等到一切事情尘埃落定再放了他们。转念间，邱洛尘施展瞬移，他想要一下瞬移到屋外，可是刚一接触到墙壁，就被一股无名的力道反弹了回来。这间屋子竟然被那个内核虚无的影子婢女给封住了。邱洛尘无法逃脱，他只有与剑妖硬碰硬的交手才行。已经身经数战的邱洛尘并不慌乱，一根式神枪出现在他的手里，黑漆漆的枪杆，闪着光芒的枪尖。是神枪与那道薄如纸片的长剑对抗了数千下，趁着长剑被击退的间隙，邱洛尘手中是神枪突然暴涨，伸长了数十丈，狠狠地刺在了那层婢女所画的透明结界之上。是神枪很是给力，结界瞬间崩塌。侍卫们感觉到异常，在管家的带领下冲向了后院。剑妖怪叫一声退，他和那名婢女所画的结界冲入地下，消失不见。这一次，邱洛尘的左眼灵眸紧盯着剑妖，免得再让他逃脱。眼看着剑妖变成了一个侍卫的模样，躲在了院外，婢女却不知去向。剑妖的化形术这么高强，邱洛尘心中吃惊，但是却装作不知道，没有急着去揭穿他。四周立刻喧闹起来，呼喊抓刺客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快侍卫们就在一间厢房的床下发现了真正的27号和他的婢女。有惊无险，邱洛尘回转紫云轩，那名剑妖所化形的侍卫就混在众多侍卫之中一起跟随。当邱洛尘走进紫云轩的时候，身后突然多了一道长长的影子。月色之下，摄政王肥胖的身影拉长，慢慢走进紫云轩的院中。管家想要带着侍卫们跟随，却被摄政王制止了。你们在轩外守着就行，本王不叫你们不要进来。管家领命，马上传令，紫云轩外立刻遍布王府侍卫，防备刺客再来偷袭。摄政王走进院子里，抬头看了看皎洁的月色，原地转了转，呼吸了几口夜风中的凉意，这才迈步进了楼，身后的影子一路相随。楼门口有4名婢女躬身相迎，奴婢拜见王爷。摄政王胖胖的大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你们都退下吧，没有吩咐不要上楼来打扰。说罢转身准备上楼，突然一名婢女娇声说道：王爷，长夜漫漫，奴婢可以陪你一起度过吗？摄政王转回头，只见这名婢女看上去大概16、17岁的年纪，身材已经发育，只是还没有饱满起来。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白皙透着红润的娃娃脸，水汪汪的双眸像是2颗黑亮的宝石，看起来不是特别的俊俏，却有一种灵动和青涩的风情。婢女面带羞涩：王爷，奴婢比起楼上的白发女孩更能善解人意，更懂得男女的事。摄政王打量着这名婢女：你叫什么名字？回王爷，我叫灵儿。摄政王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灵儿，长大了，本王也该宠幸你了。不过明日是本王与皇太后大婚的日子，今夜应该养精蓄锐，改日吧。灵儿的娃娃脸扬起：王爷，奴婢不会让王爷辛劳的。奴婢只是想给王爷助兴，庆贺明日大婚，奴婢也没有什么可以给王爷当贺礼的，只有这身子了。
另外3名婢女从来没想到灵儿会突然这么大胆，都吓得压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摄政王的胖脸抖了抖，好吧，刚才本王在沁雅阁没有尽兴，正好需要舒缓，就收下你的这番心意，随本王上楼。灵儿面上一喜，是。摄政王在前，灵儿在后走上了2楼，灵儿的身后拖着一段不长的影子。2楼有2个房间，一间卧房，一间书房。摄政王没有进卧房，却走进了书房。灵儿微微一愣，王爷，你要在书房宠幸奴婢啊？摄政王脸上带着淫邪的笑意，都在卧房有什么意思？在书房你不愿意吗？灵儿赶紧摇头，王爷想在哪就在哪，王爷想要灵儿如何，灵儿就如何。哈哈，这就好。进了书房，摄政王吩咐灵儿点燃了2支粗大的红烛。摄政王胖大的身躯坐在椅子上，盯着灵儿。突然，摄政王挥手一挑，灵儿身上仅剩的亵衣寸寸碎裂。灵儿下意识地遮挡了一下，又完全放开了。摄政王的小眼睛仔细看了看，微微点头。方才本王遇到了一个贱妖，不男不女的，就是个囫囵，差点被他伤到，不得不防。灵儿面色酡红，现在王爷放心了吗？摄政王色眯眯地看了又看，放心了，好好服侍本王，少不了你的好处。摄政王享受着过程的时候，一道暗影在地上悄然地移动，趁着摄政王盯着灵儿有些忘乎所以的时候，转到了椅子后面，慢慢地立起。摄政王猛然警觉，想要回身，却发现全身都不能动了。从灵儿握住的地方开始，如同一层透明的薄膜延展开来，把摄政王的身体紧紧地包裹住，只露出了胖胖的头颅。薄如纸片般的暗影毫不犹豫地在摄政王的头上一展而过，血光之中，胖胖的脑袋只剩下的一半。灵儿站起身，喜笑颜开，姐姐，我们终于把摄政王杀了。说话间，一团白气从灵儿体内飞出，成了一个透明的人形。与此同时，灵儿头一歪就倒在了地上，晕了过去。暗影像充气一样鼓胀起来，转眼间也成了人形，却是一个皮肤如同黑色绸缎般闪着光泽，长着一头蓝色长发的美女。美女高挑挺拔，穿着玄色劲装，身材凹凸有致，一双眼眸也是蓝色的，如同大海般深邃。美女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冷冽的寒气，虽然皮肤是黑色的，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丽。突然，蓝发美女神色一变，低头看过去，只见眼前没有了头颅的摄政王突然消失不见了。刹那间，邱洛尘在书桌旁出现，看着他们微笑。剑妖原来是这种模样，看来也是黑色的剑炼化成的妖了。这位白色透明的能侵占人体的高手又是谁啊？没等剑妖说话，独孤无二从门外走了进来。这是与剑妖一起成型的剑气，剑气和剑妖本来是不分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剑妖凌厉霸道，几乎无坚不摧，剑气阴柔如水，无孔不入，能控制人心。他们是不分离的，彼此感应，否则伤了一个，另外一个也会受伤。这次应该是为了刺杀才分开动手的。剑妖神色阴冷，但是也有些疑惑。摄政王，你虽然会化形之术，即便伤了化形后的人，也不会伤到根本，但是本体被杀，化形应该也会死亡才对。你为什么没事？邱洛尘两手一摊，我都讲过了，我不是摄政王，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才是我的本体，我叫邱洛尘。剑妖摇头，那也不对，化形死了，本体也活不了，你还会其他艺术吗？突然剑妖的身后有人说话，不错，我还会分身术，用分身化形，就算死了也伤不到本体。剑妖回头一看，却是另外一个邱洛尘。哦，原来如此，摄政王，你骗不了我。说话间，剑妖再次化成了黑色的剑影，可突然又恢复成了美女，接着再变成剑影，可转眼然又恢复成美女，刹那间反复了几次，可却无法变身了。人形剑气再次钻进灵儿体内，灵儿刚刚睁开眼睛，就猛然惊叫：姐姐，这书房里有毒。邱洛尘盯着灵儿微微一笑：是啊，这书房里是有毒，不过是你下的毒。灵儿的双眸瞪大：怎么可能？邱洛尘看向那2支燃烧的红烛，这红烛不就是你点燃的吗？灵儿大惊失色，难道是红烛有毒？独孤无二美目流转，微微颔首：不错，这红烛中有我专门为妖做的毒药，也没有多严重，就是可以阻止剑妖恢复本体。剑妖知道大事不好，他身形一动就想窜出屋外。在他身后，邱洛尘的分身伸手就向他拦腰抱了过去。灵儿身形暴起，撞向邱洛尘的分身，但是却一下撞了个空，因为刹那之间，邱洛尘的分身和本体合二为一，回到了书桌旁边。剑妖和灵儿都紧张地盯着邱洛尘，胸口剧烈的起伏。不能恢复本体的剑妖，就像没有了牙齿的老虎，无法施展自身无坚不摧的剑意。没有了剑妖的剑意，剑气也没有了施展剑杖保护防卫的能力。看着惊慌失措的剑妖和灵儿，邱洛尘朝着独孤无二伸出了大拇指：夫人不愧为7级毒师，果然厉害，就连剑妖都能被你制住。独孤无二睨了邱洛尘一眼，挺了挺异常丰盈的胸脯：
那是当然，我就是对你无能为力，其他各种强者遇到我这7级毒师都是闻者色变的。两个人正说着话，灵儿突然摔倒，白色半透明的人形剑气从灵儿体内冲出，猛地闯入了剑妖的体内。剑妖身上立刻迸发出一股霸道凌厉的剑气，身形直直地冲天而起，朝着屋顶撞去。砰的一声，剑妖被反弹了回来，向地下撞去，可同样也被反弹了回来，不得不稳住身躯，整间屋子都已经被布下了结界，而且还是百里伽罗布下的。不久前，在邱若尘走进紫云轩的时候，就发现了剑妖化形成影子跟着他，但是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妖怪的婢女藏在哪里，所以邱若尘没有打草惊蛇，他想要来一个瓮中捉鳖。邱若尘在紫云轩院子里看天呼吸，转圈的时候分身就化成飞虫，先回了楼上去见百里伽罗和独孤无二，简单商量了擒住剑妖的计划，就是利用独孤无二可以治诸妖的毒药，同时由百里伽罗设下可以挡住剑妖的结界。本来是打算邱若尘带着剑妖化成的暗影直接进入书房点燃有毒红烛的，可是邱若尘一进楼门就用左眼灵眸看出了灵儿的异常。灵儿确实还是灵儿，不是那种无影妖气幻化而成的，但是她的体内却充斥着无色的妖气，看样子已经被控制了身心。邱若尘没有当场揭穿，这时候灵儿竟然主动自荐枕席。邱若尘的分身及时调整了部署，让玄六和玄武监督，不让百里伽罗走出卧房，免得看到灵儿和摄政王的香艳一幕，让这丫头学得不好了。百里伽罗不愧是兽族女帝，虽然只是恢复了部分修为，布下的结界就让这个万年剑妖无能为力，无法突破而出。当然，这也有独孤无二所下的毒药作用，让剑妖无法恢复本体，成为不了无坚不摧的利器。现在成妖的剑气强行进入剑妖体内，用剑气的修为带动剑妖强横的身体，准备撞开一条道路，先逃之夭夭再说。可是他们却无法突破百里伽罗的结界布置。邱若尘摇头叹气，哎，我都说了我不是摄政王，我叫邱若尘，虽然你们是妖，但是我也不会难为你们的，你们不必急着逃跑。邱若尘的话，剑妖显然是不相信的，越是这么说，他越以为摄政王别有企图。突然剑妖改变了方向，撞向了邱若尘。独孤无二跨前一步挡在了邱若尘的身前，两人凶猛地对撞在一起，但是独孤无二却一步没退。相撞的刹那，白影从剑妖体内闪出，蓦然间强行冲进了独孤无二的体内。独孤无二身体猛然一抖，双眸一阵失神，剑气要强行控制他的身心。独孤无二大喊：洛尘，一火，再晚我就被控制了。邱若尘一掌拍在独孤无二的身上，左眼灵眸开启，三昧真焰冲进了独孤无二的体内，剑气猛地燃烧起来，惨叫着逃出独孤无二的身体，在地上翻滚。邱若尘熄灭三昧真焰的时候，剑气已经烧得残缺了一半，几乎与此同时，剑妖的身体也像被火烧伤了一样，浑身颤抖倒在地上。剑妖和剑气本来就是一体，一伤俱伤。独孤无二上前，在剑妖嘴里塞进了一颗丹药，用来保住剑妖的性命，同时也给剑气一颗，可是它就是一团虚无的气体，根本吃不进去。独孤无二伸手提起剑气扔在灵儿身上，剑气再次控制灵儿睁开了眼睛。独孤无二把药塞进灵儿嘴里，让她吃进去。这次不论剑气还是剑妖都无力逃跑了，独孤无二直接在他们身上种下了毒气，让他们没有了动手的能力。抓住了剑妖，邱若尘总算放了心，让灵儿穿上衣裳，把这两个妖物提进了卧房。百里伽罗正在同玄武和玄六发脾气呢，因为这两个乌龟脑袋阻止他出去，偷偷看看都不行。就在这时候，邱若尘回来了，百里伽罗和玄武、玄六围着剑妖和剑气看了好久。玄武绿豆眼盯着无法化形的剑妖，原来是玄冰剑成的妖，竟然能把剑气炼化成人形帮手，这剑妖可好厉害啊！玄六冷哼，哪里厉害啊，这么容易就被擒住了，都没用主人出手。突然，百里伽罗动了手，把灵儿和剑妖身上的衣裳都扯了下来。邱若尘一惊，赶忙阻止：百里伽罗，你干什么？百里伽罗眨动着长长的白色睫毛，我看看什么样是不分雌雄啊。剑气本来就是侵占了婢女灵儿的身体，没有什么异常，可是剑妖就不一样了，她只有上身是个女人，还是一个非常俊俏的女人。